你若是不嫌弃，不如嫁给我吧，我定不会让你受委屈，至少不会像在这个家里一样被他们欺负。这一世的聂战与上一世的他似乎很是不同，也或许是上一世他一直将聂战视为仇恨的对象，不论聂战对他做了什么，如何讨好他，他都不愿意成他的情。苏冉收回神思，聂将军，听闻你的宅子被烧了。聂战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转口问起这个。你也听说了？我还听说史娘子为了救你被砸伤了脚，她的伤势可有好些？好多了，但还要休养一段时间。聂将军好福气，娶了一个舍命为你的好妻子，希望将军能够珍惜。聂战听明白他是在婉拒自己，还想再开口，苏冉已转身走远。苏冉径直来到祠堂，秋落就回来了。姑娘，殿下临时有事离开京城了，要中秋节才能回来。苏冉也猜到他是有事绊住了，不然今晚发生这样大的事，陆成锦不会不来的。阿云呢？为何我回府这么久一直没有见到他？天这么晚了，他还会去哪里？苏冉莫名觉得阿云有些古怪，身上似乎藏了一些秘密。秋落，你赶紧去找找他，看他在哪里。翌日一早，宫里的宣旨太监来到镇国公府宣旨，丹陵被册封为大晋太子妃。哪怕跪在祠堂里，前面的欢庆之声，苏冉也听得真切。下一刻，一道小小的身影跑了进来。阿姐！阿云一看到苏冉，眼眶就红了。你怎么来了？苏冉一宿没睡，此时真是又累又困。阿姐真傻，他们让你跪你就跪，你赶紧起来。怎么不在前面看热闹？别人的热闹有什么好看？阿姐，你为何要回来？你可以直接走的，不回来这里。因为你在这里，阿姐要守着你，哪里都不去。景王呢？他们都说他以后要娶丹陵，那阿姐怎么办？别难过，殿下有事离开京城了。阿云太心痛姐姐了，眼泪止不住的要掉下来。他若是能娶丹陵，倒是好事，表示啊，他以后就是大晋的太子，这样我就能彻底放心了。这一世只有陆承彦不当太子，苏冉才能安心的过自己的日子，不用再担心受到他的迫害。阿姐起来，我方才已求过祖母，让她饶了你，祖母答应了。苏冉有些不敢相信，大抵她今日高兴了，再加上我还拜托了陈王帮我开口，所以祖母就答应了。你这个傻孩子，当着大家的面替我求情，万一惹怒祖母怎么办？阿云黑眸明亮，里面飞快地闪过冷芒，一本正经地问他：阿姐，你心中委屈吗？苏冉自是知道弟弟问的是什么，说不委屈是假的，但他知道这一切并非陆承锦所愿。可他再强硬厉害又如何，也挡不住皇恩浩荡。况且册封丹陵为太子妃之时，他不在京城，想反对都来不及。我与殿下心意相通，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阿姐不委屈。阿云听他这么说，紧抿嘴唇，到底没有再说什么。到了中秋节前一日，上院派人将他换了过去。明日的中秋宫宴，皇上要嘉奖有功之人。听闻你在去往邵县的沿途救下了许多流散的儿童，抚养他们的银钱都是你出的。皇上，你昨日说过要为苏二姑娘赐婚的，如今当着大长公主与赵国公赵将军的面，皇上不如成全了这桩美事。苏冉如耳边惊起炸雷，却见晋帝转头对大长公主说：朕想将苏冉许配给赵瑞为平妻，不知姑母意下如何呀？大长公主正愁没有办法将苏冉从陆承锦身边赶走，听到晋帝的话，当真是求之不得。皇上皇恩浩荡，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呢，岂会不同意？大长公主这样说，就是同意这门亲事了。赵瑞从席上站起身，朝苏冉走来。两人今日是第一次相见，苏冉希望他拒绝这门亲事，可他看着赵瑞的神情，竟不像要推辞的样子。眼睁睁看着赵瑞仙袍跪下，苏冉脸色苍白，全身如坠冰窖。在赵瑞开口前，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溢出来：赵将军，我不能嫁给你。他的声音不大，赵瑞却听得分明。赵瑞怔了怔，侧目
惊愕地看向苏冉。他倒是没想到，这个看着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竟敢当着皇上的面拒亲。苏姑娘，赵瑞很快回过神来，不解地看向苏冉。赵将军，我不能嫁给你。这一次，苏冉的声音越发坚定，音量也提高了，大到足以让上首的禁地与大长公主等人听到。你说什么？不等大长公主出声，上首的荣贵妃已是柳眉蹙竖。苏冉朝上首跪下，面色沉稳，毫无惧色。皇上容禀，臣女不能嫁给赵将军，还请皇上收回成命。在大家眼里，苏冉虽然出身镇国公府，但却是庶女出身。赵将军与华素郡主不和，若是她嫁给赵将军得了宠，就等同于正统娘子，实则算是高价了。苏冉此举落在众人眼里，不只是违抗圣命的大逆不道，更是不识抬举。禁地面色也冷沉下来，朝大长公主看去。大长公主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庶女胆子竟大到如此的地步，不但不听尊长的话，连皇上的圣旨都要违抗，却是再次辱没了苏家的家风。顿时大长公主怒不可遏，眸光几乎要将苏冉凌迟。皇上天恩浩荡，你莫不是高兴晕了头，在这里胡言乱语，还不赶紧磕头谢恩？苏冉迎上他的目光，但他没有接大长公主的话，他不会当众顶撞他，落下口实。苏冉转头朝兰贵妃以及坐在他下手的陈王夫妇看去。此时此刻，大抵只有这三个人会帮自己。果然，兰贵妃在听到苏冉的拒绝后，就不禁露出了担忧之色。等再看到苏冉向自己求救的目光，对禁地说：晚辈们的心意我们也不知情，还是不要勉强，由着苏姑娘自己决定吧。荣贵妃冷冷笑：苏姑娘这般反对这门亲事，看来是心中已有了自己中意的情郎了，不如就此说出来，让皇上给你做主。荣贵妃这么说就是打定了主意，今日就算赐婚不成功，她也要让苏冉彻底名誉扫地，甚至背上藐视君上的罪名。若是你不说，那就是故意忤逆皇上的旨意，不将天家颜面放在眼里。皇上容禀，当初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是我发自内心之举，从没有想过邀功请赏，所以皇上不必嘉奖臣女。哼，雨露雷霆均为天恩，可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你休想抗旨不遵。皇上，这原本就是昨日说好的，而本宫也已答应了赵将军，岂能言而无信？赵将军，还不快谢恩！苏冉全身的血液都要凝住了，他抗拒了一次，难道还要舍命再抗拒第二次？赵瑞迟疑地看了一眼苏冉。就在此时，谨王殿下到。一道高大的身影以大步跨进大殿中来，风尘仆仆，他终于回来了。陆承锦目不斜视，一路径直往大殿正前方而来，目光遥遥从禁地等人身上滑落，最后落在了女人单薄瘦小的身躯身上。只是一眼，他就心疼了，袖中的拳头倏地握紧起来。一进宫门，关于方才发生的一切，已有人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了。苏冉从看到他的那一眼开始，全身紧绷的防线骤然放松下来，胸口却涌上无尽的酸楚，双腿也后怕的止不住打着哆嗦，眼泪也抑不住要落下来。没人知道方才这一切于他而言有多艰难，多凶险可怕。陆承锦挺身立定，一礼朝上首的禁地等人行礼请安。而赵瑞在军中时与陆承锦交好，连忙上前朝他恭敬行礼，见过谨王殿下。可此时陆承锦眉眼很冷，神情甚至带着一丝厉色，冷冷挑眉看着赵瑞：以后再找你算账。赵瑞满头雾水，可陆承锦也不再理会他。兰贵妃看着儿子风尘仆仆的形容，很是心疼。哎呀，你何时回来的？怎么也不先回府洗漱更衣再来，就这样一身就赶来了？听闻父皇在封赏上次梁安赈灾的功臣，儿臣赶来自是向父皇讨赏来了，免得来晚了就迟了。陆承锦眸光冰冷地看了一眼上首的荣贵妃和大长公主，
大长公主就变了脸色，她强作镇定地笑道：“此番赈灾，锦王殿下当居首功，皇上自是要好好奖赏。说吧，你想要什么？”父皇，是不是不论儿臣讨要什么，你都答应？静帝一怔，他这个儿子莫说提这样的要求，就是主动讨赏都从未有过。不觉间，静帝神情凝重起来，狐疑地看着他。陆承锦一眼就看穿了静帝心中所虑，他也懒得再多言，直接开口：“儿臣喜欢一个人，要娶她为妻。”此言一出，静帝只觉得这个消息比向他要太子之位还震惊。兰贵妃也是惊得呆住了，一片讶然声中，陆承锦伸手握住苏冉的手，携着她上前2步。父皇别想着将她赐婚给其他人了，她是儿臣要娶的人，儿臣非苏冉不娶，还请父皇成全。一时间，静帝心里思虑重重。不等静帝开口，陆承彦已站起身：“皇帝这是闹哪样啊？你可记得他曾经是什么身份？”皇兄也知道是曾经了。苏冉已与皇兄退亲，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而皇兄马上要迎娶南安郡主，苏冉自然也有她的婚嫁自由。当初你可是叫过她三皇嫂的，你都不膈应吗？膈应的是皇兄你吧？本王与心爱之人在一起，名正言顺。你陆承彦气得想摔杯子，可看着上手的静帝，终是咬牙忍下来了。静帝看着剑拔弩张的兄弟2人，沉声开口：“你们也都退下，锦王随朕去御书房。”说罢，他又转头看向大长公主：“姑母请先行回府，朕明日再请姑母进宫说话。”大长公主生怕静帝一口就答应下来2人的亲事，很想留下来阻拦。皇上，一切以大局为重。苏冉看着大长公主看向自己眸光里的寒意，心头一片冰凉。看来她这位祖母还没死心。苏冉松开陆承锦的手：“殿下，我先回去了。”别怕，天塌下来有本王顶着。离得近了，苏冉看清楚他眸光里的红血丝，猜到他定是不分昼夜辛苦赶路赶回来的。而想到接下来他可能面临的责难和重压，苏冉的心里涌上心酸和不舍，哽着喉咙轻轻笑了笑：“殿下不用担心我，我不怕。”你先回去歇息，但别太早睡觉，等我。陆承锦目送他离开大殿，才随静帝去了御书房。而丹陵出宫的一路上陪着大长公主，面无异色，可一上了马车，眼泪就止不住落下来。“外祖母，如今可怎么办啊？晋王不会娶我，那我这个太子妃岂不成了笑话？”他们2个只怕早就勾结在一起了，为何到了今日才敢说出来？就是因为2人之间隔着太多禁忌，皇上是不可能答应让他们在一起的。可我瞧着皇上对景王甚是偏爱，说不定一时心软就答应了。丹陵一想到方才在众人面前陆承锦对苏冉的维护宠溺，再想到先前在少县时他拒绝自己的冷漠无情，丹陵心里无比的愤恨。你放心，外祖母让皇上先册封你为太子妃，就是防着这一日的。有你在，皇上是不可能再答应让锦王娶她为正妃的，最多就是个侧妃。若是陆承锦肯见好就收就罢了，可方才你瞧他那样子，一副被情爱冲昏了头脑的形容，他岂会舍得委屈了他的心上人？如此倒好，只要他不答应要与皇上倔，本宫就有本事让这个不孝女连侧妃的位置都捞不着。真的吗？本宫从不诓人，言出必践。你何时与他好上的？不关你的事。怎么不关本王的事？若是在我们退亲之前你们就在一起，那你就是在背叛我。苏冉一把甩开他，推开一步，冷冷看着他：“殿下请自重。”自重？你好意思提这2个字？你就是故意勾搭锦王来报复本王的。苏冉，本王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辈子你都休想逃出本王的手掌心。熟悉又可怕的话语瞬间勾起了苏然上一世的记忆。陆承彦，我也不会放过你。苏然没有再退，冷冷看着面前如毒蝎般的男人。对，我就是要报复你。不止如此，我还会亲手折了你的双翼，将你所在意的东西通通的摧毁掉，让你一无所有。你说罢，苏冉伸手将他用力一推，头也不回地离开。来到宫门口，阿云从马车里探出头来：“阿姐，上车吧。”等苏冉上了马车，阿姐今日很勇敢。阿云黑亮的眸子里涌动着点点星芒，他不惜代价重活一世，不为别的，只为给阿姐一个全新的人生。所以哪怕是陆承锦，他也愿意原谅。今日阿姐与殿下将一切都说出来了，只怕往后以我在苏家的处境会更艰难。可阿姐对不起你。阿姐不要担心我，我也什么都不怕，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的。苏冉牵着阿云从马车上下来，一抬头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男人。除了陆承锦，还会有谁？陆承锦骑马又挑近路走，刚好比他们早到一步。大长公主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与皇上谈完，不由得猜度父子二人是谈和了还是谈崩了。顾祖母，大长公主猜到他是来寻苏冉，却故作不知，笑吟吟地看着他。今日中秋佳节，殿下不在宫里陪你父皇母后过节，怎么到这儿来了？陆承锦毫不遮掩，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带小冉去逛夜市，还请顾祖母允诺。”大长公主面容一滞，万万没想到两人才公开关系，他就这般迫不及待要带着他出双入对了。难道晋帝答应让他娶苏冉了？所以他这般的不顾忌。这样一想，大长公主整颗心都沉了下去。大长公主的心里自是10000个不愿意成全他们，但面上却无法不给陆承锦这个面子。而且他也知道陆承锦只是嘴上同他客气，他同不同意人，他陆承锦都会带走。于是他佯装大度：“难得殿下这般好兴致，你们去吧，注意安全。”你就没什么事问我吗？殿下想让我问什么？你不好奇父皇有没有同意让我娶你啊？这个不用好奇，因为结果也不难猜。那你说说看。有丹陵这个太子妃在，皇上不可能让殿下娶我做正妃的。他说这些话时很是平静。你都不难过吗？立丹陵为太子妃，明显就是大长公主故意阻拦她成为锦王妃的手段。被至亲家人这样对待，她心里可悲痛难受。如今我有阿云和殿下在身边，我高兴都来不及，岂会难过？陆承锦心中一热。你猜得不错，父皇只准让我娶你做侧妃。他比我预想的好，看来陛下是真的偏爱你，连着我也沾了光。怎么？难道你还以为父皇会让你做我的夫人或是侍妾？毕竟我与陆承彦定过亲，而且先前还被史大娘子告过状，名声闹得并不太好。可本王不会答应。本王不只许诺过你，也答应过阿云，要以正妃娶你进门。我说到就会做到。苏然想劝他，可一时间却不知要如何开口。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父皇改变心意，答应让你做我的正妃。那丹陵怎么办？丹陵的太子妃诏书已下，两国联姻的国书也昭告天下。若是你不肯娶她，只会让皇上难做，也会给你自己添上阻碍。殿下，你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身上背负皇族陆姓的重任，有些事注定是你要承受的，你没有办法推脱。而我从来不在意名分地位，只要能与殿下在一起，像如今这般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众人面前，已是心满意足。所以殿下莫要因我之事与皇上起冲突，耽误自己的前程。苏冉说的句句在理，可陆承锦一句也听不进去。本王江山也要，也不会辜负你。殿下，你一向睿智，这个时候应该知道孰轻孰重。
万不能因执着于一句承诺而丧失整个大局。殿下只要对我一心一意，就没有辜负我，又何必去拘泥在意一个名分？况且只怕祖母与燕王、荣贵妃不会愿意看到我与殿下在一起，未免夜长梦多。还请殿下为自己着想，也为我着想，不要再拖延，答应皇上。你从小就被欺负打压，所得所受全是最差的。本王不想你跟了我还要受这样的委屈。男人贴心的话激起苏冉心中掩藏两世的伤痛，眼眶一阵酸痛，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其实自从我遇到殿下，我已幸运了很多。等我嫁给殿下以后，就不会再受到委屈和欺负了，所以求殿下三思。陆承锦心头诸多不是滋味，将苏冉搂进怀里。哪怕我娶你做侧妃，也不会再娶正妃。我陆承锦对着明月起誓，此生的枕边人只会是你苏冉一个。至于什么太子妃，只要本王不承认，她就是个空名头，我绝不会娶丹丽。这已是他最大的让步。信中所言可是真的？是。将他带去燕王府，交给燕王处置，再给燕王殿下捎带2坛美酒，让他明日抽空陪本宫一起面见皇上。公主，您真的想好了吗？怎么，你觉得本宫对他太残忍了？金嬷嬷连忙跪下。老奴不敢，老奴只是觉得二姑娘说到底终究是苏家的人。你当她是苏家人，可她自己可有一丝将这里当成她的家的？公主息怒。息怒？她设计构陷苏渊也就罢了，可她竟然帮着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弟弟，这样吃里扒外的东西，还说他是苏家人。方才的信里写着赵嬷嬷的供词，将苏冉如何利用尹香丸陷害沈渊，从头至尾写得清清楚楚。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过来，苏冉所做的一切，不只为了报复陆承彦与沈渊，更是为了逼苏纪忠亲口说出当年找孟氏给叶红瑜当替罪羊一事。说到底，他是为了替他母亲证明，为他母亲报仇。等明日将他与锦王彻底拆开后，本宫要开祠堂，亲自清理门户。镇国公府后门，看着赵嬷嬷被再次扔进马车，离开镇国公府。他们要将那婆子送去哪里？燕王府。燕王府？苏姑娘，看来你说的是对的。大长公主知道了苏二姑娘背叛苏家后，彼时下死心不放过她了。我早已被苏家除名，还请先生换我沈姑娘。不过此番还得多谢先生替我找到这个老钱婆，当初害我，他也有份。罗恒念须想了想，等燕王看到那封信，知道当初借他的手害死他自己孩子的人就是苏冉，大抵也咽不下这口气。等他与大长公主联手对付了苏冉，也算替你枉死的孩子报了仇。大长公主心狠手辣，当初不只对我无情，对我母亲也是赶尽杀绝。她不是自诩精明厉害吗？我如今倒要看看她与苏冉那个贱人相斗，最后鹿死谁手。原来当日沈渊在狱前撞柱而亡，并没有死绝，被罗恒救了。可罗恒告诉他，只要他变成苏冉的样子，替他掌控住孽战，他就会替他报仇。先生，您上回命我烧了孽府后，为何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慢慢来。今晚聂战亲眼看到苏冉与陆承锦在一起，心中定是十分难受。借酒消愁是必定的，你要把握机会，尽快怀上他的孩子。罗恒知道，既然聂战知道沈渊不是真正的画中人，那么光凭一张相似的脸，沈渊是无法彻底掌握住聂战的。你放心，你当初只是伤了身子，我给你的药可以让你有机会再怀上孩子。沈渊闻言不觉揪紧手里的帕子，他并不是质疑罗恒给他的药不管用，而是聂战自第一次后再没有碰过自己。他使用过许多手段和法子，但聂战就是不再碰他。
先生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回府后，沈渊没有去寻聂战，而是从侧门离开，悄悄往燕王府去。他一进耳房，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气。陆承燕以醉眼带着森冷寒意看着他。是你？沈渊不知道他是将自己当成了苏冉，还是认出他是罗恒送给聂战的那个婉婉，正要挣扎开来，已被男人粗暴地扯进了怀里。若是本王退步至此，他们还要多多而上，就休怪本王不顾长幼尊卑，不给他们留情面了。我都听殿下的，以后我们只会光明正大的约会，不再偷偷摸摸了。门房的门被敲响，这一次进来的却是赵瑞。终于寻到殿下与姑娘了。你寻我们做甚？殿下，属下先前当真不知道你与苏姑娘的关系，若是知道，属下连看都不敢多看苏姑娘一眼的，还请殿下原谅属下这一回。陆承锦此时很不待见他。属下明日就回军营去，不留在这里碍殿下的眼了。本王正准备调你回京城，你暂时不用去军营了。陆承锦终于开口回应他。为什么？因为你要留在京城传宗接代，华素刁蛮任性，全是你们惯的，让他给你生个儿子，困住他的手脚，免得他再出去祸害其他人。所以在他没有怀上身孕之前，你都休想离京回营。赵瑞走后，殿下，你何苦要如此为难赵将军？他明知赵瑞和华素夫妻不和，还对赵瑞提这样的要求，实在是难为人。本王才没那么多闲心去管他们的家事呢，不过是借这么一个由头，将他暂时留在京城。苏冉心口直跳，难道这一世又会如此吗？以我对我那位皇兄的了解，若是父皇当真立了我为太子，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与那罗恒一直在极力拉拢聂战，肯定意有所图，本王自然也要留有后手啊。所以他才会借着这个看似不正经却能掩人耳目的由头，将赵瑞留下来，以防万一。陆承锦说完，见苏冉脸色发白，扶着他的手安慰他：你不要害怕，本王心里有数。等我请示了父皇后，会尽快定下我们的婚期，让你早日离开苏家。还有阿云，殿下希望你允许我带着阿云一起入晋王府，不然将他一个人留在苏家，我也不放心。苏冉顾不得矜持，对陆承锦恳求道：这个自然，我都会安排妥当。殿下，多谢你。陆承锦握紧他的手：你不必谢我，我如今无法给你正妻之位，若是再连这些都做不到，如何担得你今日在殿前为我抗的旨啊？往后的日子能与殿下站在光亮下携手共进，我再没有什么怕的了。本王必不负你。回到清怀阁，阿姐，皇上可有答应让你嫁给景王？阿云，皇上答应让我给景王做侧妃，可殿下他不愿意，因为他曾经对我还有你许下过要娶我为正妃的承诺，但我劝他答应了。我早就料到了，他们是不会答应让阿姐做他的正妃的，不然就不会提前立丹陵为太子妃了。苏然一怔，他倒是没有想到阿云小小的年纪竟然也看懂了大长公主让丹陵做太子妃的目的。那你还怪殿下吗？他虽然没有履行承诺，但今日在宴席上那般维护阿姐，倒是没让我失望，所以就两相扯平了，我不怪他了。阿姐别的不怕，就怕你心里难过。阿云，阿姐从不在意什么名分地位，只要你与殿下能陪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阿姐，只要你心满意足，我就知足了。为此，哪怕让他双手染血也值得。阿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乌明就悄悄从外面进来。处理干净些，不要留下后患。乌明没有一丝迟疑，转身又出去了。阿云眸光幽冷地看着暖阁方向，大长公主想扣着他威胁阿姐，胁迫陈王，可他会用动作告诉他什么叫痴心妄想。就让他再高兴最后一晚吧。那个不孝女最会审时度势，可惜算不到明日本宫会与燕王联手。若是让皇上知道苏然与燕王有染，又去勾搭景王，在他两个最得力的儿子间左右逢源，只怕皇上震怒之下会将他挫骨扬灰。翌日天不亮，大长公主就出发往宫里去了。万事俱备，只欠燕王这个东风。可他左等右等，
却等来燕王昨晚在府上醉酒后摔倒，磕破头昏迷不醒的消息。没了燕王，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了。但不论如何，他都不会让苏冉如愿。皇上如今在哪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正是陆成锦。见过姑祖母。他一进来，后面的殿门就被关上。姑祖母应该知道我与父皇商议的事是何事。我如今不过是一个眼瞎耳聋的老太婆，哪里知道殿下的事？昨晚父皇已答应将小冉许给我做侧妃，不知姑祖母意下如何？陆成锦也不与他耍花枪，开门见山就说：殿下当真要娶小冉？怎么，姑祖母不答应吗？大长公主勾唇嘲讽：殿下是何时与二丫头对上眼的？竟将我们瞒得铁桶般，也确实没有将我们这些当长辈的放在眼里。此事全怪我，是我喜欢上小冉，一定要与她在一起。她先前不肯答应我，所以没让大家知道。他没有想到陆成锦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来。姑祖母，我是一定要娶小冉，希望姑祖母成全。大长公主面色冷凝，久久没有动。今日朝中事务繁忙，皇兄又突然出事，只怕父皇今日没空见姑祖母。姑祖母不如先回去吧。大长公主眸色冷沉如水。殿下对小冉了解多少？你久在北疆，为京时日尚短，关于他与燕王殿下的事，你又知道多少呢？小冉少言寡语，关于他之前的事，我确实知之甚少。看来姑祖母有许多她的事要同我说了。说罢，大长公主心口一松，心高气傲如陆成锦。若是知道了他与陆成燕的那些事，是绝不会再要他的。如此，大长公主就不顾忌了，将苏冉与陆成燕的事拣最敏感的也最膈应人的说。当日他在安堂与燕王一见钟情，为此他宁肯被他师父打，也要续长头发跟陆成燕私奔出来。那时小冉满心满眼全是燕王，远比如今跟殿下你在一起更深情。他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陆成锦，可陆成锦却淡淡地说：原来是这些事，小冉早就同我说过了，他并没有瞒我。大长公主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一副毫不在意的形容，一时间不觉怔住了。殿下都不生气吗？他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成锦。可能是我太喜欢小冉了吧，非他不可，所以不管他以前如何，我都不在意。难道他与燕王有染，有过肌肤之亲？殿下也不在意吗？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说。姑祖母可有证据？也是我苏家门不幸，他见燕王迟迟不与他下聘定亲，在他与燕王定亲的前夕，他突然去给燕王送酒，就在酒里加了些东西。那晚他很晚回来，而紧跟着燕王也追了过来，而后不久，燕王就下定决心与他定亲了。孤男寡女在催情散的作用之下会做些什么事，殿下应该不用我明说了吧？我自然知道，因为那晚小冉中了催情散之后是与我在一起。啊，殿下，这话绝不可以乱说的。那晚小冉去皇兄府上送酒，刚好我也在燕王府，又刚巧皇兄的书房起了大火，我怕小冉吓到，就将他带回锦王府了。他身上的催情散发作，我将他扔在后院的水池里降火，等他回来的时候衣裳都是湿的，自然不好再去见姑祖母。说到这里，陆成锦话语一顿。小冉那晚给皇兄送的酒是御赐的百花酿，我记得这百花酿当时父皇只赏给了姑祖母您的。至于酒里的东西，我记得皇兄当时说是您下的，还很生气来着。他后面追过来，大抵是想找您问清楚此事，是被小冉给拦下来的。大长公主面白如纸。你胡说，此事本宫根本不知情。陆成锦眸光冷了下去。姑祖母今日来找父皇，若是想同他说小冉这些事，我劝您还是免了吧。这些事若是闹开，莫说小冉没脸没皮，姑祖母一世的清誉也要毁于一旦。您若倒了，
镇国公府怎么办？你到了此刻，大长公主才恍悟过来，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今日进宫要干什么，所以有备而来。这个景王真是太阴险，太可恨了。姑祖母素来喜欢成人之美，希望这一次也能成全我与小冉。大长公主身子止不住的颤抖，双眸里金光泄去，留下一片浑浊。殿下为了他机关算尽，志在必得，又何必在意我一个老太婆的想法？所以燕王是你让他没法进宫来的。皇兄的事与我无关，父皇已派人去查证过，他确实是醉酒摔倒，磕伤不醒的。若是姑祖母不相信，可以亲自去问他。大长公主怔怔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当中有人在布局，不然陆承锦不会这么清楚他的计划，燕王也不会这么凑巧的昏倒失约。或许一切都是天意，姑祖母英明不凡，何不顺应天意而为？大长公主闻言，双眸里渐渐涌起戾气，回头冷冷地看着陆承锦。我们皇族陆氏从来都是逆天改命，若一个个相信天意，当初你父皇就不会登上95之尊了，而你也不会放着正经的太子妃不要，偏要娶一个庶女了。他再不停留，挺直了腰杆，走出偏殿。肃然，本王失言了。陛下，其实今天这样的结果，我早已预料到。陆承锦一怔，脸色越发冷沉下来。陛下，我与你的前路必定阻碍重重，我也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陛下不必觉得愧疚。他从秋落的嘴里得到的只是只言片语的消息，可当时的情景有多艰难，只有陆承锦知道。以他的性子，当时荣贵妃等人攻坚他们，让晋帝为难不再赐婚时，他定是不会答应的。他定是为了他抗争过，可有时候哪怕是他也无能为力。若真要说起来，愧疚的人应该是我。陛下不论与哪个女子在一起，都会被大家接受，可以安心顺利的在一起，唯独只有我，让殿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背负着各方压力。陆承锦眸光沉沉的凝着他。你何尝不是？是啊，他与陆承燕退亲后，随便找个男人嫁了都成。或许燕王与荣贵妃还会放他一马，可他偏偏与陆承燕的死对头在一起，陆承燕岂会如他所愿？殿下，这条最难行的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选择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与殿下走下去。你都不生气吗？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待在这里一无是处，而殿下一个人面对皇家天威和各方奸佞的陷害，一人扛下所有事，我如何忍心再怪？今日发生的事太多，陆承锦来这里之前身心疲惫，也有些丧气，但此时听到苏冉的话，他的身子里又生出无穷的气力来，一把将他紧紧地拥进怀里。一时间牵涉出的事太多，燕王一党明显有备而来，此时父皇也很为难，我不好再逼他，但万事都会有转机，本王不会妥协的。苏冉见他不再陷于愧疚中，不由放下心来。我还有另一件事同你说。说罢，陆承锦从怀里取出2封信来，拿给苏冉看。他又将昨晚有人将赵嬷嬷和这些信酒送到他府上后门的事和苏冉说了，还有今日在宫里截住大长公主，以及昨晚陆承燕在府上喝酒醉倒的事都和他说了。苏冉镇住了，大长公主为了对付他使出这样的毒招，也是苏冉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中到底有多恨苏冉，才会拿当初送酒的事来做文章，来毁他清白。一时间，苏冉脑子里涌入太多的事，都凌乱了。那陆承燕的酒醉摔倒，是殿下所为，还是这个送信的人做的？不是我做的，不过你方才倒是提醒到，或许燕王的摔倒与给我送信的这个人有关。说到这里，陆承锦将第2封信放到2人面前。已经从赵嬷嬷嘴里得知，将他和他孙子王旺抓回京城的人是罗恒。罗恒？他怎么知道赵嬷嬷的事？陆承锦也想不透当中的玄机。这个写信之人明显在帮你，你可猜到是谁？
苏冉细细看着自己，感觉很陌生，但联想到整个事情，他心中倒是想到了某个人。他颇是紧张地看向陆成锦，殿下，会不会是他？你是说坠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帮我？陆成锦不觉摇了摇头。不是他。他恨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出手相助他们？可若不是坠影，还会是谁？本王还有事，先走了。但眼下有许多事要处理，你再给我一些时间。回到马车里，长鸾回禀：查到了。这个送信之人，不但掌握着罗恒与大长公主之间的秘密，还能掌控住曹嗣，替送信之人欺骗住大长公主。如此看来，送信之人竟不是顺手而为的帮苏冉，而是辛苦筹划好一切的在帮他们。所以此人到底是谁？翌日天未亮，曹嗣的尸首被送回镇国公府。果然是着了道了，本宫当真是小瞧了他了。当真是那个不孝女做的？我就知道她一直对她生母之死耿耿于怀，说不定红鱼的事儿也是她设下的局。母亲，既然知道是她做的，为何还不将她绑来家法处置？苏纪中对子女凉薄，对苏冉尤其的讨厌，所以每每看到与孟氏长得十分相像的苏冉，苏纪中总是浑身不自在，所以特别的不喜欢这个女儿。她如今有锦王护着，想动她哪有那么容易？苏纪中的心中也触陆成锦，但他更恨苏冉。锦王再厉害，能管到咱们的家事？这个不孝女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若是放任不管，只怕她以后要入父杀母了。大长公主眉眼里不觉聚集了杀气。那照你的意思，虽然不能直接处死她，但可以将她赶出家门，不再承认她是我们苏家的女儿。没了镇国公府庇护，他就不相信锦王能时时护得住他。大长公主有些迟疑。可若是让他离开了苏家，他与锦王之间反而就没有阻碍了。皇上如今都不会再给他们赐婚了，就凭她一个被家里赶出家门、声名狼藉的女子，还想当皇家儿媳？她休想！况且若是让燕王与荣贵妃知道是她害了元儿肚子里的孩子，他们岂会再放过她？谋害皇嗣，此罪足以株连九族。母亲，这个不孝女注定是个祸星，又与我们离心，留她在家里多一日，就是对我们苏家的拖累。只有将她逐出族谱，我们苏家才会安宁。苏纪中越说越恨，只感觉胸口闷闷的，快透不过气来。大长公主脸眸眼下眸子里的寒意，沉吟片刻。你是一家之主，既然你已做好决定，一切就听你的安排。来人，将那个不孝女捆去祠堂，本宫要清理门户。不孝女，你可知罪？不知。你做下的恶事，如今大家都知道了，你还想否认？听他添油加醋地说完苏冉的种种罪行，祠堂内一片哗然之声。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敢问父亲一句，沈渊一事是不是你私通小叶氏，联合他欺骗大家在先？你当初沈渊的事被揭露，她是你的私生女不假，她私通燕王也不假，我半点都没有冤枉她，我何罪之有？苏纪中气急败坏，却因胸口绞痛驳不出一句话来。再者，害死他肚子里孩子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燕王。父亲若是爱女心切，要为沈渊鸣不平，尽管去找燕王理论。至于你，苏冉侧眸冷冷看向跪在一旁一脸愤恨的苏琪，你强占民女，做出猪狗不如的事，却将罪行强安在王旺身上，敢做却不敢认，你有脸提公道二字吗？因着苏琪上一世对轩儿的残害，苏冉对他恨之入骨，所以说话半点情面都没有。你老爷，您可一定要为妻儿做主啊！你们若是不服，当初三司判这个逆子流放之刑时，他大可以喊冤，怎么乖乖签字画押认罪了？还是说他反驳不得，只得乖乖认罪？拿家谱来，今日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将这个忤逆不孝女逐出家门，以后她不再是我们苏家的人。未出阁的姑娘被逐出家门，名声算是彻底毁了，这一辈子
也完了。苏成玉知道姿势体大，但还是心有不忍。萧然，你赶紧给父亲和祖母还有齐弟认个错吧，这一个女儿家被家里赶出去，一辈子可就毁了。苏幼宁也上前劝道：“你别一根死脑筋了，快认个错，让父亲收回成命。”阿云却朝他淡淡一笑。苏然心里一松，弟弟是懂他的。苏家内攘发福，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他指着母亲的牌位，当初就是这位国公爷趁着嫡妻小产之际与姨妹私通，最后怕事情败露，拿我母亲当替罪羊，最后更是将我母亲活活烧死在柴房里。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你们这般对我，无非是怕我记着母亲的仇恨会找你们复仇，所以借着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要将我赶出去。苏继忠，你虐妾妻女，狼心狗肺，且没有一丝愧意，今日还要当着我母亲的灵位这般对待她的女儿，午夜梦回，你不怕我母亲向你索命吗？你真是一张好利嘴，为了掩盖做下的恶事，竟将曹嗣残忍杀害，光凭这一件就足以将你就地正法。今日若不将你赶出去，终有一日你会累及整个镇国公府。苏然早就等着他开口了，因为他知道这位才是苏家真正的主宰人。敢问祖母一句，你可有证据证明曹嗣是受我所害？无需证据，此事不是你做的，还会是谁？哪怕要定我的罪，也无需证据。苏然，你心机深沉且野心勃勃，悄无声息地勾搭上锦王殿下。原来我在祖母的眼中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祖母一直对我有成见。可自古以来都讲究嫡庶正统，你一个贱婢所出的庶女，却想翻天，想骑到嫡子嫡女头上去，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嫡庶有别确实不错，嫡出不一定为贤，庶出也并非低人一等，世间万物皆是平等。我行得正，立得端，祖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因为我并非你想象中那么孱弱好掌控，不会乖乖做你的傀儡，所以你容不下我。此言一出，众人都惊呆了。若是祖母觉得曹嗣之死与我有关，大可将此事交给三司去查，你空口定罪，只怕难以服众。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此女是何等的忤逆不孝。本宫与国公爷一致决定，将其逐出家门。各位族老意下如何？恰在此时，苏继忠他痛苦地捂住胸口，身子竟坐不住，直直往地上滑去。老爷，你怎么了？老爷，快来人呐！快换府医来！一片混乱中，倒没人去注意苏然了。阿姐，他们要赶你走，你就离开这里，不要怕。那你呢？若是阿杰带你一起走，你怕不怕跟着阿杰去外面吃苦？他牵着阿云站在一旁，感觉阿云的手心沁出汗来。阿云，你怎么了？阿姐，若是他出事了，会不会又怪到你头上？苏然一怔，原来他并不是紧张苏继忠的病情，而是在替自己担心。心里一暖，我也不知道。一盏茶的功夫过去，傅医替苏继忠把完脉。可好生奇怪啊，这国公爷的脉象正常，查不出任何病症。大长公主的心里隐隐不安起来。苏然感觉很意外，苏继忠明显是发病了，且他发病的样子与前世他所看到晋帝发病时的症状几乎一样。后面人只能整日在床上躺着，半死不活。正想上前细看，苏继忠却突然坐起身子。本宫没事，方才不过是被不孝女气到了。他喘过好大一口气来，感觉胸口又不痛了，所以以为方才是被苏冉气到了。你真是本宫的克星，既然你死不悔改，还敢顶撞祖母，就先打50板子，再逐出门去。仆人们得令，一拥而上。谁敢动姑娘一根毫毛？我手里的长剑可不是吃素的。本宫亲自执行，我看你敢动我？秋落手腕一转，毫不退缩。苏然，今日要么你就乖乖受罚，要么你就叫你侍女
当着全族人的面杀了本宫。此言一出，整个祠堂的人都惊住了。下一息，他手中的剑被苏冉拦下。祖母身份尊贵，为了逼我就范，以身犯险，何必呢？不就是50板子吗？我受得起。不过50板子打完，我苏冉与你们苏家恩断义绝。我替我阿姐受罚，你们动手啊！阿云神情冷厉，像一头护犊的狼，将苏冉挡在身后。两人一起打。就在此时，哎呀，纪王来了！这是在做什么？陆成锦来到苏冉身边。姑祖母，贵府弄出这么大阵仗，却不知我家小冉犯下了什么大错。陆成锦侧目斜看了一眼还趴在条凳上的姐弟二人。趴着好看吗？还不起来！殿下，你怎么来了？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希望他来，但又不想他插手苏家的家事，免得他再落人把柄。锦王殿下，这是本宫的家事，还请你不要插手。家事也讲究礼法，却不知他犯了什么事。本宫怀疑他杀害了曹嗣。曹嗣之事本王也有听闻，先前已派大理寺去细查过他的死因，死因确定是失足落水溺水而亡，不假。既然姑祖母怀疑是小冉做的，却不知道手里有何证据。大长公主自是没有证据，既然有大理寺亲自验尸，她想嫁祸给苏冉都不可能了。就算曹嗣不是他杀的，可他忤逆犯上，目无尊长，且当众辱骂我这个做父亲的，光凭这一件就足以将他家法处置。苏继忠见母亲被陆成锦问住，忍不住愤慨地说。陆成锦听了，回眸看向苏冉：你辱骂国公爷了？我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他当然不会承认，不过方才大家都听到了，大家都可以作证。方才谁听到我家小冉骂国公爷了？听到的就站出来。他话音里的胁迫之意这么明白，傻子才会站出来。你们！叶氏见了，连忙拉着柳姨娘还有苏琪却站起来，指证苏冉方才骂过苏继忠。你们是国公爷的妻儿，自是帮着他说话，所以你们的证词不作数。丹玲见了也要挺身站出来作证，却被一只手拉住了，却是苏成玉。你不要拦我！嘘，日后若是还想再嫁给景王，就不要得罪他。苏幼宁也在一旁插嘴。是啊，景王可记仇了，你今日站出来与他作对，他只怕会记恨你一辈子。丹玲不想让苏冉轻易脱身，可也怕真的被陆成锦记恨上，毕竟这关乎到他一辈子的幸福，所以想了想，终是愤愤不平地妥协下来，不再站出去。陆成锦等了几息，见没有人站出来，便对苏继忠说：看来是国公爷误会了，小冉并没有骂你，如他所言，他只是陈述事实。说罢，他牵起了苏冉的手，对着众人说道：我家小冉最是纯良柔弱，平时不说话，声音都不会大一分，岂会当众顶撞尊长，辱骂父亲？想来一切都是误会。苏冉看着身旁一心护着他的男人，本是很感动的事，可听到他的话又忍俊不禁。毕竟方才苏冉以一己之力对抗苏家几人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苏继忠万万没有想到，满堂的族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替自己说话，当即气得胸口又绞痛起来。不管殿下信不信，他忤逆犯上已是事实，无需再费唇舌。但看在殿下的情面上，50板子可免，但我们镇国公府是不能再留他。说罢，他再不迟疑，拿起族谱和笔，要亲手将苏冉的名字从族谱中划去。且慢，姑祖母，不如听完父皇的旨意再做决定。说罢，取出明皇圣旨，苏冉接旨。怎么了，嘉禾郡主？他竟然被封为郡主了。殿下，这是你替我求的恩典吗？你猜？难道是兰贵妃娘娘？怎么，母妃为你求恩典，你很意外？娘娘一直不理前朝之事，这一次她却为我求恩典，确实有些意外。一直以来，兰贵妃对她都很好，数次出面庇护她，也从未因她的身份低看她。我不过救助了几个孩子，何德何能
可以封为郡主，受之有愧。你可不只救过几个孩童，你还救过本宫和父皇的性命，还为母妃挡过一劫，这些母妃都替你记着呢。这一次替你悉数向父皇讨要回来罢了。晋帝这一次这么轻易听信荣贵妃他们的话，不给他们赐婚，说到底不只是介意苏冉先前与燕王有过婚约，也嫌弃苏冉的出身低，所以兰贵妃要给苏冉求到郡主的身份，这样他就足以配得上陆承锦了，以后也没人再拿他的身份说事。苏冉听陆承锦说完，感动不已。我先前瞒着娘娘，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娘娘非但不怪我，还这样帮我，让我情何以堪。你愿意嫁给他儿子，就是报答他了。说话间，宫门到了，苏冉上前跪下谢恩，晋帝抬手让他平身，苏冉却跪着没有动。皇上，请恕民女冒昧，民女还有一个请求。此言一出，晋帝与陆承锦俱是愣了愣。民女想自立门户，但自古以来女子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想求皇上恩准民女搬离苏家，独自生活。这个念头早在苏冉重生之时就有过，只是那时她羽翼未丰，又没有跟陆承彦退亲，她根本摆脱不了苏家。你为何有此打算？自古以来，女子都是柔弱无靠，能依傍的就是娘家和婆家。晋帝却想不通，苏冉为何要脱离镇国公府这座大靠山。皇上有所不知，就在方才，我已经被带去苏家祠堂，父亲要将我打板子，再逐出家门。是陛下的圣旨救了我一命，可我知道苏家已容不下我，所以我想自立门户，过自己的生活，求陛下恩准。苏冉朝晋帝深深拜下。晋帝万没有想到苏家竟发生这样大的事，不觉迟疑地看向一旁的陆承锦。陆承锦也扶袍跪下，替苏冉求情，求父皇成全。如此，朕就赐你郡主府一座，准你开府令居，自立门户。但逐你出家门一事，有朕在，相信国公爷与姑母会给朕一个薄面，不会再提。所以你名义上还是镇国公府的姑娘。这样的结果却是最好，既保全了苏冉的名声，也让她如愿脱离苏家，过自己的生活。苏冉如闻天籁，感激不已，多谢皇上体恤，谢主隆恩。你可有中意的地方？哪里都好，随殿下安排。宅子不需要很大，够我和阿云住就行。那本王呢？不给我留地儿？苏冉附到他耳边低语两句。哪怕只是一墙之隔，还是有区别的。若是到了雨雪天，你忍心看着本王冒着雨雪翻墙？没让你翻墙，杨府离得近，你回府就是了。我先选好几处地方，到时再带你一起去看看，你满意哪一处就定在哪。好，到了上离宫，白吉早早的就守在门口。殿下，娘娘有令，今日中午只宴请嘉禾郡主一人，还请殿下去陪陛下用膳。说罢，将一个食盒递给陆承锦。陆承锦无奈地对苏冉说：你去吧，我等下再接你出宫。娘娘，此番多谢你替我求这个恩典，我受之有愧。傻孩子，这是你应得的，你不必有负担。你救过锦儿，也救过皇上，还替本宫挡过一灾，这些啊，皇上都记得，不过是借着这次机会一并补偿给你罢了。苏冉明白，兰贵妃否认对她的帮助，是不想让她心里有负担。苏冉心中的愧疚自责也越发强烈起来，在兰贵妃面前跪下，虔诚认错。娘娘，我与殿下成了如今的状况，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是我使了手段与殿下在一起，也是我让他瞒着娘娘，是我对不起娘娘。我知道以我的身份实在不宜与殿下在一起，但我是真心喜欢殿下，我已离不开他，所以这一次才会。殿下如今遇到的困境，全是因为我，他本可以一路平顺地达成所愿，是我成了他的负担。苏冉放下所有的戒备和羞耻感，真诚地将内心的想法告诉兰贵妃，是在向她解释她与陆承锦之间的一切也是一种赎罪。你呀，不必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
我自己生的儿子，他的脾性我会不清楚。若非他也真心喜欢你，莫说你对他使了手段，就是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就范。在你与锦儿的这段感情里，你的付出并不比他少，甚至你背负的比他更多。兰贵妃对苏冉并不陌生，几次的接触中，她早已看出她虽聪慧，可奈何受苏家的苛待，甚至是掌控，她无依无靠，所以她格外的谨慎，从不冒尖，一切都那么小心翼翼。若不是真心爱着自己的儿子，她不会有那样的勇气抗旨，她是不顾性命的在爱着自己的儿子。这样可怜又勇敢付出真心的姑娘，她如何忍心再责怪她？小冉，锦儿性子不好，狂妄自大，还常年板着个臭脸，冷邦邦的像个冰山，嘴上也常不饶人，但实则她也是面冷心热。你坚韧勇敢，心地善良又柔软，往后有你陪着她，我很放心。前院通往后院的转角处，陆成锦静静站着，神情微动。原来母妃心中并非只有她民间的那个儿子，他虽是多余的那个，母妃也对他挂心着。此刻陆成锦的眼前像是蒙上了一层雾气，酸涩难受。这些年陆成锦鲜少回京，孤身一人在西北，成天与风沙为伴，他孤寂空乏。可回到京城，一个人回到空空荡荡的锦王府，身边除了舒嬷嬷与长亭几个随从，他还是孤身一人，甚至比在西北更孤单。幸而这一次回来，他遇到了苏冉，往后的人生他不会再孤寂。陛下送我回镇国公府吧。陆成锦不觉朝苏冉看去，皇上也说了，我如今还是镇国公府的姑娘，在郡主府还没有弄好之前，我还得继续待在苏家。你放心，我会尽快替你安排好郡主府，不会让你在苏家久待的。但是你还是要多小心，提防他们暗下对你使手段。苏冉点头应下。镇国公府，母亲，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不孝女得势吗？那你说怎么办？苏纪忠承蒙祖荫的庇护，世袭镇国公的尊位，享了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却从没有真正做过一件实事。不论朝中还是府里，他所依傍的全是他的母亲。所以陡然听到母亲回问他怎么办时，他哑口无言。看着他这般形容，大长公主第一次觉察到自己将这个儿子养废了，可他还是舍不得训诫他。外祖母，如今可怎么办啊？皇上虽然没有给我们赐婚，但这个时候封赏的苏冉却是在给他助威，给他们机会。丹玲很聪明，将事情看得通透。先前他还可以以苏冉的身份诟病他，但如今苏冉贵为郡主了，自然就配得上陆成锦了。可若是不能嫁给他，他顶着一个太子妃的虚衔有什么用？反而成了一个笑话。外祖母，我看我还是回去吧，待在这里也只是让人笑话。纵使精明如大长公主，这一会子也方寸大乱，而且皇上都认可了他，苏家想再作践他，毁他名声也不可能了。你别急，他再得势也只是一个郡主，与你如何相比？叶氏也深知此时苏家要抱团，也上前劝他。是啊，你可是一国公主，而且已定为大晋太子妃，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如今与景王八字儿还没一撇呢。你舅母说的对，幸儿当初早一步将你的事定下，两国联姻并非儿戏，纵使是皇上也不能随意取缔，所以你就安心做你的太子妃就好。说到这里，大长公主又有了底气，而丹玲听了她的劝，心里也安定下来。苏纪忠似乎是被气狠了，胸口一直闷闷地痛着，午膳一口饭都没吃。你无需担心，他如今也不过郡主身份，难道还能盖过你堂堂国公爷不成？再不济还有本宫在，
他能奈我们何？但苏纪忠一想到今日被苏冉当众揭短辱骂，还是气恨难平。来日方长，你何必急于一时？说到这里，大长公主眸光沉沉看向窗外阿云的房间方向。我早已料到他有反骨，所以提前给那个小的下了药。只要我不给解药，等到他毒发之时，必死无疑。他那么在意那个弟弟，有这个把柄在，你还怕他翻天不成？还是母亲英明，那个小贱人再厉害，也翻不出母亲的手掌心。再者，他空有一个郡主名头，总归还是在咱们手下讨生活。等这阵风头过了，有的是机会收拾他。正是。但眼下表面上的样子，我们还是要装一装。等下他回来，我们还是一团和气。胡说，哪有姑娘家离开家自立门户的？皇上也不会答应你这样无理的要求。小冉所言不假，父皇确实给他赐了郡主府，答应他自立门户。大长公主虽然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有阿云这个把柄在，她很快镇定下来。二丫头，你可是因今早之事对家里心怀怨恨，所以要搬出苏家去？苏冉不想与他多费唇舌，直接默认了。今早之事确实是你父亲做得过火了一些，但你也要体恤你父亲，他也是没办法。见他到了这个时候还虚情假意的来谈亲情，苏冉终是忍不住出声打断了他的话。大长公主，此番开府令居，我不会带走苏家一样东西。先前皇上给我的诸多赏赐，我也不会带走，但我要带走阿云，还有我母亲的牌位。一旁的苏纪忠再也忍不住了，也顾不得陆承锦在，冲着苏冉斥骂：阿云是苏家的孩子，是我的儿子，你凭什么带走？女子离家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还敢管家里的事？自从知道母亲给阿云下毒后，阿云就是他们掣肘苏冉的利器，他定要死死握住才是，绝不会将阿云交给他带走。敢问国公爷，阿云回来苏家这么久，你可好言同他说过一句话，换过他一生儿子，照顾他过分毫，你正眼都未瞧过他一眼，好意思说他是你的儿子？当年我母亲之所以生下阿云不敢送回府里，而是让古嬷嬷将他带走，就是知道你们不会善待他，若是送他回来，他只会死路一条。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苏纪忠当年因一己私欲害了孟氏，非但没有丝毫愧意，反而视他为眼中钉，连同他所生的孩子都遭到他的虐待。你个不孝女，真是无法无天。到了这等境地，再假装亲情和睦已是不可能了。你母亲的牌位可以带走，但阿云绝不可能。大长公主出身尊贵，眼里从来瞧不起庶子庶女，而镇国公府有大哥哥这个嫡子继承香火，你们留下阿云到底有何目的？不论本宫在意与否，他都是我们苏家的血脉，名字也是进了苏家宗谱的，哪怕你告到皇上面前去，也休想从本宫这里带走阿云。说罢，大长公主眸光扫过陆承锦。晋王殿下掌管三司，最懂大晋律法，敢问殿下一句，本宫之言可有错处？陆承锦听他们争议这么久，眉头早已深深蹙起，脸色也冷沉下来。直到这一刻，他才深深地体会先前苏冉为何要选择以毁掉自己清白的方式来搭上自己，却又不敢与他在一起，一次次的逃避，实则是他孤苦伶仃，无一丝依傍，走投无路之下的不得已之举，脸下眸光里的寒意。据本王所知，阿云是小冉历经辛苦从西北找回来的，人是他找回的。苏家如今得此子，不过坐享其成。而长姐如母，阿云虽是苏家血脉，也是小冉一母同胞的弟弟，他有权带走他。所以本王认为此事可以交由阿云自己做决定，是去是留让他自己选。说罢，他看向阿云。阿云，你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决断，
你自己决定。顿时，大家的目光再次看向阿云。不行，这个事不能由他做主，他是苏家子嗣，一定要留在苏家，哪里也不能去。阿云父母双亲皆在，岂能离开苏家？有姐姐养大，也与理不合。父皇今日明旨，苏冉虽然离开苏家自立门户，但还是镇国公府家的姑娘。阿云哪怕跟她搬去郡主府，也还是苏家子嗣。而如今姑祖母年岁已高，国公也与夫人事务繁杂，照顾不了阿云，还不如让她随小冉去郡主府，由她照顾，这样大家都好。陆成锦太了解苏冉对这个弟弟的在意，所以哪怕明知理亏，还是为他据理力争。先前母亲将阿云留在上院照顾，是太过喜欢阿云，不然我也会将她带在身边，亲自照顾的。苏冉看着一个两个虚伪的嘴脸，心中一片冰寒，同时警铃大作。蓦然间，他想到先前查到的母亲与陈王的事，心顿时咯噔一下。难道这个秘密大长公主他们早就知道？他们是想拿阿云与陈王做什么交易？明白过来一切后，苏冉一颗心如泡在寒潭里，全身都凉了，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声音微微发颤：“阿云，姐姐带你离开这里。”阿云安静地趴在他怀里，阿云心酸开口，轻声安慰他：“阿姐，你别怕，我没事的，我会一直陪着阿姐，保护阿姐。”他心里生出欢喜，他就知道阿云会愿意跟他走的。可下一席，阿云却对他说：“但如今我还不能离开这里，我是苏家人，自是要在镇国公府长大。”闻言，苏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地看着阿云，而大长公主等人却欢喜地笑了。他们万万没想到，阿云竟然主动答应留下来。好孩子，过来祖母这里。阿云，你不要留下来，他们不会善待你，你跟阿姐去郡主府。苏冉做梦也没有想到弟弟会选择留下，待看到他离开自己，朝大长公主走去，他心慌不已，一把拉住他的手，不肯放开。方才可是锦王殿下亲口说的，由阿云自己选择，如今他选择留下，希望你们说话算话，不要再做纠缠。叶氏连忙上前掰开苏冉的手，牵着阿云来到他面前。好孩子，不亏祖母疼你一场，是个知道好歹的。阿云乖巧地站在榻前，对大长公主说：“祖母，阿云有一事禀报。”“什么事啊？你说吧。”“先前在少县时，殿下的马曾踢伤我，作为补偿，殿下说要教我骑马习字。如今我想让殿下履行承诺，让他做我的教习师傅。”“确实有这个事，我也一直记着。”阿云转过身，朝他一一到底。“多谢师傅。”苏冉还一直怔愣着。阿云定是不想看到他为难，才选择留下的。“主子，既然你舍不得二姑娘，为何不答应跟她离开这里？”“她的毒还没渗入五脏六腑，我此时离开，前功尽弃。况且阿娘的仇，阿姐的仇还没向他们讨回，我岂能离开？”留在苏家，可以时刻监视大长公主他们的一举一动，且正是因为他们对她的不理不问，才让阿云行动起来更方便。而留在阿姐的身边，阿姐迟早会发现她的秘密，所以在计划没有成功之前，她留在苏家更方便。乌明听得有些糊涂，他哪里明白阿云说的是上一世苏家对苏冉的残害。“那主子准备怎么做？”阿云勾唇残忍一笑：“为了整个苏家，让他们为我阿娘、阿姐陪葬。”等到他正式离家那日，只有苏成玉带着阿云来送他。“小冉，你一直乖巧懂事，我不明白祖母他们为何不喜欢你，也不明白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大哥哥，镇国公府有你在，还有的救。”“你以后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是遇到难事儿或者有人欺负你，你记得回来找我，我也永远是你的大哥。”闻言，一直没有吭声的阿云眸光微微一闪：“阿云，阿姐走了，你要乖乖听话，万事自己要小心。”他说一句，阿云就乖巧地应一声。看着阿云乖巧听话的样子，苏冉更是心酸不舍。大门口到了，
只见门口的街道上人山人海，但眼看着有人摔倒后，后面的人非但不退，反而奋力地往前挤。苏冉看着看着，却看出端倪来。而今日之事，明显就是有人借着他千府之计，引发祸端出来。就在苏冉思索间，外面已传来哭喊声，已有百姓被推倒踩在地上。一墙之隔的镇国公府内，大长公主冷冷听着外面传来的哭喊喧闹声，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意来。公主，外面情形很不好，只怕会出事，咱们可要出面。不许去！不等金嬷嬷把话说完，大长公主已打断她的话。别人费心布好的局，咱们看着就行，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好事。她深知，此次若是闹出人命，第一个难逃罪责的就是苏冉，到时只怕陆成锦都护不住他。如此，无需他再动手，就解决了心头大患。故作纠缠者，按叛乱之罪杀无赦，即刻驱散人群。为首之人正是禁军统领聂战，而先前那一伙煽动闹事的人，一看阵势不对，也混在退散的人群里，趁乱逃走了。人群散开，街道清空，聂战却没有急着带人离开，眸光沉沉地看着苏冉的马车。他是他心心念念想着的人，是他从漠北找到上京，几乎找遍整个大晋，才辛苦寻到的女人。他如何愿意看到她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可哪怕他与景王在一起了，他还是放不下她。马车里，姑娘，人散开了，我们可以走了。苏冉知道这是聂战的功劳，而他也早已猜到了今日这一切是谁要害他。想了想，从马车上下来，朝聂战道谢。多谢聂将军出手相助。虽然知道他只是暗里同自己客套一句，但看到苏冉的那一刻，聂战心中却涌起难言的情绪，胸口仿佛被堵住，闷闷地揪痛着。聂某护送苏姑娘回郡主府。郡主府不觉到了，走了一路，聂战的心绪相比先前平复了许多。恭喜你乔迁之喜，聂某方才出来匆忙，来不及备礼，等下差人补上。聂将军客气了。聂将军，不知您方才是偶然路过，还是特意赶来？是有人送来消息，说你被困有危险，让我带禁军相助，所以我就赶过去了。苏冉一惊，会是谁向聂战求助？下一息，他却想到了那个将赵嬷嬷送给陆成锦的人，难道又是他？难道不是你派的人？陆成燕与罗恒心机深沉，不是聂战可比的，而这个背后相助他之人，不能被陆成燕他们发现。大抵是我派去向巡防营求助的人，急乱中走错了地方，将求助消息误传进将军那里了。聂战觉得有这种可能，就不放在心上了。那一伙闹事的人是陆成燕派去的，他自是关注着镇国公府门口的一举一动，所以聂战一出现，他就知道了。但本王瞧他的样子，想让他死心很难呢，还真是一个情种。聂将军放不下，不只因为他是一个情种，还因为那苏冉太有心机。哦，此话怎讲啊？老夫觉得他有意在亲近聂战。她不是要嫁给陆成锦吗？怎么还会亲近聂战？话一出口，陆成燕立刻回过神来。先生的意思是，这个苏二姑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厉害，她拉拢聂战就是在为锦王筹谋。没想到她竟有这样的眼力和心机。只怕假以时日，她挑挑手指，聂战就被她牵着鼻子走了。所以咱们必须提早想办法应对才是。先生可有妙计？方才吴藏还告诉我，看到了邓氏。那个蠢女人帮不了我们什么。殿下此言差矣，你太小瞧女人之间的妒忌心了。可她对陆成锦一直不死心，什么都不肯多说。殿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刘大被带来京城了。爷，你怎么来这儿了？殿下，我们是来给苏姑娘贺喜的。邓青云慌乱地解释着。可小冉并没有下帖宴客，你们回去吧。从始至终，陆成锦都未正眼
看过邓青雨一眼，可先前他对她并不是这样的。两人虽然没有夫妻之实，但陆成锦会关心她，会时常去看望她，对她几乎有求必应的。都是因为苏冉，陆成锦才会冷淡她，嫌恶她。邓青雨咬牙忍下心中的恨意，上前拉开乐童：“彤彤，咱们回去吧，不要打扰你阿爹。”乐童却不乐意了：“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才看到阿爹，我要和阿爹在一起。阿爹，你是不是不要彤彤了？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陆成锦不乐意见到邓氏，但对彤彤还是有几分真感情的。阿爹最近忙，等忙完了自会去看你的。阿爹，你不要赶我走，阿爹！几岁的女娃娃眼泪汪汪地告求着，陆成锦不觉迟疑了。他自是知道苏冉不想与邓氏有太多接触，所以哪怕心有不忍，陆成锦也对乐童说：“今日阿爹还有事，不能带着你，下次阿爹派人接去锦王府。”可不等他把话说完，乐童已伤心地大哭起来：“殿下，带他进来吧。若是今日他狠心撇下他们，传出去就是陆成锦忘恩负义。邓娘子若是不嫌弃，也进屋喝杯薄酒吧。”闻言，邓青瑜颇是意外，他原想借着苏冉将他拒之门外，引得陆成锦对他多一份怜惜，如此他对苏冉就会多一丝不满。可没想到苏冉却没有中他的计，他还从苏冉的话音里听出了施舍的味道。他这是向他炫耀示威吗？邓青瑜指甲深深嵌入肉里，双眸含泪。恰在此时，另一辆马车在郡主府门口停下，正是阿云。阿姐，你不是说今日不过来的吗？怎么又来了？明天开始就要跟殿下读书习字了，所以我去铺子里买了笔墨纸砚，顺道来阿姐的府上看看。而邓氏看着笑意艳艳的苏冉，突然明白过来，他根本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自己对他也造不成任何威胁。想到这里，他擦干了眼泪，上前牵过乐童：“殿下说得对，苏姑娘既然不宴客，我们就不便打扰了。不过我另有一个请求，是关于乐童的，还请殿下允准。”趁着陆成锦对乐童还有一丝愧疚，邓青瑜看准时机开口：“你说。”乐童马上6岁了，也到了读书识字的年纪，而先前一直是殿下在教他识字，我想让殿下继续教他。这样一来，自己以后借着每天接送乐童出入锦王府，也能多见他几面。果然，陆成锦这一回没有拒绝。明日让常毅送他过来我书房。苏冉听后没有什么反应，阿云却冷冷哼了一声，牵着苏冉的手进府去了。殿下，会有人进来。我让人去外面守着。殿下，现在是白天，你忘记先前答应过我的事了吗？成亲之前不再胡来的。苏冉靠在他怀里，清晰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刚刚才夸过你，殿下可不能说话不算话。陆成锦停下动作，第一次后悔自己说过的事，属下来报，请陆成锦去三思。我晚上不过来吃饭，你给我留着门。下一息，他猛然明白过来，脸上一红。殿下既然是忙，就不用来这里了，回去好好休息。你准备让我回哪儿去？自是回你的锦王府，我这里又没准备你的房间。你这郡主府虽然小，本王倒不嫌弃，本王行装也带过来了，早就放进厢房去了。苏冉听他说完，真是哭笑不得。等他走后，姑娘，那奴婢就将殿下的行装搬去姑娘的屋子。不可，等下秋落回来，让他将殿下的行装悄悄送回锦王府去，不要被人看见了。轩儿虽然有不解，但他知道自家姑娘这样做自有她的道理。落夜后，苏冉用过晚膳后，开始在灯下算账，看一家酒楼所需要的开支。姑娘，这些账明日再算吧。你忙了一天了，早上那会儿还受了惊吓，还是赶紧睡觉吧。不行，酒楼得尽快的开起来，耽搁不得。姑娘，为什么这么急？你知道做酒楼生意最重要的是哪些吗？开酒楼自然是要菜好吃，酒好喝。酒菜当然重要，所以我让元儿替我找了几位出色的酿酒师傅，而做菜的大厨我也请无忌表哥再替我寻了。有了好酒好菜，咱们再寻一处人流旺盛的地段建好酒楼，最后呢
就是想办法将客人引进店里来，就一切稳妥了。那姑娘可想到好法子了？我们不需要想法子，有现成的。现成的啊？如今我是上京城里是非最多的那个人，大家嘴里天天说着我，难免不会对我好奇。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将酒楼开起来，会不会有人来看热闹？这倒是了，那些乱嚼舌根的，天天在背地里非议姑娘你。若是让他们知道姑娘开了酒楼，那岂不是将酒楼挤爆了？所以要快，咱们趁着这把东风，将客人引进店里，再奉上好酒好菜，留住他们的胃，这样我们的酒楼很快就可以在上京城里打响招牌，立稳脚了。那姑娘你还缺银子吗？我把我和长亭的银子都拿出来，姑娘赶紧将酒楼开起来。我的银子暂时还不够，但如果你愿意入伙，我可以考虑寻个地段更好，开间店面更大的酒楼。陆成锦站在门外，将两人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真是个才！他嘴上不饶人，心里却对苏冉方才那一番生意经刮目相看。陆成锦心情甚好的准备跨进房里去，常鸾却悄悄过来了，压低声音说：殿下，您的东西被送回去了。什么东西？就是您的鞋子、袜子、锦衣便服都被送回去了。为什么将本王的东西送回去啊？今日舒嬷嬷过来帮我打理宅子，临行前她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虽然我与殿下的关系已公开，但是到底没有定下名分，有些事情还得多加注意。若是让大家知道殿下在我这里留宿，传出去与我和殿下都不好。陆成锦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身上更不舒服。既然如此，本王先走了。苏冉颇是意外，殿下，我送你出去。看着女人殷勤的样子，陆成锦俊脸黑了黑，看到他走就这么开心。陆成锦冷哼一声，拂袍加快步子朝外走去。这一日确实累了，苏冉沐浴完就沉沉地睡了过去。她做了一个很美的梦，可梦里男人很不老实，一切都那么真实。苏冉一个机灵，猛地醒了过来，头顶男人撑着身子沉沉看着她。你怎么还没醒？所以不是梦，真的是他。你怎么又回来了？本王睡不着，想尽办法都没用。怎么就睡不着？你不胡思乱想就能睡着？陆成锦身子绷得难受，似有团火在下腹烧着。不等苏冉把话说完，已是低头含住他的唇，重重吸吮。苏冉全身都酥麻了，一点气力都没有，哪里还有挣扎的余地？不知过去多久，陆成锦终于咽足放过他。苏冉沐浴完从浴房出来，才发现某人斜倚在床上，神清气爽地看着他。你怎么还不走？本王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其他东西可以不留，但寝衣总得留一身在这儿吧，免得穿着外袍睡觉不舒服。若是你喜欢本王光着身子睡觉，就算了。他的话让苏冉不禁又想起他昨晚无耻又无赖的样子，顿时满脸通红，却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我还有正事跟你说呢。殿下要同我说什么？那伙人最后接头的人是燕王府的人，他们招认的供词，本王也连夜命人送去燕王府了。你可明白本王为何这样做？我明白的，殿下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不止如此，本王还要借着此事逼他们了却聂府大火一事，让长亭早日出狱。陆承彦会答应吗？本王这个皇兄最在意民生和民心，他也怕我将他拿百姓性命当垫背来害你的事捅出去，所以一定会答应的。他想起了一直盘根在心底的一个疑问。殿下，你知道前太子是怎么死的吗？你为何突然提起此事？我怀疑前太子之死与陆承彦有关。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我只是猜测，前太子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陆承彦。苏冉不得不怀疑前太子之死与他有关，但我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所以想查一查。你是要查清此事，借此来对付陆承彦？殿下也看到了，他从未停止对我的迫害，我不能一直被动的受他所害，所以他不能坐以待毙。亚瑟和罗恒是一伙的，那你是怎么发现的？过来。陆成锦拉着他的手在榻上坐下，写下4个名字：陆承照、秦恒、罗恒、贾策。苏冉看了一眼，大抵明白了过来。殿下的意思是，
秦衡为了替前太子报仇，派遣罗衡潜伏在陆承彦的身边，操纵他与你抗衡作对。而贾策与前太子既是君臣，又是好友，若是秦衡要替前太子报仇，自是会拉他入阵营。陆承瑾赞赏地点了点头，殿下言之有理，但这一切都只是咱们的猜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贾策与罗衡他们是一伙的。本王也知道，就算他也去过那个茶馆，也不表示他是去见罗衡的。所以今日本王故意在他面前提起罗衡，就是引蛇出洞。如果他真是罗衡同伙，一定会通知罗衡。果然，长鸾从外面进来。殿下，贾大人冒夜去了明月茶馆，还约了人。陆承瑾眸光一沉，对正住的苏冉说：别傻愣着啊，你不想亲眼看一看贾策夜里偷偷约见的人是谁吗？等到了茶馆后门处，两人在马车里等了小半个时辰，也没有见到人来。就在他们怀疑今晚不会再有人来找贾策时，一道黑色身影径直往明月茶馆走去。苏冉不觉怔住，出现在茶馆后门的人不是罗衡，竟是沈直。陆承瑾自然也认出沈直，神情冷厉下来。我早就说过，他不简单的。黑暗中，陆承瑾勾唇嘲讽一笑，看到沈直消失的身影，苏冉心里发寒。沈太医在太医院当差，而贾大人也时常进宫觐见，所以两人认识也是寻常。话虽如此，可这样的话，连苏冉自己都不相信。沈直3日前从太医院辞官了。3日前，那不正是他搬去郡主府的日子吗？他乔迁新府，过往与他有来往的朋友都送了贺礼过来，却唯独没有见到沈直的。而且那日在兰贵妃的后院里，他看向他的目光也很疏离冷漠。苏冉明显觉察到，自中秋宫宴后，他对自己的态度全然变了。苏冉心里说不出是何滋味，他不明白他辛苦进的太医院为何突然辞官了。长鸾神不知鬼不觉回到马车边，向陆承瑾禀告：殿下，听他们谈话的意思，似乎是沈太医想托贾大人替他另寻差事，就到这里找他。刚巧碰一贾大人醉酒，就帮忙送他回府去了。倒是与他们方才在外面听到的对上。苏冉听后不觉朝陆承瑾看去，陆承瑾也没有开口，但周身的气息还是很冷冽。殿下，如今怎么办？半晌后，他冷冷说：回去，你先前的计划不可行了。贾策此人很可疑。那沈直呢？殿下准备如何处置他？你放心，本王暂时还不会要他的性命，因为还要查清他的真实身份和最终目的。殿下，我并不觉得沈直与罗衡、贾策他们是一伙的。你为什么这么觉得？沈太医医术精湛，能通过把脉诊出患者近期内所服之物，而那时他已诊出我服用过避子汤，若是他揭露出来，不就能加剧你与燕王之间的斗争了吗？可沈太医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罗衡的同道。沈直诊脉的特别之处，是他在诊脉前主动告诉你的，还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是苏冉上一世知道的，这一世沈直从未同他提过。一时间苏冉慌乱起来，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问题。最后他只得硬着头皮说：沈太医事先就同我说过，但我没有当真，后面才知道真的能诊得出来。陆承瑾神情冷冽如霜，他脑子里想起许多事情来，包括苏冉第一次与沈直见面时哭得悲伤难抑的形容，还有数次不顾自身安危的去华素郡主手中救出沈直。不是他敏感，他是当真觉得他对沈直很不一般。原本打算放过他这一次，可既然他知道这么多你的秘密，就必死无疑。殿下，你别这样，沈直并不是坏人，他之前还救过乐童，求殿下饶他一命。陆承瑾听到他直呼沈直的名字，还有急红的眼睛，神情越发冷厉起来。苏冉，若是当初不是本王一直对你死缠烂打，不肯放手，你是不是早与沈直在一起了？殿下，不是的，我对他没有男女之情。那他对你为何那样特别？苏冉如何能告诉他，他对沈直的情谊不止这一世他对自己的照拂，更是因为上一世他对自己的好，是他黑暗人生里唯一的光亮。你先前给我的解释是，他像你的奶哥哥。你说，若是本王去查，真的能查到你这个奶哥哥的存在吗？所谓的奶哥哥，
从来就不存在。他一查就知道苏冉在撒谎。方才本王说他必死无疑，不过是在试探你。瞧瞧你都慌乱成什么样子了。苏冉心口发寒，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成锦。苏冉，如果将来有一天本王一定要杀他，你准备怎么办？上一世甚至因他而死，难道这一世他还要重蹈上一世的覆辙？殿下，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伤害到你的性命，不论你要如何对付他，我都不会干涉。反之，若是他还没有错到那个地步，我希望殿下看在我的面子上，能饶他一命。陆成锦看懂了他的心思，胸口越发冷旷。你要保他，却不告诉本王缘由，本王凭什么要放过他？就冲他先前对你的种种，本王就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若是最后本王没有按着你所说杀了他，你准备怎么办？苏冉白着脸，苦涩一笑，随殿下高兴吧，是我僭越。苏冉不再求他，越过他，径直往回走去。所以你就是不肯告诉我你与他真正的关系，对吗？我与他之间发生的一切，殿下一清二楚，又何必再问？这你……苏姑娘，好久不见。你怎么进来的？你将秋落怎么样了？放心，只是让他昏睡一会儿罢了。苏冉听说秋落没事，就放下心来。自从知道他是母妃遗落民间的儿子后，陆成锦想尽一切办法在找他。苏冉也想再见他一面。你最近一直在京城吗？坠影点点头。坠影，你要小心燕王，千万不要被他抓到了。那锦王呢？苏姑娘觉得他不会伤害我？不会的，锦王从未想过要伤害你，他一直下令只抓你活口，不准伤及你性命。你就这么相信他？坠影冷冷打断他，嘴角扬起讥讽的笑，一看就是不相信他的话。当日我救你下山，你答应不会告诉锦王山寨地址，不会让他伤害我山寨的兄弟，你可还记得？提及此事，他有些愧疚。我确实没有告诉山寨的地址给锦王，但他自己发现了，找了过去，并将山寨里的人都送去矿山了。挖矿虽然辛苦，但幸而他们性命无虞。坠影仿佛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们一个个被活生生剪断舌头，再被丢进暗无天日的山矿里，没日没夜的做苦力，稍有不慎就因矿洞崩塌而活埋致死。如此非人待遇，你跟我说他们性命无虞？闻言，苏冉全身镇住。坠影，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亲口问过长亭，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骗你，可陆成锦会。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今日来却是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什么事？你可还记得正妻，也就是我师兄？记得。你可知道锦王为什么要单独留下他，一直关押在他锦王府的暗室里？为什么？那晚的事，他嘴上说相信你，可实则抓着我师兄，至今还一直在反复盘问那晚的事。坠影每说一句，苏冉的脸色就白一分。而他抓我师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利用师兄引我现身，亲自求证那晚发生的事。我原以为苏姑娘是个明白人，却没想到你也被他骗。而坠影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人身体发寒。还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当日你掉在山寨里的那个发簪，锦王是在我卧房的床上捡到的。他都没有去过坠影的卧房，怎么会掉在他的床上？下一刻终于恍悟过来，难怪当初自己从山寨里逃出来后，陆成锦会是那样的反应。原来当日他救自己下山都是假的，利用花簪让陆成锦误会他与他心爱的女人有染，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是你，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做下的。不是我做的。事到如今，苏冉又岂会再相信他的话？如果你今晚来寻我的目的是想离间我与景王的感情和信任，恐怕要令你失望了。难道你就这么有信心他对你毫无芥蒂？阿娘，今日又没看到阿爹。邓青瑜捏了捏女儿的手臂，让她不要当着阿云的面说。她提着食盒有些尴尬地站着，心里满是不甘。按理她此时应该是这里的女主人，可如今她却连这扇大门都走不进去。这一切的一切全是因为苏冉害的。可正在此时，前方传来车轮声，
那是陆成锦的马车。他往来接女儿这么久，今日终于遇到他了。殿下，乐童踩在雨地里，绣花鞋子一下子就湿了。陆成锦见了，弯腰一把抱起他。天气转凉了，小心莫要着凉。乐童赶紧搂住他的脖子。阿爹，我肚子饿了，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吃饭？陆成锦点点头。邓青瑜听到陆成锦留他们下来吃饭，顿时激动的眼睛都红了。阿云，留下来一起吃饭，等下本王再差人送你回去。阿云看了一眼他怀里的乐童，再看了看伴在他身边的邓青瑜。不必了，我等下去看我阿姐。闻言，陆成锦眸光一暗，他岂会听不出阿云话里的意思？姐姐同他置气，弟弟还要去他面前告自己的状，他当真是太惯着他们了。想到这里，陆成锦冷哼一声。朱夫子同我说你的字儿写得太丑，今晚回去抄字帖10张，明日送给本王看，若是不过关，明天接着抄。阿爹，朱夫子今日还表扬我的字写得好。陆成锦点了点头。你也要勤加练习呀。邓青瑜抿了抿唇，突然间很开心。他暗自赞叹自己当日当机立断地送乐童来这里读书，实在是太明智了。一行人自顾自进府去了，留下阿云与兰儿2个人。两人上车后，阿云吩咐乌明驾车往郡主府去。殿下不是罚你抄字帖吗？你若去看姑娘，恐怕时间来不及。什么事情都没我阿姐的事情重要，她想罚就让她罚好。他倒不在意陆成锦与阿姐感情的好坏，他只担心阿姐是否受了委屈，所以要赶去看看。等下去了姑娘那里，我要一五一十的将方才的事情全告诉给姑娘。不过2个跳梁小丑，不值得让他们影响阿姐的心情。兰儿想想也是，这2个母女惯会作怪，以此来膈应姑娘。若是姑娘因他们生气，还与殿下生了嫌隙，才是着了他们的道了。马车冒雨往郡主府去，很快就到了。苏冉还在昏睡中，她做梦又梦到了许多前世的事情。梦中，苏冉一时梦到兰儿的断舌，一时又梦到坠影同她说的那些话。整个山寨的人都被剪断了舌头，整个山寨。苏冉悲痛又无力地哭了。兰儿是为了他遭受了那样的恶，而陆成锦做下的恶也全是因为他，一切的一切全是因为自己。姑娘，姑娘，你醒醒啊！阿姐，你快醒来！苏冉听到许多人在唤他，可他不想醒过来。阿爹，我不想看到他们，我只想和阿爹阿娘一起吃饭。陆成锦看了一眼乐童，正要开口，舒嬷嬷淡淡一笑：小小姐和邓娘子过门是客，咱们殿下呀，如今还没有娶正妃，只能请2位姨娘出来作陪了。邓青瑜心里恨意滔天，面上惶然站起身：乐童，你不能坐在这里，这里要留给姨娘们来坐的。邓青瑜垂下头，轻轻捏了捏女儿的手臂。乐童回眼看了一下，领会了他的意思，当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就要坐这里，我不离开阿爹。在得知阿云当真去郡主府后，陆成锦心里莫名的烦乱，甚至是生出一丝不安来，所以听到乐童的声音，他越发的心烦意乱。罢了，不要惊动其他人，赶紧开饭吧。说罢，让乐童坐好。邓青瑜全身一轻，重新回到他身边坐下，垂下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得意的神情。用过饭后，陆成锦回书房处理公务。郡主府那边如何了？方才他们来报，姑娘睡了一整日，一直昏迷不醒，似乎噎住了。陆成锦一惊，放下手中的东西就要往外走，可恰在此时，邓青瑜却来到书房外，怯生生站在门口。殿下，我有事向你禀告。何事？燕王来找过我，他们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世。殿下，我该怎么办？本王知道了，你回去吧。邓青瑜见他一点都不意外担心的样子，胸口发凉。殿下，哪怕你不顾及我的性命，也要想想乐童。我害怕皇上震怒之下，连乐童都不会放过的。燕王若真要揭发你，就不会来找你。他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我不过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的，还请殿下明示。你若想无事，就不要再和燕王的人见面，更不要和他们多说一个字。邓青瑜诺诺地应下。陆晨锦想起一件事来。前不久樊先生来信，说邓兄的墓地有些漏水，樊先生觉得最好还是另寻一个地方给他迁坟。你若有时间，不如回燕州去，和樊先生一起料理好此事。邓青瑜神情微微一震，他就这么想赶自己走吗？景阳的墓地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漏水？大抵是坟墓四周的山块塌方过，所以坟墓出现裂缝。你意下如何？迁坟是大事，邓青瑜是邓景阳的妻子，必须得到他的首肯才是。景阳去世时身中数箭，拔下箭头一身的箭洞，他死得那么惨，好不容易入土为安，如果又要迁坟，又要惊累他，我实在于心不忍。他的眼泪也随之掉落下来。听他提起邓景阳去世时的惨状，陆晨锦神情不觉涌现愧疚之色。那你觉得此事怎么办？樊先生只是发现表面有裂痕，不如再看看，先不煽动他。那就先这么办，本王会让先生多留意的。多谢殿下，我并非是不想回西北，而是相较西北，这里更适合乐童成长，所以才想留下。说到这里，他又哭了起来。你身世的事无需担心，本王答应邓兄护你周全，就一定会做到。你安心照顾好乐童就是了。闻言，邓青瑜暗自松了一口气。你和乐童在厢房里歇一歇，等雨小了再回去吧。邓青瑜激动的心口一颤，应下后只盼着大雨不要停歇才好。你怎么来了？谁让你来的？是我让他来的。大长公主沉声打断叶氏的话。你父亲病情突然，虽然你如今已经自立门户，但到底还是苏家人，所以本宫才会做主将你也叫了回来。眼前苏继忠的病症与上一世的境地竟是那般相像，短短数日不见，他已憔悴了许多，哪怕在昏迷中还是十分痛苦。而他深知这种病是无法治的，只能天天受折磨，最后熬到油尽灯枯而死。张太医，真的查不出病因吗？张太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老朽无能，还请郡主另请高明吧。今日唤你回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想拜托你。祖母请说。听闻那沈太医医术精湛，或许他能治好你父亲的病，可惜他已辞官不做太医，也不再替人看病，程昱亲自上门相请，他都不肯来，所以我们想请你去试一试。但他也知道苏冉心里记恨着苏家，所以心中并无多少把握，却没想到苏冉一口应下了。好，我去请沈直。苏冉走后，阿云也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乌明一进来就担心地问：公子，若是姑娘当真请来了沈太医，可怎么办？你方才怎么不拦着他？乌明很担心，毒是他们下的，如今好不容易让苏继忠毒入肺腑，所以绝不能前功尽弃，更不能让人发现是他们下的毒。相比乌明的担心，阿云却一点害怕都没有。你放心，阿姐虽然答应去寻沈直，但绝不会真的让沈直救苏继忠的。若是我没猜错，阿姐去寻沈直是要打探他的虚实。万一那沈直看在姑娘的情面上，真的来替苏继忠诊脉，他只要一瞧他的病症，就会发现的。如果发现了，就正好将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沈直是黑是白，目前不得而知，但若是他要帮苏继忠，那就是他阿云的敌人，他自不会手下留情。乌明明白过来，终是放下心来。趁着府里人心大乱，你去将苏继忠身边没有用完的药丸换回来，不要留下马脚。乌明走后，阿云坐在窗前，黝黑的眸子涌动着锐利的冷芒。他自然知道前世祸害阿姐的罪魁祸首是谁。阿云抬起左手，一笔一画在桌面上写下陆承彦的名字。苏继忠的事已告一段落，接下来该轮到他了。你可有想过离开京城？那晚你果然在马车里？是的，
那晚我也在。说实话，看到你出现的那一刻，我很意外。可想听我解释？沈直定定看着他。苏然，我知道燕王是你的敌人，罗恒甚至贾策都是他的帮凶，可我有我的不得已呀。他眸光怯怯地看着苏然，嘴角噙着一丝心酸难言的苦笑。我从未想过伤害你，这是我的真心话，但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沈直，我相信你不会伤害我，但我也知道你对景王有仇恨。虽然我不知道你与景王之间仇恨根源是什么，为今我只想劝你离开京城，不要踏进这场乱局里面。在苏然等着他的回答时，他突兀开口：虽然我不能去替国公爷看诊，但听世子爷昨日的描述，我怀疑国公爷不是病症发作，反而像中毒的表现。闻言，苏然神情微变，不只是因为沈直看穿了苏继忠中毒的事，他避开他前面话题的举动，就表示他没有听进他的劝告，不会离开京城。见他一个人回来，苏家人都很失望。等他一走，也是望着他的背影，咬牙骂道：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他心里只怕巴不得老爷死呢，又怎会真心实意的去请人，真是狠毒。大长公主没有吭声，直直看着逐渐远去的苏然，眸光一片冰寒。她不相信沈直会拒绝苏然，可能正如叶氏说的，他根本就不会为了苏继忠去求沈直，甚至连口都不会开。大长公主却陡然想起另一件事来，按理她派人给阿云下毒这么久，她身体应该有中毒的反应才是，只有她有了中毒反应，她才好拿她拿捏苏然，逼她乖乖听话。可奈何阿云一点中毒的反应都没有，每天活蹦乱跳，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此他却无法确定阿云到底有没有中毒。阿云送苏冉出来，他自己也要去景王府上学了。那邓氏天天借着宋乐童上下学往来景王府，就是想借机与殿下见面，而那乐童也时常借着他娘亲来接他，在小公子面前显摆。姑娘不如今日也送小公子一次。苏冉不送阿云上下学，自是有他的顾虑。阿姐，不用你送我，我没事的。你昨晚来回奔波，一定没睡好。今日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苏冉看着弟弟懂事的模样，心中欣慰，却也让他下定了决心。前路再艰难，他总要留下性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护住弟弟。没事，我送你去景王府，如果碰到殿下，就替你求求情。阿云黑亮的眸子里闪着欢喜的亮光。虽然他不屑同那个黄毛小丫头计较，但有阿姐亲自送他去，他心里还是很开心的。阿娘，阿爹怎么还没有回来？我肚子都饿了。他话音刚落，就有马蹄声传来。阿爹，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等着你用午膳呢。陆承锦从马背上下来。殿下。陆承锦嗯了一声应下，领着乐童、阿云一同往府里去。邓青瑜见苏冉并没有现身，心里骤然一松，他走出2步，悄悄回头去看，苏冉的马车已掉头离开了。他越发开心起来，脸上的笑意藏不住。阿云将他的举动都看在眼里，他突然回头对着马车离开的方向喊道：阿姐，我的书呆落下了，你拿给我。邓青瑜听到他的喊声，脸色一白，连忙朝陆承锦看去。陆承锦继续往府里走去，头也不回。姑娘，你是不是生殿下的气了？你别乱想，我没事。其实从那天邓青瑜主动开口求陆承锦留下乐童一起念书开始，苏冉已想到了这样的局面。同为女人，邓青瑜的那点心思她岂会看不明白？而她也非常清楚，因着邓将军的救命之恩，陆承锦会一直照顾这对母女，与他们藕断丝连，无法彻底了断关系。但他留他们母女在府上过夜，却是他没想到的。呀，小公子的书袋忘记拿了，姑娘要不要替小公子将书袋送回去？身后传来马蹄声，只见男人骑在马背上，居高临下冷冷看着他。苏冉倒是没有想到他会追上来。殿下，你怎么来了？阿云的书袋落在马车上了，求本王替他拿回来。苏冉依言将阿云的书袋交到他手上。阿云马虎丢三落四的，麻烦殿下了。陆承锦看着他，见他脸上一点气怒之色都没有，心里不觉松下一口气来。可下一息，他的心里又生出更多的愤懑来。
亏得他还担心苏冉看到邓氏后会误会他生他的气，可瞧见他的形容，他竟丝毫没有将此事放在眼里。他到底是太相信他，还是不在意他？思及此，他冷哼一声，调转马头扬鞭离开。殿下！某人却瞧也不瞧他，身子笔挺地骑在马背上，面容冷峻，倨傲地抬着下巴看着前方，可嘴角已忍不住往上扬起。苏冉既然愿意主动唤他留下，他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消下一半的怒气。面上他头也不回，冷冷开口：何事？殿下，阿云的字写得不好，殿下罚他抄字帖原是为了他好，可昨日因着父亲突然病倒，家里忙乱，他就没有来得及罚抄，还请殿下原谅他这一回。你叫住本王就为了说这个？陆承锦终是忍不住回头朝苏冉看去，声音也冷下去。我不是让殿下免了他的责罚，只是想让殿下宽宥他一日，允许他今日将昨日的罚抄补齐。本王言出必践，如果这点处罚他都做不到，就不必再来锦王府上学了。陆承锦冷冷打断苏冉的话，而后一扬马鞭，扬长而去。姑娘，殿下好像又生气了。殿下饿了吧？快坐下来吃饭。你吃吧，吃完饭后让长夜送你回去。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邓青瑜心口空凉凉的，眼眶一红，眼泪差点掉下来。陆承锦的口气像打发叫花子一般，让他如何好意思再待下去，更没有脸留下来吃饭。舒嬷嬷，我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您。舒嬷嬷从头至尾一直冷眼看着，殿下明显不在乎她，可这个女人却做事要死缠烂打，这样下去只会败坏殿下的名声，百害而无一利。邓娘子无需特意来看望我，我担当不起，且我素来喜静，不喜欢打扰。娘子走好，我不送了。邓青瑜如何听不出舒嬷嬷话里的嫌弃之意，强按着心中的屈辱，含泪离开。一回到马车上，邓青瑜就止不住流下泪来。红妈一眼就看穿她的心思：娘子啊，可别伤心了。殿下他愿意留下你们留宿，证明他心里还是有你们母女的。只不过一时间他还被那个狐狸精迷着，那个狐狸精啊，清高着呢，殿下追也不肯回来。说起这个，邓青瑜更加伤心。苏冉不肯见他，他却骑马追上去。你何时见过他为了一个女人这样委屈过自己？可那个狐狸精他不惜福，恃宠而骄，等新鲜劲儿一过，他会像块烂抹布般被殿下弃了。红妈说这话时，邓青瑜眸子里闪过亮光，她真是太想看到这一天了。想了想，她附到红妈耳边：你去告诉燕王，明日我去见他。红妈欢喜地笑了，连连点头。殿下，不好了，我家小公子出事了，姑娘去救人了。闻言，陆承锦神情一震：殿下，罗府闯进刺客，刺客逃跑的时候劫持了小公子，严明姑娘出现才放人。你去接长亭，本王去救阿云。罗府的院子里，我来了，你放了阿云，或我被你劫持。虽然他不明白坠影和阿云怎么会同时出现在罗恒的府里，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顾不了。你想让我做什么？晚景苏姑娘替我备好马车，只要我顺利出了城，自是会放了你弟弟。好。苏冉想都没想，一口应下。一旁的陆承彦却出声打断了他的话：慢着，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说罢，他抬眸冷冷看着坠影：今日你休想再踏出这院子半步。他好不容易利用刘大设局将坠影骗来，岂会再放他走？来人，将嘉禾郡主送下去。他绝不会让苏冉坏他好事。你是想让阿云死在他手里？哼，本王岂可罔顾皇命，放刺客离开？他上前逼近苏冉2步。苏冉，本王听说你最在意这个弟弟，姐弟团聚本是件很美好的事，可惜了，这才相认半年不到，就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在你的面前。陆承彦，你有本事冲我来，不要公报私仇来对付我弟弟。不错，本王就是公报私仇。本王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弟弟死在你的面前，
让你痛心，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他摆明是要坠影和阿云死，这个局怎么破？苏冉突然冷静下来，一个转身，匕首精准地抵在了陆承彦的脖子上。放他走，不然你会比他们先死。你有本事就一刀刺下去，不然本王不会放过你。放人！就算放了他，本王还是可以再将他抓回来，而你只有死路一条。我的事不劳你烦心，你只管放人就是。不能放！竟是陆承锦，他竟然不让陆承彦放人，面前人影一闪，他手中的匕首已被人夺下。皇兄，我救你一命，不如卖个人情给我，将此人交给三司处置。今日他休想再踏出这个院子一步，若是再有人出面阻拦，本王就视他为刺客同伙，一并格杀勿论。陆承锦突然上前，挡在了坠影与阿云的面前。皇兄若要动手，就冲着我来，但人本王今日必定要带走，所有后果本王一人承担。陆承彦脸色阴冷欲滴，可终究不敢真的让手下对陆承锦动手。陆承锦趁机对身后的坠影说：马车已经在外面备好，跟进本王，快些。马车驶出一段距离后，阿云警惕地看着坠影。已经出城了，你放我们回去。不如我们送你去长华寺，那里有香客往来，不容易被人发现。你为什么要帮我？当日你将我从山寨里救出，无论你当时救我是何目的，但终归是你救了我。今日我就当偿还你那日的恩情。好，从今日起，我与你之间一笔勾销。言下之意，他不会再拿那晚的事威胁他。那我的那本医书呢？你放心，我也不会再拿那本医书威胁你。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本医书上面有我的好友替我批的注解，我不想丢失。医书已被我扔了，恕我归还不了。苏姑娘难道都不好奇我为何会去罗府吗？你去罗恒府上是为了什么？也是关于那晚山寨上的事。山寨里还有一个知情人被留了下来，就是厨房里干活的刘大。但若是燕王让刘大说出那晚山寨的事儿，邓氏一定会反应过来，只怕到时他就不会再替你隐瞒了。而若是让燕王知道当日被劫的人是你，他的反应只怕会比今日更兴奋。坠影要带走刘大，是在帮他。多谢你告知我这些，刘大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反而是你，这一次燕王没有抓到你，一定不会罢手，你要当心。坠影再次回头看向他。你都不担心你自己吗？山寨一劫，我是受害者，今日这一劫，我还是受害者。如果皇上真要向我问罪，只怕也会从轻发落。阿云安静地趴在他怀里，一直没有出声，似乎已经睡着了。坠影，我还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当年许家村一案，你是当事者，相信你知道更多的真相，能不能告诉我？坠影眸光倏地一沉，冷冷看着他。你是替他问的？所以苏冉心里真正关心在意的人，永远只有陆长锦。你就这么想替他查清当年的案子？还请你指点迷津。让他去查查史家。当朝太傅史周山当年正是陪狗皇帝微服出访的官员之一，他会知道当年一事的真相。说罢，不等苏冉反应过来，身影已消失不见。乌明调转车头，前方就来了一阵人马，领头的人正是陆承彦。来人，将刺客同党抓回去。燕王殿下这么着急给我扣罪名，又想公报私仇。苏冉，方才那些刺客可是你召唤来的。若是我有这样的本事，当初就不会连一个表姑娘也敢来欺负我了。陆承彦陡然听苏冉提起他，不由神情一滞。你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会不会有人相信？但你不要忘了，你当众拿凶器胁逼本王，并刺伤本王一事，无数双眼睛看着，你逃不掉的。陆承锦自身难保，你休想他再来帮你。我协商殿下一事，会自己进宫向皇上请罪。无名进宫，可陆承彦岂会轻易放他走？你不要逼本王绑了你的手脚带你走。我是皇上亲封的郡主，在皇上未定我的罪罚之前，殿下若要逼我，我只能披上这条命，保全清白了。若是殿下因为我出事，错失大好前程，那就太冤枉了。陆承彦看着他决然的形容，一时间
竟不敢再逼他。正在两方僵持之时，从后面赶来二人，正是聂战与他的手下严虎。聂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聂某已寻到那刺客的逃匿路线，特意回来禀告殿下。人是聂将军放走的，如今又去抓。聂将军是日子过得太清闲，还是当本王将傻瓜哄？刺客当时挟持着镇国公府的小公子和嘉禾郡主，2条人命在他手里，聂某不敢强揽，只能先放他们离开。聂某此举并没有错。你陆承彦正要动怒，我与弟弟受刺客劫持，如今准备进宫向皇上禀明此事，想请聂将军护送我们姐弟进城，聂将军可愿意否？聂战看也不看陆承彦一眼，一口应下。聂某护送郡主回京，刺客往长华寺方向逃窜去了，殿下赶紧带人去追，晚了可能就跑了。陆承彦阴冷的目光在二人身上逡巡，苏冉终是逃不掉的，眼下却是抓刺客要紧。好，本王今日就看在聂将军的情面上放他一马。说罢带人撤离，多谢将军仗义相助。你今日受惊了，我送你回去。方才是为了摆脱燕王的纠缠，才不得已牵扯到将军，如今无事了，就不麻烦将军了。聂某本就是为了保护姑娘周全，才跟着你们的马车出的城，如今自然要护送你们安全回去，才能放心。马上落叶了，小心提防，以防周围有刺客同党埋伏。严虎一面应下，心里忍不住嘀咕，这一路上他都回头叮嘱他无数遍了，他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落叶时分，马车顺利来到城门口，前面的聂战解下身上的披风，挂在马车的车门上。聂将军不必了。一件披风罢了，没什么了不起，倒是你们中原有许多规矩，女孩家不宜在街上抛头露面。而这一幕正好被出城接人的某人看到了。聂将军所言极是，按照我家小冉如今的身份，确实不宜就这样进城。而聂战的脸色刹那间黑沉下来。多谢将军今日出手相助，本王铭记于心。我匕首的姿势都不会，还想着拿刀伤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反而很容易伤到你自己的。殿下，多谢你今日出手救了阿云。今日的事我已向父皇详细禀告过了，相信父皇不会太过追究的。那皇上还会处罚你吗？本王当时也是救人心切，才会暂作退让，放刺客走。那殿下可知坠影突然出现在罗府的原因？他们找了山寨里的一个人，表面上是想以此人引邓氏与坠影见面，实则是想引本王入局。陆承锦神情凝重起来。此事你不用担心，本王自会处置好。殿下，你想如何处置刘大？坠影今日闯进罗府，已然惊动了陆承彦，他不会再傻傻的将刘大留在罗府等着我们去，只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那怎么办？要解决此事，并不只有刘大这一条途径。苏冉看着他的神情，隐隐想到了什么。如今只能将他送走，送到一个燕王权力掌控不到的地方，让他们无法再勾结，一切的事情自然就解决了。陆承锦嘴里的他，自是指邓青瑜。殿下的意思，邓氏与燕王勾结在一起了？我手下的人已经查到了，他将铁矿图不在我手里已丢失的消息告诉了燕王。我还听到消息，最近黑市上有人在售卖铁矿图的零碎拼图，第一张拼图已经落进了燕王的手里。闻言，苏然眸光一震，这幅铁矿图的拼凑之法异样复杂。上一世阿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才完整的拼凑出来，但如今离邓青瑜丢失铁矿图还不到1年的时间。难道？苏然脑子里闪过一丝光亮，陆承锦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坠影怎么会告诉你这些事？而且他似乎很信任，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并非信任我，而是知道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会放由他落进陆承彦的手里不管的。回京后你和他见过面？就在那晚你生气离开后，他来找过我，我有当面问起他身世一事。坠影最先是否认的，可后面却动了怒，一看就是恼羞成怒，所以他确实就是你的哥哥。闻言，陆承锦神情一怔，有片刻没有开口，但是内心他非常震动。他明明只在山寨里见过苏冉一次，可给陆承锦的感觉，他似乎认识了苏冉很久很久，对他有一种别样的感情。而山寨那次，坠影为什么要背叛山寨兄弟救苏冉出来？
想到某个可能，陆成锦内心情绪翻涌，手掌不由紧握成拳。所以你屋子里的屏风不是你起夜撞倒的，是他打翻的。我并不是有意隐瞒你，那次之后，我也没有机会与地下说这件事。那晚你们还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地下扣着正妻关押在景王府的暗室里。他还说，殿下将山寨里的人都剪掉舌头，扔进了矿山里。而关于坠影拿山寨那晚的事威胁他和他分开的事，他终是隐瞒了下来。听完他的话，陆成锦目光沉沉地凝着他。所以你上回被困梦魇是被本王吓到？不是的，我一向有梦魇的习惯，不关地下的事。他方才说这句话时，语气里的慌乱瞒不过他。我有许多事情要向他问清楚。地下想问他什么？他为何要故意将你的簪花放到他的床上来误导本？他为何会好心的救你出山寨？这些事本王都要查清楚。而一想到他这样做或许是某种可能，陆成锦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花簪的事我也问过他，他说不是他放的。他的话你就完全相信？见苏冉竟是这般的相信他，陆成锦心中倏地涌起怒火。你可别忘了，花宴之上他差点要了你的命。殿下，你可是怪我多事，不该插手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或许本王将他当成同母异父的亲兄弟，可在他眼里，本王是夺了他母亲的仇人帮凶，他根本就不会领你的情。所以以后不论是他与本王之间的事，还是与母妃之间的事，你都不要再管。听着陆成锦的指责，苏冉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一厢情愿的可笑。殿下的话我记住了，今日来回奔波，我着实累了，先回去休息了。说罢，苏冉向陆成锦行了半礼，转身直下了楼。景王府，常婷见他脸色黑沉，连忙将苏冉让他转告的事一字不漏禀告给陆成锦。此事你怎么看？既然姑娘已指明是史太傅，殿下就从史太傅身上下手。本王不是问你这个，本王是问你，这么重要的信息，坠影为什么会告诉他？大抵是姑娘想帮殿下，所以主动向他问的。他一问他就肯告诉他。陆成锦声音沉沉的，神情却越发冷凝起来。先是无条件的救他出山寨，再是一次两次的挑拨本王与他之间的关系，而如今又肯告诉他如此重要的信息。常婷，如果换做你会对谁这般有求必应？常婷听了他话，脑子里冒出来的人就是轩儿。这个念头也终是让他明白过来陆成锦的意思。姑娘与他见面不过2-3次，两人之间并无交集，应该不可能的吧？陆成锦勾唇嘲讽一笑，感情的事没什么不可能的。想当初他初识苏冉时，也从未想过会对他情根深重，可如今一想到其他男人，甚至是他的大哥也对他怀了这种心思，他就控制不住情绪了。殿下还是想办法尽早将姑娘娶进门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姑娘被其他人惦记了。他不由又想起今日在城门口聂战取下身上的披风给苏冉当车帘的情形来，而他也知道是聂战不顾陆承彦封锁城门的命令，打开城门放他们的马车出城的。原来不止他可以为他违抗皇命，其他男人同样也可以。陆成锦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坐立难安的危机感。没想到你从牢里走一趟，脑子反而更机灵。将心比心嘛，若是有其他人惦记着轩儿，我也会不开心的。你的意思，本王此时的形容不开心？这还用问吗？你的脸暗的都要滴出水了。哦，没有，殿下英俊神武，无人能及。姑娘眼睛亮着呢，有了殿下，又岂会再瞧得上其他人？殿下放心吧。恰在此时，长鸾进到书房里来。殿下，燕王带人回城了，空手而归。陆成锦听后倒没有什么意外，坠影只要离开京城，天大地大，燕王根本抓不到他。邓氏的事查到了吗？邓娘子原本是出门准备去见燕王的，但恰巧有一个叫红流的丫鬟找上门来，如此就耽搁了。红流在西北时，她是邓氏的贴身丫鬟。她之前不是在西北得重病过世了吗？但听闻她并没有死，被先生收留了。半年前独身来了京城找救主，昨日终于找上门来了。等主仆相认后，邓娘子在出门赴燕王的约时，罗府已经出事了，她见势不妙，就躲起来不见了。原来如此，陆成锦最初还以为他是临时醒悟过来，不打算与燕王勾结，看来还真是高看他了。
既然邓青瑜死性不改，那就休怪他陆成锦无情了。去告诉他，明天本王去见他。殿下如果要赶我回西北怎么办？娘子是何打算？我好不容易才回来，定不会再回去的。第二日，陆成锦一早就听到常毅的禀告，说邓氏病了，卧床不起。陆成锦一进院子，就听到了邓青瑜的咳嗽声。娘子昨晚替小姐缝衣裳，忘记关窗户，一不小心就着了凉。可有请大夫来看？请了的，多谢殿下关心。回身对常婷吩咐，请张太医进来。邓青瑜自是知道陆成锦此举的意味，心里酸涩难言，更是生出慌乱来。妾身见过殿下。他跪下请安，身子孱弱的跪都跪不稳，小脸一片苍白，真是我见犹怜。陆成锦脸眸坐着，没有应话，也没有让他起身，反省陈太医替他好好诊疗。红妈趁机扶邓青瑜起身，让陈太医给他诊脉。娘子是风寒入体，下官开几贴药，相信很快就会好的。邓青瑜听完，抬眸泪光盈盈地看向上手的陆成锦，有陈太医的亲诊，他不会再怀疑他装病了吧？他如今这般与赶路可有干系？可邓青瑜却瞬间呆住，他就这么着急的要赶自己走吗？陈太医回过神来，注意防寒保暖，再按时服药倒是无大碍，但下官建议还是等邓娘子愈后再赶路，等她愈后只怕就走不了了。陆成锦打断陈太医的话，终是正眼看向了一脸煞白的邓青瑜，即刻收拾行李离开京城。陆成锦此言一出，邓青瑜整个人都镇住了。殿下，你要让我去哪里？除去回西北，你还想去哪里？殿下，我们母女二人在西北无依无靠，我想留在这里，求殿下怜惜，不要赶我们走。可你留在这里却不安分，你这样做不仅会害死自己，还会连累乐童。陆成锦看都不看他一眼，神情间满是嫌恶。他给过他机会的，只是没想到他明知陆承彦利用他，他还死性不改地与他勾结往来。殿下可是怪我与燕王往来，殿下明察，是他一直派人找上门来，我不过脸皮薄，不懂得规矩，就见了他1-2次。殿下，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不再与他往来，求你不要赶我们母女走。邓青瑜看着男人冷峻的面容，犹不甘心。殿下，如今你在京城，让我们回去，谁来照顾我们孤儿寡母？樊先生会替本王照顾你们的。闻言，邓青瑜内心的绝望排山倒海般的堆压，压得他快透不过气来。他终是鼓起勇气说：殿下，你答应景阳要照顾我们母女一辈子的，你不能食言。正是因为记着邓兄的恩情，本王才会在你自寻死路之前再拉你一把，不然本王今日不会踏进这道门，更不会留在这儿跟你说这些废话。陆成锦不想多待，离开前对他说：你无需收拾太多行李，你以前在燕州的住处里那些东西都在，路上所需一切本王也会命人替你打点好，你尽快离开便是。殿下的意思，我们回燕州后不能再住在大将军府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陆成锦不但要将他赶回西北，更是要与他划清界限，连大将军府都不让他进了。可在大将军府的日子却是他此生过得最幸福的时光，他怎么会舍得同他割舍？殿下，你不能这样对我，你答应过景阳的，你不能抛下我们母女。眼见陆成锦要离开，邓青瑜再也顾不得矜持和体面，一把抓住他的袍角痛哭起来。这是他心心念念爱慕着的男人，他好不容易才与他靠近，如何肯放手让他走？陆成锦眸光幽冷。之前邓兄一直在人前夸赞，说你公良淑贤，可后来你全变了。本王觉得你的改变就是从你入住大将军府后开始的。况且上次本王已与你解除了关系，你要以什么身份再留在大将军府？最后这句话陆成锦问得极重，邓青瑜全身一颤，终是松开了扯着他袍子的双手。是啊，他和他连假夫妻的关系都没有了，他还凭什么再住进他的后宅？赶紧替你家主子收拾，明日之前离开京城。陆成锦一走，邓青瑜双腿一软，跪伏在地上，哭都哭不出来。
娘子，罢了，咱们还是死心吧。娘子收起心思，只当自己做了一场梦吧。红妈知道邓青瑜爱慕着陆成锦，一心想跟在他身边，同他做真正的夫妻，可没想到到头来却是一场空。他以前从未这样对过我，他以前明明是关心我、喜欢我的。邓青瑜脸色苍白，我没有做错，是他答应景阳要娶我进门的，是他食言，是他为了苏冉想甩掉我们母女二人，是他忘恩负义。他的声音越来越尖利，眼睛都红了。消息传进燕王府，他要送他走，咱们就替他留下。殿下要想个十全的法子才是。先生放心，这一次一定不会搞砸。锦王为人十分警觉，只怕我们能料到的事，他早就防备到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将他困住，就像上次让父皇将他困在宫里一样，让他脱不开身。不如让荣贵妃娘娘请嘉禾郡主进宫一叙。陆成锦让邓氏明日之前离开京城，想来他们会在今日落夜前出发。你即刻进宫，让母妃午后召苏冉进宫问话。传话的工人说是兰贵妃要召见他，可等苏冉进宫后才知道，真正召见他的人却是荣贵妃。工人领着他来到偏殿的暖阁里，可等了好一会儿，却不见荣贵妃前来。工人走后，暖阁里只剩下苏冉一人，屋内的热气冲得他头昏脑胀，殿内还熏着暖香。苏冉感觉眼皮越来越沉，睁都睁不开。他强撑着精神坐着，浑浑噩噩中仅存的一丝理智告诉他事情不对劲。来不及多想，苏冉连忙起身朝着门口走去，可他一起身，只感觉天旋地转，下一刻他已是眼前一黑，晕倒了过去。不只会讨景王欢心，还会讨皇上的欢心。还请娘娘慎言，娘娘羞辱我不打紧，可是侮辱皇上却是不要脸的小，还敢拿皇上来威胁本宫，你真当本宫不敢动你？荣贵妃这一巴掌积攒了她太多的怨气，所以打得极重。苏冉没有防备，当场被打得跌倒在地。小，本宫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老实，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请早早的就瞒着本宫和燕王勾搭上景王，哼，最后还倒打一耙，闹出退婚的丑闻，还连累的本宫被禁足半年，你真是找死！这口气一直憋在他心里，到了今日终于可以发泄了，他岂会放过他？再加之这一次苏冉竟敢拿匕首威胁陆承彦，还刺伤了他，更是搅乱了他抓刺客的局。荣贵妃更是恨上加恨，只恨不得苏冉死掉。感情娘娘今日骗我进宫，就是为了报仇来的。可若是我今日在明翠宫里出了事，娘娘也脱不了干系。您放心，本宫不会要你贱命，这一巴掌不过是你刺伤燕王的小小惩罚，便宜你。娘娘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否让我出宫？哼，着什么急？你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皇上还没看到呢。你不等他来了，给你出了气再走。苏冉听他今晚一再的提起禁地，心里不好的预感愈发的强烈。皇上怎么还没来？话音刚落，就听到外面响起工人的唱诺声，禁地来。陪在他身边的还有兰贵妃。兰贵妃见到苏冉的那一刻，不觉松下一口气来。方才宫外传来儿子的消息，说是苏冉被他召进宫来，一直不见回去。兰贵妃接到消息的那一刻就觉察到事情不对劲，她今天根本没有召见过苏冉，也没有见过他人。兰贵妃稍一思索，就想到了明翠宫，当即妃立刻派人在宫里四处找苏冉，可一直找不到他。兰贵妃怕苏冉出事，一面去请禁地出面，一面派人出宫给陆承锦传消息。你在闹什么？怎么不声不响地将苏冉召进宫来？荣贵妃在打开宫门之前，已接到宫外燕王的传信，知道他的事已办妥，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如今却轮到他开始做事了，这一次他绝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苏冉。
皇上莫急，臣妾自是会好好的向皇上交代今日的事情。静帝与兰贵妃一下子就看到了苏冉红肿的右脸，上面还清晰的印着巴掌印，一看就是被人打的，连嘴角都打破了。兰贵妃一看，不觉就动了怒，在她心里早已将苏冉当成了自己的儿媳妇，而容贵妃这样对她，实在是欺人太甚。小冉，你的脸是被谁打的？哈，兰贵妃不必拐弯抹角的问了，她的脸是本宫打的。她好歹也是皇上亲封的君主，容贵妃何止于要亲自对她动手，也不怕失了你的身份。她一个小小庶民，岂能任由她对堂堂皇子动手？二则是她不知廉耻，不守妇道，伤风败俗。臣妾身为大晋贵妃，也是天下女子的表率，自有教导她的权利。你身为贵妃，怎能出言无状，说出这样辱没人的话？容贵妃此生最恨的两个人，就是眼前的兰贵妃与苏冉，所以看到兰贵妃一再的帮苏冉说话，她冷冷讥笑。本宫骂她不知廉耻，可没有冤枉她。她身为堂堂镇国公府之女，待嫁之身，却已失了清白，不是下作是什么？闻言，静帝与兰贵妃再次怔住，神情中皆是露出诧然来。苏冉脸色发白，全身一片冰凉。原来容贵妃将她弄昏迷，竟是趁机验了她的身子。果然，在陛下来这儿之前，臣妾已命宫里的验身嬷嬷给她验过身，嬷嬷证实她早就非完璧之身了。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却失了清白身子，还真是毫无廉耻。静帝听到容贵妃的话，眼前第一时间浮现的却是陆承锦之前一脸春风荡漾的样子，又想到他嘴唇好几次被咬破，心里明镜般透亮过来。而兰贵妃也同样想到了自己儿子身上，看着苏冉被容贵妃当众辱骂的难看样子，硬着头皮开口：此事只怕全是景王的错，小冉是姑娘家，定是拗不过他的。知道是儿子做了坏事，静帝也不好责备苏冉，也舔着老脸跟着说：他与锦王两情相悦，一时情不自禁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说的，此事就此接过。苏冉还是无地自容，难堪至极。他跪在殿中，承受着大家落在自己身上的各色眼光，全身冰凉，咬牙不让眼泪掉下来。如今容贵妃故意当众揭露她的丑事，更是要让她的名声彻底败坏。如此，她想嫁给陆承锦，嫁进皇家，更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容贵妃的奸计。兰贵妃也看出来了，而事已至此，没有其他法子，唯有让儿子将苏冉正式娶进门，她才可以少遭受一些非议和辱骂，还能勉强抬头做人。思及此，皇上，祸是锦王闯下的，没道理让小冉一个姑娘家承受骂名，还请皇上开恩，准许锦儿娶小冉进门。静帝不觉迟疑住了，苏冉的名声是保不住了，若是再让景王娶她进门，只怕会连累陆氏皇族的威名。况且他先前已说过，不会再给二人赐婚，均无戏言。苏冉全身如坠冰窟，麻木地朝容贵妃看去。他知道事情不会如此简单。果然，不等皇上开口，容贵妃已一脸惊悚地捂住下巴。啊，难道他跟晋王也有过肌肤之亲？你此话是何意？一女侍二夫，还是亲兄弟，传出去不止让天下人笑掉大牙，更是丢尽了皇家颜面，更要酿出大祸来。朕命你把话说清楚。皇上可还记得去年兰贵妃生辰，皇上领着我们去了九华新宫，苏冉也去了。静帝当然记得，有一天晚上，燕儿半夜去找苏冉，很久没有回去。陆侧妃寻过去时，亲眼见到燕儿与他在而当时两人的情形。说到这里，容贵妃话音顿住，羞愧不已。而她不说，静帝也能猜到是什么事了。苏冉，容贵妃所言都是真的吗？但如果苏冉在陆承锦之前已与燕王有过肌肤之亲，那事情就严重了。皇上，我没有，我与燕王殿下之间清清白白，绝无苟且之事。
静帝神情未动，一看就是不相信他的话。苏冉内心顿时一片绝望，他知道若是皇上认同了荣贵妃的话，他将难逃一死。浑噩间，他不觉回头朝身后敞开的宫门看去。此时此刻，他多希望那个男人在，因为行宫那晚他也在，还是他替他支走了陆承彦，只有他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暗月悠悠，他目光的尽头终是没有等来男人的身影，眼泪终是控制不住涌出来。娘娘，你相信我。如今他只寄希望于兰贵妃会相信他，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皇上，臣妾不相信萧然是这样的人，这当中可能有误会。哼，这样的事儿关乎到皇家声誉，也关乎到燕王的名声，臣妾绝不会冤枉他。世间男子那么多，他却偏偏要勾搭上景王。荣贵妃每说一句，静帝的脸色就黑下去一分，神情肃杀。荣贵妃说到最后，突然想到了什么，本宫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拿刀刺杀燕王了。你是想杀了他，就没人知道你一女侍二夫的丑事了。你真是太狠心了，你完全不顾当初与燕王同床的情谊，就这样拿刀刺他，你真是歹毒至极。他用尽力气，又是重重的一掌掴在苏冉的脸上，眸光中露出凶残又得意的汗毛。他终于除掉心中的这口恶气了。等他的耳鸣消失，他听到静帝的冷冷下令：将他关进大牢，重查他刺伤燕王一案。皇上，苏世子马上就要大婚，而国公爷正在病重中，你此时将苏冉关进大牢，大长公主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的。那就将他关押在宫里，不许他再见陆承锦。静帝最后下令道：姑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是我与殿下的事被发现了。他们要将你关在这里多久？这一切都要看殿下的。秋落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姑娘，听说皇上要重审你刺伤燕王的案子，还要查你和刺客的关系。皇上这样做不过是寻个由头，将我关押起来，就是阻止我与殿下再见。秋落似乎明白过来，姑娘的意思，殿下若一日不放手，不答应与姑娘分开，皇上就会一直将姑娘关在这里。皇上本来是要将我关进大牢的，是兰贵妃求情，才让我暂时关押在宫里。秋落全然明白过来，不觉慌乱起来。那如今怎么办？可要将此事告诉给世子爷。苏冉却摇了摇头，大哥哥马上就要成亲了，不能将他牵扯进来。此番连兰贵妃求情都没用，大哥哥的话皇上又岂会听得进去？秋落，你出去以后替我将此事瞒下来，不要让轩儿他们担心，特别是阿云，若是遇到事情就去找大哥哥。大哥哥成亲的贺礼我已让轩儿备好，他知道放在哪里，到时你替我将贺礼送过去。还有酒楼的事，若是吴表哥有事找我商议，你让他自己拿主意就好，我相信他。等酒楼开起来以后，就让他娶兰儿过门。轩儿也是一样，他同长亭也是时候成亲了。若是长亭事忙忘记了，你就提醒他，轩儿脸皮薄，是绝不会自己主动开口的。还有你以后还是要回殿下身边去，如果遇到喜欢的人，你就去向殿下求个恩典，让他为你做主。那殿下呢？姑娘就没有话要带给殿下吗？他那么厉害，没有人欺负得了他，我很放心。姑娘，是不是殿下答应和你分开，皇上就会放了你？我不会劝他放弃我，但他若是放手，我不会怪他。秋落刚一出皇宫，就被长鸾叫上了马车，径直回了景王府。殿下，他和你都说了些什么？可有话托你给本王？秋落迟疑片刻，终是将苏冉叮嘱他的话都说了出来。这个傻女人明明没有什么本事，还要做一诺千金。苏冉对他许下的诺言做到，可他承诺他的要护他周全，要娶她为妻，却一样都没有做到。胸口似被堵上厚重的棉絮，他有些透不过气来。他倒是聪明，将难题留给了本王。殿下，以后怎么办？按照你主子的吩咐，将他托付给你的事情办好。秋落应下，替他守好郡主府，等他回来。秋落退下，
刚出房门，常毅迎面走来。殿下，邓娘子与小小姐被关进大牢后，一直在哭求着要见殿下，求殿下救他们。陆承锦眸光里寒芒四射，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他既然要与燕王勾结，就让他在牢里好好待着吧。陆承锦终是不忍。你去找曾少北，让他将乐童从大牢里带出来。毕竟他是邓景阳唯一的骨肉，陆承锦是不会让他出事的。你给邓氏带句话，若是他能管住嘴巴，按着本王教他的那般去做，本王可以最后一次看在邓兄的情面上保全他的性，否则连尸都不会给他收，即刻进宫。若是儿臣如实说出了原因，父皇能不能放过邓氏，饶他一条性命？他原以为他今日进宫来是为了救苏冉来的，没想到他一开口竟是为了邓氏求情。是谁？若是儿臣没有猜错，他定会趁着邓氏关押期间向他逼要铁矿图，所以儿臣请求父皇将邓氏从大牢里放出，避免此图落于燕王之手。听陆承锦说完，晋帝已是半信半疑。以你之能，不可能这么晚才发现刺杀你的人是燕王所为。可是因为你知道了他与苏冉有过肌肤之亲，心生报复，所以才来同朕说这些。若是因为一个女人兄弟阋墙，甚至是反目残害，那么最该死的就是那个女人。久经沙场的陆承锦对杀气最熟悉不过，自然明白父皇心中的打算。一个不得宠的小庶女吧，父皇太抬举她了。儿臣选择今日同皇兄发难，不为别的，只因东宫之位已空悬太久，儿臣不想再等了。陆承锦毫不遮掩自己的野心，晋帝倒不意外。之前你还劝朕，说朕身体健朗，可以晚些时候再立太子，怎么如今你又等不及了？父皇也瞧见了，皇兄已然将我当成了眼中钉。若是儿臣再迟疑，只怕大晋江山就要动摇了。我不希望自己拿血汗护住的江山，有一天会动摇崩塌。你到底还知道什么？实不相瞒，自去年聂将军回京之后，皇兄先是力保他成为禁军大统领，而后又一再挽留聂将军留京任职。在儿臣看来，他在意的并非聂将军这个人，而是禁军统领的位置。晋帝听了，眸光微寒。而皇兄很早前就一直派人在搜寻这铁矿图，他一早就知道了这个机密，而且一直隐瞒不报，想来就是要占为己有。如此，他的目的已是昭然若揭，所以儿臣也是受形势所逼，今日才冒昧同父皇说这样的话。陆承锦此番话可谓大逆不道，但却又全是事实。而燕王这些年所作所为，其实晋帝早有耳闻。你也知道，父皇对你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也很愿意将大晋江山交给你。但你之前执意要娶苏冉为正妻，不愿意娶父皇为你挑选出来的太子妃，而如今闹出苏冉与燕王的丑事，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啊？父皇不会以为儿臣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大晋江山吧？那你之前为何不肯娶丹陵？儿臣只是不想被人嗤笑，说儿臣的太子之位是靠娶丹陵这个太子妃得来的。这个说辞倒说得过去。那你的意思是愿意与苏冉一刀两断了？可先前你非他不可，如今怎么又肯放下？儿臣先前对他确实有几分留恋，但知道他与燕王的事后，儿臣岂会与他再在一起？父皇放心吧，孰轻孰重，儿臣分得清。如今要甩掉他，你打算找个什么由头昭告出去？若是你为难，父皇可以出面替你解决此事。此等小事何须劳烦父皇，交给儿臣就好了。娘娘到这里来有何赐教？如今锦王爷嫌弃你身子脏，不要你了。原来那些宫人的话是娘娘故意让他们说给我听的。娘娘为了对付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你放心，虽然这一次皇上饶了你一命，只是将你关起来，但本宫不会放过。没了陆承锦的庇护，他要弄死苏冉，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苏冉还是笑，一点惧意都没有。娘娘，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娘娘可有兴趣听我说说？你阿杂不堪，莫要脏了本宫的手。说罢，荣贵妃就要离开，
我昨晚梦到的全是关于娘娘以及娘娘母家的一些事情。娘娘当真不想听。荣贵妃脚步一顿，娘娘并非杨家真正嫡女，不过是当年为了进宫自抬身份，记入杨老太君名下。你！荣贵妃眸光一震，这件事情知道的人甚少，连她的儿子陆承彦都不知情，眼前的苏冉是怎么知道的？你休想胡言乱语！昨日的梦里，梦到他老人家过生辰当日，不小心滑了一跤，摔倒中风了，从此卧床不起。娘娘可得当心。你个贱蹄子，你竟敢诅咒我母亲！荣贵妃再也忍不住，冲上前来，扬手又要打苏冉。我还梦到娘娘直袭袁氏，怀了双生子，是龙凤胎，会在老太君生辰当日出生。可惜因为老太君出事，袁氏受到惊吓，早产，双生子只留下女胎，男胎出娘肚时就夭折了。杨家的这些事自是上一世发生过的。昨晚苏冉在窗前坐了一宿，在等陆承锦的同时，他也想过要如何为自己自证清白。这盆脏水是荣贵妃泼到他身上的，自是要荣贵妃为他洗刷干净。如此，他静下心来，仔细回想起前世荣贵妃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你个小贱蹄子，你好狠毒，竟诅咒我的家里人！娘娘，这些不过是我在梦里梦到的，还未发生，说不定是假的，娘娘不必当真。只不过梦境太真实，就像真的一样。我还梦到了燕王殿下，真是太可怕了。在苏冉说到袁氏的龙凤胎时，荣贵妃已经有5成相信他的话了。如今见他说到陆承彦时的惊恐样子，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快说，你梦到燕王怎么了？娘娘想知道，不如等5日以后再来找我，到时我再告诉你。很快，上京城里传出传闻，苏家二姑娘因就地心切，不分尊卑，挟逼燕王，最终惹怒皇家，也得罪锦王，被锦王无情抛弃了。外面的传言你可听到了？回皇上的话都听到了。那你可知这些传言是何人传出来的？锦王殿下，你倒是通透，看得明白。圣意难违，锦王殿下遵从皇命，自是要昭告天下，与我断个干净。朕原以为你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可没想到你在他之前竟已与燕王生米煮成熟饭。可你明知这样犯了禁忌，竟还敢与锦王在一起，你真是太胆大妄为。皇上，我与燕王殿下是清白的，是荣娘娘误会了。你无需狡辩，若不是兰贵妃那日替你求情，朕不会留你活到现在。苏冉膝盖酸痛麻木，喉咙如被大石堵住。他想告诉禁地，他与燕王是清白的，而陆承锦也知道他与陆承彦的关系。可话到嘴边，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论自己说什么，禁地都不会再相信，只会加深他对自己的憎恶和怒火。最后，苏冉苦涩一笑，无力地磕下头去。皇上恕罪，是臣女失言了，臣女愿意与殿下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听到苏冉的话，禁地心中的怒火终是平息下去。好，朕再相信你一次。话音刚落，宫人来报，锦王在外求见。高公公连忙上前，引着苏冉去到屏风后面。不知父皇急召儿臣进来，有何吩咐？宫外的那些传言，父皇也听到了。父皇放心，儿臣说到做到，绝不会再与苏家女有瓜葛。父皇也相信你的决心。儿臣恳求父皇，看在邓将军对儿臣的救命之恩上，赦免邓氏的死罪，放他出狱。说罢，陆承锦拂袍跪下，郑重地朝禁地跪下求情。你都不问，若是你不替苏冉求情，他将会是怎样的下场？说不定朕会将他在紫乌宫里关一辈子。闻言，苏冉心口一颤，全身都冻住了。在禁地目光扫向屏风时，陆承锦就觉察到了异样。儿臣倒巴不得父皇将他关在紫乌宫里一辈子，免得他再出来碍儿臣的眼。只可惜，若是一直不放他出宫，恐怕只会惹得外面的人怀疑和非议。陆承锦一面说，一面打量着禁地的神情。不等禁地眉头冷下，他话锋一转：
所以恐怕父皇要替他想出一条罪名，才能不惹人怀疑的将他关起来。闻言，晋帝心中最后的一丝怀疑都打消了。苏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子午宫，他全身的力气仿佛用光，脚下一软，整个人倒在地上，不知是睡着过去还是昏迷过去，很久都不见他醒过来。苏冉被关进子午宫，先前一直憋着一口气不让自己垮下，可方才从御书房回来后，这一口气却再也绷不住。脑子里一直回想着晋帝说过的那句话，要将他在这里关一辈子。上一世他在这座冰冷的宫室里关到死，而这一世他好不容易摆脱了被活埋的命运，难道最后他又要被关在这里一辈子吗？他原以为只要陆承锦愿意与他分开，晋帝就会将他放出去的，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般简单。他不禁再次困于梦魇中，呜咽压抑的哭声在空寂的宫殿里回响，听得男人眸光暗沉下来。迟疑片刻，他从袖带中取出针带，取出一根银针。落针后不久，苏冉全身一个机灵，他终于从梦魇中挣脱出来，睁开了眼睛。是我。怎么是你？你又回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宫禁森严，他被关押在这里，坠影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那日我出城后，燕王的人一直追着我不放，而我也担心你受我牵连，我又返回城里来了。后来一直不见你出宫，就干脆进宫来找你。坠影说的轻而易举，苏冉却惊出一身冷汗来。这里是后宫，有禁军把守，而燕王的人还一直在找你，你还是赶紧出去吧。我会走的，我可以带你一起离开这里。说到底，是我连累了你。见到苏冉尚且无事，他就放心了。来，趁着夜黑，我带你出去。苏冉怔怔地看着他，只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他仿佛又看到了上一世的沈直，也是在这里。他在被下令活埋的前一天，沈直从天牢里逃出来，要带着他一起走。而如今他同样放不下阿云，他又知道他的身份，他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离开。谢谢你，可我不能跟你走。他都不要你了，你还舍不得放下他？我留下来并非为了谁，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堂堂正正地从这里走出去。见此，坠影不再说什么。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刘大死了，而我会救出师兄，与他一起离开京城，再不会回来。刘大一死，他与师兄离开山寨的事就不会再被人发现。实则他上次逃离京城后，坠影这个身份他就不打算再回来。可这一次苏冉出事，他终是忍不住前进宫里来看看他。刘大是你杀的？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自己说错了。不是我动的手，也不是锦王的人。苏冉不觉愣住，不是陆承锦还会是谁？正要开口，坠影已离开，不见踪影。另一边，陆承锦的心里比谁都难受。他从计划假装答应父皇的要求与苏冉分开时，就坚信他一定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苦衷。可方才得知他再次陷入梦魇，陆承锦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会明白自己的心意了。而父皇这次决然的态度，即便是他也对二人的将来迷茫起来。儿臣莫说出面帮他求情，哪怕提到他，儿臣都要万分小心，所以此时只能请母妃出面护他周全。说罢，陆承锦拂袍跪下，朝兰贵妃郑重磕头。兰贵妃从未听他开口求过自己，更未见他如此郑重的模样，不禁落下泪来。荣贵妃母子此番弄出这样的阴招，确实让我防不胜防。但事已至此，我唯有这样做，才能保全他的性命。但要拆散我们，绝不可能。兰贵妃心里悲喜交加。可你已经答应你父皇了，与小冉分手的传言也已经传开了。若是你后面反口，你父皇和燕王一党绝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已经请求父皇立我为储，只有这样，我才能再有机会与他在一起。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儿子稍微走错一步，不仅他会出事，苏冉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前朝的事
儿臣都会打理好的，只是不放心他一个人被关在后宫里，所以想请母妃在这段时间里帮忙照顾他。你放心，只要知道你没有愧对小冉，母妃自会为你们赴汤蹈火。昨晚燕王去见你，都同你说了什么？殿下真是骗得我好惨啊！想那么大的一口黑锅扣在我身上，殿下也不怕我背负不起吗？若是山寨一事传出去，让别人误以为被刺客玷污的人是他，那他以后还怎么见人？陆承锦闻言毫不客气地说：所以此事就此淹没下去最好。你若是受燕王蛊惑，想旧事重提，最后身败名裂的是你。刘大已死，正妻在他手里，邓青瑜若是喊冤，没人相信。况且他的手里还握着邓青瑜亲笔签字的结案书。邓氏全身颤了颤，眼泪滚落下来。殿下，可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对我实在不公平。刺客是你引去的，而他们要抓的人本身也是你。小冉不过代你受罪，你没什么好委屈的。你休息几日，等乐童养好身子，你们就回西北去。听到陆承锦又要将自己送走，邓青瑜红着眼睛，犹不甘心。如今我已不是戴罪之身，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殿下为何还要将我们母子赶走？难道是怕我将苏冉的事情说出来吗？这是其一其二，经此一事，父皇与燕王都以为铁矿图在你的手里，你若不走，又拿不出铁矿图，想留在这等死吗？邓青瑜闻言一震，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承锦。原来殿下从一开始就想将一切压在我身上，好为苏冉转移罪行，再逼我离开。殿下，你真是好狠的心啊！此事你同样怨不得别人，一切都是你心存歹念，想与燕王狼狈为奸而起的。不是的，明明是你为了救苏冉才这么做的。你明知道他在山寨里失身，又与燕王有苟且之情，你为何还要这样帮他？啪的一声脆响，吓得邓氏脸色一白，连忙收口，不敢再说下去。若不是为了引开本王好去抓捕你，燕王不会让荣贵妃把他骗进宫去，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许多事了。你还敢说一切与你无关？邓氏被他渗人的目光吓得瘫软在地，止不住的往后退。你休怪本王拿你做饵，莫说是牺牲你，就是要牺牲本王去救他，本王也乐意。所以本王劝你安分些，不要再打着他的主意，更不要到母妃面前去兴风作浪，提起坠影一个字，否则不要怪本王翻脸无情。等乐童病好了，你就滚回西北去，不要再回来。若说陆承锦之前对邓青瑜还留有一丝情念，到了如今，他第一次如此厌烦一个人。邓青瑜面如死灰，刚刚复燃的心再次死寂下去。苏然，你给我出来！娘娘这般着急寻来，可是有什么事啊？你这个乌鸦嘴！你上一次诅咒本宫的母亲和侄媳，如今他们受你所害，都出事了。此事你要如何向本宫交代？娘娘恕罪，我那日所说只是我梦中梦到的，当不得真，却没想到最后还是真的发生了。我也很无奈。你都知道了，只怕整个上京城无人不晓杨家今日大事件的。说罢，他将方才抄好的经书拿出来，递给荣贵妃。这是我为早夭的小公子抄的往生经，希望他早日超度，能在世投胎为人。有些事是注定的，娘娘想开些。荣贵妃接过他手里的经书，扫了一眼，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很想狠狠地扇苏然2巴掌，但偏偏他说的全中了。母亲摔倒中风，侄媳产下男胎死婴，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难道他的梦境真的能预言将来？想到这里，荣贵妃身子直打哆嗦，因为上次他见苏冉在提到自己儿子时，神情带着惬意，似乎并不好。你老实交代，你上次在梦里梦到燕王怎么了？不急，你少耍花样，快说。苏冉看向敞开的大门，事关殿下的机密，娘娘准备就这样敞开地说。荣贵妃会意过来，冷冷看了他一眼，却终是命人将殿门关起来。殿门关上后，苏冉眼角的余光看到报信的宫女悄悄从后门进来了，
朝他轻轻点头。我知道娘娘心急，想知道燕王殿下的事，但我同样也有事想请教娘娘，不如娘娘先替我解惑。哼，你想知道什么？那日你在皇上面前说陆侧妃看到我与燕王有染，我想问娘娘一句，陆侧妃当日到底同你说了什么？你什么意思？娘娘撒过的谎，心里比我清楚。哼，本宫明白了，你是怪本宫那日冤枉了你，来找本宫对质的。对，因为我与燕王从未有过沾染，当日在行宫，他确实对我起了不轨之心，但我没有让他得逞。我准备换人时，恰好陆侧妃闯了进来，将燕王叫走。因为皇上差人过来，召他过去陪他下棋，所以当日你是故意在皇上面前诬陷我。此事娘娘今日若不向我说清楚，休想从我这里打听到燕王的一个字。此事也怪不得本宫，当日陆侧妃说的含糊不清，我怎么会知道你与燕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娘娘没有私下问过燕王，他是怎么说的？儿子自是不会骗他，但他没有打算将真相说出来。可如今为了知道儿子梦境里的事，他只得屈服。本宫前2日确实问过燕王，他说没有。随着他话音落下，苏然紧绷的心弦终于放下，心里一酸，差点流下泪来。下一刻，紧闭的殿门被人一脚踹开，门开处，男人黑沉着脸，冷冷看着荣贵妃，竟是陆承锦，而他的身后还站着禁帝与兰贵妃一行人。皇上英明，我不过是让娘娘说出真相，真正害人的人是娘娘，她故意设了一个局骗臣妾上当。她是如何骗你的？闻言，荣贵妃连忙将5日前苏然以梦境预言她娘家的事一一说了出来。这样的无稽之言你也相信？说出去不怕被人笑？此事已过去，以后都不许再提，你们可都听清楚了。苏冉并不意外这样的结果，他早就知道皇上并不在意事情的真相，他只在意皇室声望和大晋江山的稳固。所以明知荣贵妃诬陷了苏冉，皇上此时也不会处罚荣贵妃。你下去吧，兰儿也下去，朕还有话要单独与苏冉说。两妃一走，方才在门外，朕听到你提起燕王，想来是你在梦境里也梦到过燕王。苏冉神情有些慌乱，低下头迟疑地说：回皇上的话，臣女不敢说。不论你说了什么，朕都赦你无罪。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你在梦境里看到燕王做了什么？我梦到燕王一直在寻一样东西。苏冉故意将事情说得错杂无章，就像是梦里虚无缥缈的梦境片段，好让禁帝信以为真。果然，禁帝的眸光越发的冷沉下去，一瞬不瞬地盯着他。除此之外，你还梦到什么？譬如锦王，亦或是朕？这些事都关乎陆氏皇族的江山基业，若是一不小心泄露出去，就是山河动荡、盖朝换代的危险。所以他不提燕王拉拢孽战屯兵一事，也不提他后面当上太子，就是怕自己说的太多，引起禁帝忌惮，会杀他灭口。身为帝王，他不会希望他的江山未来被别人早早的窥破。但只要提到陆承彦私自开矿、炼兵器、私下贩卖，就足够引起禁帝的怀疑，如此就足够了。梦境里的事当不得真，这些事你往后不要再提。臣女遵旨。还有，你对朕今日处置你与荣贵妃一事，可有异议？臣女无异议。禁帝凉凉一笑，似乎不太相信。你费心布局，引荣贵妃说出当日一事的真相，又让兰贵妃将朕领到这里来。皇上恕罪，臣女也是不得已为之。你很聪明，正因为如此，朕希望你明白，即便证明了你的清白，你与锦王之间也不再可能。你懂朕的意思的。臣女虽愚昧，但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从禁帝一开始将陆承锦支走，苏冉就明白了禁帝的决定。后来他不处置荣贵妃，
不只是因为荣贵妃是燕王生母，不想因她影响燕王大婚，更是因为他不会否定之前的判定，不会让他与陆承锦再在一起。既然你不是奢望与锦王重修旧好，那你为何还如此费力为自己证明清白？臣女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皇上知道臣女是被冤枉的，不再将我关在这里，能放我出宫，还我自由。仅此而已。仅此一件，臣女别无他求。既然你没做错，朕也不会将你无故关在这里。说起来，此事与你终是不公，朕想补偿你一二，你可有所求啊？皇上，臣女新开了一家酒楼，正缺一副牌匾，若是可以，想求皇上的御笔墨宝，为酒楼题写名匾。小事一桩，朕答应了。苏然早就想过，如今既然与陆承锦断了关系，他放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也不能再用了。但苏然又必须要防着陆承彦寻他麻烦，但如今有了禁地御赐的牌匾，他再也不用担心了。叶将军冒夜找来，有事吗？没事，不过是担心你。自传出陆承锦与苏然分手的消息后，聂战这几晚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他说不出心里是何滋味，有高兴，也有替他担心，怕他挨不过。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直派人守在宫门口，只要他一出宫，他就来找他。多谢聂将军挂怀，我没事。今天很晚了，我先回府，将军也回去吧。你今后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一切照旧如常。虽然他不要你了，但你不要难过，以后聂某可以照顾你。若谁敢在你面前胡言乱语，聂某一定对他不客气。苏冉终是明白他找来的意思，原来他是在担心自己，说不感动是假的。谢谢将军关心，我没事的，将军回去吧。但他不想走，他想留在这里多陪他一会儿。可苏冉却不能与他待在一起太久，不然被人看到了，又会有流言传出去。苏姑娘，要不你随我去西北吧，或者去其他地方也行。他想过的，他可以带他离开京城，只要离开这里，找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他就不会再受流言所扰，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由回头对聂战说：叶将军，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听我一句劝，还是回西北去吧。他知道，只要禁地证实了他今日梦境里的一切都是真的，就一定会怀疑陆承彦。一旦认定他有了反心，禁地必不会再留他。不论陆承彦要面临何种处罚，他身边的人都脱逃不了干系。苏冉在设这个局时，想过让陆承彦罗横死，但没有想过要害聂战。他望着苏冉：你若跟我走，我现在就带你出城，不然我不会离开。对街拐角处的马车里，陆承锦冷沉着脸坐着。他从宫门口一路跟着苏冉的马车回来，将二人的对话也听得一字不漏。他倒没想到，他与苏冉的传闻一出，这个莽夫竟是这般的等不及，而他心里竟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虑感。回府。长亭颇是意外，这么久不见姑娘了，殿下忍得住不见面互诉衷肠吗？殿下，之前传出那么个传言，殿下可要找姑娘解释一下，免得姑娘误会了。他刚出宫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只怕父皇也不会真正相信我。此事不能去见他，他会懂的。听他这样说，长亭拧紧的眉头越拧越紧。陆承锦瞟了他一眼：怎么，担心本王与姑娘之间的事会耽误你娶轩儿？见心思被拆穿，长亭脸上发烫。卑职不敢。本王倒不是迂腐不化之人，你不如选个良辰吉日，再请个媒人，上门正式去求娶轩儿吧。卑职谢主子隆恩。看着长亭笑得嘴巴都要咧到耳后根去了，陆承锦很想骂他一声没出息，不知为何，他突然间竟是很羡慕长亭。父亲，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欢迎你。还有你这个野种，滚出去！苏冉紧牵着弟弟的手，望着苏继忠，父亲真是病糊涂了，竟胡言乱语，不知所谓。我下回再来看你，你好好保重。说完，他牵着弟弟离开那间屋子，回到正堂，大家都在，
祖母，如今父亲也住在上院，只怕会急到祖母。孙女想接阿云去郡主府住。方才听到苏继忠骂阿云的话，苏冉再也不想将弟弟留在这里。弟弟阿云的身世，大长公主与苏继忠只怕早就知道了，却仍要将阿云留在这里，肯定另有目的。叶氏听了苏冉的话，嘲讽一笑：也好，反正你这一辈子是再也嫁不出去了，注定无儿无女。如今啊，将弟弟当儿子养也不错，将来老了还能有个依靠。男儿，你去替阿云收拾东西，我现在就带她搬过去。谁允准你将她带走的？一声断喝打断了苏冉的话，却是一直都没有出声的大长公主。她是我们苏家的子孙，你要将她带到哪儿去？大长公主越是不放阿云走，她心里越是不安。祖母，如今父亲病了，大哥哥又大婚将至，府上事多，孙女是怕大家事忙，没有时间再来照看阿云，所以想将她带回去照顾。你并非只是想将她带回去照顾，而是想带着她一起离开苏家，对吗？还是说你做了什么对不起苏家的事，怕被我们发现，免得连累她？大长公主言语不善，话音里的意味更是不言而喻。从被罗恒告知儿子身上所得不是病，而是被人下毒之后，大长公主她不由将目光放在了苏冉身上。苏家其他人也听懂了大长公主话音的意思。好啊，原来是你下毒害了老爷，你真是好狠毒啊！苏成玉却不相信是苏冉下的毒。没根没据的，大家先不要着急嘛。苏幼宁也不相信苏冉会下毒。母亲，此事尚未查清，你先别这样说。叶氏回身指着一对儿女气骂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被猪油蒙了心吗？咱们家除了他，还会有谁那么恨老爷？你们忘记那日在祠堂里他是怎么顶撞辱骂老爷了吗？是啊，我虽然在这里住的时日短，但也看得分明，这个家里对舅舅最不敬的只有他了。苏冉冷冷地打断丹宁公主的话：凡事都讲究真凭实据，若只是凭你们的猜测就定罪，这天底下无需律法，也无需三司衙门了。抬眸看向一脸寒意的大长公主，若真是我下毒，我不会下这一种，我就会直接下砒霜或是鹤顶红，让他立刻毙命。哼，你们都退下，我有话要同他单独说。既然你说不是你下的毒，那当初沈之告诉你，你父亲有可能是中毒，你为何瞒着不说？我竟不记得沈之何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敢问祖母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你当然不会承认，你也无需打听是谁告诉我的。我今天留你下来，也不是要追究你的罪责，而是要同你做一桩交易。祖母请说。你去请沈直重新出山，替你父亲解毒治病，我就将阿云交给你带走。儿子是他的命根子，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镇国公府，为了替儿子守住这份家业荣光，他是绝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些日子以来，看着儿子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大长公主心急如焚，走投无路的她顿时将最后的希望都放在了沈直身上。可奈何沈直自从太医院辞官后，已封诊，不再替人看病，连他亲自上门求见，沈直都避而不见。如今恐怕也只有苏冉能让他重拾旧业，重新替人看病了。我知道你聪明，有些事情或许你早已知情，所以你若是请不来沈直，你弟弟阿云就得替你父亲陪葬了。你什么意思？你对阿云做了什么？实不相瞒，我早已知道你有反骨，对你母亲之死耿耿于怀，势必会找苏家报复。我也知道阿云并非我们苏家真正血脉，所以才会将他留在我的身边。虽然早已料到是如此，但亲耳听到他说出来，苏冉还是全身汗毛倒立。从接他到我身边开始，我已命人往他的食物里投毒，解药我有，若是
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会毁了解药，让他替你父亲陪葬。他平生最痛恨陪葬2个字，偏偏大长公主还拿阿云来威胁他，眸光不觉迸发出杀气来。苏冉抬步朝大长公主走过去，大长公主不觉被他的举动怔住了，她竟然从苏冉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威仪感，朝他伸手，把解药拿出来，不然我要整个镇国公府死。逆女，你敢？你看我敢不敢？玉石俱焚，我说到做到。不等他反应过来，苏冉拾起地上的一块锋利瓷片。今日你若不交出解药，我就与你一同死在这里。我死了没关系，可你若死，整个镇国公府都会崩垮，你最舍不得的儿子也会死。他一面说，手上用力，瓷片扎破他的手，瞬间将他身上的衣裙染红。看在大长公主的眼里，心惊肉跳。你疯了！对，我就是疯了。快把解药拿出来！血淋淋的手再次伸向大长公主，金嬷嬷上前阻止，又怕激怒苏冉，只得跪在一旁哭劝：公主啊，你答应他，把解药给他吧！啊，姑娘，好姑娘，你千万不要冲动啊！大长公主看着眼前逼视着自己的苏冉，咬紧了牙关。她心里确实生出惧意，但她这一辈子活了70载，还从未被人这样威胁过，何况还是被她曾经最瞧不起的小庶女威胁。所以哪怕心里恐惧，但最后的威严还是让她硬生生挺住，不肯松口。大门被推开，苏成玉带着大家冲进屋来。待看清眼前的一幕，大家都惊呆住。你想干什么？苏成玉很快回过神来，上前劝说苏冉：小冉，你怎么了？咱们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苏冉身子毅然不动，手里仍然握着瓷片。大哥哥，祖母在阿云的吃食里投毒，却不肯拿出解药，我也是没办法。啊，投毒？怎么会？苏成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叶氏他们却根本不相信苏冉的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污蔑婆母！对，我是给他投了毒。你若不听我的话，救活你父亲，解药我是绝不会拿出来的。大长公主终是回过神来，再次恢复往日的威严。你若不答应，就让阿云跟季忠一起死。就凭他也配拉上阿云？我是不会去求沈直来救他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好，那就让阿云一起毒发而死。你够胆，现在就割破我的喉咙，杀了我。解药你休想拿到。说罢，苏冉眼睛通红，恨不得真的杀了他。苏成玉见此情形，连忙上前一把拉开苏冉。小冉，要不你去求沈直救一救父亲，祖母也将解药拿出来，咱们一人退一步嘛。小冉，难道你要因为同父亲祖母置气，连阿云的命都不顾了吗？他今年才8岁呀，还那么小。是啊，弟弟才8岁，他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他不能因为一时的气恨将弟弟拖累。只要能救弟弟，莫说让他去求人，他什么都能做。好，我去求沈直，也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将解药拿出来。阿姐，你不用为了我向他妥协。阿云一眼看到他手上的瓷片，眸光一颤，看着苏然手掌被划破的条条血痕，心痛的红了眼睛。阿姐，我没有中毒，他派人给我下毒时被我发现了，我全吐了。阿云抬头看着苏然，红着眼睛朝他笑道：阿姐，说过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要相信我。你怎么了？沈直，求你替阿云看看，他可能被人下了毒。你别急，我替他看。说罢，让阿云伸出手，凝神替他诊起脉来。你放心，阿云脉象平稳，一切如常，没有中毒的迹象。沈直，谢谢你。沈直看向他的手掌，我帮你看看。没事的，只是不小心划破了一点口子。我替你包扎，
很快的。沈直上前拉过他的手，待看清他掌心的伤痕，眉心不觉拧紧，皮肉都翻开来。沈直眸光不觉沉下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人给阿云投毒，我为了逼他拿出解药，就不小心弄伤了自己的手。闻言，沈直替他包扎的动作顿下。怎么这么傻？哪怕他不给你解药，不是还有我吗？苏冉不觉低下头，避开沈直的目光。当时太着急，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拿到解药救阿云。后来才听阿云说，那些毒药他没有吃，都吐了。可我还是不放心，见他低头躲避自己。沈直眸光微暗，心头揪痛。听说苏家一直在找你，想请你去替国公爷解毒。你今日这般，是不是苏家又逼你，让你来请我去替国公爷看诊？大长公主，她见你看出国公爷受中毒，就认定你会解这个毒，所以就拿阿云来逼我求你出诊。沈直闻言，眸光一沉。没想到我当天随口一言，竟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更没想到，当日我也只是猜测国公爷是中了毒，而这世间有很多毒都不可解，即便是我也莫奈何呀。大长公主他们实在没必要这样为难你。下次若是苏家再派人来，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讲明，免得他们来叨扰你。我记住了。苏冉见天色不早了，起身告辞。阿云，快来道谢。谢谢沈大哥。你若真要谢我，不如后日陪我去城隍庙，给灾民们送药包。你这些都是给灾民们准备的？如今我不替人看诊了，放着也是可惜，不如给灾民送去。好啊。后日你要不要一起去？苏冉想了想，神情间闪现出一丝犹豫，但最终终是点头应下。好，离开沈家，回到郡主府。殿下，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几日不见，不认识我了？陆承锦眸光沉沉地看着他，眸底涌动着难言的情绪。这几日于他而言，无异于刀山火海，异常难受。还是那么傻，竟然把手弄成了这样。苏家发生的事，陆承锦已经知道了。得知他受了伤，他再也忍不住，终是冒夜偷偷潜进郡主府来看他。苏然撇过头去，不去看他，以免眼泪流出来。可下一刻，他的脸颊被陆承锦扳回来。苏然，是本王愧对你，没有保护好你，你可以怨我，可你不能放下我们这段感情。在他话音未落之前，苏然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涌了出来。苏然，那日我在御书房同父皇说的话都不是真的，外面那些传言也全是假的。我陆承锦说过，此生的枕边人只会是你苏然一个，我说到做到。陆承锦的声音闷闷的，语气却无比的坚定，听得苏然越发心酸。两人若再执意在一起，不只会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陆承锦，甚至是他身边的人。几乎是一瞬间，苏然已是彻底冷静下来。他推开陆承锦，我自是知道殿下的决心，但有些事已经不再受我们的掌控。我与殿下都在陛下面前做个承诺，天子之位，哪怕是殿下也不能忽视。而我与殿下的关系，在世人面前已成事实，这些都改变不了。这些话，苏冉相信陆承锦比他更懂，但又自己说出来，陆承锦的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苏冉说的对，这些事情他比谁都看得分明，这样的结果他也早已预料到，但他就是不舍得，也不甘心。所以你的意思是真的要分开？殿下，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静谧的灯火下，他脸上的泪痕清晰可见，他眸光里的无奈痛苦也深深刺痛了陆承锦的心。陆承锦想起父皇至今还派人守在他的府门口，胸口更是死死的揪紧。最后他勾唇讥讽一笑，你说的不错，本王答应我们分开。说罢，他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苏然目送他离开，心里说不出是何滋味，眼泪止不住又要涌出来，却被他生生忍住了。可男人走出2步，又停下步子。苏然，我们的分开只是暂时的，本王很快就会让你名正言顺地跟我在一起，不再受任何人的掣肘。而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欺辱过你的人，本王会替你一一讨回公道。他脚步不由自主又往回走，来到苏冉身边，定定地看着他。正是因为太在意他，一向倨傲不羁的他，才会忍痛对他暂时放手。苏冉，本王的诺言一直都在，不会改的。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他目光肆意狂热，声音更是凛然霸道。苏冉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在他正愣间，陆成锦抬手抚上他的脸颊。苏冉，本王是真的很喜欢你。他喃喃朝他低语，捻在他唇瓣上的力道不觉加重，他的目光也越发炙热。我已将你当成我的妻子，我也知道前路会很难，但不会放弃。鼻息间全是他的气息，他的心跳也越发狂热。所以你要等我。说完这一句，他捧住苏冉的脸颊，终是重重吻下去。殿下，你别这样，既然要分开，我们之间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了解他，有了这一次就会有下一次，如此下去，他与他的关系就永远不会了断清楚。而禁地并不是好糊弄的，万一被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苏冉的话终是让意乱情迷的陆成锦回过神来。陆成锦在他前站着，迟迟舍不得离开。他心里有许多话要同苏冉说，可最后他只沉声说道：你好好照顾自己，若是遇到难事，就让秋落去找我。说完，他转身打开房门走了。陆成锦一走，屋子里安静下来，也空了下来，一如苏冉空荡荡的心口。轩儿、兰儿还有秋落悄悄走进来，安静陪着他。姑娘，你与殿下到底怎么样了？我与殿下已正式分开，因为圣命已下，哪怕殿下也不可违抗。陆成锦许诺他的事还是未知数，他现在还不能告诉他。皇后啊，你们不要再提景王与我的事，可记住了。姑娘，那以后你怎么办啊？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姑娘与景王在一起，可如今她与殿下分开，这往后谁还敢娶姑娘？你们不要担心我，往后啊，我就专心开酒楼做生意，努力赚钱，养大阿云，还有照顾好你们，日子一定会过得下去的。今日发生这么多事，姑娘也累了，我们都下去，让姑娘早些歇息吧。秋落替她点上安息香，悄悄禀道：姑娘，陈王约你见面。事到如今，苏然也不会再去问他到底是不是阿云生父这样的问题。王爷，您之前可知道我阿娘怀上阿云的事？当年本王认识你阿娘，实属是一场意外，所以当时并不知道她怀了孩子。王爷身份尊贵，自是不会在意一个随手可弃的小妇人。可怜我母亲一个人含乳负重生下阿云，也可怜阿云从一出生就流落在外，颠沛流离。你误会了，本王与你母亲虽然感情不深，但她既然成为了我的女人，我没有打算抛弃她。苏冉神情漠然，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当初本王知道她是苏纪中的妾室后，我提出过要带她走，但你娘说她的女儿还在这里，她若是走了，她的女儿就会越发可怜，没人会再记得她。苏冉闻言眼眶一热，原来当年阿娘是因为他才留下来。你是如何知道阿云是我的血脉的？是你母亲告诉你的？关于阿云与他的关系，哪怕就是大长公主也只是猜疑，不敢100%的确定。可眼前这个姑娘却似乎很笃定他们的关系。阿云回京城的那一晚，王爷与大长公主就迫不及待的同时对她出手，就为了试探她到底是谁的血脉。王爷生母舒太妃9年前离世，作为儿子，王爷一定是会回京的，所以时间上也与阿云的年龄对上了。王爷心中有顾虑，一直克制着没有与阿云相认，但王爷费心的安插袁嬷嬷去到阿云的身边就太过明显了。在这之前我只是猜测，并不敢100%的确定，所以那日请王爷出手相救，其实也是做最后的试探。陈王回京后藏起锋芒，一直以闲散王爷的身份示人，若不是为了救自己的亲骨肉，他绝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将自己的精卫派出去的。难怪本王那个工于心计的姑母也要放着你，你果然不容小觑。王爷可知道大长公主是利用什么来钳制我？她对阿云做了什么？她在阿云的吃食里投毒，想利用阿云来控制我，亦或是控制王爷。阿云如今怎么样了？她没事，所幸她机灵，发现身边的嬷嬷往她的牛乳里加东西，她就把牛乳吐了。即便知道阿云没事，陈王眼神也冷沉下来，周身气势逼人，简直不知死活。如今我与他撕破脸皮，将阿云带离苏家，却不知他接下来会做什么。王爷，您要提早提防才是。若是大长公主揭露此事，最先遭殃的就是阿云，所以最好的法子就是将大长公主交给陈王去对付。果然，陈王抬眸沉沉地看向苏然。你想让本王对付镇国公府，明天沈直也会去？正是，不止如此，他还托罗恒说动燕王，替他正式向史家退亲了。那个沈太医对苏姑娘还没死心啊？曾少北打量了一下陆长锦的神情，道：那个沈太医还真是有决心呢。你刚跟苏姑娘分手，他就退了史家的亲，追上去了。看来比那聂统领更有毅力啊！不等他把话说完，某人的眼神已如杀人般朝他扫来，吓得他赶紧闭嘴。他与长亭说好，若是苏冉离开城隍庙回自己的家了，他就进来告诉自己。可一整天了，长亭再没有见他出现过。陆长锦暗忖，这么晚了，他还没有回家，难道还与沈直在一起？想到这里，他胸口气血翻涌，正忍不住想要起身离开。终于看到长亭脚步匆匆的进来。殿下，府里出事了。可等回到府里一看，他还是惊住。此番邓青瑜的院子着火，阿云和乐童落水，都是行凶者为了刺杀正妻做下的引线。他们就是要借着府里出事，引开看守正妻的暗卫，好伺机绞杀正妻。邓青瑜从火场里逃过一劫，女儿又落水昏迷，他都快吓晕了。如今见陆长锦回来，他的哭声更加悲痛了，哭得梨花带雨。殿下，殿下，有人要放火烧死我，还要淹死乐童。殿下，到底谁这么狠心，要我们母子的命啊！陆长锦心情沉郁，听到他的哭声更是厌烦，他理也没有理他，越过了邓青瑜，上前查看昏迷不醒的两个孩子。当即舒嬷嬷就吩咐下人将邓氏带下去，免得他在这里哭，扰得陆长锦更烦。目光落在阿云身上时，他想到苏冉为了这个弟弟不惜与大长公主拼命，若是阿云在他府里出了事，他只怕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来人，即刻去宫里请太医，让院守亲自过来。长亭得令，院子里常毅领着2名暗卫，浑身湿漉漉的跪着。陆长锦来到面前，到底怎么回事？邓娘子的院子着了火，府里的人都赶去救火，属下照殿下的吩咐，寸步不离实事。可后来花园里传来了呼救声，是小公子和小小姐被人推进了湖里。属下担心大家忙着救火，无人救他们，只得带上2个兄弟下水救人了。等属下救完人，再返回石屋那边，才发现看守那里的兄弟中了迷烟，全部倒地了，而正妻已经遇害了。是属下无能，着了刺客的道，还请殿下责罚。陆长锦听完，神情冷凝，心里却着实佩服此人手段之高明。虽然你没有守好暗室，但所幸你救回2个孩子，功过相抵，暂不追究。孙院守已给2个孩子分别施了针。殿下放心，2个孩子只是滞了气，下官已经替他们施针顺气，等半炷香就应该会醒的。陆长锦听了，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长亭提醒他，殿下，小公子的事儿要不要差人去告诉姑娘一声？长亭话音刚落，殿下，姑娘来了。不等他把话说完，苏冉疾步走了进来。殿下，阿云在哪里？他怎么样了？看到苏冉的那一刻，陆长锦的神情不觉缓下。他正要告诉阿云没有什么事，可下一息却看到沈直跟在苏冉的后面一同走了进来。你来干什么？在下听闻阿云溺水出事，就跟郡主一起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沈太医不是辞官罢诊，不再替人看病了。
你还能帮什么忙？因为那是小冉的弟弟，在下愿意为他破例，重拾脉诊。此言一出，陆承锦的神色越发冷郁。殿下，阿云在哪里？我想去看他。他就在里面。苏然也是迫不及待地往内室里走去。沈直正要跟进去，陆承锦冷冷说道：有孙院守在，无需你帮忙。沈太医还是在外面喝茶吧。长亭，上茶，好好招待沈太医。沈直眼睁睁看着内室的门帘放下，眸光冷沉。他随长亭去桌前坐下，袍中的拳头死死地握紧。他终究是来晚了一步。内室，他没事的，孙院守已经替他们看对了，你不用担心。那他们为什么还不醒？孙院守说他们是一时滞了气，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听了这话，他才放下心来。陆承锦在他对面坐下，眸光一瞬不瞬地看着他。自从知道他今日要和沈直一起去城隍庙，今日一整天陆承锦都魂不守舍。可如今他就坐在自己面前，陆承锦的心里说不出是何滋味。但有一点他很确定，那就是他的心不再慌了。殿下，是我听说阿云一直没有醒，担心他出事，所以请沈直一起来的。陆承锦没有言声，还是只看着他。是我没有经过殿下的许可，擅自带人来此。殿下若要怪，就怪我，不关沈直的事。无碍，我知道你是担心阿云，你来我很开心，但不想看到他。苏冉一怔，没想到他会说的这么直接。你今日气色不错，想来昨晚睡得很好。苏冉昨日与陈王见过面后，心里放下许多包袱，整个人轻松了许多。被他突兀的问起，苏冉脸庞刺热。可能是阿云回到我身边，我安心下来，觉也睡得沉了。看到苏冉不经意间露出的娇羞之色，陆承锦心口某个地方似被轻雨拂过，整个人都舒坦起来，看他的目光也越发肆意起来。苏冉不想被禁地知道他们俩又单独待在一起，不由得催促：殿下，听闻你府上今日发生了许多事，想来殿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里有我守着，殿下去吧。等阿云醒来了，我就带他回去。这里是我府上，你想赶我去哪？殿下忘记我们说好的吗？我们这样待在一起不合适。陆承锦如何不明白，可他就是做不到。就在此时，榻上传来响声，乐童一醒来就找陆承锦哭诉告状：阿爹，有坏人将我和阿云推进湖里，阿爹，你快派人将坏人抓起来。阿云，他睁开眼睛看到苏冉后，弱弱了叫了他一声：阿姐。苏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叠声问他身上还有哪里不舒服。阿姐，我没事啊，你不要担心。阿姐，今日你出门后，我想着乐童马上就要走了，就来找他玩，没想到遇到了坏人。下次我不会乱跑出来玩了，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你没事就好，阿姐没有怪你。苏冉放下心来，带着阿云向陆承锦告辞。陆承锦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他们来到外面，沈直迎了上来，他看了一眼阿云，关切地问道：阿云怎么样了？苏冉怕他与陆承锦之间再起冲突。阿云没事了，我现在带他回家。多谢殿下款待。沈直回头朝苏冉笑道：我们一起走。陆承锦负手凉凉扫了他一眼。正在此时，常毅从外面疾步进来：殿下，找到香头了。闻言，沈直与阿云不约而同地停下步子，朝他手中的香头看去。这个香头是不是可以帮殿下抓到坏人？香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确实可以帮我们抓到坏人。沈直的眸光飞快地从他手中扫过，眉头几不可见地微微蹙起。苏冉知道陆承锦是在查刺杀正妻的人。苏表妹，可否让阿云多留下片刻，看能不能从他这儿得到一些线索？那个坏人是从后面推我们下水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样子。陆承锦本就不对这两个孩子抱什么希望，他留阿云下来不过是想借此让苏冉多留下片刻。元首大人，可认出这是什么香了吗？殿下，青树老朽才疏学浅，听闻沈太医与香料一块颇有研究，不如殿下让他看看。甚至认真看了看，无奈地说：沈某无能，也辨不出来。陆承锦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让常毅收起香头。苏冉再次朝着陆承锦告辞，可他刚与阿云出门，就迎面遇到了邓青瑜。苏姑娘，好久不见了。
苏然早就料到他不是善类，从一开始就避开他，如今更是不想看到他，所以他只朝邓青瑜点了下头，算作回应，而后离开了景王府。苏然生疏冷淡的态度让本就极恨的他越发恨意难平。若不是如今他被困在这里，他恨不得跑出去告诉所有人苏冉的丑事。可如今不止刘大死了，连正妻都死了，能站出来指证苏冉去过山寨的人就没有了。想到这里，邓青瑜心里的恨意越盛。明明是我替他背下黑锅，他倒在我面前摆起脸子，真是欺人太甚。夫人不要与他一般计较，现如今他被殿下抛弃，声名狼藉，这一辈子休想再嫁出去，注定要孤独终老。而夫人可比他强多了，你有小小姐，而小小姐的干爹又是景王，这层关系是怎么也断不掉的。红妈跟在邓青瑜身边这么久，早已摸清了他的脾性，知道他就喜欢听这样奉承的话，更喜欢听他骂苏冉，因为他自诩名门之女，要保持矜持，这些咒骂人的话就不能从他的嘴里吐出来，所以要从红妈的嘴里吐出来。果然，邓青瑜的脸色缓和下来，露出笑意。红流在一旁听到母亲骂苏冉，不觉皱起眉头。夫人与母亲是不是误会苏姑娘了？嗨，你回来不久又不认识那个女人，你哪里知道什么？不要胡说。不是的，娘有所不知，当初我一个人独身从燕州回来，过关时身上的银子被偷了，过关通帖也不见了，还生了病，是苏姑娘救了我，带着我一路进京，后来分手时还给了我20两银子，让我回京寻亲的。娘，苏姑娘是女儿的恩人，咱们报恩都来不及，怎么还能骂她？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红妈先是一怔，等回过神来，脸上一片愧疚之色。呸！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若是让娘知道他是你恩人，娘天天给他供长生香都来不及，又岂会骂错恩人？说罢，他拉着女儿下去。邓青瑜敏感地听出了红妈对他的不满，他没有想到苏冉从他身边抢走了陆成锦，如今竟连他的仆人也抢走。更令他害怕的是，若是洪流将当年那桩秘密告诉给苏冉，只怕陆成锦会将他千刀万剐。上次在黑市是谁向你买了这个香？小的不知道那人是谁，公子您是知道的，所有黑市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不许打听对方的身份。去查，一定要将他找出来。他万万没想到，有一日他亲手所制的香竟害死了师兄。公子你不要难过，小的一定帮你找到买香之人，咱们一定让他血债血偿。那洛回呢？我制成此毒后还从未在黑市上贩卖过，为何会出现在陆国公的身上？公子，小的一直按照你的吩咐守好药房，从不敢怠慢，院子里的下人也不敢靠近这里，小的也想不通。不过什么？不过苏家小公子之前送无名来咱这里看病的时候，有一次曾经进过药房。听到小智的话，沈之神情一怔。你是说阿云？是，那会子苏家小公子从外面捡回无名，他病得快死了，就将人带来了这里，求你救活他。小智一说，沈之全部想起来了。阿云怎么会无故跑进药房来？有一次阿云来看无名时，同院子里的小厮玩那个躲猫猫，不小心躲到了下面的柜子里，睡着了。如此说来，他虽然进来过，也不能说是他拿的。一个8岁的孩童什么都不懂，怎会是偷洛回下毒害陆国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不是他，你再想想，还有其他可疑之人。洛回无缘无故被盗，而自己制的香却被用来谋害师兄，一时间甚至胸口压紧。替我将东西拿出来。公子，上回你从宫里出来后，不是说过以后都不再用那张面具了吗？我要进宫。公子，今晚是兰贵妃的生辰，只怕禁地会在他那儿，要不你明天再去。就是一拖再拖，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才会让我晚了一步救出师兄。我不会再等了。上离宫。阿娘，好久不见。
一声阿娘，让兰贵妃胸口剧震，整个人都呆住。你是小诺？兰贵妃嘴唇哆嗦的厉害，目光死死地看着面前与前夫十分相像的年轻男子。坠影勾唇极其嘲讽的一笑。难为阿娘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自己都忘记我原来是姓许名诺的。这些年他是背负仇恨不能见光的杀手坠影，也是悬壶济世为自己保留心灵最后一丝净土的太医沈直。小诺，我的儿啊！阿娘住在这样荣华之地，只怕早已忘记当年你与阿爹为我取名许诺时的诺言了吧？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忘记你和你阿爹，一刻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坠影看着他，冷笑着直摇头。你不用自欺欺人，你明知我与阿爹是受何人所害，可你却嫁给了仇人，还为他生子，如今还想假惺惺的来骗我，你还当我是3岁小孩吗？兰贵妃痴痴地看着儿子，不论儿子如何骂他，他都不怪他。这一刻看着儿子好好的站在面前，亦是上天对他最大的恩赐。小诺，这些年阿娘一直在找你啊。你当真还记得我与阿爹？坠影冷冷打断他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好，那你现在跟我走，我带你去见阿爹，我们一家3口团聚。坠影再次打断兰贵妃的话，眸光残忍地看着他。当年我与阿爹受狗皇帝所害，掉下山崖，所幸老天垂青，让我和阿爹都活了下来。如果你真的想着我们，你就离开狗皇帝，离开这个富贵窝，跟阿爹和我过回从前的日子，你答不答应？你愿不愿意放下这里的一切，跟我们走？我当然愿意跟你们回去。当年是我害了你们父子，下半辈子我要好好向你们赎罪。兰贵妃这样的回答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下一刻，但是现在还不行。小诺，你弟弟陆承锦马上就要成为太子，若是此时我走了，会连累他的。兰贵妃虽然对面前失散多年的大儿子怀着深深的愧疚，也很想离开这里，离开皇宫里尔虞我诈的一切，过回他一直向往的田园生活。但理智却告诉他，如果他此时离开，会连累到陆承锦，会毁了他一生的前程。话一说完，兰贵妃看到坠影的脸色眼见的黑沉下去。小诺，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啊！等他成为太子，大局已定后，娘亲一定会跟你走的。坠影刚刚回暖的心瞬间跌入谷底，甚至跌得更深。说到底，你还是舍不得如今的荣华富贵。等你儿子成了太子，你将成为万人之上的太后娘娘，到时只怕你更加不会舍得走了。你就是贪慕虚荣。不是的，若是我现在跟你走，会连累陆承锦。如果他成不了太子，就不能与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为娘已经害了你，不能再害了他呀。听到兰贵妃说出心爱女人4个字，坠影的目光越发深沉下去。心爱的女人？你指的可是小冉？什么？你也认识小冉？何止认识，她也是我的心爱之人。此言一出，兰贵妃脸色大变，惊诧地看着坠影。你在说什么？我是说，我也喜欢苏冉。我本身是打算继续寻狗皇帝还有陆承锦报仇雪恨的，可是为了他，我愿意放下仇恨，带你和他一起走。我不会再让陆氏皇族的人抢走你和他的。兰贵妃如闻平地惊雷，彻底镇住。可他已经与锦儿在一起了，他已经是锦儿的人了啊！你们可是亲兄弟呀！兰贵妃瞬间的慌乱起来，她赶紧拉住坠影的手劝道：小诺，你千万不要乱来，
他是你的亲弟弟，哪怕你对阿娘和皇上有仇恨，可一切与他无关呀。为何与他无关？是他的父亲害了我们，是他们破坏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坠影再次甩开了兰贵妃的手。而且你想错了，我喜欢苏然不是为了报复陆成锦，而是发自真心。还有，你有没有想过，晋帝这么反对他与小冉，若是他还执意与小冉在一起，最后受到伤害只是他，被关在紫梧宫里幽闭的也只会是他。你为何还要支持他们在一起呢？坠影的话一字一句清晰地落入兰贵妃的耳中。你曾经进去紫梧宫里看过他？不等坠影回答，你一直与小冉有来往，他知道你的身份吗？事到如今，坠影什么都不想瞒了。我与小冉之间的交情并不比陆成锦浅，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相助相护，是发自内心的关怀与爱护。他早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所以上次还会挟持燕王护送我出京。而那晚在紫梧宫，他被困梦魇之中，痛苦挣扎，若不是我及时赶到，只怕他早已出事。兰贵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她怔怔地看着坠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接下来要怎么办？一时间暖阁里沉寂下来，暖阁外一道身影伫立着，周身冷冽，正是与白吉一起进宫来复命的陆成锦。你若想留下小命，就速速离去。哼，锦王以为我有本事进来，没有本事出去？锦儿，他是……父皇已经醒来，正在找你，母妃快回去吧。说罢，他又对坠影说：你若想要你师兄全尸，就马上给本王滚！如若不是，本王不介意拿你师兄的身体去喂狗。你敢！陆成锦耳闻寝宫那边传来的脚步声，再看着母妃慌乱为难的痛苦样子，他咬牙按下心头的怒火。燕王已经在向本王索要你师兄的尸首，若是你肯合作，本王答应将你师兄的尸首还给你。啊，小诺，你先走吧，阿娘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你快走吧。坠影的眸光沉沉地看了一眼兰贵妃，离得近了，她神情间的哀伤和关怀不像是假装的。好，明晚城西乱葬岗，我等你将我师兄送还给我。一言为定。坠影听他应下，转身从后窗翻了出去，瞬间无影无踪。待回到寝宫，兰贵妃的眼泪就无声地流了出来。之前她尚且可以自欺欺人地同晋帝在一起，可如今大儿子找回来，明确告诉他就是晋帝害了他们父子，让他如何还能与晋帝在一起？虽然兰贵妃一句话也没有说，可她的心思陆成锦全明白，对兰贵妃正色劝道：多余的话不用我说，母妃也能明白。事到如今，我只想告诉母妃，若想大家都安好，母妃就当今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说罢，他转身朝外走去。锦儿，陆成锦收住脚，却没有回身。可我已经答应他，我会跟他走的。锦儿，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这座牢笼，我不想再看到你复活，我无法面对他。儿子，你能不能帮我？求你帮帮我。身后，兰贵妃伤心无助的像个孩子，陆成锦的心口仿佛被人重重的击中，痛得他咬紧了牙关。他的耳边回想起他年幼时偷偷跑进上离宫，站在窗下听到母妃说的话：如果当年没有生下他就好了，我就不会被牵绊住，要被迫留在这里，我就不该生下他，我真是大错特错。多年前，母妃的哭声一如今日这般绝望悲愤，也成了压垮他幼小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懂事起，他就知道母妃不喜欢他，他一直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才会惹来母妃的厌烦。直到那天听到母妃亲口说出这些话，他才明白过来，原来
他是多余的，他并不是母妃想要的儿子。往事重现，陆承锦眸光一片灰暗，半晌后，他头也不回，淡淡回答：好，我答应你，等有朝一日，我一定让你如愿与他们团聚。苏然，殿下。本王累了。声音低沉暗哑，难掩疲惫，甚至是悲伤。他不知道陆承锦发生了什么事。殿下，怎么了？苏冉一下子担心起来。没事，就是想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我。陆承锦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憔悴，甚至是有些狼狈的模样。这个样子与13岁那年他在上离宫后求见母妃却被拒绝时的模样是那么相像。那时他可以跟着樊先生骑着比他还高的踏风逃避到西北去，而如今他只能逃避到苏冉这里来。苏冉，母妃要跟坠影走，他们一家3口要团聚，我是多余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你，所以本王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苏冉一听，眸光一震，殿下，他们相认了。是的，亏得我们还担心他们母子相见会发生冲突，恰恰相反，他开口要带母妃走，母妃一口就应下了。陆承锦说得轻松，苏冉却听出了一身的冷汗。坠影公然进宫去见兰贵妃，并要带她走，若是被皇上知道，只怕会天崩地裂。那你昨晚可有与坠影正式会面？你们可有说什么？我约了他今晚在乱葬岗见面，将他师兄的尸首还他。苏冉再次叮嘱：你之前在紫梧宫里，他是不是去见过你？苏冉看他这个样子，也是料到坠影定是和他说过什么，心口一紧。是的，之前他去紫梧宫里找过我。他是不是还说过要带你走？说出这句话时，陆承锦眸光沉沉地凝着苏冉，深邃凤眸里明显凝聚了怒火。他确实提过，但在我看来，他说要带我走和要带娘娘走是同一个目的。殿下，你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的目的，为何还要被他这么浅薄的假象骗了？你的意思，他是故意提出带母妃走，好令我难受？不止如此，他或许也是在试探娘娘，甚至是故意让娘娘陷入两难的境地。而以坠影这些年对兰贵妃的误解与怨恨，他就是想令兰贵妃陷入两难的境地，让她痛苦难受。陆承锦是当局者迷，再加之这么多年来兰贵妃心心念念地记挂着坠影，所以陆承锦一直以为母妃的心中只有他那个民间的儿子。如今听到苏冉的分析，他恍悟过来，他还真是卑鄙无耻。殿下也要谅解他，他心中有仇恨积存多年，却无处发泄，更无法对娘娘下狠手，所以只能用这种法子折磨娘娘。说到底，大家的心中都不好受，坠影如此，殿下也如此，娘娘更是如此。我想娘娘答应跟他走，更多的是出于愧疚与补偿的心理。她这样做也并非就表示她的心里没有你，甚至是皇上。而在我看来，娘娘心里其实很在意你，不然她也不会一意孤行地支持我。她与陆承锦在一起，几乎遭受了所有人的反对，但兰贵妃却一直坚定地支持他们。所以殿下不要埋怨娘娘，这种时候她比谁都痛苦。殿下，你要多给她一点时间，更要想办法帮助她走出这个困境。是啊，母妃虽然答应跟坠影走，但她也说过了，要等自己心愿得偿才会离开。她怕连累自己，她并不是不为自己考虑。思及此，陆承锦心口压着的大石终于放下，志结了整晚的心结终于打开。若是哪一天母妃当真要跟他走，我也不怕，因为我有你就够了。苏冉心中酸甜交错，颇不是滋味。她为了眼前这个男人，放下心中的坚持，确实值得的。可挡在他们之间的阻碍，又让人如此绝望无力。你的师兄给你带来了。坠影上前查看，确定是师兄后，眼眶不觉红了。当年他掉下山崖，九死一生，是师父救下他。他与师兄正妻一起长大，一
一起习武，形同兄弟。后来知道他要去京城复仇，师兄义无反顾地陪他一起。正是因为如此，师兄才会结识罗恒，开始替燕王他们做事。听小冉说，你原本是打算救出你师兄，带他离开京城。现如今，虽然你师兄遭遇不测，但本王仍然希望你能如当日所言，带着你的师兄离开这里，送他回故里，入土为安。哼，你就这么想赶我离开？还是说你害怕我抢走你在意的东西？大家都已经成年了，又不是3岁小孩，抢什么抢？何况属于本王的东西，任何人都抢不走。看着他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状态，坠影的心里想到什么，他心口至紧，眸光也冷了下去。你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明明已抛弃小冉，又要强留他在你身边，让他冒着欺君的风险，名不正言不顺的跟着你，这一切全是因为你的自私。本王与小冉之间的事，无需你来评判，但你接近小冉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小冉更是看得通透。闻言，坠影神情一滞，而后咬牙笑道：你莫要高兴得太早，这世间的事儿，不到最后谁都说不准，而我对小冉是认真的。陆承锦今日来，却不是想听他说这些的。郑七与刘大都是你们山寨里的人，接连被杀，你们可是有什么仇家？哼，我们最大的仇家，难道不是你吗？本王只是想告诉你，杀他们的人，可能与你们山寨有仇，而你也是山寨里的一员。言下之意，此人极有可能也会对他动手。坠影眸光骤寒，我倒盼着他来。陆承锦不再说什么，转身朝来路走去。你将山寨里的其他人关在哪里？陆承锦停下步子，回头看向他。怎么，你想救他们出来？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你凭什么那样折磨他们？凭他们是杀人越货的山匪，是替燕王拿钱办事的帮凶，本王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燕王已经猜到你与母妃的关系，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抓回去。你与其想着那些人，不如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如果本王是你，就会远远地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当初你从山崖上摔下去，你保下性命，是上天厚待你，但若你执意作死，只怕天也保不住。而本王已经在查史州山，在一切真相大白之前，你若再去敢伤害母妃，休怪本王手下无情，你好自为之吧。说罢，陆承锦不再理会坠影，甩袍扬长而去。他回到马车上，对长鸾说：你带人远远跟着他，暗中保护，以防燕王的人对他下手。而另一边的梧桐院，主子，上次咱们卖给罗恒的地图，并真的从那里挖出了铁石，主子为什么还要将它们烧掉啊？你还真以为我会将图纸卖给他？我不过是要引他上钩罢了。然而在大仇未报之前，他不会让阿姐知道他也是重生之人，他更不想将阿姐卷进凶险当中来，所以这些图纸暂时还不能出现。景王和大理寺可从香头上查到了什么？他们只查到香料来自黑市，还没有查到沈太医身上去，却不知道会不会牵连上他。放心吧，他很聪明，不会让陆承景查到他的。景王府里还有什么异动？昨晚燕王去了景王府，向景王索要那正妻的尸首，可景王没有给他。燕王为何一定要抓到那个坠影？他是很重要的人吗？坠影此人重不重要，他暂时不知道，但他知道正妻刘大都是他让乌明杀的，若是让坠影知道了，他一定会要来替他们寻仇的。所以阿云要先下手为强。若是坠影出现，是不是杀了他？乌明知道阿云不想苏冉在山寨的事被人发现，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他也要除掉，包括坠影。他就是那个被景王抛弃不要的那个嘉禾郡主。被人抛弃了还有脸出来，真是不知羞耻。议论声不绝于耳，苏冉恍若没有听见，往镇国公府大门走去。一群长舌妇，小心你们的舌头半夜被人割掉。倏地一道冷厉的男声突兀地在人群后响起，除了聂战还会是谁？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是很好惹，所以那些妇人们赶紧闭了嘴。聂战抬眸朝苏冉看过来，早知道你今日会来，
我就去接你同行了。当着大家的面，他毫不避讳地对苏冉说道：多谢将军替我解围。叶战回身，再次冷冷地瞪向那些意欲偷听他们说话的妇人们。若是下次再有人说你，你就告诉我，本将军一定把他舌头拔出来。此言一出，那些妇人们吓得赶紧做鸟兽散。史娘子没有来吗？闻言，聂战神情微滞，家里有事，他抽不出空来。这时，一个与聂战相熟的人走过来。郡主，你有所不知，将军家的小妾有喜了，史娘子贤惠，亲自在家里照料她安胎呢。小妾有喜了。苏冉闻言，神情微微一滞，有些走神。他不是奇怪聂战有小妾的事，而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场景太过熟悉。上一世，聂战曾经欢天喜地地告诉他身边所有的朋友说，我家小娘子有喜了。他嘴里的小娘子就是苏冉。苏冉身体寒凉，很难怀孕，所以那个孩子是他求方问药，花了很多心思才得来的。只是最后他舍下性命，甘愿受五马分尸之酷刑，也没能让陆承彦解恨，从而放过他的孩子。思绪收回，苏冉暗忖，上一世叶战对孩子那么在意，如今他的小妾怀上了他的孩子，叶战定是十分欢喜的。如此，他诚心诚意地为他道谢。恭喜将军了。叶战脸上却是一僵，他脸上非但没有欢喜色，神情还黑冷下去。他回头瞪向那个人，你真是多嘴。那人连忙向他作揖请罪，嘴里却继续笑道：将军有后，这么大的喜事儿为何要瞒着？应该要好好摆上几桌，请兄弟们喝酒庆贺才是。叶战一气之下将那人赶走，等他回过头想去向苏冉解释时，才发现苏冉已经离开了。而在苏冉到达上院时，已有好事者将方才他在府门口被人议论，聂战公然站出来替他撑腰解围的事传进厅里去了。闻言，大家集体默了默，目光全都不约而同地悄悄朝着陆承锦看去。在众人的打量下，他神情如常，姿势照旧，依然慢慢品着香茶，好似丝毫未将苏冉与聂战的事情放在眼里。见此，大长公主非常满意，丹玲扬了扬下巴，神情间是遮掩不住的得意。恰在此时，下人来报说二姑娘在外求见，来给大长公主请安。哼，她来做什么？轰她出去！之前因着陆承锦，叶氏对苏冉还有几分惧意，但如今陆承锦已经不要她了，她再无靠山，叶氏才不会再怕她。而今日是儿子大喜的日子，苏冉声名狼藉，她才不愿意让他来玷污儿子的好事。大长公主又看向陆承锦，见他还是不为所动，满意的一笑：你告诉他，这里没有人愿意见他，让他在院子外面磕个头就走吧。所谓痛打落水狗，此时的苏冉在他们眼里就是个落水狗。而大长公主一想到他竟与陈王勾结，让陈王来威胁他，心里恨不能杀了他，自是不会再给苏冉留情面。下人得令，正要下去，陆承彦扬声对大长公主说：姑祖母，我好久未见二表妹了，甚是想念呐。不如让她进来吧，撇开你们之间的关系，她还是我们的表妹呀，你不如大度些。我又没说不认这个表妹，皇兄何必以己之心夺我之腹呢？陆承彦面容一滞，厅里的气氛顿时尴尬起来。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大家无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败兴。顶着众人打量的目光，苏冉上前朝着大长公主屈膝行礼：孙女见过祖母，请祖母安。本宫以为你今日不会来的。大长公主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俨然是告诉在场的各位，她已是不再将苏冉当成苏家人了。今日是大哥哥大喜的日子，我是真心来给大哥哥道贺的。哎呦，别说的那么好听，你明知道自己声名狼藉，还要出来丢人现眼，你这哪里是来为你大哥哥道贺呀？你明明是故意来这里抹黑你大哥哥，给你大哥哥难堪的。丹玲也在一旁打量着苏冉，
待看清他今日的装束相貌，心里却是极恨不已。他自诩自己今日能盖过在场的所有女眷，一枝独秀，可一向简朴的苏冉今日竟打扮得明艳动人，生生将他比了下去。见此，丹玲把心一横，上前一脸忧心地对着苏冉说：二表姐，外祖母之前被你气坏身子，这才堪堪养好，你千万不要再气倒她了。方才听说你与聂将军的事，外祖母已经不高兴了，不如你走吧，别在这里了。而随着他带了头，其他女眷也劝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实则每句话都在攻坚伤害着他。虽然早已料到今日来这里会是这样的下场，但此刻苏冉的内心还是倍感酸楚无力。大家说的有理，如此我先行告辞了。说罢，他落落大方地行了礼，然后转身离开。回到前院，大门外突然响起震天的鞭炮声和喜悦声，是迎亲的队伍回来了。恭喜哥哥和嫂嫂，祝哥哥嫂嫂琴瑟和鸣，同心永结。小冉，大哥哥知道你素来不喝酒，但等下一定要陪你嫂嫂喝酒，咱们一家人一起高兴高兴。一句一家人，不觉让苏冉红了眼睛。他很想告诉苏成玉，自己马上就要走了，不能在此久留，但看着哥哥希冀的眼神，他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陆成锦一进来就看到苏冉背过身，偷偷地抹掉眼泪。陆成锦的心里不知是何滋味，只感觉密密实实的痛着，有些透不过气来。陆成燕也看到了，他看向陆成锦，凉凉一笑，却不知二表妹是后悔的哭呢，还是为自己不值啊？走在他们面前的叶氏听到了，没好气地说：只怕是殿下猜错了，他是看到别人成亲，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眼红的哭了吧。此言一出，立刻得到陆成燕的附和，还是表婶分析的有理。看到苏冉偷偷抹泪，丹玲十分的解气。唉，每个女人都盼着自己能风风光光的嫁人，可二表姐只怕此生无望喽，也难怪她会这么伤感。听着他们一唱一和，陆成锦初十分的生气，可等他看向堂首的两位新人，心中打定的某个主意在这一瞬间彻底坚定下来。每个女人都盼着自己能风风光光的嫁人，可二表姐只怕此生无望喽，也难怪她会这么伤感。听丹玲公主话里的意思，似乎你也急盼着嫁人呢，却不知你未来的夫婿在哪儿。请王殿下明珠顾问。是吗？可本王只知道你的夫婿不是本王，其他的本王真的不知情。说罢，他扔下了满脸羞红的丹玲，朝席位上走去。丹玲正在当场，他原以为他与苏冉分开后会答应娶她成亲的，可没想到陆成锦竟在这样的场合公然拒绝了自己。一时间丹玲难堪之极，眼泪差点掉出来。看到大哥哥与新嫂嫂拜完天地，苏冉不想再待下去，可上马车时才发现轩儿还没有回来。姑娘不好了，轩儿被四公子抓起来了，他把她关在院子里，不肯放轩儿出来。苏冉一听，神情瞬间冷下，双眸迸出杀气，快将马车赶去侧门。上一世苏琪那个畜生活活将轩儿折腾致死，难道这一世他还要再来害轩儿？阿云很是不放心，对乌明说：等下若是打起来，你一定要护好我阿姐，记住了。乌明点头应下。很快他们来到柳姨娘的院子外，乌明上前也不叫门，一脚踢飞厢房的门板。哎呦，哪个不长眼睛的孙子敢踢小爷的门？你不想活了？可下一刻他看到走进来的人，不觉哑了声。二姐姐，你怎么来了？苏冉冲进厢房，一眼就看到了被捆在床上的轩儿。姑娘，他轻薄我。轩儿全身抖得不成样子。没事，我来救你了，一定会没事的。开口间，苏冉才发现自己的声音也抖得不成样子。她太害怕了，害怕自己来晚了救不了轩儿，害怕上一世的悲剧重现。我没有轻薄他，小爷我还没来得及动他呢。无名堵了他的嘴。但既然轩儿已救下，
苏然暂时还不想将事情闹大，因为今日是大哥哥的大喜日子。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动我，这父亲和祖母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今日看在大哥的情面上，我暂时放过你。不过你今日欺负轩儿的这笔账，我给你记着，总有一日，我会要你小命。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丫头，小爷看上她是他的福气，你敢？你才是不值钱，你给轩儿提鞋都不配。苏琪被苏冉这一巴掌打得眼冒金星，有些懵住。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平时在家里最不得宠，只会受大家欺负的庶女，竟然敢打他的巴掌。所以回过神来后，他感觉奇耻大辱，顿时冲着苏冉破口大骂：你个贱蹄子，竟敢打我！小爷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告诉你，今日的事，你胆敢传出去，污了轩儿的清白，我要你狗命！苏冉毫不客气地威胁着，神情冷厉渗人。说罢，他又回头对乌明说：打掉他2颗门牙，长长记性。乌明闻言立刻上前，一把将苏琪按在地上。别不要啊！不要！我不说，我一定不说啊！你休要冲动，此事到底如何，要先问过轩儿跟苏冉才知道。你贸然跑去，只会把此事闹大。殿下，咱们现在就去郡主府吧。不急，先去大理寺。殿下去大理寺做什么呀？去大理寺将苏琪犯下的案子都找出来，本王交给你去办，命你一件一件找他算清楚。秋落从外面进来，姑娘，这件事是不是很麻烦？大家都知道苏冉与苏家关系恶劣，而这一次又打伤了苏琪，只怕大长公主不会善罢甘休啊！我倒不是怕苏家来寻麻烦，我是担心此事若是传出去，长亭会怎么想。虽然说这一次如苏琪所说，他只是亲了亲轩儿的脸，但这些事情光他知道没有用。一个姑娘家被人掳走，对方还是淫乱成性的登徒子，到时又有几个人会相信轩儿的清白呢？秋落，你去景王府请长亭来这里一趟。秋落走后，苏冉又去看了轩儿。轩儿受到惊吓，睡梦中一直蹙紧着眉头，看着轩儿这个样子，苏冉很难过，心里也莫名的心慌。他总感觉这一世虽然有许多事情经过他的努力改变了结局，但冥冥之中又有许多事情似乎总是逃避不掉。就像轩儿与苏琪，甚至是阿云与罗恒，还有他与陆承燕，作恶的那一方总是缠着他们，阴魂不散。苏琪尚且好对付，罗恒他也想到了法子，况且有陈王相助也不难，只是陆承燕这个最大的恶人，他要如何惩治他？不觉间天黑下来，秋落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陆承锦和长亭。姑娘，轩儿如何了？我想去看看她。轩儿的事你都知道了啊？你知道多少？是知道苏琪绑了轩儿进屋，还是他轻薄了轩儿，玷污了他？长亭一听，脸上血色刹那间退得一干二净。陆承锦告诉他，事情可能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不然苏然也不会只是打苏琪一顿这么简单。正是听了陆承锦的话，长亭才放下心来。可如今听苏冉说出轻薄玷污这样不堪的话语，长亭的心都要撕裂开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苏冉一直盯着他看着，没有放过他脸上一丝的神情。殿下，我要去杀了那个混蛋，我要杀了他！他很快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长亭，你先听姑娘把话说完。你要找苏琪报仇，不急于一时，眼下我却有要事要问你。姑娘，有话请说。陛下，你可不可以暂时回避一下？陆承锦大抵猜到他要同长亭说什么，依言跟着秋落去了外面。这里没有外人，我只想问你，你还想娶她吗？你心里不要有负担，把你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姑娘，为什么要这样问？轩儿先前问我，不知道你知道今天这件事后会不会嫌弃他？姑娘，我要见轩儿，你让我见见她。你考虑好了？姑娘，其实我早已将轩儿当成我的娘子，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会抛弃她的。姑娘，她胆子那么小，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她此时心里定是害怕极了。姑娘，
我想去陪着他。苏然眼眶发酸，差点洒下泪来。你放心，我会让你见他的。姑娘，请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以后不会再让他受一丝伤害了。谢谢你真心待轩儿，从今日起，我就放心的将他交给你了。多谢姑娘成全。门外的屋廊下，陆承锦负手静静站着。陛下，怎么了？人家小两口只怕有许多话要说，你想进去打扰他们吗？苏冉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停下步子不跟进去了。说完他们的事，该说说我们之间的事了。陛下，你想同我说什么？我问你，你今日在苏府为什么哭？不过是风大，眼睛进了沙子，哪里就哭了？是不是看到苏世子成亲触景伤情了，所以心里难过？苏冉听懂了陆承锦话里的意思，一时间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陛下想到哪里去了？我不过是替大哥哥高兴，才一时激动红了眼睛。要不我们也成亲吧？殿下，你怎么了？不会是发烧了吧？陆承锦听到他的话，上前2步，来到他身前，俯下身子，将额头伸到他面前，示意苏冉摸摸他的额头。啊！苏冉迟疑的伸手探上他的额头，温温凉凉的，没有发烧，所以他不是在说胡话。哎，本王脑子里清醒得很，之前在山顶上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所以我们也是时候把婚事办。男人说的一脸郑重，苏冉却完全怔住。明明不久前才说好，两人要分开一段时间，不能让禁地发现他们在欺骗他。怎么突然间他又萌生出这样的想法来？苏冉不解地看向他。殿下，我们之前说好的，现在还不能在一起。明面上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一起，但在私下我们仍然可以做我们约定好的事儿。殿下的意思是？我想以单纯的陆承锦的身份跟你成亲。我不是大晋四皇子，你也不是镇国公府家的二姑娘，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是这天底下成千上万最寻常不过的芸芸众生之一，所以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与赞成，就我们2个人就可以。盈盈烛火下，男人凤眸深邃闪亮，带着震慑人心的光芒。陆承锦拉过他的手，坚定地说道：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大肆操办，所以不会被人发现的。陆承锦眸光怯怯地看着苏冉，等着他的回答。殿下的提议太过突然，而今日又发生太多事情，我脑子里有点乱，殿下可否容我再想一想？好，等你想好了，立刻来告诉我。殿下不是走了吗？长天不肯走，没人给本王驾车，本王只得留下了。这样蹩脚的借口，也只有这个男人说得出来。自上次在你这睡过一觉之后，回去之后就认床了，总是睡不着。方才回去后又是如此，所以我就回来了。哪有人会认自己家的床的？摆明就是找借口耍无赖。今天一下午都在大理寺查案子，本王着实困了，你让我在这睡吧。可陆承锦都这样说了，苏然也没有办法再赶他走。突然手里被塞进了一个东西，殿下送给我的。废话，可这些太贵重了。陆承锦见他把同心锁放到一边，只抱着东珠看，嘴角几不可闻地扬了扬。这个才是我送给你的，那些珠子都是拿来垫盒底的，傻瓜。听到他的话，苏然怔了怔，拿东珠垫盒底，普天之下只怕也只有这个男人做得出来。殿下，同心锁我收下了，这些东珠太过贵重，你还是收回去吧。听说上次你救治灾民花了不少钱。好好的，怎么突然又说到他救治灾民的事情上了？那些灾民都安置妥当了吗？马上要下雪了，他们御冬的炭火、棉服、被褥都有了吗？苏冉看着他，摇了摇头。他能力有限，上次也只是帮到了一小部分的灾民。你说，若是将这盒子珠子都卖掉，够不够银子助他们挨过这个冬天？男人嘴角勾着笑，凤眸闪着光，赤裸裸地引诱着他。殿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向你答应和我成亲。送同心锁给他是真，拿珠子诱惑他也是真，所有的一切都是想他答应他。这一招却是从长亭那里学来的。长亭给轩儿送房契存银，
可他的房契太多，存银也太多，几马车都搬不来。等我们成了亲，我的东西就全是你的，你想开店开店，想帮人就帮人，全随你安排。苏冉看着男人难得孩子气的样子，不觉勾动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殿下不是答应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吗？为何又要弄这些？你别想了，我想立刻就听到你的答案。之前答应给他时间考虑，可一走出这道门，陆成锦就后悔，因为余生他只想与苏冉在一起，除了他，陆成锦谁都不要。他已是认定了苏冉，苏冉终是感觉到他不是一时的决定。其实在他开口同兰儿提起这件事时，他心里已有了答案。人的这一生太过短暂，没有太多的光阴可以虚度，他也不想让自己与陆成锦留下遗憾。如此，他羞涩地低下头。殿下这般耍无赖，我能不答应吗？苏冉把头压得低低的，声音也小小的，可陆成锦听得一清二楚，心中一片狂喜。我们就定在最近的吉日。哎，可近期不行，我的酒楼马上就要开业了，我还想早些把轩儿和长亭的婚事办了，所以日子不能太急。你只管放心做你的事，成亲的事我会安排妥当，到时你只要安心做新娘就好了。一切都听殿下的，最重要的事情办妥了。陆成锦心中的大石安稳落了地，双唇不自主就吻了上去。男人火热的吻几乎要将苏冉融化掉。小冉，我想要你。苏冉如何再舍得拒绝他？他回吻住他，当作对他的回应。窗外秋风乍冷，但芙蓉暖帐能抵一切风寒。我可是你们郡主的小娘，我今日来是来替我儿子纳妾的。若是耽搁了，你们郡主身边的丫鬟嫁人，我告诉你，只怕要你们小命。住口！忍无可忍，苏冉一声厉喝，打断了柳姨娘的话。哎呀，二姑娘，姨娘啊，我今日来找你呢，是有好事呢。你闭嘴，马上把这些东西抬出去，莫要脏了我的地方。柳姨娘闻言先是一愣，下一刻，嘿，你真是不知好歹。我儿子那是贵为堂堂镇国公府的四公子，来纳你的丫鬟为妾，是给你们脸了，竟敢赶我走！原来苏琪被关进柴房后，伤口痛得她天天哀嚎着喊柳姨娘救她出去。柳姨娘求过大长公主与叶氏都不管用，走投无路之下，府里的白姨娘却是给她出了个主意，只有纳轩儿为妾，才能让苏冉消气，如此才能让苏成玉放了苏琪。柳姨娘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所以当即就带着聘礼上门来。她以为只要她开口，苏冉必定会答应的，毕竟儿子肯要轩儿是轩儿的福气。可没想到还未开口，就在苏冉这里碰了壁。你别自信过了头，小心害了你丫鬟一辈子。我说过的，那个畜生给轩儿提鞋都不配。你！柳姨娘被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滚！好，苏冉，若是你不让世子爷放了我儿子，明日你酒楼开业，我就去你酒楼闹，让大家都知道你丫鬟的丑事。闻言，苏冉眸光一寒。当晚，镇国公府柴房突起大火，苏家四子葬身火海。没错，火是他让秋若放的。恶人就是恶人，施恶后不会悔改，反而要捏着行恶的把柄继续行恶，继续伤害受害者。苏家有什么反应？所以刑部最后的结论是，四公子因服用50散致幻，不慎打翻酒壶和灯烛，导致火灾身亡。50散是朝廷严禁的禁药，子孙后被私服禁药，大长公主觉得颜面无光，自是不想将事情闹大，连苏琪的死一并瞒下来。姑娘，你是如何知道四公子有偷服50散的习惯的？苏冉自是不会告诉他，上一世那个畜生正是因为服食过量的50散，才会生生将轩儿折磨死的。初时秋若并不明白自家姑娘为何要他放火之前要先去找到50散，直到如今他看到大长公主处理此事的方式和态度，终是明白过来了。姑娘这一招着实滴水不漏，
哪怕柳姨娘她再想闹，也闹不起来了。他这一次收拾苏琪，除了不让他再伤害轩儿，也是为了不让他日后连累大哥哥。所以这个祸害，他要替轩儿和大哥哥除去。秋洛，此事暂时不要让轩儿知道，免得他心里有负担，但可以同长亭知会一声。姑娘一心为身边的人着想，把大家保护的都很好。而这一次，为了保护轩儿，一向心善的苏冉更是狠下心，动了杀念，除去了苏琪。苏冉眸光一暗，心中却涌上无尽的酸楚、悲痛。上一世跟在他身边的人无一善终，谁能体会那种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被残害，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不能救他们时的绝望心境。所以这一世，他必须要护住他们。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罢了，事情都过去了，这件事以后都不要再提了。今日是我们酒楼开业的大日子，我们得打起精神，忙活去了。你说什么？他会骑马？在聂战的潜意识里，他认定苏冉是会骑马的。你见过他骑马？关你什么事儿？本世子为何要告诉你呢？聂战迫切的希望从袁世子这里求一个答案。你在何时何地见过他骑马的？赶紧说清楚。聂战知道苏冉的性格，他既然不肯告诉自己，那不论自己如何问，苏冉都不会回答他。而他可以对任何人恶言威胁，唯独对苏冉不敢动气，所以只能来逼问袁世子了。你哑巴了？快说！苏姐姐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家里都有老婆了，还想惦记苏姐姐不成？我呸！他才不会将苏姐姐的事告诉他呢。苏冉怕闹出事，正要上前阻拦。景王殿下，快救我！我的手都快被他钳断了，救命啊！苏冉循声回头，竟真的看到了陆成锦。他明明听高公务说他在宫里陪禁地的，怎么会来这里？今日人家酒楼开张，聂将军就要带头在此闹事吗？一看到旁边的苏冉，聂战面容一僵，终是想到他来此处是来庆贺他酒楼开张的，于是松开了袁世子的手。对呀，亏了你自己还是禁军统领，要护全城百姓安危，竟带头在这里欺负平头百姓。你也闭嘴，在这装什么平头百姓？看将军形容，只怕还没有用午膳呢。若是不嫌弃，本王请将军喝酒，给本王收拾一间雅间出来，再将你们楼里最好的酒菜端上来。苏冉看着二人一前一后走进2楼雅间，眉头紧了紧。元军，进来，本王打算办一场骑术比赛，你可有兴趣参加？啊，好啊！听闻聂将军的骑术一流，不知到时可有兴趣与本王赛一场？晋王殿下到底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只是听说将军的骑术不错，想与将军较量一下，比个高低。聂战的好胜心被他激起。实不相瞒，聂某更想与殿下较量一下武艺，要不我们择日去教场真刀真枪打一场？言下之意，他想打他很久了。好啊，本王久不逢对手，正手发痒，闲得慌。火药味儿一下子浓起来，坐在二人中间的袁世子当即他就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告辞。殿下，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袁军连忙起身往门口溜，聂战再次扣住他的手，当着陆成锦的面问道：你今日若是不告诉，你休想离开。这一声，聂战的声音比先前更冷厉，竟是赤裸裸的威胁起来。为了脱身，袁军嚷嚷着：好了好了，我告诉你，苏姐姐是会骑马的，而且骑术一流，比我们还好，你快放开我！闻言，聂战神情一震，放开了袁军。袁军趁机赶紧开门溜走。陆成锦眸光沉沉地看着对面的聂战，更是没有来由地想起苏冉的骑术。他之前就怀疑过，为何他从没去过西北，可骑马的身法却全是西北的骑法。面上他却故作轻松地随口问道：聂将军为何对此事如此在意执着？聂战心绪翻涌，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苏表妹会不会骑马，与将军到底有什么关系？聂战翻涌的情绪化作了一种难言的欢喜。殿下可相信命中注定？陆成锦从他的神情中看出意味来，眸光化刃。你的意思，你与苏表妹是命中注定？是的，正是如此。陆成锦的怒火再难压抑，正要开口，聂战却道：好，我答应你，与你进行一场赛马，可我要一个赌注。不用他开口，陆成锦已猜到聂战想要什么了。如果我是将军，明知不可为的东西，
就不会说出口。怎么，殿下怕？本王只是替将军惋惜，更替你家小妾腹中的孩子可怜。你口无遮拦，到底想说什么？见终于说到正题上，陆成锦语气微凉。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若是将军不能及时抽身，到时莫说你性命不保，恐怕还会累及你的家人和孩子。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燕王吗？陆成锦语气微凉。本王的皇兄素来多疑，你觉得从将军坐下和本王喝酒的这一刻起，他还会相信你？聂战眸光收紧，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不觉间已经走进了陆成锦设的局里。你想让聂某变节，背叛燕王，由正变邪才是变节。本王将将军从邪路上拉回正途，效忠朝廷。你与燕王同为皇子龙脉，为何随你就是正道，随他就是邪路？殿下未必也太自以为是了。聂某与殿下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以后你也无需再来找我。说罢，他转身朝外走去。走到门口，他又说：既然殿下给不了赌注，那赛马就取消了。身后，陆成锦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勾唇嘲讽一笑：不撞南墙不回头，真是头马牛。楼下，聂战黑沉着脸走出来了。他看到苏冉，脸色瞬间缓和下来。先前他一直以为苏冉只是他单纯的一个梦，但知道他会骑术，与他心中一直坚信的念想是一致的后，他终于相信，除了梦境里那些事情，他与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聂战看向他的目光越发柔和，甚至带着一丝愧疚。若是他能早一些找到他，他就不用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非议，更不会被无情的男人抛弃掉。苏姑娘，将军回去吧，时候不早了。我有话想跟你说。见到苏冉避着自己，聂战的情绪激动，有些难以克制。将军不必说了，我都明白。你真明白？我明白将军心里的想法，但不论如何，请将军明白，我与将军之间除了朋友，不可能再有第二种关系。所以请将军不要令我难做，不然我与将军连朋友都不能做了。苏冉话里的意思很明白，哪怕聂战想起什么，他与他之间也永远不可能的。聂战神情一震，心中的激动也瞬间扑灭。这间酒楼是我的心血，希望将军不要令我的心血白费。他今天开业第一天，他就来纠缠，若是传出去，不只会坏了苏冉的名声，更是会坏了梦楼的声誉，酒楼的生意也就很难做下去。聂战听懂了他的话。苏姑娘，我很想看你骑一次马。我只是略懂皮毛，没什么好看的。聂战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慌乱。之前你劝我离开京城，其实我也有了这个打算。若是你能陪我骑一次马，我就听你的话，离开这里，回去西北。只要他离开这里，陆承彦就失去了最大的助力，于他和陆承锦都是好的。如此，他正要答应下来，身后却传来陆承锦的声音：你要先赢了本王，才有资格让他陪你骑马。将军，方才我已经同你说得很明白了，我与你之间只是最普通的朋友，像一起骑马这样的事，我不会答应将军。还有，将军的去留是将军自己的决定，与我无关。聂战脸色青白交加。那好，我不再提其他的事，我们就单纯的一起去骑个马，好吗？若是将军执意如此，以后这里不再欢迎你。此言一出，聂战彻底变了脸色。但如果自己再坚持下去，到时真的与他连朋友都做不成。想到这里，聂战不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可走到门口，他又回转身来，冷冷地看着陆承锦。虽然没有赌注，但聂某还是想与殿下比一场。陆承锦挑眉看着他，本王奉陪到底。好，到时定好场地时间，聂某再约殿下。聂战走后，苏冉对陆承锦说：此地不宜殿下久留，殿下也回去吧。陆承锦没说什么，只是眸光沉沉地看了他一眼，也离开了。以他对陆承锦的了解，这个男人只怕又生气了。殿下什么时候来的？用过晚膳了吗？你就没什么话跟本王说吗？陆承锦哑着嗓子问。今日多谢殿下及时制止我，不然我差点犯下大错。那你打算如何报答？陆承锦沉沉地看着他，手贴着他的肌肤游走，他的手掌滚烫，像团火，在苏冉的身上四处烧着。殿下，我今天还没有去看过阿云，
我答应洗完澡去看他的，只怕他等不及了。要不你再等等。不等苏然把话说完，嘴已被严密的封上。本王更等不及了，你明天再去看他。一顿风暴过去，已是下半夜，陆承锦却精气十足。不是说酒楼交给无忌打理，你只做幕后东家，怎么今天都守在那里？苏然又困又累，眼皮都睁不开。今天是酒楼开业第1天，我当然要守在那里，以后就偶尔去。你还想偶尔去？一想到今日袁世子那群纨绔像尾巴一样一天都黏着苏然，一个个盯着他看，陆承锦的心里就不舒服。这些人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是如何觊觎他的美貌了。一天才赚了这么点小钱，还那么辛苦。苏然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正要告诉他梦楼今日的收入很可观，陆承锦正色说道：这家酒楼以后你都不要管了，就交给无忌。你之前说过不是要将兰儿嫁给他吗？就全当是给兰儿的嫁妆。苏然闻言一怔，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苦建起的酒楼，陆承锦不让他做了，而梦楼只是他的开始，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再借着这些钱去做其他的事。可今日才开业第1日，他就不让自己做了。可先前殿下是支持我的，而我今日也同聂将军说得很明白了，我跟他只能做最普通的朋友，再没有第2种关系。苏冉说的气呼呼的，瞪向陆承锦时，星眸含情，却是媚眼如丝，落在男人的眼里，不觉又是另一种致命的迷人风情。手又扬起来了。殿下，你饶了我，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说。苏冉越是这般的求他，他越是忍不住。在当陆承锦低下头时，他偏抬头躲开他。哎呀，殿下，我当真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是关于罗恒和前皇后的。殿下可知罗恒嘴里的阿良是谁？难不成是前皇后？殿下真是聪明，一点就通。自从在陈王妃和苏幼宁那里得来罗恒与前皇后的那些消息后，苏冉就想找机会将这些事情告诉给陆承锦。照你所说，是父皇当年发现了前皇后与西袭先生，也就是罗恒，所以父皇处死了前皇后，连前太子也是受此牵连，并非暴病。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毕竟如今还不能完全确认罗恒就是前皇后的西袭先生。如果当真一切都是因为罗恒而起，那他背后主公又是谁？他与前皇后、前太子又是什么关系？所以一切事情还是要从前皇后与前太子身上查起。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关于陈王与阿云之间的关系，现在暂时还不能让陆承锦知道，所以他之前就想好了说辞。之前殿下不是让我去苏幼宁那里打探假册的消息吗？他似乎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才不肯与幼宁在一起。你觉得他这个不得已的苦衷与前太子有关？而我猜测，只要燕王一反，不论胜败，罗恒背后的主公都会出现。上一世，他的魂魄最后只看到了陆承锦将陆承彦斩杀于太庙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所以最后的结局有可能是陆承锦登基称帝，也有可能是被他那个幕后主公所害，也成了那个人的垫脚石。一想到眼前的男人有可能最后会遭到陷害，苏冉心痛如麻，忍不住紧紧地抱住了陆承锦，脸色都白了。殿下，我们一定要在燕王动手之前找出罗恒幕后的那个主公。你怎么了？可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没事，我只是突然觉得这个幕后主公不是简单人物。陆承锦也是第一次觉得遇到了一个强劲厉害的对手，但他不想苏冉替自己担心。怎么，你担心本王敌不过他？我自是相信你的，只是他们在暗，殿下在明，总归是你们吃亏，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将他找出来。其实还有另一个法子可以逼他们现身。殿下的意思是向燕王揭穿罗恒的真面目，从而让罗恒一党的阴谋无法继续下去。正是，陆承彦没了罗恒的怂恿和支持，只怕就不能起事了。殿下心中有计划了吗？倒也无需什么特别的计划。皇兄多疑，想要离间他和罗恒，让他对他心生怀疑，只要像本王今日离间他和聂战一样就可以。所以今日在梦楼里的一切，殿下是故意的。
不然呢？你以为本王真的愿意跟那个莽夫同桌喝酒啊？他这样做就是要让事情传入燕王的耳朵中，让他去猜忌。而陆承锦也猜到聂瞻自己也不愿意被陆承彦发现他约他的事，所以他将袁军拉进屋里去，就是要借袁世子这个大喇叭，将他有意拉拢聂战的消息传出去。果然，他和聂战相约喝酒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了陆承彦的耳里。陆承锦那人太狡诈，聂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陶朽觉得锦王此举真正的目的不是拉拢聂将军，而是要离间将军与殿下的关系。聂战是本王成事的关键之罪，所以本王不容许有一丝闪失。殿下莫急，咱们手里还握着他最重要的一个把柄，他不敢背叛殿下的。你是说你送给他的那个碗碗？他很争气，已经怀上聂将军的骨肉。聂战那个有喜的小妾是他？不是说聂战并不待见他吗？可他眼前却不由得想起中秋那晚的事情来。如果那个婉婉真的怀孕了，那她腹中的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先生打算拿这个孩子让聂战乖乖听话？罗恒从陆承彦的话语里察觉出一丝异样。他总不会看着自己的骨肉不管的，所以殿下无需担心他会叛变。陆承彦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笑意。皇上已经决定在殿下大婚后，将殿下与荣贵妃派往封地。他的眼里只有那个二家的寡妇和陆承锦。看到陆承彦对禁地的恨意，罗恒很满意。他趁机火上浇油。殿下治国之才，大家有目共睹，可奈何皇上太过偏宠四皇子，硬要让一个兵莽子来做东宫太子，实在太过不公啊！所以本王走这一条路，都是他们逼我的。很快，聂战就与陆承锦定下了比试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两个人私下的一场比试较量，却成了全城的焦点。最后，连禁地都被惊动了。你怎么来了？真丑！嘴里嫌弃，眼角却不觉带了笑。他知道苏冉是担心自己，不然也不会装扮成这个样子赶来的。陛下，等下比试，你准备怎么做啊？自然是打败那个莽夫了。你不会是想让本王故意输给他，让他这一次？听他这样说，苏冉就猜到他也听到外面的那些传言了。外面那些流言，定是燕王一党故意传出来的。所以天下今日不能输，只能赢。如果陆承锦今日输了，就会坐实外面那些传言，让大家都以为他技不如人。当初西北的军务权力是他强抢过来的。你倒是聪明，一眼看出了燕王一党的目的。殿下，燕王他们不是想你赢，而是故意用流言逼你想赢，从而借机让你误伤了聂战。到时候他们就会说你借着比试之际对聂将军痛下杀手。苏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殿下，聂战人虽不坏，但他偏执，他听信燕王的唆使，又因我对你有成见，所以近日比试他是来向你寻仇的，必定会用尽全力，你千万要当心。如果聂战拼起命来，莫说重伤陆承锦，甚至会杀了他，这才是陆承彦最想看到的。因为只要陆承锦一死，他再无敌手。殿下，你千万要当心。你放心，他蠢，本王可清醒着呢，我知道怎么做。陆承锦看出他心中的担心，心中暖暖的。他将苏然搂进了怀里，近距离仔细地打量着他的面容。即便要易容，可以买张漂亮些的人皮，怎么偏要买这张丑的呀？话虽如此，他却低头附上去，含住了女人的双唇。苏冉生怕他将自己脸上的人皮面具给弄下来，连忙手忙脚乱地将他推开。可恰在此时，外面却传来了脚步声。让开，本王有重要的事情同皇帝说。苏冉全身一颤，若是让陆承彦看到他在这里，外面的高公公和陈王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私会陆承锦，到时他们犯下的就是欺君大罪。不知燕王找我何事？其实如果你想让聂将军离开这里回去西北，何必大动干戈，劳师动众呢？本王这里倒有一个100%可以保证让他离开的法子。
陆成锦不用想已是猜到他狗嘴里要吐什么了。这是本王与聂战之间的事，其他不相关的人和事，王兄少提为妙。和聪明人交谈就是省心呐。既然锦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本王就直言不讳了。相信聂将军对二表妹的深情，锦王也看到了。聂将军虽然只是一个粗汉子，但不可否认，他对二表妹却是一往情深，不离不弃呀。皇兄何时开始变得婆婆吗？关心起别人感情的事？最近外面有传言，有说聂将军是被你抢了军权，被逼回京城的，也有说他回到这里是为了本王，真相却是他是为了二表妹才会千里迢迢从西北来到上京的。这些事情当时樊先生的书信里都有同他提到过。一时间，陆成锦的心里闪过许多疑问，而躲在箱柜里的苏冉早已全身发凉，而接下来他的话更是将苏冉打入深渊。一定是认为本王在骗你，因为大家都以为聂将军回京之前，他与二表妹从未见过面，所以聂将军怎么会为了他从西北来京城，对不对呀？心事被说中，陆成锦脸色越发难看。你有所不知啊，聂将军是在梦里认识二表妹的，还不是一次两次。聂将军梦醒后，对二表妹如走火入魔一般念念不忘，竟是四处找寻与二表妹有相同面容特征的女子，再请画师拼凑出二表妹的画像，最后终于让她如愿寻到梦中人喽。陆成锦胸口至紧，感觉要窒息了。看着他黑冷的脸色，陆承彦满意极了。他后院的那几个妾室，每一个身上都与二表妹有一个相同的特征，他们全是聂将军找来的替代品。陆成锦想到聂战府里之前出现的那些画像，已是明白陆承彦所说都是真的，而他也终于明白过来，为何聂战在听到苏冉会骑马后会那般的激动，还对他说他和苏冉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原来如此，可这样的答案却让他愤恨难当。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什么梦境相会的事儿，我倒是怀疑是不是二表妹之前在安堂时与聂将军有过一段缘分呢？你闭嘴！纵是冷静自视如陆成锦，到了此刻也终是绷不住了。滚！陆承彦见目的达到，不急不慌地朝外走去。走到门口，你不如大度点儿，如果皇帝想让聂将军离开，不如将二表妹送给他，也当了却了聂将军的一片痴心嘛。陆承彦走后，陆承锦冷冷坐着，浑身上下散发出凛冽的杀气。殿下，聂战梦境一事，我早就同你说过的。殿下，燕王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他就是要故意激怒你，让你当着大家的面对聂战下重手。你千万不要着了他的道。再如何镇定，苏冉的声音还是控制不住的微微发抖。陆承锦先眸看了他一眼。你在害怕什么？怕我一时气愤之下杀了聂战？苏冉知道此刻陆承锦心里不好受。殿下，聂将军对我是有爱慕之情，但我与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殿下不要受燕王的挑拨，更不要做出冲动的举动。说到底，你还是在为他求情。不是，我是在为你担心。从前2日的流言到方才陆承彦特意上门跟你说这些话，明显就是一个局。殿下睿智，没有道理看不明白的。我知道这是陆承彦的局，但聂战觊觎你的事儿也是事实。我只问你，除了那些梦境，你和他之间还有没有其他事情？直觉中，在和聂战的关系上，苏冉还有事瞒着他。思及此，陆承锦的神情越发冷厉，看得苏冉直打了个冷战。聂战能梦到前世与他相识的一些事，他却不知道。会不会某一天他会梦到更多关于他们前世的事，譬如那个孩子。一想到这里，苏冉整个人都呆住了。
陆承锦看清了他神情间的微妙变化，不由得越发认定了心中的猜测，心里顿时越发难受。外面再次响起了敲门声。殿下，大家都在等了。陆承锦甩袍朝外走去，将他送回去。苏冉心弦紧绷，还想再劝，可男人已经走了。长亭进门来，姑娘，属下先送你回去吧。我自己回去就成，你去跟着殿下，万一殿下控制不住，要对聂将军动手，你们要想办法拦下。还有，如果聂将军要对殿下不利，你们更要护住殿下周全，记住了。苏冉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他知道今天比试的双方都不能出事。直到日落西垂，阿云回来了。阿姐，阿云的双手将阿姐抱得很紧，双眸间是深深的疼惜。阿姐遭遇的一切都是他们害的，如今他们反过来还要挑拨质问阿姐，真是该死。阿云，你怎么了？阿姐，你和殿下吵架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早就说过，你不要和他在一起。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比试的结果怎么样？阿云没有吭声，绷着小脸儿，明显不想说。无名，怎么样？比试早就结束了，小公子方才是去大理寺找殿下呢。你去找殿下了？你找他做什么？当然是骂他给你出气了。他既然不相信阿姐，就不要再来打扰你。看着阿云气鼓鼓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暖。今天比试最后怎么样啊？自是他赢了。那聂将军他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受伤？没有啊，他们上场的时候说好的，谁掉下马就当谁输了。后来他们打了好久，最后是聂将军先从马背上掉下来，所以就是他输了。高悬了一天的心终于落地，嘴角忍不住扬起笑来。你骂了殿下，他可有说什么？他说不过我，就罚我抄字帖，每次都这样。可我都不打算认他做师傅了，我才不理他。落夜后，秋落就回来了。姑娘，而我接到消息，黑岛江湖上有人花钱要买沈太医性命。什么？怎么突然这么好了？我今日来，一是为了庆贺殿下赢了比试，二是有些话想同殿下说，还有就是有一件事想请三思出面帮忙。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是，在说这些话之前，我想先说第三件事。你想让三思帮你做什么？沈之不见了，史姑娘来找我说史太傅已经下了追杀令，要沈直的性命。我想在那些江湖杀手对他动手之前先找到他，所以我想请三思出面帮忙寻人。陆承锦闻言，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来，又是自己自作多情了。他扫了一眼桌上的酒菜，语气微凉。你就是为了找沈直，所以置办好酒菜寻到这儿来的。先前听到苏冉来了，他在欢喜的同时还在奇怪，这一次他怎么会这么快就不生气了，还主动来找自己。原来一切竟是为了救沈直。刚刚欢喜起来的心瞬间又跌落下去。殿下此刻的心里是不是觉得我是为了沈直的事来找你，是给你添堵，让你难受，一如白日里我替聂战求情一样？闻言，陆承锦眸光微闪，心里已是明白过来他要说什么了。所以你觉得本王不应该难受是吧？还是说你觉得本王气量小，应该任由他们一个两个的对你藏着觊觎之心，还坐视不理，只当没看到？话一出口，陆承锦的声音里已明显夹带了风雪之意。殿下可以难受，也可以出面阻止，但殿下每次的做法更多的却是对我的不信任和伤害。从今日他逼问自己与聂战之间还有什么事瞒着他，还有前一次让自己将梦楼转手，不要再管酒楼的事。苏然已是感觉到了这种压力，所以为了两人的将来，也是为了他自己有信心一直与他携手走下去，有些事情今日必须要与他说清楚。陆承锦眸光微冷，原来今日你不是来为本王庆贺，而是来与本王问罪的。我并不是来同殿下问罪，我是想告诉殿下，从一开始我就明确地拒绝过沈直与聂战，这些殿下都是知道的。殿下明知我的心意，每次还是会为了这些事不愉快。可我请三思出面寻找沈直，其实就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明知道他有危险，我不可能见死不救的。我不管其他人的生死，我只知道他们对你图谋不轨，我宁可你与他们彻底断绝往来。既然你知道本王会因为他们而介怀，你为何不能与他们一刀两断，不再联系呢？那殿下呢？你明知邓氏对你有情，又对我怀着很深的敌意，
你还将他一直留在身边，任由他借着女儿的名头，与你组成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来刺激我。我能让殿下彻底与他们母女断绝往来吗？那是因为本王要报邓将军的救命之恩。殿下，甚至于我也是有恩的。聂将军也曾经相助过我，还救过安云的性命。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注定有各种牵绊和责任负担，所以我们的人生中，不可能只有爱情单一的存在。亲情、友情对人的一生来说也同样重要。关键是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就好。闻言，陆承锦眸光微动，下一刻，只见苏然从随身的袖囊里拿出了他送给他的那枚同心锁，轻轻地放到桌子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在来这里的一路上，我想了我与殿下的将来。我知道殿下心里有我，也是真心的想娶我。我也知道我身上有些事让殿下不能理解，甚至是产生怀疑。但我自问，没有做对不起殿下的事。有些事我不说，并不是我对殿下刻意隐瞒，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而我们的将来，像今日这样的挑拨和考验，定会再有。若是殿下不能完全的信任我，我的日子注定艰难，我就不能再嫁给。这半天的时间里，苏然想了很多。他知道，他前世的存在注定让他和陆承锦的未来增添许多变数。如果陆承锦不能完全信任他，那将来的日子，他就会像今日躲在那方小小的箱柜里一样，惶恐不安，绝望无力。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苏然将同心锁推到了陆承锦的手边。如果殿下做不到100%的信任我，那这个同心锁就请殿下收回。离开大理寺时，姑娘，你当真不与殿下成亲了？这个问题不在于我，而是在于殿下。姑娘，你放心吧，殿下一定会想明白的。他只是对姑娘太在意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事，等忙过这段时间，就选个好日子，把你和轩儿的婚事办了。闻言，长亭胸口一松，嘴角不由露出笑意来。陆承锦站在窗前，看着马车消失在拐角处，没有言语。长亭回来了。殿下，姑娘她回去了。之前让你们安排邓氏回西北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上次他院子起大火后，本来是要立刻安排邓娘子离开的，可前几日邓娘子身边的红妈得了场风寒就过了，为了给她治丧，行程就拖延了下来。不过邓娘子说了，等红妈下了葬，就会带着小小姐离开的。一定尽谢，尽早将她送走，再写封信给樊先生，让他以后替本王看着他，让他以后都不要再与本王联系。长亭应下，陆承锦又问：方才他都跟你说什么了？长亭不敢隐瞒，将方才和苏然所说的话都如实禀告了给陆承锦。他听后冷哼一声：自己一把年纪了不嫁，都成天想着将身边的丫鬟嫁出，真是傻得可恶。长亭不敢答话，他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令自家主子一个不悦，他就成不了亲。他扯开话题：城门口那边有什么消息？那里一直派人盯着呢，但自从上次坠影带着正妻的尸体离开之后，一直没有看到他再出现过。殿下，会不会像之前姑娘所说，他会带着他师兄离开，不会再回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反而更好。如果他能放下仇怨，就此离开，与大家都是好事。可他知道，坠影不会那么容易放下仇恨的。继续派人盯着，他一回来，立刻通知本王。你终于出现了，你去哪里了？我回了趟老家，这因为走得匆忙，忘记同你告别了，害你担心了。闻言，坐在苏冉身后的阿云抬眸看了他一眼，眸光微闪，果然被他猜中了。沈直是送正妻的尸首回去下葬去了。最担心你的呀，是史姑娘，是她偷跑出来托我来找你，她很担心你。提到史静一，沈直脸色微滞，双眸间涌起了难言的情绪。门房又来禀告，景王来了。殿下，你怎么来了？陆承锦看了他一眼，而后目光掠过他，冷冷落在了后面的沈直身上。大理寺得到消息，三司一直在找的受害人出现，本王来带他回三司问话。我刚刚赶路回来，饥肠辘辘，殿下可否容我吃完这顿饭，再去三司回话？他并不是罪犯，回三司只是协助三司调查，所以陆承锦不能强行带他走。苏冉怕两个人起冲突，殿下若是不嫌弃，不如留下来一起吃饭，
今天是长亭和薛二定日子的好日子，我特意设宴，再给他们庆贺呢。既然郡主盛情相邀，又是你我手下属从的大喜之事，本王岂有推辞之理？如此恭敬不如从命。看着男人倨傲的模样，苏然脑子里不由冒出娇气二字，而阿云忍不住嘀咕着骂了一句矫情狗。苏然立刻着人重新准备饭菜，给陆承锦单独设席。无需另外准备，本王就在这里用膳。说罢，他径直来到桌前，在沈直的对面坐下。我替大家敬殿下一杯。这是自上次大理寺还他同心锁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男人眸光沉沉地看着他。郡主今日好兴致啊。小冉，多谢你的挂怀，让你担心了，我敬你一杯。苏冉正要端起杯子，陆承锦冷声说道：沈太医等下还要回大理寺回话，为你保持清醒，不说错话，沈太医还是别喝的好。哼，沈某虽然不才，但区区几杯水酒倒不在话下。若是殿下怕等下处理公务不够清醒，倒是要少喝一些呀。说罢，当着陆承锦的面举杯一饮而尽。如此，本王就浅饮一杯，庆贺沈太医平安归来。也是一饮而尽。听闻为了寻找沈某，劳动了殿下与三司不少精力，在下敬殿下一杯，以示感激。如此，二人你来我往的拼杯，竟是没有间歇过。苏冉在一旁提心吊胆地看着，两方都不敢开口劝，只能任由两个人喝。很快，桌面上的酒被二人喝光了。陆承锦正要让下人再去拿酒，苏冉连忙接话：真是不好意思，府里已经没有备酒了，要不殿下与沈太医今日就先喝到这里，两位下次去梦楼喝个痛快，归我请客。陆承锦看了他一眼，苏然止不住地向他使眼色，求他不要再喝了。看着女人慌乱急促的样子，陆承锦突然间心情大好，放下杯子。好，就依郡主所言，我们下次再喝。沈直也看出苏冉的为难，那就听小冉的。小冉，多谢你今日的款待。陆承锦站起身，对长亭沉声吩咐：带沈太医回大理寺。说罢，他率先朝门外走去。苏冉正要送阿云回梧桐院，门房却再次跑来禀告，说是聂将军在外求见。你来这里是来找景王的？是的。景王他们已经走了，大概有半个多时辰了。聂战一听，冲他道了声打扰了，就往外走。敢问将军一句，可是出什么事了？我原本打算明天启程回西北的，但家里的小妾却突然留下家书离家出走了。她带着身孕，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外漂泊，所以想请景王多宽些日子，让我找到她再离开。好好的，她怎么会离开家出走？她信中说受不了史氏的虐待羞辱，所以要离开将军府，自己去外面讨生活。闻言，苏冉觉得怪怪的。聂战这位小妾他没有见过，但史月瑶的为人他知道，他不是那种会虐待羞辱人的人。而这个小妾之前不走，却偏偏在聂战离京前一天离家出走，会不会太刻意了？将军莫急，他一个女儿家，又怀着孩子，肯定走不远的，一定找得回来的。多谢郡主。你去大理寺找景王时，可以顺便将你家小妾的形容样貌描绘出来，张贴到告示榜上，这样就容易找到。不行。回过神来时，聂战察觉到自己失态了。你不要怪我，我一时心急。话虽如此，但苏冉还是觉察到他在掩饰什么。无碍，将军赶紧去寻人吧，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开口。聂战走后，苏冉直觉聂家小妾离家出走一事与陆承彦有关，因为这个时候最不想聂战离开京城的人就是陆承彦。兰儿，你去安排一下，明天早上我们去将军府一趟。翌日，姑娘，我昨晚去史家送消息，看到了一个人。看到谁了？姑娘，你猜他是谁？是坠影。你怎么知道是他？他记得秋落是没有见过坠影真容的，是他主动告诉我的，让我不要再跟着他。姑娘，你说他去史家，是不是去找史周山的罪证？秋落之前跟苏冉说过，正是坠影提供的线索，让景王去查史周山与许家村一案的。有这个可能，但他为何会去史姑娘的屋子那边？有没有可能是他走错了地方，所以待了一会儿又走了？别人或许有可能走错地方，但坠影行事缜密，
不像是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可不等他想明白，门外下人慌忙来报高公公来了。难道是昨天陆承锦来郡主府的事被禁地知道了？郡主莫怕，皇上这2日自己已是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思管其他的事儿？公公，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啊？郡主有所不知。听到旧事2字，苏冉不觉想起了当年许家村的那件事。娘娘如今怎么样了？兰娘娘不愿再待在宫里，要搬到城外的寺庙去住。高公公，皇上想让我做什么？郡主果然是通透之人，不怪一出事后，皇上就想到了你。公公谬赞了，我也不想看到陛下与娘娘闹成这样。虽然皇上答应了娘娘，让她离宫，皇上终究是盼着娘娘能再回来的，所以想请郡主出面，以侍奉娘娘清修为由，去陪陪娘娘，开解开解她。上一次也是苏冉给静帝送去了梦楼开业的点心，让静帝借着给兰贵妃送糕点为由，令2人之间的关系和好如初。所以这次静帝就想到了苏冉。郡主，这一次的事很棘手，但若是郡主能帮皇上化解这个矛盾，皇上一定会领郡主的情的。秋洛，你去看看，若是他还活着，就带他去看大夫。姑娘还有呼吸，在发高烧。兰儿提着灯笼凑过去一看，姑娘，她是红领，就是之前你给了她银子，让我带她回京城寻亲的那个姑娘。苏冉倒是想起这个人来，看着他如今这般的惨状，奄奄一息的，想来是亲人没有寻到了。姑娘，送他去沈太医那里试试吧，他医术高明，应该能救活他。苏冉也是这么想的，他还有救吗？哎呀，他是病得太久啊，眼下暂时算是保住性命了，但还要多观察几日。真是多谢你了，幸好有你。你不必谢我，你也是帮人呢。若是你得空，想麻烦你替我照顾他一段日子，我近日要陪兰贵妃去寺里清修，不便照顾她。好，你放心去吧，他这个样子呀，我也不放心让他离开。等他病好了，你再来领人。3天时间转眼过去，娘娘金安，你怎么在这里？他自小在安堂习经，对各种经文颇是熟络，所以父皇特召他来陪母妃一同清修。兰贵妃闻言，脸色沉了下来。不必了，你回去吧。既是清修，我想一个人静静。兰贵妃与静帝之间，因着许氏父子的事，一直存着一根刺。先前这根刺只是藏在他自己的心里，这份积怨，他从未与静帝挑明过。如今终于说了出来，他态度很坚决，不想再回到皇宫里去。既然主意已定，他自是不想再连累苏冉。小冉，你赶紧回去吧，不要陪我守在这里。如果娘娘不想我陪，我回去便是。只是我刚赶来这里，娘娘可否容我在这里歇息一晚，明天再走？虽然这是为他留下找的借口，但兰贵妃想到他辛苦赶了半天的路过来，也确实不好立刻又让他回去。那好吧，你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再回去。苏冉还真是个鬼精灵，2、3句话就把母妃哄住了。难怪父皇要派他来，如此也好，有他在这里陪着母妃，自己也能放心些。既然如此，娘娘不如让我留下来多陪你2日，刚好我也好久没有来寺庙清修了，就当见娘娘的光了。兰贵妃见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也猜到是静帝对他下了命令，他不能违抗。若是自己执意让他走，苏冉反而不好交差了。那好吧，你就陪我在这里几日，等皇上知道你劝不动我，自然会死心了。母妃，我要回去复命了，你在这里安心静养，儿臣有时间再来看你。我知道你事忙，你不必挂心我，也不用特地跑来看我，好好照顾你自己。陆承锦应下，没有再多说什么，退了出去。退到门口，他看了一眼苏冉，却没有再迈步子。兰贵妃如何不明白儿子的心思，推了推苏冉，你去送送他。陆承锦领着他从后山下来。你上次去聂战府上可发现了什么？陛下，我觉得他家的小妾离家出走很奇怪，我怀疑那个小妾是燕王的人。本王这个皇兄果然不会让人失望，这样的伎俩也只有他能使得出来了。我已让秋洛去查那个小妾的底细了，只要能找到他，聂战就没有理由再留下来。这些日子你与母妃当心些，无事就不要踏出寺庙。殿下是怀疑有人会趁着此次娘娘出宫
对娘娘下手？他们已经开始对母妃下手，荣贵妃很明显就是想逼母妃出宫，所以你和母妃这段日子要小心。正是以待乐童回了西北，他们不会再回来了，以后不会有人再刺激你了。我知道了。余下他没有再和他说什么。你到底想本王怎么做？这段日子他确实有想过他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信任苏然，只是自己从小养成谨慎的性子，让他必须对存疑的事情保持警惕。陛下，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皇上与娘娘闹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为了什么？陆承锦看着他没有言语。其实娘娘与皇上的问题看似是荣贵妃的挑唆，实则也是因为彼此对对方的不信任，所以才会经不起一点风浪。我不希望我将来与殿下会成为如今娘娘与皇上这个样子。闻言，陆承锦神情一顿，这几日发生在父皇与母妃身上的事他看得最清楚。他凝着苏然，一字一句地说道：苏然，是你先有事情瞒着我，你不向我坦诚，让我如何彻底相信你？况且这些事情还是他与聂战、沈直之间的纠葛关系，让他如何安心？我不再逼你跟他们断绝往来，但你要告诉我，你跟他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本王不知道的？我认识殿下在他们二人之前，而后我与他们之间的事情殿下都知道，所以我自问没有什么瞒着你的。可陆承锦明显不信。撇开其他事情不说，他永远都记得苏冉第一次见沈直时的异常。后来他给他解释时说，沈直像他的奶哥哥，所以一时间认错才会情绪激动。可后来他查过，苏冉自小被丢进安堂抚养，是他的师父将他养大，苏家巴不得他死在安堂里，根本没有派奶嬷嬷去照顾他，所以何来的奶哥哥？他没有戳穿他，只沉沉地看着苏冉。当真？他这样问就是不信的。苏冉没有再说什么。好像要下雪了，殿下快回城吧。说罢转身往寺庙里去。陆承锦看着他的背影说：苏冉，这是本王最后一次问你，只要你肯说，不论你之前跟他们做过什么，本王都可以原谅你。听到原谅二字，苏冉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阵悲凉。他到底做错了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没什么好说的，殿下就当之前我什么都没有说过。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看到苏冉这个样子，陆承锦的心里不由又来了火气，转身下山。兰贵妃想到那天他送陆承锦出去，回来后脸色就不太好。你上次是不是和锦儿吵架了？没有，只是那天与殿下聊到最近的一些事有些复杂，所以有些担心。兰贵妃信以为真，想起了上次陆承锦同她说过的事。上次锦儿同我说她要和你成亲，你也同意了。他没有想到陆承锦将这件事同兰贵妃说了。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的。如果被皇上知道了，一切由我担着。你放心。苏冉的心中五味杂陈，一时间却不知道要如何告诉兰贵妃自己如今与陆承锦的关系。最后他只能小声地说：娘娘，我们不成亲了。你们怎么了？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难怪这几天儿子都不来这里，原来是两个人闹翻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确实有些事情瞒着殿下，但这些事我无法跟殿下言明。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我说出来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无异，反而只会令他们之间无法再回头。闻言，兰贵妃眉头轻蹙，神情肃凝。我胡言乱语，把娘娘都听糊涂了。不，我明白你的意思。正如皇上怪我为何不一早将阿诺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一样，那日他也口口声声地指责我，说我将事情瞒着他，不信任他。可他是害死他们父子的元凶啊！我岂会傻到将阿诺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我这样做不是推阿诺去送死吗？可即便锦儿是我儿子，我也想说，我们女人这一辈子都掌控在男人手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做我们的主宰者，让我们事事都听他们的，什么都要依从他们，不容许我们有一丝的藏私。这就是我们身为女人注定的悲哀。而这些年我跟在皇上身边，我承认他对我很好，但我何尝不是一直活在他的掌控中？我连想踏出那道宫门都花了25年的时间。看着兰贵妃悲痛的样子，苏冉深有同感。因为上一世她受过最残酷的掌控，生不如死。而若是要她向陆承锦坦白，
就是要他将上一世最不堪的痛苦过往重新揭开伤口，一个个让他们重新展现人前，又成为他这一世的耻辱和噩梦。如果要他这样，他宁愿舍弃这段感情，一个人过。娘娘最近可听闻过前漕运通倭一案？听说过。殿下怀疑史太傅是当年谋害坠影父子的主谋，他想要查清楚这件事，还皇上一个清白。当年他只是随皇上出巡时见过我一次，并不认识我的，为什么要害我？娘娘，当年入宫时可有发现什么事？苏冉直觉这两件事有关系。当年我入宫之时，正是前皇后与德妃斗得最凶的时候。如今想来，皇后是将我当成了对付德妃的棋子。所以当初史太傅陷害坠影父子，逼娘娘进宫，其实是受了皇后的指使。这个发现让苏冉震惊不已。你是说，当年前皇后为了对付德妃，让史太傅故意将阿诺和他的爹爹推下山崖，逼我上京告状，然后又让我在状告无门之下与皇上重逢，最后进宫成为他的妻子？兰贵妃心中已是大彻大悟。娘娘，如果我们的这个猜测是对的，那表示当年之事确实与皇上无关。说起来，皇上也是受害者，娘娘不如消消气，与皇上重归于好。但此事对兰贵妃的打击太大了，她一时间还是难以接受。不如我们将这个消息告诉景王殿下，相信他一定有办法将此事彻查清楚的。如此，苏冉回到自己的寮舍后，立刻就给陆承吉写信，一切的事情都集中到了前皇后身上。苏冉不觉得这是个巧合。信送走后，苏冉开始静待陆承锦的回音，可他哪里知道，他的手信一下子就落进了一直守在山脚下的罗恒手里。幸好信被截住了，一切还不太晚，但这个苏家庶女却不能再留下了。活擒兰贵妃，杀了苏冉。众人领命，迅速朝着云雾寺出发。没过多久，山上的嘶喊声很快消失，只余下火光在那里晃荡。果然是公子考虑的周到。这是孤与景王的第一次交手，启荣有事，兰嫔的性命暂时留下，孤留着还有用。父皇那么喜欢他，说不定日后还可以利用他来做点事。2盏茶的功夫过去，外面再次响起脚步声。先生，有急事禀告。史公子带人冲进禅寮后，兰贵妃不见了。据他们抓到的工人招供，早在天黑前，嘉禾郡主已经安排人护送兰贵妃沿后山的路逃回城了。那嘉禾郡主呢？他是不是也提前逃走了？他倒没有，他是在我们的人助史家死士杀进寺庙后，才由护卫护送逃出寺庙的。下一息，他看到了掉在地上的那半张信笺，倏地想到了什么，速速护送公子离开！于是对身后的暗卫厉声喝道：公子老朽死罪，咱们中计了，你快跟他们离开！你的意思是，那个小庶女故意利用这封信引孤现身？话一出口，陆承照已完全明白过来。从一开始，他这封信根本就没有打算送给陆承锦，是故意落入他们手里的。好一招清君入瓮，他真是太大意了。第一次出手，竟然就栽在了苏冉的手里。下一刻，已有脚步声朝他们藏身的地方涌来。公子快走，我留下来拖住他们。等陆承锦带人飞赶到云雾寺时，长鸾已带人将罗恒擒住。看着眼前的情形，陆承锦不难想象昨晚是怎样的一个激烈的厮杀场面。他派在这里的守兵本就人数不敌史家的死士，何况他还抽出一部分人护送母妃回京，万一他出事怎么办呀？他人呢？天黑路滑，积雪又那么厚，万一苏冉走不动怎么办？他终是不放心的。迷迷糊糊间，他终是因为太累，靠在火堆旁边睡着了。不知过去多久，苏冉却是被一股诱人的肉香味勾引得醒了过来，而烤山鸡的人竟是陆承锦。苏冉有点迷糊，怔怔地看了他一眼。马上就可以吃了。兰儿他们呢？我让人先送他回去了。他寻到这里时，苏冉睡得正香，为了不惊扰他，他命兰儿他们先回去，他在这里守着他。快吃吧，肚子叫了好久了。我一半就够了，也一半殿下吃吧。陆承锦也不推辞，一人一半。你怎么料到信一定会落到罗恒手上呢？我并不能笃定信一定会落进罗恒的手里，但我知道
信不是落进他手里，就是落进陆承彦的手里，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借着给陆承锦写信，故意将信落进他们手里。而写信时，他就想到了这2种可能，所以才会故意在信的末尾加上前皇后的事。如果信落进罗恒的手里，他们一定会害怕背后的主公被发现，来杀他灭口，从而引那个神秘的主公现身。若是信最后落到了陆承彦的手里，他看到后面的那些话，就会明白罗恒的真正身份和对他一直以来的利用，以陆承彦的自负，到时他不只会和罗恒反目，还会逼他交代出其背后的主公，结果是一样的。陆承锦一听就明白过来，心里对苏冉暗赞不已。以你的智慧，你明明可以骗我，假装同意我那人的话，与他们断绝往来，可你为什么不这么做？殿下，你可还记得我们认识之初，我一直拒绝你？陆承锦当然记得，当初他将他当狗屎般嫌弃，用完就扔。他当时正是被他这种冷漠不在意的态度激怒，不甘心被一个女人利用再抛弃，所以他才会偏要逆他而行，要将他征服才肯罢休。而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让他与苏冉之间纠缠不清，最后确实让他陷进这段感情漩涡里，再难翻身。陆承锦眉头一跳，本王自是记得，自是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实不相瞒，先前因着陆承彦的背叛，我对陆氏皇族的人都抱着不满，甚至是敌意，所以我也排斥着你。而我也不喜欢皇宫，我一进宫就感觉痛苦压抑，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如果与你在一起，以后或许要在皇宫里住一辈子。可我并不想这样，我不喜欢皇家，不喜欢皇宫，也胆小惜命，怕与殿下在一起会招来杀身之祸，怕殿下不是真心待我。这一切的种种都是我当初拒绝远离殿下的原因。这是陆承锦第一次听他这么直白地倾诉他内心的情感，他颇受触动。那你最后为何又从西北回来找我？我在去西北的路上大病一场，当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时，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殿下你。我担心我死后阿云无人照顾，我第一个想要将他托付的人还是殿下你。而我当时心中的遗憾也是没能鼓起勇气好好的答应殿下一次。明明不过1年前的事情，再说起来苏然恍若隔世。陆承锦看着他，心口激荡，暖流四溢，四肢百骸都舒畅起来。自那日大病以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当我决定从西北回来找你时，我不再畏惧皇宫，也不去想世人的眼光。你为何不怕了？既然我要与你在一起，就要包容成全你的一切。你要做太子，做大晋天子，我就帮你达成所愿，而不能因为我讨厌皇宫，就让你放弃心中的大志，跟我归隐平淡。所以同样的，我也希望殿下能够成全包容我的一切。殿下方才问我为何不骗你，殿下可知我在骗你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开始怨你，怨你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不想骗你。苏冉不想怨他，不想他们之间的关系越走越错。陆承锦闻言眸光一震，内心更是大为震撼，也终是明白过来苏冉心中真正的想法。一直以来，陆承锦都觉得苏冉在对他的感情中不够主动热情，总是回避沉默。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他对自己的感情沉敛深情，远比他想象中的深沉。内心震动，千言万语在心中翻涌，可陆承锦一时间不知该和苏冉说哪一句。所以这一次你以身犯险，要引出罗恒背后之人，也是为了我。苏冉轻轻点下头，没有再说话。陆承锦静静地看着他。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陆承锦点头应下。踏风等在路边老半天了，早已不耐烦。苏冉朝后看了看，只有踏风一匹马在。陆承锦知道他在想什么。父皇不是傻子，我们瞒不了他太久的。这次听我的，以后都听你的。别怕，一切有我在。殿下，你要如何向皇上交代？不要担心，我自会有法子说服父皇。苏冉想到陆承锦即将面临的困境，不由得很是担心。殿下，要不我陪你一起进宫去见皇上吧？
你放心，今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父皇处理其他事情都来不及，一时间顾不到我们身上。接下来还有很多仗要打，殿下一定要当心。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其他的事以后再说。罗恒与史周山这2个引子被引出来后，接下来的事才是最要紧的，整个朝野只怕都要翻天了。陆承锦会心一笑，莫说他们不是本王的对手，如今有你在身边，本王有何畏惧？好，殿下放心，我一定会陪你一起的。闻言，陆承锦眸光越发亮了，嘴角的笑意也越深。大理寺，陆承锦坐在衙堂里，看着史家的招供书。曾少北从外面进来，殿下，燕王来大理寺要人了。说罢，就将陆承彦为罗恒辩解的借口说了出来。简直可笑！大雪天派罗恒去云雾山买茶，这样拙劣的借口，亏得说得出口。他倒比本王预料中早到。殿下料到燕王会来保释罗恒，陆承彦不会坐以待毙的，而罗恒背后的主子也不会袖手旁观。这次燕王反应这么快，想来是那个背后之人给他助力了。那个罗恒看似一把年纪了，骨头倒是很硬，一句话都问不出来。但这次好不容易抓他回来，就算燕王亲自来，咱们也不能放人。本卿就不信了，所有刑具用一遍，他还不开口。此人不是一般角色，刑具对他无用。之前小质子一案，大理寺不也没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吗？不必再浪费时间了，放了他。曾少北很是意外，但他了解陆承锦，料到他这样做定有后招。果然，陆承锦冷声吩咐，让玉娘伺机将东西送到燕王手里去。而陆承锦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让曾少北配合着与他对峙闹上半天，最后才不甘不愿地放了罗恒。罗恒受了刑，是被人抬着出大理寺的。带回到燕王府，他还是挣扎着从担架上爬起来，给燕王磕头认罪。殿下，此次是我连累了你，请殿下责罚。陆承彦人前维护着他，人后心里的怒火可就控制不住了。他忍无可忍，上前一脚将他踢翻。你知不知道，本王这一次差点被你害死？我问你，你为何擅作主张去了云雾山？从被他接出大理寺，罗恒就知道那晚的事，他必须要给陆承彦一个交代的。殿下容禀，我确实是求胜心切，太想一次了结了锦王，所以才会冲动行事。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有事瞒着我？陆承彦疑心本就重，而罗恒这一次的举动又太过反常，不由得让他越发的怀疑。殿下，我一心为主，绝无二心，您一定要信我。先生伤成这样，不便再挪动身子，就留在这里养伤吧。刚好接下来也有许多事情要同你商议，免得你来回跑，弄坏伤口。罗恒被关在大理寺的这段时间里，最担心的却是他的主公陆承照，但为免引起陆承彦的怀疑，他只得假装感激的应下。父皇想知道什么？你与苏冉共骑一匹马，还招摇过市，你当我不知道？不过是那日他为了救母妃，引开那些杀手后，在荒野里迷了路，刚巧被我路过撞到了，就捡他回来了。就这样？你是不是又同他在一起了？没有，我早就不喜欢他了。自己下的种，肚子里在打什么馊主意，禁忌岂会看不明白？你到底什么意思？有话直说，少跟我耍花招。儿臣说的都是实话，如果父皇不相信，我再去昭告天下，我不会要他的。你不要他还跟他骑一匹马，臭小子！禁帝忍无可忍，将手边的奏折朝他砸去。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一直还对他念念不忘，如今这里没有旁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见目的达到了，陆承锦终是满意笑了，嘴上却仍不松口。父皇想让儿臣怎么做？晋帝见他得了好处还卖乖，正要气得破口大骂，门外宫人来报燕王殿下在外求见。看来他是想到了办法，来父皇面前为自己解围了。父皇，之前我一直介意着嘉禾郡主与儿臣的过往，所以不喜他与皇帝在一起，但此番皇帝不计前嫌，为我洗清身上嫌疑，我感激不尽，想替皇帝向父皇求一个恩典。这一下不止陆承锦狐疑，晋帝也迷惑住了。
求父皇成全皇帝与嘉禾郡主，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但陆承锦很快就回过神来，知道这绝不是陆承彦的本意。难道是贾策给他出的这个主意？离开御书房，恭喜皇帝了。我倒是没想到皇兄会来撮合我和萧然。这次皇帝能秉公办理云雾寺一案，还本王清白，本王自是会领你的情。那我倒是要谢谢皇兄了。却不知史太傅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他招认了吗？证据确凿，他不认也不行。陆承彦最担心的是史周山有没有将自己牵扯进来。皇兄可得当心了，之前史太傅与你走得近，特别是与你身边的那个罗先生关系紧密，你可不能被人当成棋子利用了。多谢锦王提醒，可从来只有本王知人为子，却不会有人敢利用本王。是吗？皇兄可还记得去年本王与苏家三表妹下聘当日，突然有人将你与三表妹私通的书信递到了父皇的龙案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知道何人这般厉害，能仅凭皇兄的几封信，在破坏我与苏家联姻的同时，又伺机打压了皇兄你，真是一箭双雕，好生厉害。说罢，陆承锦上了马车，扬长而去。陆承彦想起来，当初是罗恒第一个发现徐志自尽的，也是罗恒告诉自己告密信一事是徐志做的。可如今看来，此事却与罗恒有着莫大的关系。答案呼之欲出，似乎很多事情都是罗恒预先安排好的，在牵着自己往前走。他就像是陆承锦所说的，成了别人手里的棋子。像他这般自负满满的人，发现被人当棋子欺骗利用，还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人，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回府，他要当面向罗恒问个清楚。殿下，你千万要保重啊！至此，陆承彦已明白，一切都是罗恒做下的，自己竟被一个谋士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的打击让自负的陆承彦如何接受得了？此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若是此事传出去，他还有脸见人吗？先打断他的双腿，等他招出背后的主公还有铁矿图，再将他千刀万剐。很快，厢房那边就传来了凄厉的声音，罗恒的2条腿生生被折断。消息很快传到了陆承锦的耳朵里，事情是他安排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但令他没想到的是，陆承彦的人竟从罗恒的书房里搜到了他写给他主公的亲笔信。差人将罗恒被陆承彦虐待囚禁的消息传到贾府去。梦楼，殿下是来接我的？废话。看到他这么光明正大的来梦楼找自己，苏冉知道禁地的那一关终于是过了。你放心，这一次父皇没有罚我，也没有让我求他，而是他逼着我来找你的。也只有你敢对皇上耍这些小聪明。但父皇还是没有给我们赐婚，我明白他的顾虑。只要有丹灵在，他和他的婚事就还有许多阻挠，但他已经想到法子了。其实皇上能不追究我们的欺瞒大罪，已经是天大的恩典，其他的事情慢慢来吧。丹灵太子妃的身份不只关系到大晋太子一位，更是关乎到两国的邦交，自是轻待不得。纵使是禁地，都不能随便取缔。我同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没有忘过。陆承锦同他说过很多，他说他的枕边人只会是他一个，他还许诺一定会给他正妻之位，这些陆承锦都还记得。两个人在一起经历这么多，无需太多的言语，苏然已经知道他的心意。眼下殿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而且燕王大婚在即，殿下安心做自己的事，不必分心为我考虑。陆承锦也正有此打算，等解决掉陆承彦，揪出罗恒背后的主公，天下大定之时，他就可以安心的筹备他们的大事了。要不要下车去走走？被这个男人牵着手走在大街上，苏然恍惚如梦。从今往后，我与你再也不用躲躲藏藏，我想见你就会来见你，
想找你就会来找你。苏然此刻的心境是前所未有的放松，不只是因为禁地同意让他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经过那日山洞里的一番交谈后，陆成锦开始真正的懂他，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日后我们可以去江南，那里没人认识我们，到时候可以尽情的游玩。一言为定。两人一同出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般，很快传遍了上京城。我的身子确实不太舒服，但不是饿的。粗重的吻密实的落下，苏冉瞬间清醒过来，抬眸看去，映入眼帘的却是男人如玉如渊的深眸。只是一眼，苏冉的心间开始发颤。那日在山上看日出，你可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我答应了你什么？给我生个闺女。见苏冉竟不记得了，陆成锦惩罚般的加重了力道，天青色的帐幔无风而动，波纹连绵不绝，久久不息。苏冉第二日醒来，睁开眼看到身边的男人，微微一愣，这还是他第一次天亮醒来后看到他，以往他常常是半夜就走了。你的床很舒服，再陪我睡一会儿吧。话音刚落，他的肚子却咕咕地叫了2声。想到昨晚他就没有吃东西，苏冉连忙起身。殿下如果不睡了，也起身吧，等下阿云会过来。等陆成锦换好衣裳出来，早膳已准备好了，阿云也过来了。见他故意拉着苏冉说话，不理自己，于是他勾唇笑了笑，对苏冉说：阿云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样也好，将来你嫁进景王府，亦或是我们去江南玩，也可以放心把她留在郡主府了。阿姐要和他成亲了吗？皇上答应你们成亲了吗？是啊，这一次连燕王都亲自到父皇面前替本王跟你阿姐说成好事了，不会有错的。此言一出，阿云和苏冉都愣住了。陆成锦越过苏冉，看向阿云，想知道原因吗？他本不想搭理他，但又实在好奇陆成燕怎么会性情大变，为阿姐和他说话。是啊，他那么坏，这次怎么会好心帮阿姐说好话？先替本王盛碗粥，本王就告诉你。阿云一听，白眼简直要翻上天了，真是一只不知廉耻的矫情狗。樊先生前2天又给本王写信了，你知道他和周谷接下来要做什么吗？阿云没有办法，气鼓鼓地站起身子，给他盛了一碗。看着某人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再看到弟弟气鼓鼓的样子，苏冉哭笑不得。哎呀，殿下，快说吧，别吊胃口了。陆成锦喝了一口粥，才将陆成燕此举的始末说给二人听。殿下的意思，这个主意是贾策给他出的？或许是他，但更有可能是他背后主公的主意，他只是个传话人。闻言，阿云眸光一闪，原来阿姐和景王已知道了罗恒背后主公一事了，如此他倒是放心多了。陆成锦又将陆成燕和罗恒之间的反目撕咬的前因后果说给苏冉听。等听到罗恒被打折了双腿，还被陆成燕囚禁起来折磨，苏冉觉得大快人心，不觉看向阿云。虽然弟弟不知道上一世的事，但苏冉还是替他感觉到开心，因为上一世罗恒就是这样折磨他的。所谓天道有轮回，还不等他出手对付罗恒，罗恒已经遭到报应。苏冉却感觉到弟弟在听到罗恒的下场后，似乎很痛快，很解恨。这个发现让苏冉心口一颤，一个惊人的念头在他心中迅速浮现。可等他再去看时，阿云却乖乖地喝着碗里的粥，黑亮的眼睛清透纯真，满脸稚气，好似方才的那一切只是他的错觉。没想到这一次陆成燕这么容易就上钩了。皇兄素来多疑，哪有那么容易上钩？这一次却是罗恒自作孽不可活，他写给他主公的信来不及送出去，就让陆成燕的人在他书房里搜到了。看来老天也不放过罗恒了。阿云低下头去，眸光微冷，再次不露痕迹地勾了勾唇。老天才不会闲得来管这些事呢，恶人必须要亲手收拾才行。殿下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已派人将罗恒被囚禁虐待的消息传进贾府了。殿下要引罗恒背后的主子去救他？他为他的主子做了那么多事，而如今他们的计划尚未成功，他的主子应该不会这么早放弃他的。只要他们去燕王府救人，
到时就能顺藤摸瓜，揪出这个神秘的背后之人。苏冉听后心口一松，而陆承彦与罗恒反目成仇，史太傅也被抓入狱。陆承彦没了这2大助力，想再成事也难。所以唯今只有这个神秘的背后之人最让他担心。若是陆承锦这次计划成功，能顺利抓到他，他就可以彻底放心了。苏冉想到方才心里的猜想，想单独找阿云问清楚，陪他一同回梧桐院去。可不等他走出门口，外面门房来报，说是镇国公府的金嬷嬷来了。金嬷嬷是替大长公主办事，她找来自是表示大长公主有事找她。金嬷嬷侧身坐在苏冉下手的绣凳上，絮絮叨叨地同苏冉说着镇国公府里的事儿，却不知道嬷嬷今日大驾光临，可是祖母有什么事吩咐？方才说了，三姑娘要提前出嫁，公主想在三姑娘出嫁前聚集一家人吃顿饭，所以特地让老奴来请姑娘与小公子回去吃团圆饭。阿云这2日有点闹肚子，就不去了。阿云的身世大长公主他们都已经知道，她自是不会再让弟弟回去受别人的眼色。小公子不方便，那姑娘呢？大家可都盼着姑娘回去的。苏冉看到金嬷嬷慌乱的神情，猜到这顿饭定不会那么简单。嬷嬷来请，我给嬷嬷的面子也是要去的。那多谢姑娘抬爱，老奴即刻回去禀报，晚上在府里恭候姑娘回家。金嬷嬷走后，陆承锦从内室走出来。你明知此行不简单，怎么还答应他回去？他与我东拉西扯说了那么多，足以说明他们此次请我回去关系到的事情不简单。所以即便我今日拒了，下一次他们还是会来，躲不掉的。再者，如今罗恒被囚，与那背后之人联络的人就只有贾策了。我还想借助苏幼宁去打开他这边的线索，所以回去一趟也好。本王还想在你这儿再吃1天的白食，你这是故意借机赶我走了。殿下，要不要同我打个赌？只怕你连午膳都没有办法在这里吃的。陆承锦刚要开口，常毅却是从外面匆忙进来。殿下，不好了，邓娘子和小小姐的马车在去西北的路上出事了。发生什么事了？据护送他们回去的侍卫来报，马车已经摔下了山坡。他们人呢？侍卫们在山坡下找到马车的，但马车里已经没有人了，四周也都找遍了，都不见郑娘子和小小姐的身影。听到这里，苏然觉察出蹊跷。以宫城为中心，向周围的县城关口张贴他们的画像，尽快将他们抓回来。陆承锦用到“抓”这个字，就是已认定邓青瑜是自己逃走的。等常毅退下，苏然说：“殿下，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将他们绑走的？之前陆承彦与罗恒一直想拉邓青瑜过去，也有可能是他们趁机将他们带走了。有这个可能，但我更认为他是自己逃走的。那他为什么要带着女儿逃走啊？”陆承锦虽然在感情上拒绝了邓青瑜，但在物质和条件上，他对他们一直多加照顾，没有亏待半分。如果邓青瑜能放下执念，带着女儿好好的过日子，其实他的日子并不难过。陆承锦一时间也想不明白他此次的目的，但自邓青瑜从梁安回京城后，后面发生的事情他也算是将他看透了，他就是死性不改。所以在听到常毅说他出事的那一刻，他的内心再无波澜，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乐童了。陆承锦走后，苏然想了想，去后面的梧桐院找阿云。阿姐，你怎么了？阿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阿姐？阿姐在说什么呀？我没有事情瞒着阿姐啊。你是不是知道前世的事情？阿姐，什么叫前世啊？看着弟弟懵懂无知的样子，苏然的心里生出疑问，难道先前的一瞬间真的是自己看错了？但就算没有看错，此时看阿云的样子，他也不会同他说真话。前世就是上辈子的事儿，阿姐逗你玩的。阿姐，你上辈子肯定也是我姐姐，下辈子还是我姐姐。苏冉的心里五味杂陈，但不想让阿云多想，他撇开话题，告诉阿云晚上自己要回苏家去，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阿姐，我陪你一起去吧，我怕他们又欺负你。不用了，你还是待在家里，阿姐不会有事的，你不要担心。苏然走后，无名从后面的耳房里走出来，
公子，那罗恒确实被打断了双腿，囚禁在燕王府。公子说要他狗命，我今晚就去办。就这样杀了他，太便宜他了。何况他背后之人还未现身，先不要动他。而且最近你都不要再去燕王府了。阿杰已经怀疑他了，而陆成锦的人又在盯着燕王府，或是被他发现了污名，他身上的秘密就瞒不住了。但现在还不是让阿杰知道他秘密的时候，因为除了罗恒，还有陆成燕没有收拾。如果让阿杰知道他接下来要做的事，他一定会阻止自己的。可上一世他们对他做过什么，这一世他通通要他们还回来。思及此，他对乌明说：陆成燕看到那封信后，一定会去黑市上找铁矿图，到时你将消息传出去，我们将图卖给他。公子，你当真要将这图卖给他？不这样如何引他上钩？公子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就定在他大婚之日。祖母，你不知道写信之人是谁吗？此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所以一时间猜不出他是谁。但此事对镇国公府来说是致命的威胁。祖母老了，为今只希望你能看在你大哥哥的情分上，帮苏家度过这一关。祖母太抬举我了，此事事关德妃与二皇子，而当年皇上对二皇子寄予厚望，连前皇后都没有轻饶，我何德何能息天子怒火？我知道你对苏家抱有怨恨，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苏家的人，若是出事，你也逃不掉的。苏冉从他开口开始就猜到他会借此来威胁他，可他根本不怕。大晋律法，外嫁女不受娘家连罪，我只要与景王殿下成亲，苏家兴荣就与我无关，请恕孙女无能为力。你当真见死不救，要看着苏家满门抄斩？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苏家。什么办法？祖母去皇上面前主动坦诚一切，或许能保下镇国公府满门。你就这么盼着我死？他回眸看向气急败坏的大长公主，我并非盼你死，是为了帮你达成所愿。祖母一心为了镇国公府，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是为了镇国公府。如今陷入这样的局面，舍弃你一个就能保下整个镇国公府，这难道不是祖母希冀的吗？大长公主岂会听不出他话音里的嘲讽意味，脸色不觉又白了几分。你不要以为将我推出去，皇上就会放过镇国公府，他不会的。你看看秦家一夕败落，连在京城立足都不能，而今你父亲病危，你大哥哥还不够能力撑起整个家，本宫一倒，整个镇国公府也就散了，所以这个法子根本行不通。既然祖母心里已拿定了主意，何必再来问我？你虽然聪慧，但到底年轻，处理事情不够周全。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苏冉没有出声，静静看着他。只要能在皇上发现之前找出这个写信之人，此事就会再次被掩埋下去，镇国公府一切如常。你说呢？所以祖母今日叫我来，是让我帮你找出这个写信之人。只要能抓到他，事情就解决了。好，我试一试。我将信带回去仔细研究，看能不能从中找到线索。大长公主却抬手将信拿到了烛火前，点燃烧了。二丫头，不是祖母不信你，而是这封信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本宫是不会让你将他带出这个暖阁的。说到底，他根本不相信他。随你，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写信之人只怕不久就会向你提出他的目的，不论他提出什么，祖母都要第一时间派人告诉我，不要擅自答应他。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他是谁了？祖母若是不答应，此事我就不插手了。这可怎么办啊？如果这次我再结不成亲，祖母和母亲都会被我气死的。苏幼宁虽然对袁家五郎没有感情，他也自知婚姻坎坷，若是自己再被退亲，不止自己抬不起头来做人，整个镇国公府都会丢尽脸面，所以这也是他一直没有拒绝这门亲事的原因。你先别急，要不去找袁五郎当面问清楚，此事暂时先不要让家里人知道。小冉，你陪我一起去吧，
苏冉看着他慌乱的样子，答应下来。袁公子，我妹妹想找你谈一谈。不知袁大哥为何突然要退亲？我知道你心里有心仪之人，既然如此，我就不勉强你嫁给我了。这是你上次落在他府上的帕子，被送到我手里来了。看来啊，他不想你嫁给我。既然如此，我就不耽搁你们，希望成全你们。苏冉也有些看不透贾策的举动，一边拒绝苏幼宁，一边又要拆散苏幼宁与袁家的亲事，实在是让人难以捉摸。袁大哥，你误会了。那日我去找他，只是给他送我们的喜帖，而后下台阶时我不小心摔了跤，才会去他府里暂时休息的，不小心将帕子落下了。若是你不信，以后我可以不再见他，我嫁去金陵后也可以不再回京城来。听到苏幼宁对袁五郎说的话，莫名心痛起他来。女子不易，哪怕苏幼宁心里喜欢的是贾策，可因为贾策对感情的摇摆和退缩，让苏幼宁无所适从，痛苦不已。可即便如此，苏幼宁想到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声誉，她最后还是选择嫁给袁五郎。纵使镇国公府的名地远高于金陵袁家，纵使苏幼宁贵为郡主，身份高于无官无职的袁五郎许多，但此时此刻，他在袁五郎的面前却占不到半点优势，要纡尊降贵的求他信任，这就是身为女子的悲哀。可袁五郎听了苏幼宁的话后，似乎并不为所动。见此，苏冉上前：“袁家五郎，我妹妹贵为永宁郡主，是镇国公府的嫡女。若你袁家要悔亲，只怕要请皇上来评判，而不是你一人之言就可以的。所以，还请你再回去好好想想，不要因一时之气坏了两家和气。”袁五郎一听要请皇上做评断，顿时怕了，迟疑片刻，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一走，苏幼宁身子一软，朝地上跌去。你不要怕，再不济有祖母在，他不会由着袁家胡来的。阿策他为什么要害我？我要去找他问清楚。今日太晚了，明天我和大哥哥去找他吧。可是发生什么事了？殿下怎么会突然对他动手？当时只有他们二人在屋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沈直伤得重吗？不知道，是曾大人送沈太医回去的，具体伤势如何也不清楚。阿云见苏冉很担心，连忙接话：“阿姐，我替你去沈大哥家看看他。”主子，方才在沈宅，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无名知道阿云老早就怀疑沈直与坠影是同一个人，所以方才他主动提出来沈宅看望沈直，其实是借机来试探沈直的虚实。你不是说他们最近一直在黑市上找我们吗？两人是同一个人，无疑了。此事也暂时不要让阿姐知道，先看看景王那边如何处置。以今日的情形来看，景王定是怀疑到沈直的身份，所以出手试他。但沈直也很聪明，竟是生生挨下一剑，也不愿意暴露出身份来。如此，他倒要看看陆成锦如何收拾这盘残局，兄弟二人之间又要如何面对对方。思忖间，就听到身后传来车轮碾压积雪的声音，是陆成锦来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你刺伤了沈太医，阿姐担心你们之间出了事，所以派我去沈宅看看。你们两个男人吵架，却害得我阿姐担心。明知道明天萱儿姐姐要出嫁，阿姐会很忙的。他都和你说什么了？他嘴里的他，自是指沈直。他什么都不肯说，我正愁不知道要如何向阿姐回话呢。你能告诉我你刺他一剑的原因吗？沈直不肯说，就是表示要将事情瞒下，由此也越发证实了他心里的猜测。你不用发愁了，你阿姐那儿本王去跟她说。我也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吵架？你也告诉我。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你怎么跟沈太医一样啊？说话一样，连语气都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弟呢。闻言，陆成锦深邃的凤眸里幽暗不明。阿云似乎被他的样子吓到了。你不要生气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我是同你开玩笑的。就算我这样说，也没人相信你和他是亲兄弟啊，连我阿姐都不会相信的。阿云笑嘻嘻地向他解释着，
看似无意的话，却让陆成锦身上的酒意散了大半。陆成锦没有说什么，转身继续往前走去。阿云看着他的背影，抿了抿唇，但他不希望阿姐知道沈直就是坠影，因为在阿姐的心目中，沈直是上一世里唯一对他好的人，是他短暂又悲惨的生命里一束温暖的光亮。如果让阿姐知道他就是坠影，阿姐一定会猜到他就是上一世里那个刺杀禁地，导致禁地病危，从而害他做了冲洗皇后的始作俑者。阿姐心目中唯一的美好就破灭了。这样的真相对阿姐来说很残忍。小然，你觉不觉得阿云有些不寻常？难道陆成锦也发现了弟弟身上的秘密？陛下，你觉得他哪里不寻常？陆成锦暂时没有办法将昨日阿云说过的话同苏冉说。陆成锦同他说起另一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与坠影约在乱葬岗见面，将他师兄的尸首还给他，我派了长鸾他们悄悄护送他出城，发现还有一个人一直暗中跟踪着坠影。闻言，苏冉心口咯噔一沉，一时猜到了什么。当时我们以为是陆承彦的人，可后来查到是阿云身边的污名。弟弟背着他到底做了多少事是自己不知道的，可是面上他只能这样说，可能是上一次坠影在罗恒府上劫持过他，所以阿云让无名跟着坠影的，想看到他离开京城才能安心吧。之前陆成锦也是这样想的，可自昨日听到阿云的那些话后，他却不这么认为了。可能是吧。苏冉知道陆成锦心思很厉害，一点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他不敢再和他谈阿云的事，就赶紧扯开话题。邓娘子与乐童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陛下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时候不早了，陛下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进宫呢。苏冉说完，见他不吭声，还坐着不动，就明白了他的心思。明天要进宫见娘娘，殿下也不想让我失礼吧？大不了我答应你，今晚不碰你，本王说到做到。他都这样说了，苏冉还怎么赶他走？陆成锦从后面抱住他，抚上他平坦的小腹。他正气恼陆成锦说话不算话，可他却说：这里什么时候会有我的闺女？她不易怀孕，这件事上一世他就知道的，而这一世他之前喝过太多避子汤，本就寒凉的身子就越发难孕了。陆成锦感觉到他身子的僵硬。你怎么了？殿下还记得吗？你之前带我去看过大夫，那个大夫说我不易有孕的。之前沈直不是替你治过寒凉症吗？你自己也说了，你的身体比之前好多了。寒凉之症要断根很难，只能慢慢的养着。总归来说，就是我很难有孕，所以殿下不要抱太多期望。如此，苏冉的心情越发沉郁苦闷。没事的，太医院有那么多医术高超的太医，总能治好你这个寒凉症的，到时再生也不迟。他看得出陆成锦是真的想要一个女儿，但他自己的身子他心里有数。殿下，如果我一直无法怀孕，不能给你生孩子怎么办？陆成锦从没想过这件事，一时间不觉怔住了。第二日，陆成锦走后，苏冉也起床了，稍微打扮了一番就进宫去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一点事都没有。娘娘，您不必记挂在心上。上次在云雾寺，你瞒着我，劝我回来，自己却留在那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兰贵妃越看他越是满意，拉着他的手笑道：我昨天同皇上说了，让他给你们赐婚，这一次啊，皇上同意了，等一下皇上过来就会正式下旨了。没想到竟然是要给自己赐婚，苏冉的脸倏地就红了。只是锦儿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皇上有意立他为太子，而太子妃的人选早已择定，且旨意已下，又关系到两国邦交，所以改变不得，只能委屈你做他的侧妃。不过锦儿对你情深意重，等他将来继承了帝位，绝不会委屈你的。见兰贵妃一脸愧疚之情，苏冉淡淡一笑：殿下，他的处境我比谁都清楚，所以我不觉得委屈，只要能与殿下在一起就好。那太好了，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锦儿能娶到你，我是真的开心。兰贵妃说罢，叠声让白吉去取酒，表示今天高兴，要喝2杯庆祝一番。看到兰贵妃欢喜的忙碌着，
苏冉却紧张起来。虽然早已答应嫁给陆成锦，但真的到了要赐婚的这一刻，她还是羞涩无措，不知道等下要怎么办。不一会儿，静帝和陆成锦过来了。兰贵妃难得热情地主动给静帝倒酒，还给苏冉倒了一杯，让他也喝一点。陆成锦也喝了很多酒，一杯接一杯，几乎没有停。苏冉觉得他今天怪怪的，神情冷冽漠然。苏冉却是想到，昨晚他向陆成锦坦诚了自己可能不能给他生孩子的事，难道他是在为这件事发愁难过？很快的，静帝与兰贵妃也发现陆成锦的异常。锦儿，可是今天的判案不顺利？很顺利，铁证如山，史周山都认罪了。那你为何闷闷不乐？那是因为当年许家村一案中，还有人没有伏法。闻言，苏冉与兰贵妃皆是一惊，静帝的脸色却冷沉下去。朕说过，此事已结案，无需再提。兰贵妃一见静帝动了怒，连忙瞪了陆成锦一眼，让他闭嘴。皇上，此番小冉立下大功，皇上不是要嘉奖他吗？昨天朕与你母妃商议过，将嘉禾赐婚给你，做你的侧妃，你意下如何？不等他回话，静帝看向苏冉。朕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让你做侧妃是委屈了你，但太子妃人选已定，朕不能出尔反尔，希望你能谅解。你们来之前，我已经同他说过了，他不贪图名利，只想跟锦儿在一起，自是会体谅的。还愣着做什么？赶紧谢恩呐！苏冉看了一眼陆成锦，正要跪下谢恩，身子却被陆成锦一把拉住。他是不会做儿臣的侧妃的。这个赐婚就此作罢了。多谢父皇，儿臣与小冉的事自有安排。哼，不要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就是不想娶丹陵，可国书以下容不得你任性。儿臣自是会以大局为重，只怕有人不想看到丹陵这个太子妃嫁给我吧。你放心，朕会等她离开京城，再给你和丹陵赐婚。一切就听父皇的安排。他去到寝宫时，娘娘，您不要生皇上与殿下的气。皇上那样做，或许有他的苦衷，而殿下行事一向稳重，他可能有他的打算。这个时候你还在帮他说话，有什么事情难道不能等皇上赐完婚再说吗？正在这时，陆成锦来了。母妃放心，我与小冉的事，儿臣自有安排，你不要担心。两人走出寝宫，苏冉觉得头晕脑胀，走路脚有些虚。他爬上马车，陆成锦才发现他满脸酡红，星眸染上醉意。明知自己沾不得酒，还要喝。娘娘高兴，我自然要陪她喝一杯的。殿下，你为什么不同意皇上的赐婚啊？你明明都答应让我做侧妃的，你真是固执。上次中秋宴后，当时陆成锦就因为赐婚一事同静帝闹僵过，但后来经过苏冉的规劝，他终是答应同意皇上的安排，娶苏冉做侧妃。所以这一次听到他再次拒绝，苏冉着实很意外。哪怕醉得迷迷糊糊的，他心里还记着这件事。陆成锦垂眸看着苏冉醉猫的娇憨样子，眸光不觉柔和下去。傻瓜，不是固执，是不想委屈你。苏冉迷迷糊糊的听着，心里想，可丹陵已经是太子妃，他还能怎么样？难道陆成锦不当太子吗？事情另有转机也说不定，或许丹陵这个太子妃要另嫁他人，所以我不想让父皇的一个侧妃耽搁了你的名分。醉意朦胧的苏冉脑袋昏沉一片，尚未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就倒在他怀里睡着了。苏冉睡到亥时才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醒了？头疼吗？殿下，你等等，我请了霍大夫替你看诊，先不要起来。霍大夫隔着床帐替苏冉诊脉，足足诊了有2刻钟。大夫，你如实相告，她能不能有身孕？大夫说，夫人有寒凉之症，不能说不能怀孕，但想怀孕却要比常人难。霍大夫出诊的结果与沈之一样，但苏冉知道他们说的都过于委婉。但这样的结果听在陆成锦的耳中，
却是一种希望。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怕的。陆承锦瞬间欢喜起来。你听到了，大夫说了有希望怀孕的。苏冉的心中苦涩难言，他最害怕的就是大夫给了陆承锦希望，最后却落空了。敢问先生，这个寒凉症你可会治？不论如何，本王都要治好他。怀疑白舒瑶在燕王府里误认成我的那个女人，就是孽战走失的那个小妾，大抵是陆承彦将她藏在了自己府上。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倒是好办。一看到陆承锦这副形容，苏冉就知道他心里已有了计划。你记住了，不论是苏幼宁与贾策的事，还是陆承彦与聂战之间的事，以后你都不要管，安心调养好身子。苏冉直觉陆承锦已知道罗恒背后的主攻是谁了，心里蓦然紧张起来。殿下，方才大牢里的狱卒发现史家嫡姑娘史静一偷偷进了牢房里探监。一听到史静一回京了，苏冉一惊。殿下，大人让属下来请示，可要即刻将她捉拿归案。殿下，既然她已出嫁，就请殿下饶过她这一次吧。青云，不要惊动她，放她走。青云领命应下。等她走后，殿下，你为何要派人盯着史姑娘？估计她今晚去大牢是去探路了。什么？难道她想劫狱？不只是她，只怕还有一人也有此动机。还有谁？沈直。他是要去救史家二公子？陆承锦点点头。他上次去大狱看过二公子，还开口为二公子向我求过情，就是我刺伤他那天。难道他是因为这个与殿下起了争执，所以你才刺伤了他？沈直的事你以后都不要再管，我会看着处理。陆承锦离开郡主府后没有回景王府。本王这次来和你做个交易。愿闻其详。你离开京城，不要再回来。殿下第一次让我离开京城是因为小冉，那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明知故问。明知故问4个字不过是殿下不能容人的借口。只要你离开，本王就会放过史静一，允许你带着他一起离开京城。你们将他抓回来了？他畏罪潜逃，罪加一等，朝廷如果要判刑，只怕他同他的哥哥们一样都要被处斩。沈直脸色发白，面上再没有方才的淡定。你若敢抓他，我绝不会放过你。若是你不离开，本王即刻就派人去抓他。莫说之前你在暗处都奈何不了本王，如今更不是本王的对手。我劝你见好就收。既然如此，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我保证离开这里，永世不再回京。你要本王放了沈二公子？沈直点头。只要你放了阿简，我会带着他们兄妹2人离开。陆承锦先眸扫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堂堂锦王权势滔天，又诡计多端，此事难不倒你的。你有信心能瞒他们一辈子吗？此言一出，沈直脸色再次突变。若是让史家兄妹知道他就是许诺，就是当年受他们父亲所害掉下山崖的许家儿子，史简与史静一要如何与他相处？两家早在25年前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而今又因为他的报复，史家满门服罪，无一幸免。在他们兄妹看来，他何尝又不是他们的敌人？这是我的事儿，无需殿下操心。殿下只需答应我放人便是。好，本王答应你，也希望你说到做到。你怎么了？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听说小智出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应该知道小智是被吴藏杀害了的吧？小智与他们无怨无仇，吴藏为什么要害死小智？根据沈直所言，那吴藏将罗恒从燕王府救出来之后，送罗恒去沈直那儿锯掉废掉的断腿，大抵是他们担心小智泄露他们的行踪，所以杀人灭口。你方才是不是去过沈宅？我听说小智遇害了，我放心不下，想去找沈直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想安慰安慰他，但没有看到他人。苏冉觉得此事远不止外面传言的那么简单，所以他想亲自去问沈直。殿下，沈直与史姑娘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是我让人将他们送去了私宅，我怕小智的案子会让人发现史姑娘也在沈宅，也担心罗恒会继续对沈直下手，所以暂时让他们不要见面。他的解释合情合理，苏冉却嘲讽地笑了笑。这些药丸当真是殿下的太医朋友做的，原来
他早已知道了沈直的另一重身份，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萧然，你是怎么知道的？此言一出，就是他承认了，哪怕早已知道了真相，但他还是不敢相信沈直就是坠影，两人竟是一个人。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但你是如何知道他就是坠影的？苏然呆愣了片刻，将秋洛带回来的包裹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本医书来。之前坠影来找过我，拿走了我的一本医书，就是这一本。而我方才在沈直的家里看到了他。之前坠影来找苏然，威胁他与陆成锦分开，并拿走了他的医书。后来送他逃出京城的那一次，苏冉曾向他要回自己的医书，但当时坠影告诉他医书已经被他扔了。苏冉信以为真，可今日去沈家找沈直，却让他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那一本医书。震惊之下，苏冉也明白过来，原来坠影就是沈直，两人竟是同一个人。事已至此，苏冉想逃避都不可能了。殿下，沈直当真就是坠影吗？他已经承认了，还叮嘱我让我替他瞒着你。所以之前他都是在骗我，他的沈直身份是不是也是假的？陆成锦虽然不明白苏然对沈直的特殊情感，但看着他止不住发抖的身子，他也知道沈直于他而言是很在意的朋友，被在意的人欺骗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大抵他也是身不由己，不是真心想骗你，更不想让你难过。你看看那些药丸，是他听说你在吃霍大夫开的药方后，他药太苦你喝不下，所以连夜替你制成药丸的。他自己也知道对不住你，所以赔礼也给你做了，你就原谅他吧。看着手边的药丸，苏冉的心里说不出是何滋味，眼尾不觉红了。殿下，你赐他一件事，是不是就知道他是坠影了？你早就知道了，却也瞒着我。见他已经知道沈直的身份，其他事情陆成锦也自然不会再瞒着他。于是他将沈直与罗恒之间的相互怀疑试探，最后小智跟踪罗恒不成功，反而被反杀的事情，还有吴藏故意将小智的尸首抛至大理寺门口的目的，都一一同他说了。所以罗恒他们已经知道沈直与你的关系，也知道他就是娘娘的儿子，他是不是已经将此事禀到皇上面前去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岂会放过？娘娘呢？她知不知道沈直就是坠影？母妃暂时还不知道，但大概也瞒不了太久。那怎么办？这些事我都会处理好，你不用担心。但眼下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他想干什么？他要向父皇告发皇叔就是罗恒背后的主公，我不便出面见皇叔，所以你去提醒皇叔，让他早做防范。如果陈王出事，阿云的身世势必也会曝光，甚至还会惹来杀身之祸，这却是他最担心的。萧然，如果真的如燕王所说，那日出现在长街上的黑衣人是皇叔的影卫，他为什么要出手帮你们？事情来得太快，苏然一下子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陈王那边我愿意走一趟。看着苏然回避他的样子，余下的话全咽了回去。殿下，除了将燕王的计划告诉陈王，还有其他事要我转告陈王吗？你告诉皇叔，若是可以，让皇叔最好先避离京城一段时间，等此事平息了再回来，免得受燕王诬陷拖累。三思还有事，我先回去了。殿下，方才曾大人传来消息，说是燕王那边的事情有点复杂。发生何事了？南安郡主押着小妾快到宫门的时候，却被燕王带人截下了，然后聂将军也赶了过来。可奇怪的是，他竟然帮着燕王不许南安郡主带他的小妾进宫。以陆成锦对聂战的了解，他是绝不会忍气吞声的。事出反常必有妖，他直觉聂战小妾一事中应该另有隐情。他与燕王之间大抵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在，所以不想让人知道。陆成锦脸容沉沉坐着。聂战不追究，不代表父皇不理会。你只管将消息传进御书房即可。他是不会再给陆承彦留在京城的机会。后宫，好了好了，事情都解释清楚了，你就别哭了。本王都解释清楚了，连聂将军也证实了，你还闹什么？陆承彦就将自己扣押聂战小妾以作威胁的事，一五一十同荣贵妃和白书瑶说了。荣贵妃明白过来，
自是不会怪儿子，可白舒瑶的心里却隐隐觉得事情没有陆承彦说的那么简单。母妃，那个贱妾不止长得跟苏冉一模一样，还对我敌意满满。她和殿下之间肯定关系不简单。荣贵妃一听那个小妾与苏冉长得一模一样，眸光倏地冷下。这些全是你多疑的猜想，本王先前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是罗恒先前为了拉拢聂战，特意寻了个与苏冉长得相像的女人送给他的，与本王何干呢？你少在这里污蔑人！那个贱妾当真与苏冉那个贱人长得一模一样？母妃，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污蔑殿下。我初初见到那个女子之时，还以为她就是苏冉，真的是一模一样。足以以假乱真吗？只是一瞬间，荣贵妃的脑海里已生出计划来，凤眸闪过凌厉寒光，再次向白舒瑶求证。陆承彦也觉察到母妃的异样。母妃，你想干什么？没什么，有人不是想尽了法子唆使皇上要将我们母子赶出京城吗？哼，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王是不是已经查到罗恒的背后之人是谁了？此事殿下他没有同我说过。他不告诉你，是不想你卷入危险当中去。如此看来，那背后之人，王爷也心中有数了。本王确实费了些时日去查过罗恒的背后之人，但先前一直没有动静，可近来却有了风雨欲来的感觉。苏冉闻言神情一紧，是民间近日出现了一些谣传，称一直晦暗不明有北辰之势的紫微星近来却大放光亮，逐渐有归正宫之势，说是大晋要出新的天子。想来这些传闻很快就会传进京城，传进金銮殿了。苏冉眉头锁紧，看来他心中的猜测是对的。陈王身边的随从敲门进来，将刚刚到手的消息递到了陈王手里。看来本王暂时不能离开京城了。王爷，发生何事了？宫里出事了，兰贵妃刺伤了皇上，如今皇上生死未卜，兰贵妃也还在昏厥。太后被惊动，亲自出面主持大局，下令京城中所有官员清贵待命，无职不得擅自离京。王爷，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本王的人只知道这些，当中的原因暂时无法知晓。不如你随本王和王妃一起去吧。多谢王爷。小半个时辰后，马车终于到达宫门口。一进乾清宫，看到一道黑色身影冒着大雪跪在寝宫台阶下的雪地里，不是陆承锦还会是谁？他为何要这样对皇上？姑祖母有所不知啊，兰贵妃怀疑父皇杀害了他民间的那个儿子，所以对父皇怀恨在心，趁父皇不备对父皇下手啊。闻言，苏冉的胸口如重重一击，瞬间疼痛起来。他是多么骄傲不羁的一个人，神勇智慧，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若非走投无路，他不会这样跪地为母妃求饶的。可眼下犯事的是他的母妃，出事的是他的父皇，他该怎么办？想到这里，苏冉心疼不已，双脚不听使唤般就要朝他走过去。陆承彦唤住他：二表妹是不是在担心锦王啊？他从午时一直跪到现在，想为他母妃求情，可兰庶人犯下如此大罪，这次怎么能饶过他呢？二表妹若是够聪明，这个时候应该赶紧与这对母子划清界限才是。哎，你不等陆承彦把话说完，苏冉从一旁的工人手里拿过油伞，走下台阶，朝跪在雪地里的男人走去。你怎么来了？宫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岂能不来？陆承锦身形未动，只是沉沉地看着他。殿下，不要在这里跪着了，马上天黑了，夜里会更冷，先随我出宫吧。父皇还未醒来，生死未卜，你让本王如何安心随你回去？他明显感觉到陆承锦的冷厉不悦。我知道你担心皇上，殿下要守着，也不用在这雪地里跪着，万一你再冻伤了身子。这是本王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走吧。他这话说得颇重，声音也不低，四周的人都听到了。话毕，他伸手挡开了头顶上的伞，苏冉一个没拿稳，伞掉到了地上。陆承锦却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里的人最会见风使舵。见此，廊下看热闹的人群里顿时传出几声扑哧的嘲笑声，紧接着是白书咬的声音凉凉响起。人家景王明显心烦，不想搭理他了，他还贴上去，又是撑伞又是擦脸的，真是个狐妹子。苏有宁见苏冉尴尬地站在雪地里，连忙上前去将他拉走。景王只怕正是最心烦意乱之时，你不要再去管他，我们先回去吧。苏冉心口一酸，只得转过头去。如今兰贵妃贬为庶人，景王受母妃牵累，只怕已无缘太子之位。这一晚，苏冉注定无法入眠。窗外却是传来轻轻的叩击声。是小冉，是我。来人是沈直，他收敛起心绪，打开房门请他进来。小冉，我之前想瞒你，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所以我想亲自来告诉你，是我对不起你，一直在骗你，我很抱歉。沈直的声音一如他此时的双眸，空洞无力，带着一丝悲凉。也是这一丝悲凉，让苏冉无措的心反而镇定下来。他从一开始就身负仇恨而来，他也是身不由己。我早就已经知道了。是陆成锦告诉你的？不是他，他一直帮着你瞒着我。是我自己去你的宅子寻你时，发现了之前你从我这里拿走的那本遗书。对不起。还有，你是不是在画舫那次看到我与殿下待在一个船舱里，所以后面才故意刻意的接近我的？事到如今，沈直不想再瞒他，白着脸点了点头。虽然早有预料，但看到他亲自承认的那一刻，苏冉的胸口还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他将上一世他对自己的好延续到了这一世他的身上。说到底，苏冉从未想过沈直会欺骗利用他。你是为了兰贵妃的事来的？听说宫里出事儿了，现在外面各种传言都有，我想知道到底出何事了。从下午开始，宫里有各种消息传出。沈直得知消息后很着急，本想找陆成锦打听情况，可他一直在宫里没有出来。是有人故意给娘娘传了假消息，说你已经受皇上所害，丧命了。娘娘一时受激，就去找皇上拼命了。他怎么会？娘娘远比你想象中更在意你，这么多年来从未放弃过寻找。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不易，但娘娘的日子也并非旁人看到的那般恩宠荣华。她一个不谙世事的乡野小妇人，什么都不懂，贸然来到这后宫，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也是艰难度日。她是为了你与殿下才坚持下来的。那她如今怎么样了？娘娘已被贬为庶人，软禁在上离宫。若是禁地能无事醒来，娘娘或许可以保下一命，反之娘娘必死无疑。若不是禁地昏迷前下令不许为难兰贵妃，只怕太后与荣贵妃等人早就不会给她活命的机会了。闻言，沈直的脸色眼见的苍白起来。我想进宫去看看她。我劝你不要去，景王现在还跪在乾清宫为娘娘求情请罪，我也见不到娘娘。你若贸然闯宫，莫说见不到她，只怕还会掉进罗恒一党的陷阱里，他们正张着网在等着你呢。那我能做些什么呢？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史家姑娘藏好了，不要被人发现，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和殿下。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罗恒的背后之人是谁？你无需追究他是谁，如今你只管护好自己与史姑娘，其他的事情都不宜再插手。不止禁地在找他，陆承照、陆承彦的人也在找他，所以他只按着陆承锦的安排，等尸检一放出来，他们三人就离开京城，再不回来才是妥善的办法。沈直看着他，心里有许多话想说，终了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沈直，到底哪一副才是你的真面孔？你觉得到了如今，我还会以假面来面对你吗？啊？那坠影呢？是你的伪装。当初你托身边的丫鬟去黑市买人皮面具，你还记得吗？你就是那个鬼医。鬼师是我师叔，但易容易生于我们而言并非难事。当日你的丫鬟拿不出那么多钱，师叔不肯动手，于是我接了这个单子，替你们做了3张面具。苏冉怔怔地看着他，还是不敢相信。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背后之人是谁，但此人十分难对付，你们小心。我走了。
甚至走到门口，回头看着他略显淡漠的面容。小冉，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吗？闻言，他心口堵得难受，说不出是何滋味。抱歉，这个问题我暂时还不能回答你。沈直神情微愣，却终是什么都没说，打开房门，冒着风雪离开。再知道他就是坠影，苏冉不禁想到上一世的许多事情。那上一世，他当成黑暗生命里的唯一光亮的挚友，却是害他成为冲喜皇后的罪魁祸首。这样的真相对苏冉来说太过残忍。苏冉房间的灯火一宿未熄，镇国公府上院暖阁里的灯火也亮了大半宿。殿下真是好手段，仅凭一个药童小厮就令锦王方寸大乱，而如今又借兰贵妃出手，打了锦王一个措手不及。如今莫说是翻身，只怕自身都难保了。大长公主此话虽有奉承陆承照之意，但也属实。姑祖母谬赞了，以后还要靠姑祖母多提些才是。殿下接下来有什么安排？父皇病危，锦燕两王相悼，听闻边界又有异族来犯，大晋家国不宁，社稷不安。姑祖母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自然要选一位贤君出来，稳住局面，主持大局。只可惜诸皇子中，除了皇三四子，5子以下皆未成年，难担大任啊。所以此时正是殿下回归的最佳时机。殿下准备怎么做？本王早已在各地提前做好造势，暗示本王的回归。想来不久，这些关于异象的奏折就会从全国各地传到父皇的面前。等父皇看了奏折，必定会让钦天监重观天下。届时就需要姑祖母替本王出面打理了。当年姑祖母凭此助本王死里逃生，此恩本王一直铭记于心。若是大业得成，绝不会亏待姑祖母与镇国公府的。听到这里，大长公主终于明白她要拉拢自己的原因了。原来陆承照还是要靠钦天监铺路造势，一如当年他利用钦天监顺利保命脱身。父皇今日遇刺，消息传回登州，最快也需要7日。待本王接到消息，再快马加鞭回来，至少也是半个月后了。所以殿下准备在半个月后正式回归。哦，二表妹好灵的鼻子呀！啊，知道今日这里热闹，竟自己寻了过来啊！他话里的嘲讽意味再明显不过。陆承锦侧手看了他一眼，低声问道：你怎么来了？我找不到你，听大哥哥说你来了这里，所以就寻过来了。吃完饭你就回去吧。从进屋开始，苏冉就觉察到陆承锦不对劲，事情好似不像他故意疏离他那么简单。既然来了，就喝杯茶再走吧。祖母还有事同你说。苏冉看他的形容，猜到是有关上次密信的事，同他说，于是留了下来。玉安从外面进来，小声同他禀告了什么。陆承彦听后神情一慌，连忙起身告辞走了。他一走，苏冉明显感觉到陆承锦全身松弛了下来。下一刻，大家可否回避一下，我有话要单独同姑祖母说。苏冉去了一旁的偏厅等着，苏幼宁跟着进来。姐姐，你没来之前，我听母亲说，景王这次来和燕王一样，都是冲着丹陵公主来的。难道他也改变主意，想去丹陵了吗？苏冉闻言，神情不由一紧。他不相信陆承锦会这样做，他一定会有别的理由。姐姐，如果真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丹陵性子好强，且不喜欢苏冉。如果她嫁给了景王，岂会有苏冉的好日子过？其实你也要想开些，丹陵是太子妃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景王将来继承大统的话，肯定是要娶她的。听说这一次兰贵妃的事情对景王影响很大，如果他想再分身，恐怕也要借助丹陵和大魏的势力了。是啊，形势对他不利，他也只能借助外力，自己帮不到他。可丹陵不一样，他的背后不只有大魏国，还有大长公主与镇国公府。想到这里，苏冉心里苦涩一片，更多的却是无奈。
我没事的，只要殿下他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重要。真的吗？表姐当真什么都不在意？丹灵施施然走了进来。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怎么，话无不可对人言？我呢也不过是碰巧路过，表姐何必说偷听这么难听啊？是不是？你，表姐，如果你当真不在意，就不会在这里眼巴巴的等着了，更不会听到景王来了这里就赶忙追过来。而我不妨告诉你，如果景王想娶我，就绝不能再娶你，哪怕做他的侧妃小妾都不行。他话说的不止难听，更是带着赤裸裸的挑衅。可苏然却并没有受他所激。公主是皇上亲封的太子妃，没人同你抢的，公主大可高枕无忧。说罢，苏然再不理会他。见他这个样子，丹灵只感觉自己所有的气力打在了棉花上，一点作用都没有，像个跳梁小丑。顿时他又气又恼，狠狠瞪了苏然一眼，甩袖走了。姑祖母的意思，难不成希望与苏家联姻的是大婚在即的燕王，亦或是姑祖母有了更好的人选？殿下说哪里的话，本宫一直最想看到的就是你早日与丹灵成亲。只是丹灵的性子要强，既然她不想你娶二丫头，若是你办不到，这桩亲事注定成不了。如此一来，就算本宫去太后面前替兰庶人求情，与殿下的大业也无益，岂不是白忙一场？闻言，陆承锦眸光一沉，大长公主这一般的敷衍他，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他已选择站队陆承照，自是会替陆承照保守秘密，不会告诉他任何事。本王自然是尊重姑祖母的决定，待父皇醒来，本王会亲自告诉父皇，本王求娶失败，告辞了。说罢，不等大长公主反应过来，他已不做停留，拂袍朝外大步走去。大长公主愣住了，陆承锦从进来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提过求娶丹灵的事，如今却要去和皇上说他求娶失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瞬间，大长公主莫名心慌起来。公主，你怎么了？二丫头还在吗？她一直在偏厅等着呢。快去叫她进来。金嬷嬷连忙下去请苏然。昨日在宫里，我见殿下对你的态度有所改变，方才吃饭时也不太搭理你。你们之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苏然倒没有想到他留下来自己是关心他和陆承锦之间的事，但他知道他这个祖母从来对自己不会安什么好心。苏然回答的模棱两可，殿下本就不喜多言，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就更加没有心情说话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殿下可有说过何时娶你进门？祖母，如今多事之秋，我与殿下都没有心思想这个。上次托你查密信一事，你查到什么没有？祖母恕罪，我差人四处查过，却一直毫无线索。听到这个话，大长公主明显松下一口气来。罢了，此事毫无头绪，确实难办，也怪不得你。那还继续查吗？如今是多事之秋，不宜在节外生枝，此事暂时搁下，你不要查了。离开镇国公府时，姑娘，殿下是不是已经怀疑大长公主与那幕后之人联手了？秋洛，你明天去陈王府一趟，请陈王帮我查一查当年钱太子出事前宫里发生过什么事，特别是关于钱太子与禁地的。纵观钱太子的整件事情当中，还有苏然想不通的。第二天一早，秋洛从外面进来。秋洛，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要修整。这手稿足足有10来页厚，全是这几天苏然辛苦写出来的。姑娘，此事干系重大，如果日后皇上追究起来，只怕是杀头大罪。姑娘要不要先与殿下商议一下？不要，殿下深知这一次对手厉害，所以不让我插手。如果让他看到这些，他只怕会一把火烧了，绝不会让我继续做下去的。那姑娘为何还要冒这样的风险？因为这是揭穿陆承照阴谋最快最直接的法子。你们擅闯郡主府，想干什么？嘉禾郡主涉嫌毒害兰庶人，我等奉太后之命，捉拿嘉禾郡主归案。我家郡主是冤枉的，你们休想血口喷人！
秋洛拔剑在手，护在苏冉面前。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待看清郡主府里的一切，他眼神寒厉，嘴角噙着一抹阴鸷的冷笑。当初他从安堂里带回来的那个一无所有的小庶女，如今竟是这般的风光。不知酒楼办得红红火火，府邸竟也是恢宏气派，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而反观他自己，从贤明远播、最有望入主东宫的三殿下，变成了如今要被父皇赶出京城的地步。他遭遇的不公、丢失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想到这里，陆承彦不觉咬紧后槽牙。这一次他落到自己的手里，他定将之前的仇恨一次性的跟他了结清楚，让苏冉生不如死。证据确凿，来人，将他押回去，违令者格杀勿论。官差得令，立刻冲进来捉拿苏冉。秋洛想也没想，就冲上去挡在他们面前，却被苏冉拦住了。你去告诉殿下，让他去找聂战的那个小妾。方才短短的时间里，苏冉脑子里已是想到了一些事情。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将人抓回去！不劳你们动手，我自己走。阿云却先开了口：你当真要抓走我阿姐吗？苏冉来到阿云的面前，你放心，事情不是阿姐做的，他们奈何不了我。你记住阿姐的话，我不在府上的日子，你也乖乖的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等阿姐回来。我记住了，我替阿姐绣好门，等你回来。他不吵不闹，是不是心里已有了主意？门口却是传来了一阵骚动，竟是聂战来了。苏姑娘，聂将军找来是有话同我说，还是来找燕王殿下的？当猜到是他的小妾假扮自己陷害兰贵妃后，苏冉就明白过来，那个小妾从一开始就是罗恒的人，只怕到现在聂战还被蒙在鼓里。你放心，我知道不关你的事，我去同燕王说清楚。燕王殿下，借一步说话。有些事旁人看不明白，可陆承彦与聂战心知肚明。我不管你们在搞什么阴谋，但你们不可以嫁祸给苏姑娘，她什么都没做，她是无辜的。可此事已闹开，大家都看到了他那张脸，总要找一个人出来顶罪。难道你要将他交出来？你不顾你亲生骨肉的死活了？殿下诡计多端，这点小事你自有办法解决。我不会揭穿你们的阴谋，但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让苏姑娘顶罪。你，陆承彦气得差点裂开。殿下莫要忘了，她是荣贵妃的人接进宫去的，那盒东西也是他们给她的。如果真的要追究，殿下的母妃也难逃一劫，聂王又有何惧？陆承彦脸色一白，倒没有想到这个莽夫看似粗鲁，那些背后的事他竟全知道。殿下好好想想，聂某相信殿下能想出一个两全之策。聂将军对嘉禾郡主果然一往情深呐，如此也难怪当日将军府上起大火，聂将军拼死也要寻回那幅画了。想来那幅画名贵异常啊。陆承彦见他一提到画，如风死穴，不由勾唇笑了。将军若是不想让心上人知道你对他做过什么，就乖乖离开吧，不然本王将那幅画公布出来，让他再没有脸活在这世上。愣着做什么？赶紧将郡主带回去。阿云眸光渐寒，看来有些事他要提前做了。苏冉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京城，罗恒得到消息后放心的笑了。看样子这一次连锦王都被骗到了，兰树人如今只留着一口气拖着，想必那沈直很快就会进宫去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了。哼，纵使陆晨锦再精明，也想不到先生早早就布好了局，将那沈渊改头换面成苏冉的样子，以此瞒天过海。想来今晚就能抓到沈直了。天明时分，宫里传来消息，有刺客闯宫，闯宫的刺客是沈直，被当场击毙。很快，陆承锦为了翻身杀同胞哥哥的消息传得满城皆是。是夜，陆承锦负手站在窗前，眸光看向京兆尹的方向。殿下，大长公主落叶后偷偷出府，去了清正司府上，这是各个地方传来的密报。还以为他有多高明的手段，全是些下三滥。曾少北他们准备好了吗？咱大人与大公子都准备好了，就等殿下一声令下，动手。
半夜时分，大理寺天牢方向火光冲天，似有人放火劫狱。他们所杀之人，却是前不久刚从登州抓捕归案的国舅爷秦衡及其家人。所幸大理寺防卫森严，刺客最后没能得逞，临行前却放火烧大牢。史家二公子石简不幸在大火中丧命。消息传开后，整个上京城里都震动了。到底是谁要杀秦衡？事态严重，惊动朝野。掌管三司的景王立刻下令关闭九门，所有人一律不得出城，并亲自带人捉拿刺客。城西某处院子里，先生不走吗？我不能走，殿下此刻还没出城，我要在此拖住晋王。可若是先生落到晋王手里，必死无疑的。走不掉了，他们已经到门口了。果然，下一刻院门被一脚踢开，陆承锦带人闯了进来。带人进屋搜，每寸地方都不能放过。殿下无需劳师动众，你要找的人已经走了。他走得出这个院，却走不出这座城。1个时辰前，本王已经下令封闭九门，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你们的主公离开还不到半个时辰，他已经出不了城了。闻言，罗恒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一片苍白。去各个城门口搜，叛党刺客一定躲在出城的队伍里。殿下，我们奉命搜查院子时，发现了邓娘子。陆承锦闻言先是一怔，而后眸光冷了下去。果然，邓青瑜并不是失踪了，而是没有死心，又与罗恒勾搭在一起了。乐童呢？他一切可好？有没有伤到哪？我们没有看到小小姐。我们进屋时，厢房里只有邓娘子一个人在，可她一言不发，最后才说要见到殿下才告诉我们。他又想搞什么花样？上夹棍，若是他再不招，就夹断他的手指头。陆承彦一大早就过来亲自提审苏冉，先逼苏冉认罪，再想办法让婉婉拿出那幅画。如此有把柄在手，就不怕聂战宇的翻脸了。陆承彦，你休想屈打成招！娘娘出事那天，我根本没有离开过郡主府，我全府上下都能为我作证。你若真要查，就去查那雪花酥是从哪里得来的，那天进出宫的人到底有哪些？陆承彦知道他想说什么，重重地扣下惊堂木。你府上的人自是帮你说话，而宫里那么多眼睛看到的是你给蓝树人送去的雪花酥，铁证如山，你逃不掉的。不如招了，免受皮肉之苦啊！你不如直接杀了我，不然你休想让我替你们顶罪。如此，你休怪本王不顾情面了。永祥，若是他再不招，大棍伺候。你敢？话音未落，陆承锦甩袍大步跨进堂来。你来干什么？太后已下令，此事不许你插手。陆承锦却看都不看他一眼，径直来到苏冉的面前。小冉，对不起，我来晚了。这些天发生太多事了，苏冉一直盼着能见到他，可陆承锦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我没事，我知道地下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听得陆承锦越发心疼起来，看着二人旁若无人的在公堂上恩爱私语，陆承彦拳头几乎要捏出火来。听闻皇帝手下的大理寺刺客闯进去，肆无忌惮的杀人放火，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皇帝不去抓刺客，竟然还有心思来这里多管闲事儿啊！本王今日来是来接小冉出去的。皇兄既然知道本王事务繁忙，就不要再阻拦耽搁了。陆承锦，你如今自身难保，就不要在这里装自大。你以为你杀了沈直就洗脱干净嫌疑，没事了吗？啊！本王刚刚抓到罗恒，我手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叛党，而我没记错的话，他先前可是皇兄的人。你，罗恒做过许多坏事，死10次都不够，但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谋士，若非皇兄慧眼识珠，他岂能做成这么多大事？陆承锦，你休要血口喷人，他的那些事儿，本王一概不知。我也相信皇兄是清白的，我更知道他背后另有人在指使他，而本王如今就是要找出他的背后之人。皇兄觉得他会招出谁来呀？等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他再也绷不住，脸色大变，彻底慌了。
哪怕他当初打断了他双腿，罗恒也不肯将主公招供出来。如今他落到陆成锦的手里，陆成锦要审他，他为了报断腿之仇，一定要将所有的坏事都往自己的头上推，到时候他岂不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想到这里，陆承彦整个人都僵住了，好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他想活命，就乖乖去父皇面前坦白一切。你母妃在中间担起什么角色，你心知肚明。还有，你将那个婉婉交出来，替萧然洗刷冤屈。陆成锦连婉婉的名字都叫得出来，事情他早已一清二楚，亏得他还以为事情天衣无缝，将那婉婉给绑下来，如今却成了陆成锦钳制自己的利器。而下一刻，猛然从他的话音里觉察到了什么。你方才说去父皇面前坦白，父皇是不是早就醒了？到了大理寺，他带着他去了房间里。陛下，你是如何查到孽债的那个小妾的？不等陆成锦回答，还有，殿下，听说沈直出事了，是真的吗？是不是皇上早就醒了，他与娘娘都没有事？你先休息一下，等你病好了，我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你先睡一会儿。苏冉这几日确实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如今陆成锦就在身边，他也就放松了，眼皮不觉沉下来，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你去召大公子过来，给他看病。苏冉迷糊间听到了陆成锦提到大公子，谁是大公子？以前怎么没有听陆成锦提过？不一会儿，一个男人背着药箱走了进来。小冉发热了，你替他看看。男人坐下，手指轻轻搭了上去。他是太累了，神思疲怠，引起了热症。我去给他煎一剂药，等他服下后，你让他好好睡一觉，应该就没事了。12公子怎么样了？虽然救了他的性命，但他还是不能原谅我。所幸有静怡帮着劝他，他才平复了不少。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他们离开？尽快吧。你安排好后告诉我，我会让人护送你们出城。天色渐渐暗下去，秋落也来了。姑娘，你身子还好吗？大家都很担心你。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府里一切都好吗？阿云有没有出去？府里一切都好，小公子除了上次和我一起来见殿下，其他时候都乖乖的待在家里，姑娘不用担心。闻言，苏冉不由得放下心来。紧接着，长鸾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殿下，他一直闹着要见您，您要不要去见他一面呀？”苏冉脚步顿下，却久久没有听到陆成锦的回答。姑娘，我方才进来时听到外面的人说，大理寺在抓罗恒时，在罗恒的院子里找到了邓娘子。苏冉眸光一紧，终是明白陆成锦为何迟迟没有开口了。邓氏之前带着女儿离开京城回去西北，却在半路失踪，如今看来，他根本就是有预谋的逃走。姑娘，这次抓到邓氏时，他的女儿却没有在身边，听闻长鸾带人四处找过，都没有找到，而问了邓氏，他却一直不肯说。听到这里，苏冉的心口莫名一跳，继而咯噔一声往下沉。陆成锦过来耳房，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我好多了，没事了。我还有事，马上回来。殿下，你是不是要去见邓青瑜啊？我陪你一起去吧。你都知道了？是。陆成锦看出他眸光里的担忧，心里也跟着往下沉去。下一刻，他终是点头，握紧苏冉的手，一起往大牢里去。你为什么要带他来？我不想看到他。邓青瑜一时凶狠地看着苏冉。乐童在哪儿？你将他藏在哪儿了？邓青瑜一听到他提起乐童，目光痴迷地看着陆成锦，语带幽怨：殿下，你为何总是记着他？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吗？邓氏，你如今连自尊自重都不要了吗？自尊自重？陆成锦，自那次在城门口看到你第一眼，我就没有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只想同你在一起。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休要胡言乱语！你与本王初时，你还是邓将军的妻子。是他妻子就不能喜欢你了吗？早知道会遇到，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他，更不会让他玷污我。陆成锦，
我知道你嫌弃我，嫌弃我嫁过人，嫌弃我身子不干净了。可我对你是真心的，你为何就是看不到？见他越说越过分，陆成锦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倏地上前，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你快说，乐童在哪儿？他是不是出事了？陆成锦，你掐死我吧，能死在你手里，我也甘愿。殿下，你先放开他，有话慢慢说。只有他知道乐童的下落，只得咬牙松开手，放开他。陆成锦，乐童已经被我卖掉了，这一辈子你休想再看到他，你注定要一辈子愧对邓景阳。他为你卖命，可你连他唯一的女儿都没护住，你对不起他，你食言了。闻言，陆成锦怒不可遏，苏然反而松下一口气来。只要乐童还好好的活着，一定有办法找到他的。殿下，他只怕是在说气话。乐童是他的女儿，他怎么会将孩子卖人？先问清楚。邓氏，只要你告诉乐童的下落，本王不再追究你其他过错，仍然照顾你们母女。本王说到做到。陆成锦，邓景阳死前，你在他面前承诺过，会娶我过门，会照顾我们母女一辈子，除非你全部都做到，不然你休想再看到乐童。你已经无药可救。说罢，他再不与邓青瑜多言，带着苏然转身离开。邓青瑜看到陆成锦决然离开的身影，再次痛哭起来。他无法开口骂陆成锦，只得对着苏然的背影骂：都怪你，都是因为你，殿下才不要我的，我诅咒你不走。不等他把话说完，陆成锦骤然回头，眸光冰冷地看着他，吓得邓氏全身一个机灵，余下的恶毒诅咒却不敢说出口了。邓娘子，感情的事勉强不得，你如果能够及早的醒悟，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不用你教训我，你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与殿下之间的事情，你没有资格来说我。你好自为之吧。父皇明知母妃是受人蒙骗陷害的，为何还要这样处置她？朕若是不这样做，连你都会毁了。父皇准备让我何时出发？新年将近，等过完年你就回北疆吧。朝中的形势瞬息万变，等他将来再回来，只怕京城早已变天了，所以他是绝不会离开的。其实父皇早已知道掀起这阵风波的人是谁，所谓的天象，各地方涌现的异象，还有之前给父皇写的告密信给母妃假消息的人，都是他。虽然陆成锦没有提名字，但禁地已心知肚明。父皇这个时候让我离开，是不想让我继续查他的事。从朕昏迷至今，你查了不少时日，可一直没有结果。朕总归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我早就说过，那罗恒就是他的人，他处心积虑地将罗恒安插在燕王身边，唆使陆承彦与我为敌，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他并非临时起意，他绝不是无辜的。你说再多，都只是你的揣测。你掌管三司，难道不知道口说无凭？从今日起，此事你不要再管，朕自会处理。你打点好你回北疆的事宜。陆成锦神情一冷，还想再说什么，禁地已摆手让他出去。到达大理寺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你怎么来了？我是特意过来陪殿下用晚膳的。陆成锦一听就知道他已经听到消息，是担心自己，所以过来陪他了。冰凉的心口注入了一股暖流。宫里的事你都听说了？没有想到皇上会这般的处置娘娘，但得知禁地将兰贵妃永久禁足在上离宫后，他的心田震动起来。母妃此次确实做错了事，而此事终究要有一个了结。只要抓到陆承照，一切就会真相大白，母妃就没事了。可陆承照并不简单，想抓到他只怕不容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父皇阻止我再查此事，又在此时召见假册，就是想私下处理此事。即使私下，就表示皇上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会追究陆承照的罪责。看来皇上对前太子的感情比他预想中更深。父皇还对他抱有父子之情，希望能劝服他收手。可陆承照野心勃勃，为了父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父皇把他想得太简单了。殿下，皇上此举是有意将殿下的风声平息下去。若是殿下与皇上背道而驰，让皇上知道了，只怕会惹怒了皇上。
你放心，我们会私下查他，一定能把他抓到。那殿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们的人查到登州有一队人马一直停在城外不进城，他们是在等着陆承昭跟他们会合，而陆承昭为了名正言顺的回来，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出城与城外的人会合。所以殿下想在他出城之时抓住他。据我猜测，他必定会找人掩护他出城，而大长公主只怕是他最佳的人选。要不明日我回镇国公府一趟，看祖母那边有什么动静。你不要去，大长公主已经知道我们对她起了疑，若是你突然回去，反而会打草惊蛇的。隔了2日，镇国公府派人来请她过去。丹陵公主要回大魏了，公主今日在家里设了家宴为她饯行，所以请二姑娘一起回去赴宴。苏冉听后心思微动，马上过新年了，丹陵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大魏？难道真的如陆承锦所说，是大长公主要帮陆承昭出城，利用丹陵出城为他做掩护吗？当即就跟着金嬷嬷去了镇国公府。你将我弟弟抓去哪里了？姑娘不要着急，说起来你是我的表妹，而令弟呢更是我的堂弟，本王不会为难你们的。听到堂弟2字，苏冉心头雪亮。你要利用阿允逼陈王送你出城？闻言，陆承昭神情微顿，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苏冉竟能一眼猜中他的心思。为何是陈王而不是你呢？陈王府，君主有何打算？王爷千万不要听从他的摆布，不要跟他一起送死。可阿云在他手里，陆承昭如今还需要利用王爷，所以阿云暂时是安全的。秋落会跟踪陆承昭回去，只要找到阿云的下落，就能伺机将他救出来。但如此一来，阿云的事就瞒不住了。苏冉闻言心口一沉，本王公开与阿云的关系，承认他的身份。他的声音也很沉重。你放心，就算皇上要处置，本王也会舍命保护阿云周全的。王爷已早早为阿云想好退路，如果最后皇上不放过他，王爷会将他送去大齐，那里有最忠心王爷的忠仆能士，他们会抚养照顾阿云长大。郡主放心吧。可如今看到陈王、陈王妃殷切的样子，他们连给阿云的退路都想好了。我并非只是担心阿云，我希望王爷和王妃也安好无恙。我不想阿云刚认回家人，又要与你们分离，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万全之策，能保大家无虞。陈王听了，眸光一震。皇上那边，本王会想办法打消皇兄心中的戒备，但在阿云被救回来之前，此事不能张扬，更不能让陆承昭知道。我正有此意。陆承昭诡计多端，这一次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趁他出城之际，将他擒住，送到皇上面前。郡主打算怎么做？实不相瞒，我已将前皇后与西席先生以及前太子的事写成了话本，传扬出去。我还会联系戏班，将它编排成戏文演出来。而这一出戏，我要让皇上亲眼看到。小冉，此事风险太大，你这般揭露皇家隐私，就算最后能扳倒前太子，也会惹怒天家，你会性命不保的。陆承昭此人心思阴暗歹毒，他绑走阿云，陷害兰贵妃，若是让他得逞，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不会放过他。王爷，其他的事我来安排，只是有一件事需要王爷相助。你说。3日后，请王爷想办法请皇上出宫。大理寺。跪下！你可知道自己犯了大罪？小的不知犯了何罪，还请殿下明示。陆承锦将手边的手稿唰的一声扔到他的面前。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将皇家秘事当成话本张扬出去！你是觉得你项上这颗脑袋太沉太丑，不想要了？殿下容禀，这些手稿不是小的写的呀。那是谁写的？是我从一个书生那里买来的，可小的忘记问他名字了。他如今人已不在京城，找不到他了。于二到底还是讲义气，没有将苏冉说出来。陆承锦神情缓和半分，斜眼看着他。本王倒碰巧认识这个书生，他是不是姓苏，单名一个冉呢？殿下都知道了。他还让你做什么了？一五一十说出来，少说一个字，本王要你的脑袋。事到如今，于二哪里还敢再瞒，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所有的事情，包括苏冉让他将画本拿到戏班当戏本演出来的事。陆承锦听后眸光深邃，眸底有亮光闪过。还有今日你来见本王的事，
不要让姑娘知道。是。话本你继续传出去，但手稿通通烧掉，一个字都不许留。是。你继续替姑娘做事，但姑娘让你做什么，都要第一时间向本王汇报。陛下，罗恒当真被灭口了吗？苏冉来到大理寺，就听说罗恒已被刺客灭口的消息。陛下，你是故意做给陆承照看的？罗恒不只知道他的所有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敏感，所以不管当年之事是真是假，陆承照都不会希望他再活着。那陛下现在将他关在何处啊？当着为了做戏让他受了点伤，但没想到他却一心求死，以头撞墙，差点丧命。如今让沈直在治他。虽然早已猜到沈直还活着，苏冉还是难掩惊色。那日宫里死的那个沈直是无赃，就是罗恒身边那个侍卫，也是他杀了小智，所以沈直杀了他，算是替小智报仇了。可大家都说是你动的手。在我动手之前，沈直已经亲手了结了，他替小智报仇了。我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补上一件做做样子。陛下，既然罗恒已死，你能不能将他交给我？马车离开大理寺，茂业回去郡主府。姑娘，你可是还在为方才殿下拒绝你的事而烦心？秋若，你觉不觉得殿下这次有些奇怪？姑娘，会不会是殿下另有安排，所以暂时不能将人交给你？秋洛说的似乎有理，但苏冉还是觉得陆承锦有事瞒着他。姑娘，我正想同你说，我上次去大理寺，长鸾他们似乎有事在防着我，我就觉得……余下的话秋洛没说，苏冉也明白他的意思。爸，殿下肯定也是为了我们好，3日之期马上就要到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眼下先抓了陆承照，救回阿云才是最紧要的。翌日，秋洛也早早地带人去码头边盯着，只等陆承照一离开，就上船救人。很快消息传来，阿云被顺利救出，秋洛送他安全回郡主府了。宫里那边也传来消息，皇上与太后的龙驾行到半路，前方的路段却起了大火，可改道后，皇上的龙驾却不知所踪。王爷，既然情况有变，我先回府里看看阿云。王爷放心，我回去之后会好好的同阿云解释您与他之间的关系，等他想通之后，我再安排王爷与他见面。听他这样说，陈王不觉松下一口气来。多谢郡主体谅，如果阿云不愿意认我，本王也不勉强。阿云的心智不同一般的孩子，他会明白的。听他这样说，陈王妃终是放下心来。从陈王府出来，苏冉坐上马车回郡主府。秋洛，陆承照没有按着约定来陈王府，而皇上的龙驾也出事了。我怀疑陆承照是要趁着城中大乱，趁机出城。你派人去城门边守着。于二却找上门来了。啊，于大哥，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托人去告诉你，戏班子今天暂时用不上了，我给他们的定金不用退还了，就当是给他们的茶水钱。于二闻言，面容有些尴尬。那不行，他没出班，哪里能收郡主的钱呢？我来就是将定金归还给郡主的。苏冉看着银票，心里闪过一丝异样。于大哥，你是如何知道我今天用不上戏班的？没有啊，我并不知道，我是方才听郡主说的。可你在听我说之前，退定金的银钱都准备好了。于大哥，你说实话，是不是殿下让你这么做的？他嘴里的殿下自是指陆承锦。如果你不肯说，我自会去向殿下问清楚，到时我与你连朋友都不能做了。郡主，不是我要告诉殿下的，而是殿下将我抓去要砍我脑袋，我不得已才出卖郡主的。然后呢？然后殿下让我不要让你知道，你吩咐的事情我继续做，但做之前要先告诉他。难怪上次去大理寺，他半个字都不提话本。原来陆承锦早就知道话本是自己写的，而他托于二找戏班出演的事，于二已向陆承锦禀告过。以他的智慧，只怕他与陈王的计划，陆承锦早已了如指掌。锦王府的后花园，这出戏文是何人编造出来的？正是儿臣。这么说来，外面传扬的话本也是你弄出来的？看来他早有预谋。朕明明说过，不许你再插手此事，你竟敢抗旨不遵！全是你平时对他太过偏宠，才会导致今日他这般无法无天。
将这样的私密丑事都宣扬出去，这让陆氏皇族的颜面何存？一直没有吭声的大长公主见机，长叹一声：“唉，晋王行事一向稳妥，为何这次这般冒失激进呢？”你今日费尽心机将朕和太后还有姑母叫来，不会只是看戏这么简单。说吧，他是不是已经落在你手里了？晋帝嘴里的他，自是指前太子陆承诏。父皇误会了，你下旨不让儿臣再查前太子一事，儿臣岂会违抗圣意？其实今日儿臣请父皇太后来看这出戏，是为了解开先前关于天象异象的谣言之谜。而最后三司查到，所谓帝王星归位，不过是江湖术士收了银钱的胡诌之言。他明明查的是陆承诏案子，却半字不提前太子，只从谣言入手，对陆承诏下手。如此一来，即便将来有人拿此事攻坚他，他也可以轻松脱身。父皇，此人蓄谋已久，且狼子野心。儿臣身为大晋锦王，身负守护大晋安宁之重责，又为三司之首，破解谜案，揪出作祟小人，铲除奸佞，本王责无旁贷。太后神情恢复沉静。当初你一时心软，留他一命，而今他怀恨而来，野心勃勃。若是再抓到他，皇上定不能再放过。戏文里的剧情样样与当年之事贴合，不仅勾起了他尘封的记忆，还解开了他当年心中未解的疑惑。譬如当年他为何病得蹊跷，为何秘药需要亲人的肉血做药引，原来全是有人刻意谋划。如此，这一次皇上没有再反驳太后的话，竟是默默应下了。既然父皇心意已定，大理寺已将此案主犯抓获，父皇可要移步大理寺亲审此案。原来一切全在他的掌控中，而陆承诏也早就落在了他的手里。陆承瑾坦然迎上晋帝的目光，再次开口：“是在大理寺公审，还是将他提到这里私下审理？儿臣全听父皇安排。”四皇帝，想当年你连门栓膏都没有，如今竟能挡住孤的光了。母后说的没错，你们这群庶子就像宫墙角的那堆杂草，讨厌又显眼，要尽早除去。当年你若不是去了西北，孤早就不会留你至今日了。你放心，你的坟头很快就会长出数不尽的杂草，东宫的门栓本王都会全都换了，扔到你的坟头烧给。哼，你要杀我，陆承瑾，你不敢的。你若要杀我，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现在。你若杀了我，父皇不会放过你。你已背负了一个杀兄的恶名，你若敢再对我下手，你永远别想得到大晋江山。本王贵为三司之首，连国舅爷的头都敢砍，何时不敢杀你一个造谣生事的鼠辈？他平生第一次被人骂作鼠辈，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本王不杀你，是因为不想太便宜你。你难道忘记了，你身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呢？等走出暗牢，外面豁亮的天光刺得陆承诏双眼一黑。陆承诏，天亮了，梦也该醒了。皇陵里前太子的坟前草都黄了几茬了，你的春秋大梦也到头了。听到陆承瑾的话，陆承诏形容一震，双眸透出一丝清明来。陆承瑾，你觉得父皇这一次会如何处置我？你怕了？我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这几年的时间于我而言是白赚回来的，我有何惧？我只是好奇，若是父皇这一次再放过我，你可甘心否？你就这么笃定父皇这一次还会饶过你？敢不敢打个赌？就赌父皇这一次会不会要我性命？皇兄这么好的兴致，我岂能败你的兴？好，本王就陪你赌。你想赌什么？很简单，若是父皇留我一命，晋王就请自行了结，你我二人只能活一个。好。消息传到郡主府，殿下怎么这么糊涂啊？万一皇上这一次又放过他，殿下岂不是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苏然脸上的血色一直没有恢复过。姑娘，殿下没事的，我方才回来之前看到皇上的龙驾回宫去了，是殿下亲自护送皇上回去的。苏冉闻言胸口一松，不觉舒出一口气来。殿下没事，那就是那个前太子有事了。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咱们府外的侍卫还不撤去？秋洛从外面进来，此话倒是提醒了苏冉。是啊，如果陆承照一案已了，他就安全了。为何陆承锦的人还严密把守着他的郡主府？顿时，苏冉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可能是殿下太忙了，一时间来不及命人退下也说不定。姑娘，长亭来了。他来接轩儿回去？不是，他是奉殿下之命来找姑娘的。苏冉听出秋洛话音里的不同，回眸看向他。可是发生什么事了？我刚才听长亭说，落叶后御林军陈统领带人去城外抓回一批人，而燕王也奉旨连夜进宫了。闻言，苏冉心口一沉，再不多言，提步飞快地朝自己的院子走去。一进院门，就看到长亭站在院子里等他。长亭，可是宫里出事了。殿下呢？殿下是不是出事了？姑娘，今晚殿下派我出宫是来劝你离开的。殿下担心画本和戏文一事最后会被皇上发现是姑娘做的，所以请姑娘赶紧带小公子离开。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事瞒着我？皇上相信了陆承照的话，所以事情反过来了，成了殿下与他人一起攻坚陷害陆承照了。皇上嘴上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已将贾大人判了流放之刑，被流放去了3000里外的粮仓。闻言，苏冉胸口揪紧，事情比他想象中更严重。长亭，你替我做2件事：一是解了郡主府的封禁；2是告诉我罗恒的下落。罗恒之前受了重伤，是大公子在救着他，所以他们如今在一起，大公子负责看守着他。此事皇上对外宣称公布了吗？皇上下令不许外传，知道的只是皇家内部的几个人，连后宫的娘娘们都不知道陆承照如今被囚禁在储秀宫。皇上下令让燕王负责查明此事。皇上把陆承照一事交给陆承彦去查，看样子陆承照之前的狡彻之词对陆承锦还是起了影响。殿下呢？他一切可好？殿下没事儿，虽然陆承照先前污蔑殿下与贾策勾结，但他同样也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所以皇上没有追究殿下的罪责。只是关于画本一事，皇上与太后还是心存芥蒂，所以罚殿下回府闭门思过。苏冉听后神情凝重起来，禁地幽闭了陆承照，陆承锦也被罚闭门思过。如今一门独大的就只剩下陆承彦了，而陆承彦的野心并不比陆承照少，所以他会趁着调查此案对陆承锦下手的可能性很大。如此，他要尽快的扳倒陆承照，了结此案，才能够保护陆承锦周全。长亭走后，苏冉没了睡意。姑娘根本就没打算走，对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画本一事最后揭穿，皇上要治我的罪，就算我躲到陈王的封地也逃不掉的，还会连累陈王，我又何必要走呢？姑娘是不是要留下来帮殿下对付陆承照？我对付陆承照不只是为了帮殿下，也是为了我自己。姑娘打算怎么做？你不要担心我心中已有章法。苏冉方才抄写经书时，脑子里已想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一日一早，阿云过来找苏冉用早膳，问起长亭过来的事。苏冉没有瞒他，将陆承照的事都同他说了。阿姐，你是不是想帮景王殿下？那我能帮你做些什么？我确实有事想请你帮忙。阿姐请说。你这几日不是一直跟陆承照在一起吗？我想请你帮我画一幅他的画像。阿姐放心，我马上回去给你画。苏冉带着画像趁着天黑出门了。很快，马车来到城中一处毫不起眼的私宅外面。沈直打开院门迎苏冉进来。苏冉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说：沈大哥，我有急事请你帮忙。要告殿下什么？他状告殿下强占他的嫂嫂，害死他的哥哥。什么？他胡说八道，亏得殿下以前那么照顾他们兄弟，真是卑鄙小人。邓景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状告陆承锦，事情绝不会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你先去找曾大人，让他想办法将那邓景明的状词誊抄一份拿出来。等到晌午后，秋洛回来了，带回了新的消息。皇上午后正式下旨，革去景王掌管三司之职，由燕王和京兆尹共理此事。而明日，燕王会在京兆尹正式提审邓青瑜和邓景明。等到开堂这一日，
为示公正，也是为了羞辱陆成锦。陆承彦特意公开审理。苏然早早地来到京兆尹府，站在栏外听审。男人还是一身玄色锦袍，半歪着身子，闲闲地靠在扶椅上，那般闲散的模样，竟似半点没有将这场全城瞩目的审判放在眼里。哟，到了公堂上，竟然是这副形容，真是好生猖狂。若不是猖狂，就做不出杀人夺妻这种事儿了。听到大家对陆承锦的责骂声，陆承彦急不可闻，勾了勾唇，一拍惊堂木，开始正式开堂。第一个提审的是邓景明。各位大人明鉴，当初在北疆，我大哥是锦王手下的副将。邓景明一上来就指着陆承锦，开始指控他害死他大哥，强占他大嫂。大家再次议论纷纷起来。看到群众激愤，陆承彦甚是满意。皇帝，你可有话要说呀？不急，先让他们说完。看着他毫不在意的样子，陆承彦忍不住咬牙暗骂一声，传另一证人上场。这一次上来的是邓青瑜。只见小妇人一身素白的裙袍，眼眸间蓄着泪，拖着羸弱的身子缓缓走出来，真是我见犹怜。这个邓娘子这般神仙人物，难怪晋王对她起了色心。可再好看也是别人的妻子呀，怎么能杀人夺妻呢？晋王他真是仗着身份为非作歹。邓景明，这位可是你的嫂嫂邓氏？正是。方才你小叔子所言你都听到了，他所言可句句属实啊？是我对不起夫君，早在发现晋王对我心思不纯时，我就应该告诉夫君的。可晋王权力通天，我不敢得罪他，便想委曲求全，可却没想到他却步步紧逼，最后竟是害死了夫君，都是我的错。简直是痴人说梦，不支持。邓氏，你所言全是你的意念，本王莫说对你起男女心思，就连看你一眼我都嫌恶心。陆承锦一开口，全场倏然安静下来。他不动自威的气势，不止将邓青瑜吓得住了嘴，连场外围观的百姓也集体噤声。明明是你不守妇道，背叛邓将军，想攀上本王，如今却倒打一耙。邓氏，本王还真是小瞧了你。本王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将乐童卖去了哪里？不是他逼我的，我没有不守妇道，我是清白的。看着他疯魔般的样子，陆承锦神情间的厌恶更深。陆承锦，是你将我害成这样的，你不能这样对我。邓氏，你方才说锦王诬陷你，可有证据？这句话再次点醒了邓青瑜，他在堂前跪下。愿王殿下明鉴，臣妇却有另一桩冤情要诉。陆承锦看着邓氏疯魔的样子，已料到了他要说什么，冷声警告他：邓氏，你休要胡言乱语。殿下容禀，当日在梁安之时，明明是苏然被劫匪绑走，并绑至土匪山寨里2夜未归。可景王为了保全他的名声，硬生生逼我签下结案书，让我替苏然担下这个污名。此言一出，公堂内外再次一片哗然。哦，皇帝啊，邓氏所言可是当真？疯人之言，岂能当真？吴国公问邓青瑜：你先前说景王为了你杀害了邓将军，如今又说他为了保全嘉禾郡主的名声与你不义，岂不矛盾？邓青瑜神情一僵，马上哭了出来。是他喜新厌旧，为今后遇到苏然就将我抛弃了。他不只逼我签下结案书，更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将整个山寨的人都割掉舌头扔进了深山的矿山里。愿王殿下可以派人去矿山里找一找，只要找到那些断舌之人，就知道我没有说假话。此事与此案无关，若是你们要将两者混淆，本王拒绝参与本案审理。哼，如果能证明邓娘子方才所言是真的，那就说明她没有污蔑你。同理，她说你害死她丈夫，也就可信了。说罢，陆承彦抬手指向围栏外的苏冉：既然事关嘉禾郡主，
而他又刚好在这里，不如请他过来说清楚。臣妇愿意与他当面对质。因着邓青瑜方才的话，大家看苏冉的目光都异样起来，一个个的对他避之不及。在土匪窝子里待了2天的女子，哪里还会有什么清白？他一脸妩媚呀，不然啊，这简王如何被他迷的，将那邓氏都抛弃了？姑娘，我们回去吧。苏冉却轻轻摇了摇头，抬眸朝陆成锦看去。他还不能走，他要弄清楚邓将军一死的真相，帮他洗清罪名。进入堂内，邓娘子，你口口声声要与我当面对质也好，我也有话要同你说。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深爱着景王，你用尽了手段要与他在一起，可你如今却在撒谎，说殿下强占你，你不止可耻，更是可悲。你血口喷人！我去过燕州，也听过你和殿下的事情。殿下当年是为了报答邓将军的救命之恩，所以答应照顾你们母女，而当初承认说娶你进门，也是担心你逃犯的身份被揭穿以后，想以他的身份来保你一命。可殿下从未对你有个男女之情，他只是将你当成嫂嫂看待，以礼相待。真正有非分之想的人是你。你胡说！是不是胡说？燕州城数以万计的百姓可以替殿下作证，殿下不揭穿你是顾及着邓将军，为你保留最后一丝脸面罢了。我亲耳听过你亲切地唤过殿下锦郎，而当日你从北疆回京也是瞒着殿下，殿下数次要送你回去，你百般借口就是不肯走。你一直想嫁入景王府，就在前不久，你还拿乐童的下落逼殿下娶你，是殿下再一次拒绝了你，你才颠倒黑白，要报复殿下。苏冉的声音不急不徐，却落地有声，莫名的让人信服。他转身看向了一脸正恶的邓景明。小邓将军方才说，殿下与你家嫂嫂是在你哥哥家里第一次见面，可你嫂嫂曾亲口对我说过，她第一次看到殿下是在城门口，只一眼，她就忘记不了殿下，所以她早就变心，真正对不起你哥哥的人是他。邓景明看着苏冉，又看向邓青瑜，神情木然，一时间却不知道要相信谁的话。苏冉却没有再理会他，对上手的主审官郑重说道：因着邓氏对邓将军的不忠，我有理由怀疑邓氏同样有害死邓将军的嫌疑。我无凭无据，你凭什么怀疑邓氏杀人？那你又凭什么怀疑本王杀人？正如小冉所言，邓氏看似柔弱无依，实则心思不纯，甚至是毫无良知。邓将军至死都在为他考虑，可他呢？他对邓将军毫无感情。如果最后查出邓将军死因有异，他的怀疑最大。不是的，根本没有，你们都在污蔑我。下一刻，他倏地睁大眼睛看向苏冉。贱人，都是因为你，是你叫我害成这样的。先将邓氏带下去，等下再审。小邓将军，邓将军若是真的死因有疑，这一次一定要查清他的真正死因，还他一个公道。当年大哥为了助殿下突围，身中数箭，殿下背着大哥回营，庞大夫说大哥没有伤到心脉，好好将养着，半年时间就会好。可等第2日我回到家里，大哥却死了。嫂嫂一直哭不肯说，直到这一次我回京再问他，嫂嫂才告诉我是景王害死了大哥。说到这里，邓景明朝上手的燕王等人磕头，求大人们一定要查出我大哥的死因，还我大哥一个公道。恰好此时长亭也带着庞大夫过来了。当年邓兄的伤情真的有救，他不是伤重不治而死的。邓将军当年的箭伤没有伤及心脉，以他的体质，只要好好服药休养，定能性命无虞。只是老夫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走了。听完庞大夫的话，陆成锦脸上第一次露出震惊的形容来，心里更是翻江倒海。一直以来，他都以为邓景阳是为了救他伤重不治而死，他也一直为邓景阳的死自责。可如今才发现，邓景阳之死并不简单。难道真如苏冉所言，是邓氏害死了邓景阳？
陆成锦的怒火正要找他发泄，见他出来，再也忍不住，一把上前揪紧了他的脖子。是不是你害死了邓将军？陆成锦勃然大怒，一旁的官吏都吓呆了，没人敢上去在他的手中救下邓青瑜。你不是想知道乐童的下落吗？好啊，我告诉你，他死了，校正发作，死在了荒郊野外。陆成锦，乐童死前一直喊着阿爹，他是在喊你的，喊你去救他。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呢？她可是你的女儿啊！随着邓青瑜的话，陆成锦耳边响起乐童的声音：“你个毒妇，我要将你碎尸万段！”陆成锦一把将邓青瑜重重地摔到地上，唰的一声拔出了腰间的软剑。那个女人那样坏，你方才为何还要替她挡剑？就该让殿下一剑杀了她才好。傻丫头，若是殿下方才杀了她，就是中了她的计。姑娘，你的意思是那个邓氏是故意在这个时候爆出乐童的死讯来激怒殿下？他大概是也知道自己罪行难逃，所以想拉着殿下下水。他真是比想象中更狠，只是可怜了乐童那孩子。殿下一向将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却不知这一次殿下如何承受得住。他离开京兆尹时脸色很冷，一言不发，像个式神一样让人不敢靠近。但苏冉却感觉到他心里的悲痛。殿下，他一定会挺过来的，只是他也需要时间平复心绪，所以这段日子他无法去做的事情，苏冉都要替他做好。姑娘，方才那邓氏当众说出你被劫一事，若是传进宫里，只怕皇上又会……姑娘，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赶紧想想办法吧。你觉得燕王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吗？眼下殿下的事最要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秋落进来了，姑娘有何事吩咐？这封信你立刻派人给樊先生送去，越快越好。我们要尽快的查清邓将军的死因。姑娘，邓将军死了这么多年，又是在北疆，我们如何查得到他的死因呢？找机会去试探一下邓景明，我感觉他与邓青瑜之间的关系不寻常。翌日小年，苏冉则带着熬好的腊八粥，带着秋落坐上马车往景王府去。郡主怎么到这里来了？啊，我熬了腊八粥，还有些吃食，给殿下送过来。郡主有心了，可殿下为了小小姐的事食不下咽，只怕这些东西送进去也是浪费。郡主还是带回去吧。我想进去看看殿下，麻烦嬷嬷行个方便啊。殿下如今在关禁闭中，皇上有令，不许他与外人接触。郡主还是请回吧。自己被掳劫一事，想必景王府里的人肯定也都听说了。如今看到舒嬷嬷对自己的态度，苏冉已是心知肚明。那麻烦嬷嬷告诉殿下，我已托人给贾探花在粮仓寻了个差事，幼宁也会跟着他一起去粮仓，这样他们以后就能衣食无忧的在一起了。郡主放心，老奴一定替你带到。还有邓将军的案子，我也有了一些眉目，请殿下不要担心。邓将军一案，殿下说了，不用郡主担心。郡主先前答应离开京城，还请姑娘说到做到，尽早启程。嬷嬷，敢问一句，殿下是不是已经查到邓将军死因的线索？这是机密之事，老奴也不知道。老奴还有事，郡主请回吧。说罢，转身进去，关上了门。苏冉满怀着欢喜而来，却没有想到最后连陆成锦的面都没有见到。姑娘，要不我带你翻墙进去见殿下？不必了，进去了，殿下也不会再见我的。为何？说不定这只是舒嬷嬷的意思，殿下他并不知道你来了呢。殿下他知道的，舒嬷嬷是照他的意思传的话，所以我们进去，他也不会见我们。苏冉真的没有想到今日来见他会这般碰壁。他原本还想着见到他后与他商议邓将军还有罗恒的事，再好好的宽慰他，让他不要再为乐童的死而伤心。我们回去吧。从舒嬷嬷出现开始，陆成锦就来到墙下，
所以苏然与舒嬷嬷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可不止他一人，与他站在墙下的人竟还有陆承彦。真的舍得吗？这样的红颜知己，皇帝就这样抛弃了？方才的事皇兄都看到了，可以回去回复父皇了。若是父皇问起，本王总要给个理由才可以呀。所以皇帝是为了他被劫一事，还是方才本王给你看的那幅画像，决定将他抛弃的？你那幅画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陆承彦看着他黑透的脸色，解恨极了。皇帝当真想知道？他再次掏出那张画，这等私密的画像都有了，可想而知苏家表妹与画像主人的关系有多亲密了。画中所绘却是一个趴在床榻上睡着的美人儿，露出后背上一颗浓丽的朱砂痣。但陆承锦不用看也知道是苏然，因为背后的那颗朱砂痣他太熟悉了。只是一眼，陆承锦心中的怒火再次烧灼起来，双眸都被怒火烧红了。本王可以将画像的来处告诉你，但你要替本王做一件事儿。你想要本王替你杀了储秀宫里的那位？难道你不想他死？皇兄是被大皇兄当成棋子利用一事耿耿于怀吧？还是担心他会抢了你的东宫之位？不论是哪一种，他都要陆承照死。怎么，你不敢？皇兄有所不知，父皇有心护着他，纵使是本王也无可奈何。何况如今我被困在这里，自身难保，又如何能杀得了内娇了？你不要忘记了，你与他做下赌约的，不是他死，就是你亡。难道你真的想死在他手里？放心，本王不会死在他前面的。好，我就当你答应了啊！我也说到做到。这幅画，本王是从聂战手里得来的。一听聂战的名字，陆承锦神情剧烈一震，犹如五雷轰顶。他们之间到底是何关系？虽然他相信苏然，但他与聂战之间的关系太过异常，让他不得不怀疑。还有之前的种种，他越想越觉得苏冉身上瞒着他太多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一日不解开，一直像扎在他心头的一根针，令他痛苦难受。好，我答应你杀陆承照，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想让本王将画像给你？拿陆承照像上人头换你一幅画像，并不过分。这也是陆承彦今日主动寻上门来的原因。好，一言为定。若是在事成之前，此画像传出去半分，本王不止与你的交易作废，我同样不会放过。好，我答应你。陆承彦走后，殿下，燕王的话可信吗？他的话从来都不可信，可如今没有其他的法子，只能暂时先稳住他，等解决了邓将军一事，再想办法除掉他。邓景明那边安排好了吗？曾大人来信已从邓景明嘴里套出话，他与邓氏确实早有私情。因为他与苏然想到了一处，他也怀疑了邓景明与邓青瑜的不正当关系，所以公堂之上，他当着邓景明的面拔剑去刺邓青瑜，以此来试探邓景明。果然，邓景明一看到邓青瑜有危险，当即不顾一切地冲上来，将他护在怀里。你告诉曾少尉，让他照着之前的计划做。你偷听我与舒嬷嬷说话？本王可不是偷听啊，是本王的皇帝亲自邀请本王去听的，以此证明他已决心抛弃你。殿下到底想说什么？不如痛快地说出来。表妹对这幅画像不陌生吧？等他反应过来画中之人是自己后，心里已是瞬间明白过来。看到他神色大变，陆承彦终是满意的笑了。现在你知道锦王为何不见你了吧？你从哪里得来的这幅画？表妹不愧是与锦王心意相通啊，两人连问的问题都一样。可是聂战不愧是自己做过的事儿，表妹一猜即中。你寻过来绝不是为了嘲讽我几句这么简单，你是不想我帮景王破邓将军的案子，对不对？苏冉，你知不知道你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全是你的聪明害了你。
当初若是你像寻常女子一样对我与沈渊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本王早就娶你进门，你可以安心的做你的燕王妃，何至于落到现在这般田地呀？我哪里比不上陆成锦啊？我出身比他高贵，当初也是我先认识你，更是我将你带回京城的，可你却背叛我，与陆成锦勾搭在一起来对付我。看着咆哮出声的陆承彦，苏然反而镇静下来。听闻殿下与南安郡主的大婚就定在腊月28，殿下马上要小登科了，何必再提那些陈年旧事？陆承彦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取出一张请帖扔到苏冉的面前。对，倒忘记正事了，本王此次来也是来送喜帖的，表妹到时可一定要来呀。殿下盛情相约，我一定去。可明日的堂审，本王却不想看到你出现。若是明日陆成锦堂审，你再出现帮他，本王就将这幅画像公之于众，让你再也无脸活在这世上。你知道锦王看到这幅画像后的反应吗？他怒不可遏，所以你不要再奢望他会再要你了啊！陆承彦走后，苏冉怔怔坐了很久。原来陆成锦看过那幅画像，他还问过画像是谁的，所以他明明知道自己去找他，他就站在一墙之隔的门后，却没有出来见他。原来这才是他对自己避而不见的原因。姑娘，你不要着急啊，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秋洛，今日发生的事不要告诉他们，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就行了，你记住了。姑娘放心，我不会说的。话音刚落，轩儿他们进来的。姑娘，我听下人们说燕王来过了，他来做什么呀？他是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没事的，他是要大婚了，我已借着送请帖来我面前炫耀罢了。称个亲有什么了不起的？姑娘，你不要去。是呀，姑娘，最近外面很多流言，你还是不要去了。轩儿担心燕王会借着大婚之日人多之时，借机羞辱苏冉。阿姐，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怕，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姑娘，我擅作主张，还带了一个人回来过节。红柳，你不是要见姑娘吗？快进来吧。燕王他这是做贼心虚。你上回说你的女儿是锦王的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强占于我，而后不久我就发现怀上身孕。如今他虽然移情别恋，喜欢上苏家姑娘，但他对乐童爱是真心真意，没有亏待过乐童半分，还说以后他做了皇上，乐童就是长公主。只是可惜我的童儿没有熬到做长公主的那天。你放肆！一声厉喝突然打断邓青瑜的话，众人循声看去，却是迟迟未见面的锦王拂袍大步走进来，紧跟着陆成锦后面又进来一队人，还抬着一副棺柩。锦王，你搞什么鬼啊？怎么抬了这样的东西到这里来？你们不是要查清楚邓将军的死因吗？今日本王就替你们查个清楚明白。开棺！棺木立刻被打开，一股刺鼻的陈腐味道弥漫开来。陆成锦对邓景明冷斥：滚过去看一看，看里面是不是你大哥邓景阳。陆成锦此言一出，在场的人不觉惊住。邓氏，你的夫君就在你面前，你不去看看他？那边邓景明回过神来，连忙跑去棺木边查看。真的是哥哥，你快过来看。闻言，刚刚站起身子的邓青瑜双腿一软，瘫跪到了地上。来人，拖他去与他夫君相认。邓青瑜咬牙稳住心神朝里看去，可棺木里的情形实在骇人，再加之做贼心虚，待看清尸首面颊上空洞的眼眶还有洞开的嘴巴，他脑海里不由回想起邓景明死前瞪大了眼睛，张大嘴巴痛苦看着他的样子，当即吓得脸无血色，连忙撇开脸不敢再看，还忍不住干呕起来。邓娘子呕吐的厉害，可是身子不适，要不要请大夫过来替你看看？长亭在一旁关切地问道，一面说一面朝着邓景明看去。
邓景明在听到呕吐厉害4个字后，神情一滞，继而不自主地朝邓青瑜的小腹看过来，脑子里却是瞬间想起新认识的那个算命先生替他算的卦。嫂嫂，你不要太伤心，要注意自己的身子。邓景明神情间的变化全落进陆成锦的眼里。邓景明，今日当着你大哥的面，你如实交代，与你嫂嫂邓青瑜到底是什么关系？此言一出，众人一片哗然。邓青瑜早已面无人色，连忙低下头躲避邓景明的目光。大丈夫敢做敢当，做出的事就要敢承认。你去看着你大哥，亲口告诉他，你对他都做了些什么。邓景明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此刻却是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靖王全是一派胡言，他是为了脱罪才将我各种污蔑，我不要活了。说罢就朝着一旁的柱子撞去。不等大家反应过来，邓景明已一把上前抱住他。嫂嫂，你不能死，你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你不要胡乱说话，冤枉我。谁没有孩子？公堂之上，不要胡乱牵扯其他的事儿。我看呐，他就是和小叔子勾搭上了，害死了邓将军。嫂嫂偷小叔子，真是不知廉耻。我一时情敌乱说话，全是我胡说的。你是不是胡说？请大夫过来替邓氏诊脉，一诊便知真假。你无故要验我的身子，却是故意当众折辱我，臣妇受人冤枉，百口莫辩，求燕王殿下做主。锦王抬了邓将军的棺木来，说要查明他的死因，为何此时又在这里揪着其他事不放？因为我怀疑邓将军是被人下毒毒死。本王请孙院守过堂，就是为了查明邓将军的死因，是皇兄一直在多加阻拦。好，就依你所言。邓景阳死去多年，尸首腐化为骨。胡仵作一看到他胸骨上的灰黑斑点，就皱起了眉头。这是黑枯草之毒留下的，此毒霸道凶狠，入喉后断肠淬骨。秦王殿下所料不假，邓将军确实是被人下毒毒死的。大哥，到底是谁给你下这么狠的毒？我要将他碎尸万段。邓青瑜早已面无人色，陆承彦的脸色也十分的难看。锦王真是料事如神呐，早早将邓将军的棺柩运回来，真是神机妙算呐。这时一直没有吭声的樊先生说：燕王殿下容禀，当初邓将军的坟地渗水，小可奉锦王殿下之命为邓将军迁坟。小可入关以后，接到殿下书信，殿下怀疑将军死因有异，所以小可就改道直接回了京城。邓青瑜已慌乱的不成样子，可还在垂死挣扎。靖阳，到底是谁这么狠心，要下毒害你？你还在演戏，拿证物上来。常婷立刻从一旁拿出一个包裹，正是邓景明放在客栈里的那一个。而常婷从邓青瑜的小包裹里翻出了一包药粉，递给孙院守验证，正是黑枯草。邓氏，你还有何话好说？真的是你害死大哥的？陆承彦见事情已无转圜余地，也立刻抽身与邓青瑜划清界限。好你个毒妇，竟下毒谋害自己的夫君，你该当何罪？不是我做的，不关我的事。自我被抓进大理寺后，包裹一直都是由小叔保管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黑枯草，却不知是谁故意放进去的。常婷说道：这个包裹是皇上身边的高公公与金兆尹、曹大人一起去客栈搜到的，里面的毒药也是高公公搜到的，绝无人栽赃嫁祸。好你个毒妇，证据确凿，你还在这里狡辩！来人呐，上大刑！你连你的骨肉都不顾了。她怀了孩子，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我替她受罚。毒药是我的，我哥哥也是我害死的，你们放过青瑜，他是无辜的。真是个十足的蠢货。孙院守，请你替邓氏诊脉，看他到底有没有身孕。孙院守应下，替邓青瑜诊起脉来。邓景明着急地问：怎么样，
她有孕多久了？两位殿下，她并未怀有身孕。邓青瑜双腿一软，跪坐在地上，面白如鬼。不可能，卦象明明说有天丁之喜的，怎么会没有孩子？你个蠢货，她哪有孕骗你替她顶罪，还不如实交代，那包毒药到底是不是她的？方才他都已经认罪了，今晚为何还要这样问？你个毒妇，下毒害死邓将军，如今还要让他弟弟替你顶罪，让他们兄弟二人都死在你手里，你可真是蛇蝎至极呀！陆承锦，我知道你恨我到了极点，可凡事都要拿证据。那包毒药，邓景明已经亲口承认是他的，也承认了当年是他害死了他的大哥，关我什么事？邓景明似乎受到太大的打击，抱着头蹲在那里，根本没有为自己辩驳。既然先夫一案已经水落石出，我想即刻带先夫遗骸回老家安葬，让他入土为安，还请殿下恩准。且慢！听到女子声音的那一刻，陆承彦眉头一跳，而陆承锦却眸光一亮。为首之人正是一直没有露面的苏冉，跟在他身后的是洪流、秋落还有阿云。郡主府的下人们也抬着一具棺木进来。苏冉上前去：各位大人，我有证据证明邓将军之死是被邓青瑜下毒害死的。邓青瑜吓得再次瘫倒在地上，这是邓青瑜的贴身丫鬟，从邓家开始就一直跟着他，他今日来就是来指证邓青瑜的。洪流，你不要怕，你知道什么都和各位大人说出来。洪流用力点头，继而开口，将邓青瑜下毒害死邓景阳，再到因担心被他知道，又害得他差点死在北疆，再到他回京寻亲，最后邓青瑜为了杀人灭口，又下毒害死了他母亲，幸而他逃了出去，九死一生之际，最后在城隍庙里被苏冉所救。洪流说完后，苏冉指着带来的棺木，这具棺木里的人正是受邓青瑜毒害死去不久的洪妈，也就是洪流的母亲。据洪流所说，洪妈死前的症状与邓将军一模一样，所以我怀疑洪妈也是死于黑枯草之毒。陆承彦冷冷看着堂下的苏冉，脸色难看极了，而他带来的人证物证却是能将邓青瑜定罪的最有力的证据。他断定苏冉为了那幅画像不会再出现，可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不顾声誉，还是要来相助陆承锦。他甚至嫉妒到发疯。大家的目光聚集在了洪妈的棺木那边，很快就有了结论。正如苏冉所言，洪妈也是中了黑枯草之毒而死。此结论一出，公堂内外再次哗然，有了洪流的证词，邓青瑜毒害邓景阳与洪妈一案已是铁证如山。陆承彦一拍惊堂木，冷冷看着堂下瘫倒在地的邓青瑜。邓氏，你还有何话好说？对，邓景阳是我下毒害死的，洪妈也一样，都是我做的，可他们都该死。邓景阳毁了我一辈子。苏冉，你抢了陆承锦不说，还要来置我于死地，我做鬼都不放过你的。洪流，你也出卖我，你个贱婢！陆承锦，你骂我心如蛇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是你出尔反尔，明明答应娶我景门却又食言，是你将我逼成这样的。就算本王对你食言，可邓将军待你如珍似宝，至死都在替你打算，你怎么对他下得了手？邓将军对你邓家忠心耿耿，对你更是痴心一片，你怎么能下毒害他？而我母亲从小照顾你长大，跟着你逃亡奔波多年，悉心扶持照顾你，你竟然下毒害死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个贱婢懂什么？当真以为你母亲对我好吗？当年邓景阳那个禽兽强暴我时，他明明就在门外，却不进来救我，事后还让我从了邓景阳。洪流不觉怔住了。不可能的，邓将军一直将你当成主子小姐对待，不敢薄待你一分，他怎么会？
他不会，你母亲还帮他瞒着，当然不会知道。若不是当年邓景阳强占了她，逼得她不得已要嫁给他一个身份低贱的家奴，她就不会被陆成锦嫌弃。所以一切都是邓景阳的错，都是他们的错。当晚的事情他也知道。邓景明抱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祖父好心收留你们，给你们赐邓姓，可你大哥却毁了我一辈子。他强迫我，逼我嫁给他，可我根本不想嫁给他，我就是要他死，你也该死。你跟你哥哥一样的心思，以为我不知道吗？可你却比他更没用。让你去收拾苏家那2个贱人，你都做不了，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如去死！至于大嫂，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事到如今，邓青瑜彻底崩溃。你还想葬回我邓家坟地里？哼，你不配，你愧对我爷爷，有何颜面继续做我邓家的人？见他连死人都不放过，陆成锦忍无可忍。来人，将这个毒妇抓起来，等候发落。邓青瑜被带走后，只剩下邓景明等候发落。你不顾伦常，叔嫂通奸，还助邓氏陷害皇子，之前还加害过镇国公府2位郡主，你可认罪？我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青瑜，我无颜再活着了。殿下，请你帮我大哥送回白家祖坟安葬，他一直想回去的。还有乐童，他埋在贡城城西官道旁边的一座废庙后面的榆树下，请殿下带他回来，将他和大哥葬在一起。我大哥最舍不得他这个女儿，多谢殿下了。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邓景明说完最后一句话，一头撞在了邓景阳的棺柩上，当场毙命。案子审完，陆成锦吩咐长亭将邓景明的尸首带下去。转头去看时，苏冉方才站立的位置已空无一人。陆成锦恍惚想起，方才他从来到这里，似乎一句话都没有同自己说过的。画像一事，我自己也有对策。我担心的是，皇上同样不会放过我。姑娘是指你被劫山寨一事？此事已经传开了，皇上知道当初殿下不仅替我隐瞒，还为此处置了整个山寨的人。不论是因为我的名声，还是为了保全殿下的声誉，皇上都不会放过我的。姑娘有何打算？秋落，如果我注定难逃一劫，你护着阿云离开，你要替我照顾她。轩儿成了亲，兰儿她不会武艺，自身难保。我已经答应将她嫁给吴表哥，所以我只能将阿云交给你。他终是明白，为何姑娘今日在京兆尹不再与殿下说一句话。原来姑娘的心里早已料到了这些事，所以她打定了主意，不会再连累殿下。秋落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姑娘，我们即刻出城，我护送你们离开，我们现在就走。我还不能走，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姑娘，前太子的事自有殿下处置，他到底是皇子，不论他们做错什么，皇上也不会要他们性命的。可你不一样啊，皇上不会放过你的，你已自身难保，还是快走吧。如果皇上真的要我的命，我怎么逃都逃不掉的。沈直那边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一切准备妥当了。到了这一步，我不会前功尽弃的，我不会让皇上这么轻易杀了我的，我还要留下性命看着阿云长大呢。眼下我更担心阿云，所以这2日你按下收拾打点一下，做好随时带他离开的准备。果然落叶时分，宫里悄悄来了人，禁地赵苏冉进宫觐见。听闻这些话本都是出自你之手，戏班也是你安排的？是。你是何时盯上前太子的？我找回阿云后，一回到京城，阿云就被罗恒盯上了。他有娈童癖，我是为了护着弟弟不被他伤害，才开始调查他，不想却无意间发现他身后另有其主。你是何时知道你弟弟身世一事的？是祖母一直不让阿云入族谱，当中又发生了一些事，我才从祖母那里知道，原来阿云是陈王的孩子。你的意思，
大长公主很早就知道了阿云是陈王的血脉。是，还是他写信给陈王，告诉阿云的存在。而这一次，阿云被钱太子抓走，威胁陈王替他做事，也是祖母提供的消息。苏然，你果然厉害，懂得浑水摸鱼来扰乱朕的视线。可你说的话，朕并不相信。以你的聪慧，应该知道朕今日将邓氏处以凌迟之刑的原因。但凡敢对陆氏皇族不尊者，朕都不会轻饶。在你进来这里前，邓氏已不堪凌迟之刑，活活痛死了，而你的罪行却比邓氏更大。话本虽是我虚构，但他所讲内容却全是真的。苏然，你知不知道，光凭这一点，朕就可以将你处死。相比皇室脸面，钱太子扰乱皇室血脉，蓄意挑起皇子内斗，意欲霸占大晋江山，才是最大的祸端。如果我的话本能让皇上看清真相，不受奸人蒙蔽，保大晋江山无虞，他要杀要剐，我也甘愿。你又如何断定钱太子是皇后偷情所伤？我不敢欺骗皇上。有关钱太子的身世，罗恒已向我招认，他亲口承认陆承昭是他的儿子。此言一出，晋帝呼吸一滞，气氛压抑沉郁到了极点。过了许久，罗恒人都死了，死无对证，当然随你怎么说。而据朕所知，你这些话本戏文都是在罗恒死后放出来的，你明显是要置钱太子于死地。说到底，晋帝还是怀疑苏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替阿云篡位铺路。晋帝想到苏然为了对付陆承昭所使用的手段，还有他此番帮陆承锦破案翻身的验制，甚至是方才面对他的雷霆怒火半点不怯场的胆识，晋帝突然对面前这个20岁不到的姑娘起了戒备之心。就如钱太子写给他的悔过书中所言，以苏冉的才智，还有陆承锦和聂战对他的拥护，若是他有心扶持他弟弟阿云上位，那将是对皇位最大的威胁。只是一瞬间，晋帝心里已拿定了主意，看向苏冉的眸光里再现杀气。苏冉，先前你救过朕的性命，按理你与朕有恩，朕不能杀你。但你肆意散播皇室密事，妖言惑众，迷惑锦王，居心叵测，意图不轨，朕不能再留你。不过念在你救过朕一场，朕给你一个选择，在你和你弟弟之间只能留一个，你自己选吧。不用选了，事是我做的，我甘愿领罪，只求皇上放过阿云。好，朕答应你。等下朕会命吴公公给你准备一副药，你喝下后像睡觉一样，不会有痛苦。多谢皇上恩典，只不过在死之前，我尚且有一事向皇上禀告。你还有何遗愿？朕允了你，不能与锦王有关。皇上，罗恒并没有死，上次他在大理寺假死，逃出去以后被我救下了。皇上或许好奇我为何救他，其一，因为他还关乎着钱太子的身世之谜；其二，却关乎大晋朝的国运，所以我将他留了下来。苏冉，你简直自寻死路！大晋年中南方遭遇洪涝，年末西北又逢冰灾，再加上夺嫡之争引发的3岛内乱，邻国大齐和大梁，还有北面的胡敌，都在虎视眈眈。大晋此时的国力无法3面同时开战。你到底想说什么？罗恒之前一直帮钱太子在寻找铁矿图，如今他人在我的手里，铁矿图也落到我的手里，我愿意拿这幅铁矿图换我和弟弟的2条性命。表妹倒是爽快，一请就来。我有把柄在你手里，岂敢不来？本王倒没想到父皇还会放你出来。看来自己进宫的事并不像晋帝以为的无人知晓，连陆承彦都知道了，想必他也知道了。皇上宽宏大量，放了我一马。本王别的不知道，但知道你被劫去过山匪窝后，父皇是绝不可能再让你嫁入皇家的。你想自欺欺人也没用啊。他最想看到的就是苏冉被陆承锦狠狠地抛弃。殿下当真是料事如神，什么都被你猜到了。看着苏冉不咸不淡的样子，陆承彦突然觉得自己的报复根本就造不成伤害，心中的恼怒不由越盛。本王今晚来见你，是给你提个醒，后天本王大婚，你一定要来。
因为本王有一件好物要在大婚当日当着所有宾客展示出来。殿下所谓的好物，可是那幅画？表妹当真是冰雪聪明，这都被你猜到了。我想与殿下做个交易。哦，你想从本王这里拿走那幅画？不知殿下要怎样才肯将那幅画转手出来？本王是绝不会转让的。被他拒绝后，苏冉半晌没有吭声，似乎是走投无路了。看着他这个样子，陆承彦的心里终是畅快起来。苏冉，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本王给过你机会的，是你不听本王的话，硬要为锦王出头。区区一幅画，岂会无价可估？殿下不如听听我给你开的价，再做决定。哼，你说说看。我知道当年锦王在苏家画坊遇刺一事是你派坠影做的，我还知道锦王花宴上的刺杀也是你安排的，还有少县的那次劫杀都是你的手笔。可惜没人相信啊。你可能不知道，罗恒还没有死，若是我将他带到皇上的面前，你说皇上会不会相信他说的话呢？苏冉，想不到你也有穷途末路的一天，要拿一个死人来虚张声势了。燕王殿下不是一直好奇聂将军的小妾真正的身份吗？你想知道罗恒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明日午时，我在醉香楼等你，将婉婉的真正身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真假了。苏冉离开后，殿下，您觉得苏二姑娘她说的都是真的吗？不管是真是假，本王都不会让她得逞的。太子之位就在眼前，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让苏冉坏了他的好事。玉安，去私宅。很快，私宅到了。不是吵着要见本王吗？你有什么要紧事同我说。殿下拘了妾身这么久，到底何时放妾身回去？回去？你想回哪里去呀？我想回我夫君身边去。本王忘记告诉你了，聂战已经将你送给了我，哪怕你回去，他也不会再要你了。沈渊的眸光不着痕迹地扫过陆承彦身边的香炉。将军，他不要我了？怎么会？难道将军他知道我腹中的孩子不是他的？殿下，我胡言乱语乱说的，殿下不要相信。他蓦然想起中秋那晚的事情来，倏地一把上前捏起沈渊的下巴，逼问他：你老实交代，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朕旨，多谢你帮忙。此事还是有一定风险，万一被皇上发现，到时没命的就是你呀。所以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没有万一。你打算怎么做？苏冉与沈直细谈了接下来需要他帮忙的事。你放心，你所说的这些我都会替你办妥的。听到他的话，再想到刚才亲眼见到的罗恒，苏冉心中的担忧终是放了下来。他从写画本开始就筹谋好要这样做。其实今日来，我还想问你要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我想向你要铁矿图，这是他今日来找他最主要的目的。实不相瞒，邓青雨死后，皇上把我也叫进了宫里，让我在自己和阿云中选一个人活下去。我没有办法，只得拿铁矿图和他交换，从而保下性命。沈之，我知道铁矿图在你这里，所以我想拿走交给皇上。沈之沉默了片刻，喟然开口：铁矿图确实在我这里。我知道燕王、锦王为了东宫之位都在争抢这个东西，所以就从邓氏那里盗了出来。闻言，苏冉心里一松，可下一刻他又说：可在不久前，我想着它终究是皇族的东西，所以将它交还给了锦王。所以如今它不在我手里，事关你和阿云的性命，要不我再替你去向锦王要回来？不必了，我自己去向殿下要就成了。如今这般情形下，你不能露面，更不能与殿下有接触，知道吗？小冉，当日你被劫一事，是我对不起你。虽然他是受师兄之命去劫持邓青鱼，最后误将苏冉劫走，但终究是他们害了他。事情都过去了，我不想再提，你也不要再放在心上。可你与殿下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或许是我和殿下之间的一个结，逃也逃不掉的，只能面对。小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只要能帮到你们，做什么我都愿意的。罗恒一事，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你欠我的已经还清了。甚至上次让你帮忙问师叔鬼医的事如何了？哦，
你猜的没错，聂将军那个小妾婉婉确实是罗恒找到诗书替一个女子改的容貌，而当时就是按你的相貌来改的。苏冉直觉此女子不简单，你师叔可知道她是谁？她原来的身份名字师叔也不知道。她被送到师叔那里时，额骨破裂，面目全非，差点咽气儿。听罗恒当时说，她是撞柱造成的。撞柱？鬼爷可有告诉你她是什么时候收治的这名女子？是去年冬月。原来是她。沈渊刻意将面容改成自己的样子，绝不会只是用来迷惑聂战这么简单。他到底想做什么？那个婉婉到底是谁呀？殿下昨晚不是去找他问了吗？怎么，他不肯告诉你呀？你派人跟踪我。殿下不要多心，我没有那么大本事去跟踪你，我只是想与殿下做成这次的买卖。罗恒他当真没死？他不止好好的活着，还告诉了我许多事情，连你们在黑市上买铁矿图的事。罗恒可不是怕死的人，当初他那么虐打他都不肯说出背后之人，又岂会轻易的屈服苏冉？罗恒他不怕死，可他舍不得他的主子死，他还奢望着能重回陆承照的身边，助他摆脱困境，东山再起呢。到了此时，他已经完全相信罗恒还活着了，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可有将婉婉的真实身份告诉你？说了。他到底是谁？不急，我先与殿下谈妥这笔买卖，再告诉你也不迟啊。本王拿那幅画像来换罗恒。罗恒我不能给你，但我可以答应你，不再去皇上面前揭发你之前做过的事，还将婉婉的真实身份告诉你。苏冉，你真当本王好戏弄？罗恒定然是要死的，但是不能死在你的手里。若是殿下不放心，我可以将他的尸首交给你。此言一出，陆承彦却有些看不明白他了。明日是殿下大婚，事多繁杂，我就不为难你了。后日若是我见不到我的画像送还我的手中，我就带着罗恒也去敲一次登文鼓，为我被劫一事，还有当初花宴上中的那一箭，求皇上给我一个公道。苏冉离开前又说一句，提醒殿下一句，沈渊还活着。而苏冉话音里的意思已很明显，就是告诉他聂战的那个小妾婉婉就是沈渊。你确定他真的是沈渊？当日他撞柱而亡，却还留着一息性命，被罗恒救了下来，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殿下与他在一起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殿下，难怪他要逃走了。难道他知道您今日回来见郡主，会揭露他的身份？你方才说什么？沈渊逃走了？他今天早上突然不见了，一直找不到人呢。而在确定沈渊逃走后，苏冉心思微转，明日是殿下大婚，殿下要多加小心才是。说完这一句，他转身下楼，离开了醉香楼。可他堪堪走到府门口，迎面就看到聂战从马背上下来。苏姑娘，聂某有急事跟你说。将军找来，可是要同我说那幅画的事儿。闻言，聂战浑身一震。你知道了，晋王也来找过你了。不是晋王，是燕王。他当真是个无耻小人。他明明答应我，只要我继续替他做事，他就不会将画像公布出来的。此事都是聂某的错，祸是聂某闯下来的，聂某一定会摆平，你不用担心。等此事平息后，聂某磨好佩刀来向姑娘请罪。聂将军准备如何摆平此事？此事从燕王手里拿回画像，若是他不给，聂某不介意手下再多一条亡魂。罢了，画像一事我已想到办法解决，你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你真的想补偿我，就替我做2件事。聂某定不负姑娘所托，不管是2件还是200件，刀山火海我都替你做。你的那个小妾从燕王手里逃走了，她的真实身份是燕王的前侧妃沈渊。什么？这个侧妃当年服下了大量的红花，被诊出无法再有孕，所以她肚子里的孩子或许有诈。你放心，这一次聂某绝不会再留情。所以第1件事，我想请你命你手下的禁军替我去找到他，越快越好。找到他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将他交给我。好，此事包在聂某身上。第2件事，我想请聂将军按下投诚景王，将来若是景王有需要你的时候，希望聂将军助他一臂之力。聂战再次怔住，看向苏冉的眸光里涌动着难言的情绪。他是一个贤主，你也是一个将才，你跟着他不会错的。聂战抬眸看向他。好，自今日起，我聂某就是景王的人了。
必定全力相助锦王。荣贵妃遇刺身亡，我正要去找你呢。怎么会这样？明翠宫的工人都说是你做的，只怕父皇又会找你去问话。他话音未说完，身后传来御林军的声音：“皇上有旨，召嘉禾郡主即刻进宫。”陆承锦一把握紧他的手：“殿下不用担心，事情不是我做的，皇上不会胡乱冤枉人的。我们到马车上说。”殿下在这里说就好，只有2句话而已。刺杀荣贵妃的人是上次给娘娘送有毒的雪花酪的那个小妾，她的真实身份是沈渊，就是之前撞柱死掉的陆承彦的侧妃。她换成了我的容貌，被罗恒送到聂战的身边，当成了棋子。而昨晚她从陆承彦的手里逃走，没想到竟是进宫找荣贵妃报仇去了。所以只要我同皇上说明一切，殿下不用担心我进宫去了。陆承锦听到这些很是震惊，他也有满心的话，现在却没有时间同苏然说。小然，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你平安。主殿里，父皇，这么多工人，这么多双眼睛，不会看错的。杀死母妃的人就是苏然，求父皇立刻赐他死罪。荣贵妃是先中毒药后昏迷，在胸口被尖刀刺穿而死，死后脸上还被划得稀烂，舌头还被割掉，形容惨不忍睹。听到陆承彦的话，晋帝神情无波。可据朕所知，苏然与你母妃并无多大仇恨，他何至于要对你母妃下如此狠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想看到儿臣成亲，想让母妃的死来阻止儿臣明日大婚。真的是这样吗？陆承彦低着头，没有觉察到晋帝神情间的变化。千真万确，儿臣丧母，心痛如绞，绝不会再欺骗父皇。闻言，晋帝双眸里再难掩失望之色。你也乏了，明日还要大婚，先回去吧。他一走，晋帝就命人将苏冉唤来。想不到朕与你又见面了。忽闻娘娘遭难，臣女也是不敢相信，还请皇上节哀顺变。可明翠宫的工人都说你是杀害贵妃的凶手，你有何解释？皇上容禀，杀害娘娘的真凶是前燕王侧妃沈渊，也是他上次给兰树人送有毒的雪花酪的。可朕记得当时他已经死了。是，那沈渊当着皇上和大家的面撞柱而亡，当时他还有一息尚存，被罗恒救了，易容成我的模样，又被安插到了燕王的身边。他此举就是要回来复仇的。这些全是你的一面之词，朕岂会相信你？只是一眼，苏冉就看懂了晋帝神情里的意味。他在意的并不是真相，而是要定他的罪。贵妃遇害，人人都说是你做的，即便是朕也包庇不得你。此事朕已交给大理寺查办，而你要即刻收监，关进大理寺大牢。你怎么在这里啊？方才我看到阿姐了，可我叫她，她却怎么都不应我。我一路追着她来到了这里，就迷路了。你们能送我回去吗？听到阿云的话，陆承彦立刻紧张起来。你是不是看错了？本王听说你阿姐昨晚进宫后还没有回家呀。我没有看错，真的是我阿姐，我是绝对不会认错我阿姐的。说罢，阿云指着北面的方向说：你们若是不信，就去那边找找。我看到她往那边去了，只是这里太黑，我不敢乱走。求你们快帮我找到我阿姐。阿云指的方向正是沈渊以前在王府时住的院子所在。下一刻，他对玉安说：你去那边看看。玉安虽是不放心，可是他还是走了。陆承彦想到约见的卖家可能马上就要来了，阿云却在这里碍事，就想将他支走。下一刻，一个邪恶的想法从他的心里滋生出来。苏冉最心疼这个弟弟，若是阿云死了，苏冉岂不是生不如死？想到这里，他手指曲张，做事要朝阿云的脖子上掐去。就在此时，阿云却扬唇天真无邪地朝他一笑：方才在外面有一位老爷爷托我给殿下带一幅地图，殿下可要看看。下一刻，他果真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地图来，放到面前的石桌上。一眼看过去，地图上赫然写着大晋铁矿图几个大字。陆承彦的心中瞬间激动的狂跳，仅存的理智让他不敢相信铁矿图就这么容易被他拿到手了。如此，他提着灯笼凑得更近，可下一息他后腰处一麻，似乎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他猛地回头去看，只见阿云站在身后，对着他笑道：“你休要骗我，我知道这里没有老虎，只有大狼狗，我方才也看到了。”陆承彦闻言一怔，他的府里并没有养狼狗的。阿云还是笑，只是眸光瞬间冷下去。不过，狼狗也咬人，你可要试试被狼狗撕咬成碎片的滋味。直到这一刻，陆承彦终是觉察到不对劲，正要伸手去抓他，身子却僵硬的一动不能动，直直往地上躺去。陆承彦，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没有人来救你的。你到底是谁？他瞳孔睁大，嘶哑着嗓子，费力问出这句话来。我就是黑市里卖给你铁矿图的卖家。你这条大鱼可不好钓啊！这样一个毛头小孩子却告诉他，从头至尾与他们联系的人竟是他。不可能！你休想骗我！你这幅地图也是假的，假的！你错了，这幅图纸是真的，这上面随便一处铁矿所开采出来的矿石都不止10万两白银，所以当年邓高不顾性命也要瞒下他，不舍得将他交给朝廷。可你偏偏这么蠢，想花区10万就想将他买下，真是异想天开。听他提到邓高，陆承彦不由相信他手里的这幅图是真的。佳佳，你要多少金，我都给你。我今日来是来要你狗命的。说罢，他双手抵唇，发出一声呼哨，树影后面立刻传来了一阵窸窣声。你将我阿姐的画像藏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本王要让你姐姐身败名裂，让全天下都知道大隐大无耻。不等他说完，阿云已拔出腰间的匕首，朝他的右眼狠狠扎去。陆承彦右眼一黑，鲜血喷涌而出，痛得他全身抽搐，话都说不出来。你再敢说我阿姐一个字，我必定让你死无全尸。一提到苏冉，阿云神情间蹦出的杀戾之气更重。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先同你算清上一世的账。阿云又从腰间掏出了一小包的药粉，撒在陆承彦的裆部。他朝身后的大狼狗呼唤：“小白，该你了。”阿云话音一落，他就飞窜出来。陆承彦的下体被生生撕裂咬断，痛得他来不及喊出一声，已是眼前一黑，晕厥了过去。阿云看着陆承彦血肉模糊的下体，还有不断涌出的鲜血，眼前不由浮现上一世他被他当着阿姐的面活活阉割的画面，那样生不如死的剧痛和羞辱，还有阿姐悲痛欲绝替他苦苦哀求的可怜模样，像把尖刀插进阿云的胸口，令阿云再次痛不欲生起来。大仇虽然已报，可那些伤害如影随形，哪怕过了一世，还是折磨着他，让他如何忘记得了。正在此时，听到了有急促的脚步声朝着凉亭这边而来，可下一刻，阿云一眼认出是戴了人皮面具的苏冉。阿姐，你怎么来了？阿云，你没事吧？前一刻还一脸杀气的阿云看到苏冉的那一刻，心中突然一酸，仿佛又回到了上一世，心中的委屈与痛苦再次宣泄出来。他上前抱住苏冉，将头埋进姐姐的怀里，无声地哭了起来。无尽的酸楚涌上心头。阿云，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他再也伤害不了我们了。他苏冉担心自己，所以阿云从未说过自己重生的事。可如今看阿姐的反应，他只怕早已知道自己身上的秘密，可他什么都不说。苏冉也明白他此刻的心情。阿姐都知道，你不要担心，阿姐什么都明白。
若不是阿姐的画像还没有拿到手，我立刻一刀杀了他。画像已经被我们烧了，阿云，你们先离开，这里留给我和秋落善后。阿姐，不行，我们一起走。说罢，手中的匕首就要朝着陆承彦的胸口刺下去，却被苏然拦住。阿云，此刻我是沈渊，只有让大家知道是沈渊杀了陆承彦，我才能够从大理寺释放出来。而这个男人，我必须要亲手了结，才能解我心头之恨。陆承彦，你为了置我于死地，明知杀害你母妃的人不是我，却要将罪名加在我的身上。你是沈渊？既然你要放沈渊一马，我就要以沈渊的名义送你一程。说罢，苏冉拔起匕首，手起刀落，将匕首插进了陆承彦的心口。陆承彦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已明白杀他的人是苏冉，可为时已晚。不等他说出口，已是咽气身亡。苏冉的余光朝着屏风后扫过，他知道玉安还在看着。为了替阿云善后，苏冉拔出陆承彦胸口的匕首，似乎还不解恨，又朝着陆承彦身下划去。等做完这一切，他割下陆承彦的袍角，包着一团东西，起身离开。苏冉来到水池边，将手里的东西扔进去，他一面洗手，一面看着那团东西沉下水去。可下一刻，他看到眼前的水纹里有人影在晃动，男人的气息他太熟悉，哪怕不用回头，苏冉已经知道他是谁。殿下什么时候来的？苏冉看向他，觉得他此刻的神情很陌生，因为陆承锦看向他的眼神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他。前院那边，燕王府的人已经发现死在房里的陆承彦，惊呼声和追捕声骤然响起，脚步声朝他们分踏而来。陆承锦将苏冉搂进怀里，跃出后墙。他回过神来，看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燕王府。上车，我让长鸾立刻送你出城，秋落会回去接阿云的。苏冉明白过来，殿下，我还不能走。你已经杀了陆承彦，你还想做什么？苏冉神情微变，脸上的血色慢慢退却。上车。这一次，他的声音更冷厉，带着不容置喙的威慑。说罢，他拉过他的手，将他拉上马车。苏冉不觉慌了，他还有最重要的事没有做，他与禁地还有约定。如果他不能如期将铁矿图与罗恒带到禁地的面前，即便他离开了，禁地也不会放过他和阿云，甚至还会连累其他的人。殿下，我答应曾大人不会逃走，更不会给大理寺惹麻烦。若是我逃走了，曾大人向皇上交不了差，会连累他和整个大理寺。此事你无需担心，本王自有安排。你以为你假冒成沈渊就能全身而退？可回想到方才他赶到屋子外时，刚好看到苏冉将匕首从陆承彦的胸口插下去，当时他脸上的神情就告诉他，他与陆承彦之间的仇恨远不止他想的这么简单。不论是苏冉与聂战、沈直之间的关系，还是他对陆承彦的仇恨，甚至是他的弟弟阿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超出了陆承锦的想象。陆承锦从没有像现在这般的迷茫过，眼前的女人明明是他最熟悉的，可他却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萧然，你老实告诉我，你与陆承彦之间到底有怎么样的仇恨？你到底又在瞒着我些什么？还有，阿云他明明只是一个孩子，为什么他能做出那些事情来？昨晚的事，殿下都看到了。陆承彦的死，阿云真的有份儿。听到他这样说，苏冉反而松下一口气来。看来他只是对阿云有所怀疑，并没有看到阿云昨晚对陆承彦做下的事。没有，阿云什么都不知道。他去燕王府是听我的吩咐去送贺礼的。求殿下快让我回大理寺吧，若是我不回去，事情就麻烦了。陆承锦闭上眼睛，平息一下繁杂的情绪。你答应过我要离开的。我确实答应过殿下要离开，但还不是时候，请殿下再给我几天时间。你还想干什么？殿下，我没想干什么，只是若是我现在走了，我就成了杀害燕王的逃犯，要一辈子背负这个罪名过逃亡的日子。我不想这样，不只是要过逃亡的日子，还再也不能与他在一起。可是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殿下，你再信我最后一次。万一大理寺最后没有找到沈渊，
万一他站出来反过来指证你怎么办？陆成锦整颗心都揪痛起来，一把反握住他的手。我不容许你有一丝的闪失，我会替你善后，你赶紧离开。他手掌的力道很大，将苏然握得很紧，似乎这样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殿下准备怎样替我善后？此事牵涉太大，他是绝不会将这么凶险的事交给景王一个人去扛。殿下放心，在我进宫见皇上前，已托聂将军派禁军帮我去找沈渊，相信聂将军一定会替我找到他的。陆成锦内心一凉，他没有料到，在他进宫见父皇之前就有了对付陆承彦的计划，而他更没有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想到的是请聂战帮忙，而不是自己。想到这里，陆成锦不可抑制的又想到了那幅画像，心里压抑的情绪再次翻腾。你就这么相信聂战会替你找到沈渊，替你办好此事？殿下，燕王出事的消息一旦传进宫里，皇上就会立刻去大理寺提审我，若是我不在，一切就都穿帮了，所以我要立刻回去。殿下，事已至此，我必须按照计划做完，等我过了这一关，我再向殿下解释，求殿下让我回去。看着苏冉急切的样子，陆成锦神情冷冰，最终还是叫停了马车，松开他的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苏冉心里五味杂陈，但容不得他多想，他立刻让车夫调转车头，朝着大理寺赶去。皇子被杀，震惊朝野，4个司法衙门都是人心惶惶。大理寺内看到出现在面前的禁地，苏然很是意外。他已料到燕王出事后，禁地会派人来大理寺提审他，却没有想到来的人会是禁地本人。知道你舍不得弟弟，若你想早点带他走，就早日与朕达成之前的约定吧。谢过皇上。可陈王能否与爱子团圆，回封地颐养天年，还是要看你守不守约了。臣女3日后一定将矿图奉上。恭送皇上的龙驾离开后，苏然也带着阿云回郡主府了。阿姐，铁矿图我已经画出来了，你可以将它交给皇上。我知道真正的铁矿图在谁手里，但这幅图纸更有用。真正的铁矿图是不是在景王手里？所以阿姐想拿这幅图纸去换景王手里的铁矿图。但图纸是你的，你愿意吗？既然他们父子都想要，就让他们去争好了，反正我不稀罕。哪怕不是为了铁矿图，他也想来再见一见他。殿下，可陆成锦眼皮未抬，充耳不闻。我知道殿下心里在生我的气，无法理解我的所作所为，甚至是被我吓到了。可我并不后悔。你不反悔，是因为你对陆承彦的仇恨必须手刃他解恨，还是因为你要替你弟弟担下一切？殿下，燕王的事是我一人所为，不关阿允的事。他真的只是奉我之命去燕王府送贺礼的。这是方才暗卫递进来的密函，你是为了替阿允掩饰，才故意当着玉安的面假扮成沈渊的样子去杀了陆承彦的。你是怕陆承彦醒来后供出阿允，对不对？不是的，此事不关阿允的事，他真的只是碰巧路过，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本王亲眼看到是你杀了陆承彦，而不是沈渊。虽然你刻意划烂陆承彦的下体，但是仵作还是验出燕王下体有齿痕撕裂的痕迹。你扔到池子里的那包东西里，也根本不是陆承彦的下体。黑市上的铁矿图拼图流传已久，而阿云的大狼狗也训练的有些时日了，所以他是从一开始就在筹划伤害陆承彦的。而正妻刘大也是他杀的，甚至你父亲的毒也是他下的。苏然，你弟弟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永远记得弟弟上一世为了护他忍受的痛苦与屈辱，而这一世弟弟重生而来，却同样是为了守护他。弟弟2世都为了他，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陆成锦将怀疑的目光对准阿云，让他再临险境。如此，他必须让陆成锦相信一切都是他做的，包括黑市上出现的铁矿图。我很早就对陆承彦起了杀心，因为他拿了我的画像威胁我，所以我从沈渊假冒我的脸后，我就计划好了要假借他的名义杀陆承彦，以便顺利脱身。我辛苦筹谋许久，甚至觉得当日皇上将我关进大理寺大牢是天助我也。殿下觉得我做这么多
会是为了替阿云遮掩吗？可殿下莫要忘记，我们认识之初，我就是有目的的接近你，我从来就不是纯善无知的闺阁女子。可苏冉明明将自己说得如此卑劣不堪，她也明明那么恨他的冷漠无情，要亲手杀了陆承彦，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逼入绝境。可陆承锦的眼前出现的全是与他在一起的美好，每一次都让他沉沦留恋。我今日来是来向殿下要铁矿图的，沈直将铁矿图给了你，殿下能不能将它给我？你料到铁矿图在沈直手里，所以你问都不问一句就同父皇做下承诺。苏然，若是本王不将它给你，你准备如何？是不是像对付陆承彦那样将本王也杀了？听到陆承锦的话，苏然心口撕裂般的痛着，可面上他只是淡淡一笑。我知道殿下近来一直在想尽了办法拼出此图，好抢在皇上之前与大齐大梁做下交易，以此巩固你的地位。可我不妨告诉殿下，此图看似简单，实则艰难无比，哪怕殿下再想上3年，也休想拼出此图。但大晋如今的局面已容不得殿下再等上3年，只怕3天殿下都等不及了。闻言，陆承锦神色突变，殿下，你可要同我做个交易，我替你拼出此图，你再将铁矿图交给我。闻言，陆承锦看向他的目光越发深邃冷冽起来，神情难辨。苏然等了片刻，见他没有反对，就自顾上前取出盒子里的青玉石子，当着他的面一个接一个的拼凑起来。一面拼凑，他一面缓缓地说，拼凑此图需谨记3个要点。其一，逢山衔道，玉河连桥。苏冉手指划过这些石子，仿佛又回到了上一世。在子无宫里，阿云悄悄地教他拼凑铁矿图的这些方法。那时他虽然被陆承彦和罗恒折磨3年，没日没夜地钻研着拼凑此图的方法，累得不成人形。可当铁矿图完整的拼凑出来后，他也是兴奋的，悄悄跑来告诉苏冉。不知过去多久，当最后一声轻响戛然而止，陆承锦知道铁矿图他已经拼凑好了。如今殿下可相信了黑市上的铁矿图是我所为了吧？这是我画好的铁矿图，殿下可以凭此图明日去采矿了。陆承锦的目光落在图纸上，心里已然掀起轩然大波。殿下有了这幅图，这些石子于你而言就是一堆废石子了。皇上那里我会将这盒玉石子交给他，但拼凑之法我是不会说的。最后，苏冉在陆承锦面前跪下，求殿下开恩，将它给我。陆承锦情绪翻涌，他岂会不明白苏冉的心意？他是在向自己主动示好，更是在向他卑微求和。殿下不回答，我就当殿下答应了。苏冉将盒子抱在怀里，头也不抬地对他说，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多谢殿下。紧接着一股威压朝他压下来，双唇就被堵住了。男人的吻霸道又汹涌，呼吸交换之间，苏冉闻着男人身上久违的熟悉味道。有那么一瞬间，他不想走，他只想做陆承锦身边的那个女人，放下仇恨，一生一世一双人。殿下，对不起，我太恨陆承彦了，我必须要这样做。苏冉将头贴在男人的后背上，眼泪汹涌而出。若是殿下过不了良心这一关，可以将我绳之以法，我绝无怨言。等听到话音里的凄凉意味，陆承锦的心口更是阵阵触动。你如实告诉我，你杀燕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几次在他手里死里逃生，他还想使诡计，逼我嫁给渔夫，又想让我委身孽战，而如今他还拿画像威胁我，更是要将杀害他母妃的罪名扣到我的头上。他对我如冤鬼缠身，若是不能杀了他，我此生休想安宁。苏冉，陆承彦是不是还对你做过其他的事？殿下，你相信有前世？我是相信有前世的。
因为我在我的梦魇里看到陆承彦对我坏尽做事，将我活活折磨致死，比这一世更残忍，所以才让我在这一世这样恨他。或许我与陆承彦的仇恨不只是这一世，上一世我们之间就有了仇恨。明明他说的只是虚无可信的梦境，可陆承锦竟然似乎相信。那你的梦魇里有没有本王？我的梦魇里有听闻过殿下，殿下是英明神武的景王殿下，高高在上，受万民敬仰。可惜殿下不认识我，他没有骗他。上一世他对景王的名字如雷贯耳，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可这一世却是他打开了自己冰封的心田，让他重拾对感情的信任，也是陆承锦一路的庇护，让他改变了上一世的命运，能手刃仇人，平息两世的仇恨。想到这里，苏冉的心口剧痛，忍不住抬手抚上了男人坚毅的脸庞，手指眷恋地抚过他的眉峰眼角。殿下，我一直记着那日山顶看日出，我答应你的事，可我没想到那日你会在屋外会亲眼看到我做下这样的事。但事情已经发生，是我对不起殿下。叶医生，殿下先回去吧。不等苏冉反应过来，他身子已陷入被褥间，男人的威压感再次朝他袭来，继而将他包围。苏冉，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结的。他吻得很重，手上的力道也很重，真似要将他揉碎，再嵌进自己的骨子里去。他浮浮沉沉，怕自己掉进海底深渊，只能伸手抱着眼前的人，紧紧贴向他。终于，当第一波风浪停息，苏冉瘫软在陆承锦的怀里，闭着眼睛。半晌后，他终是暗哑着嗓子问道：你拿铁矿图跟父皇交换什么？换我与阿云的2条性命。还有呢？你答应了父皇什么？没什么了。陆承锦眸光一沉，他又在骗自己。他都已经听长亭说了，兰儿近期会成亲出嫁，苏冉还将梦楼当成嫁妆送给了兰儿，一看就知道他是为了离开在做安排了。可他安排好了身边的所有人和事情，却唯独将自己落下。难道他就可以完全不在意吗？想到这里，陆承锦的心里又剧痛起来。他将他抱在怀里，如珍似宝，连吻都变得缠绵轻柔。不知过去多久，天边泛白，却看到了他后背上那点鲜艳欲滴的朱砂痣。但苏冉知道，虽然画像已烧，却已在他的心里落下痕迹，他终究是在意的。聂将军怀疑是大长公主故意将沈渊藏了起来，一旦沈渊现身，或是落进了南王手里，姑娘你就危险了。要不咱们回府去看看？我们不能去，若是去了，就会让大长公主以为我们是着急害怕了。既然如此，大长公主为何要将沈渊这个烫手山芋留在镇国公府？她要将沈渊交给陆承照处置。你马上去告诉聂将军，让他马上派人暗中守住镇国公府的每个出口，不要放沈渊出府，顺便帮我约大哥哥出来。镇国公府。祖母，小冉是我们的亲人，祖母为何要对他赶尽杀绝呢？他处心积虑地谋害我们苏家，他何时将我们当过亲人？以前过往是非，孙儿不想再提。如今我只想问祖母一句，你是不是真的与前朝太子勾搭在了一起，在替他做事？什么勾搭？大殿下是皇室正统，当年他受奸人所害，才不得已假死，离京避祸。如今他沉冤归来，本宫身为大晋长公主，自是要匡扶正义，辅佐他上位。本宫行的是正道。见祖母亲口承认下来与前太子的关系，苏承玉眸光一震，心中最后那点希望也破灭了。求祖母看到我未出世的孩儿份上，你赶紧抽身吧，不然等将来前太子覆灭之时，我们整个镇国公府都要为他陪葬的。这些话也是苏冉同你说的？他就这么笃定大殿下会输，还真是太自以为是了。方才他出去并不是去见苏冉，而是被陆承锦叫出去了。晋王殿下说，只要祖母交出沈渊，他能保我们镇国公府无虞，不然如何？他都已经是虎落平阳了，还想来威胁本宫？自从大长公主决定追随前太子陆承照后，
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你放心，祖母心里有分寸，等将来太子复位，会娶幼宁为太子妃，到时你就是大晋国舅爷，身份自是不同。而等将来幼宁生下嫡皇子，他的儿子就是新一代帝王，咱们镇国公府的荣耀就会一路傍着皇权延续下去，经久不衰。听着祖母近乎狂狷的话，眸光一沉，终是咬牙下定了决心。来人！而随着他话音落下，屋子外面立刻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你想干什么？造反吗？祖母，尽容孙儿不孝，为了镇国公府200余人口的性命，孙儿必须要拨乱反正，只能委屈祖母你了。祖母就安心在上院养病，今晚的团圆宴也不必勉强参加了。你个不孝孙，竟敢关进本宫！本宫所做一切，全是为了镇国公府的千秋荣华。正是因为你平庸无能，撑不起整个家业，本宫这才苦心孤诣，费心筹谋。而你不但不领情，还帮着外人来对付我，你真是狼心狗肺，不分好坏。说罢，他举起手中的虎头杖，就朝着苏成玉打来。我知道自己没本事，令祖母失望。若是能让祖母消气，哪怕今日将孙儿打死在这里，孙儿也愿意。苏然挺身挡在哥哥面前。祖母当真要打死哥哥吗？你怎么来了？哥哥他根本没有做错事，也不该受祖母的打。他这样对待尊长，也算没有错吗？你别以为这样就能眼下你做下的恶事。本宫一定会带着沈渊亲自面圣，揭穿你。你们赶紧放我出去，否则我杀了白氏，让他和腹中的孩子为我陪葬。放人！不可！他是朝廷钦犯，既然投进了我们府里，就不能再让他逃脱。不可！放不放人是镇国公府里的事，何时轮到你做主？我不让放人，是支持大哥哥的做法。大哥哥是镇国公府的嫡子嫡孙，世袭的世子爷，如今他当家做主，自是要依他的命令做。沈渊更是着急起来，谁都不许走！若是祖母走了，我立刻杀了白氏。柳姨娘见了，吓得双腿一软。老夫人，您千万不能走，世子爷还年轻呢，这个家还得您来当。你也看到了，这个府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你来当家做主。如此，你不如先将眼下3件急事办妥了，再来同祖母谈掌家一事。哪3件事儿？第1件事，你要保下白氏腹中的孩子，他是你父亲最后的骨肉，本宫绝不会让他们母子出事。其2，你要查出你4弟苏琪的死因，给柳姨娘和大家一个交代。而第3件事则是……说到这里，他回身指着苏冉，他是绝不能再留的，你一定要将他剔除出苏家族谱，否则的话，你这个当家之位，本宫第1个反对。而沈渊勾唇满意笑了，他何止是要被逐出苏家，他简直要被千刀万剐，因为燕王就是他杀的，他才是杀人凶手。此言一出，众人一片哗然。苏然仿佛没有听到沈渊的叫嚣，既然祖母提出这3个要求，若是大哥哥做到了，祖母是不是就甘愿放权，不再反对大哥哥当家？好，只要他能做到，本宫就将掌家之权交给他。果然，前2件事虽然尚可答应，可第3件，只要大哥哥能掌家，我愿意自请出谱，从苏家族谱上除名，为大哥哥掌家铺路。在场的众人再次怔住。下一刻，沈渊眼前黑影闪过，瞬间就被人控制住了。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等大家反应过来时，秋落已将沈渊擒住。苏冉来到沈渊的面前，你个贱人，有本事就杀了我，不然我一定将你的事情说出去。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早就掉了。你怎么知道？关于第2个孩子滑胎一事，沈渊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苏然，都是因为你，若不是你，燕王不会给我下红花汤，我还是堂堂燕王侧妃。都是你。大哥哥，你打算如何处置他？我答应过殿下，要将沈渊交给他的。想到以后整个镇国公府还要靠陆承锦庇护，
他终是没有再说什么。祖母，白姨娘已经顺利救下，第一件事已经办妥，第3件事我也已经应允，等下就可以去祠堂将我除名。等到第2件事达成，还请祖母按着方才的承诺，将掌家之权交给大哥哥。看着他一脸笃定的样子，大长公主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一切苏然都早有准备，自己是着了他的道了。父皇想让儿臣怎么做？那个苏然，不论是他的出身，还是他已经败坏的名声，他都不能再与你在一起。哪怕是他愿意无名无分跟着你，也不行。父皇是不是早已安排将他赶出京城？天子之言，他岂敢不从？他答应走又如何？最主要是你要放手，对他死心。闻言，陆承锦心神一震，此女心机深不可测，不但对皇家之事插手，铁矿图还落在他手里。为了大晋的江山社稷，留他不得。静帝看向陆承锦，此时若是咱们大晋与大魏举办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也足以震撼诸国。你意下如何？苏冉离开城楼回到郡主府，阿云已经知晓城楼发生的一切。阿姐，景王真的会娶丹灵公主吗？可他之前明明多次拒绝过娶丹灵公主的，这次怎么又退缩了？殿下，他是有难言之隐。如今大晋边关有邻国虎视眈眈，内里又因夺嫡之乱引发朝廷动乱。殿下既然要力挽狂澜，就要入主东宫，而丹灵是太子妃，已是事实，他只能接受。他是为了整个大晋着想，所以他要为了大晋江山舍弃阿姐你了。说不上舍弃，只能说我与殿下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缘分使然罢了。阿姐，你不难过吗？我放不下陆承锦，我很想带着你和殿下一起离开这里，离开皇宫，离开权力的纷争，过最平凡的日子。但是殿下他生来身上就有他要背负的责任，也有他的抱负，所以我理解尊重他的决定，我不会难过的。阿姐，那这次离开后我们还回来吗？以后的事阿姐如何知道？苏冉换了一身衣裳，又往镇国公府去了。本宫不想看到你，你滚吧。当年祖母做下的那些旧事，只怕都要被翻出来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想说，当年前太子能逃过一劫，当中钦天监和太医院替他出了多大的力，祖母比谁都清楚。所以若是皇上最后查出当年一切都是前太子联合钦天监和太医院搞的鬼，而最近这次的天象异象，钦天监也有份推波助澜，欺君罔上，祖母觉得皇上会不会怀疑到祖母也有份参与其中呢？本宫真的以为他死了，而最近这一次是他拿着德妃和二皇子的事来威胁我。那封密信你也看到了，本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可你昨日写给前太子的信还在他手里握着，若是他为了保命，最后将一切都推到祖母的身上，祖母觉得皇上会相信谁的话呢？苏然，本宫就知道你最是记仇，你一直记恨着本宫，你趁这一次的机会要逼本宫死。骑术里有一招叫弃车保帅，但有时候却要弃帅保足，才能保全大局。大长公主嘴唇苍白，不住地哆嗦起来。你这个贱人，就是想逼死本宫。祖母一心为镇国公府，不会不明白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镇国公府。你不是很聪明吗？你想保全镇国公府有很多法子，你再想想啊。若是祖母不肯，就当我没有说过。说罢，转身朝着门口走去，身后苏然，你就这么笃定锦王会赢？谁生谁死还不知道呢。阿姐，你一定要来找我，我会在长花寺等你，你不来我不会走的。苏然没有想到弟弟什么都知道了，心口一痛。你放心，我答应母亲要照顾你长大的。上一世阿姐无能护不住你，这一世
阿姐一定会护着你的。苏然立刻就将洪流和乌明叫进来，吩咐他们立刻带上包裹，护送阿云出城。阿姐为了帮陆成锦，命都不顾，可阿姐的命却是他不惜一切换来的，他是绝不会看着阿姐去送死的。大晋皇宫，宫外情况现今如何了？他呢，有没有出城？姑娘不肯走，但是将小公子送走了。小公子出城后遇到了伏袭，虽然被聂将军救了，但那些人明显是冲着姑娘去的，想绑小公子去要挟姑娘。陆承照知道罗恒在他手里，是不会放过他。倒是一乱起来，本王未免顾得上他。先前我进来时，在宫外遇到了秋洛，他让我给殿下带一句话。长亭附到陆成锦的耳边，将苏然转告的那句话说了出来。他手里捏着父皇给的免死金牌，如今又有太后派人在储秀宫替他守着。我们若是在此时对他下手，是送了画饼给他，到时他起兵造反，就堂而皇之了。原来晋帝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却不想再失去一个，于是就答应了陆承照的要求，给了他免死金牌。你去见过大公子了？他可会解父皇的毒？大公子看了太医院的诊书后，猜出了皇上所中之毒，说他可以施针替皇上解毒。立刻将消息传进储秀宫，就说皇上中毒，无药可解。彼时阿云在聂战的屋子里等他。将军方才做得很好，但你夫人小产的事要瞒下来，不要让陈敖他们知道。话音刚落，乌明从外面疾步进来。小公子，不好了，郡主府出事了。郡主府起大火，火势集中在苏然所在的主院里。等尸首一被抬出来，那些下人一眼认出那女尸是苏然。是郡主，这可怎么办呢？阿云眼前一黑，喉咙里涌起腥甜，他周身被悲伤笼罩，生不如死。阿姐死得不明不白，他要找出害死阿姐的凶手，为阿姐报仇。聂战心中悲痛无比。好的，怎么会起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贵府上可有小腿截断之人？阿云先是一愣，下一刻他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我知道他是谁，他是罗恒，是我阿姐准备带进宫去见皇上的一个证人。阿姐一直将他悄悄藏在后偏房里，这场大火肯定是冲着他来的。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果然看到有2个形迹可疑之人，在听到他们的话后悄然离开了。我大概知道放火烧死我阿姐的人是谁，我要去大理寺找曾大人告状，还请大人替我将阿姐的尸首和罗恒的尸首送去大理寺为证。阿云退回到聂战的身边，附到他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聂战全身剧烈一颤，脑子里的异样也如洪水一般退了下去，了无踪迹。大家都将沈渊当成了姑娘，不会被人发现的。他呢？如今在哪里？姑娘知道殿下的计划后，就按照我们的安排，悄悄先离开了郡主府。但出了府后，姑娘却没了踪迹。他原本的计划是利用沈渊代替苏冉死后，就让苏冉出城离开京城。而他先前安排好罗恒对付陆承照的事，自己可以代替苏冉做了。但是没有想到，苏冉似乎料到了他的计划，竟抢在他的前面将罗恒转移了。派人去找他，还要留意各处宫门，不要让他进宫来。殿外，草民沈三珍见过锦王殿下。易国荣后，当真一点沈直的影子都没有。而陆成锦的目光落在了沈直身边的药童身上，陆成锦岂会认不出此人就是苏冉？陆成锦眼底浮起了一抹暖意。你怎么将他也带进宫来了？你也知道，我拒绝不了他。你们之间的事啊，你们自己去讲清楚，恕我不奉陪了。等下你轻点骂啊！闻言，长亭差点笑出声，却被陆成锦瞪了回去。殿下，我有一事想请殿下帮忙。我将罗恒藏在进宫的马车里，我想请殿下帮忙将他带进来。苏冉要将一个大活人带进宫里难，可对陆成锦来说却是小事一桩。你之前不是为了防着我，将罗恒从私宅急急转移，如今却不怕本王抢了你的事做？陆成锦的语气里不由带了一丝怒意，不知是气恨他不知凶险，还是气他一见面别的话不说，只会硬生生地同他说正事儿。这原本就是我与皇上说好的事情，若是让殿下带我去做，皇上对殿下的疑心就会更重。
对殿下百害而无一利。这可是你脱身的最好时机，你为何不借着这次大火离开？而苏冉提前将阿云送走，足以看出他其实早已看透了父皇的心思，可明知父皇不会放过他，他还要进宫来送死。我可以帮你把人接进来，但你要马上离开。陆承锦让沈渊代替苏冉去死，自此世上再无苏冉这个人，他也不能再出现。苏冉倒不在意他这个名字和身份，他在意的是从此以后他无法再出现在陆承锦的身边，不能再和他在一起。你可知道阿云没有走，他又回城了。他知道死的那个人是沈渊，如今指派正在外面到处找你。京城马上就要大乱，你若不出现，阿云定是不会离开的。苏冉一直担心着上一世的结局，担心陆承锦最后会受陆承照所害，所以他冒险进宫，不只是为了要助他对付陆承照，更是想陪着他度过最危险的时刻。只有看到他最后一切安好，他才能够放心的离开。可现在弟弟一个人在外面找他，让他如何是好？那陆承照会什么时候动手？陆承照已经集结手下的人，趁着父皇昏迷之际复位逼宫。眼下有太后跟皇叔牵制着他，但相信很快他就会从储秀宫里出来。沈之已经答应我，会在明天晌午之前让父皇醒来，到时我会让父皇亲眼看见陆承照的野心，再将他的真面目在父皇与天下人面前揭穿。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兵戎相见了？无论如何，这一仗总是要打的。不过你放心，我已计划周全，陆承照这一次一定逃不掉。所以最迟明日就会动手了。你不要急着赶我走，你让我陪你度过今晚，我明早再出宫，好不好？陆承锦的心都要碎了。你终于舍得为了我放下阿云了，本王很是欣慰啊。能在出宫前再见到他一面，苏冉已心满意足。30那晚，听说你去城楼下了，高公说你会去，可我没看到你。我去了，但天气太冷，我没有看到殿下在城楼上，就又回去了。他故意将看到他与丹灵一起出现的那一节抹掉，不想在此时提起。可陆承锦何等精明，我不会去丹灵的，我答应过你的事我都记得。闻言，苏冉手中的动作不觉顿下。你心里可还有什么疑问要问我？我想问的，殿下方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我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大战在即，只要他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其他的事情已经都不重要了。窗外的天光一点点的暗下去，转眼已到了掌灯时分。趁着天未亮，殿下歇息一下，我先出宫了。陆承锦虽然催着他走，可如今他真要走了，他却舍不得了。下一刻，陆承锦搂紧他的腰身，身子凌空而起，竟是带着他来到了太极宫的殿顶。我们在山顶看过日出，可在太极宫上看日出却还没有看到过。与陆承锦在山顶看日出的那一次，是苏冉与他在一起时最难忘的时光。昨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其实我很需要。殿下，昨晚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年30那晚，父皇终于是下定决心立我为东宫太子，并表示会解了母妃的禁足，恢复其贵妃的身份。可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母妃的时候，她脸上半点欢喜的颜色都没有。可能是娘娘经历了上次的事后，对尔虞我诈的后宫生活厌烦了，也不想再当那个被人妒恨的高高在上的贵妃娘娘了。我看得出来，她不只是不想再做贵妃了，她更想出宫，想跟着沈直离开京城，过回她以前的日子。所以我让沈直给她准备了假死药，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服下药瞒过父皇，就可以跟随着沈直出宫。如此，大晋以后再也没有兰贵妃了，而我也没有母妃了。明白过来的苏冉不由心疼地抱紧他。可我觉得娘娘不会选择与沈直离开，因为在娘娘的心目中，你的分量并不比你大哥轻。娘娘她同样也会舍不得你，而且有你和皇上在，我相信娘娘最后会选择留下的。小冉，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看着他患得患失的样子，苏冉越发心疼起他来，而想到自己也要马上离开他，不会再回来，他的心更是撕痛起来。我和娘娘都是女人，我懂娘娘的心思，不会骗你的。听了他的话，陆承锦暗淡的眸子瞬间恢复神采，嘴角也扬起笑来。你等下出宫后
带着阿云尽快离开京城，等一切平息后你再回来。小然，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他明明知道，若是将来他真的做了太子，做了天下之主，就注定与声名狼藉的自己无缘了。苏冉已死，世上再无嘉禾郡主，他如何能再以原来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心里想，他应该要劝他放下自己，不要再等自己的。可鬼使神差之下，他却开口说：殿下，我会带着阿云跟着陈王妃去云州，如果殿下忙完了京城里的事，平定了天下，就去云州接你，好不好？好，等我平息京城里的一切，一定亲自去云州接你回来。你等着我。陆承昭，你逼宫犯上，罪不可恕。这一次本王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向父皇狡辩。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样同姑说话？本王早就跟你说过，前太子的坟头草都黄了好几茬了，你就别在这儿做春秋大梦了。陆晨锦，你屈打成招，逼着他们来污蔑本宫，你休想抹黑本宫。太后此时看向陆承锦：景王，你可还有其他证据？去，将西席先生请出来。长亭推着罗恒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殿下，我终于又看到你了。陆承昭眸光狠厉地朝陆承锦看去。真正的罗恒早已经死了，却不知道你从哪里找出这样一个赝品来假冒他。陆承锦，你真是狠毒至极呀！陆承昭，亏得罗恒为了你潜伏在燕王身边多年，为了保住你，燕王打断了他一双腿，他都没有把你供出来。你如今这样对他，真是不孝子啊！陆承锦，你无凭无据，休想污蔑本宫与他的关系。本宫是大晋最尊贵的嫡长皇子，是大晋名正言顺的东宫太子，本宫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话毕，却是突然拔出腰间佩剑，朝着陆承锦刺来。护好罗恒。陆承锦所料不假，陆承昭真正要行刺的并不是他，却是罗恒。他是要杀人灭口，而他这样做，更是不想罗恒再当众对他做出这副讨好关怀的样子。殿下就这么想我死吗？你这个祸害，害了我母后，如今还来攀污本宫，本宫自是不会再留你。殿下，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听我说。不等罗恒把话说完，手中寒剑再次朝罗恒划过，彻底了结了罗恒的性命。陆承昭，你以为杀了罗恒就死无对证了吗？你与罗恒的关系，你真正的身世，今天本王都会当着父皇与朱清的面替你揭露清楚。连父皇当年都拿不出证据定母后的罪，就凭本王是大晋锦王，是真正的陆氏皇族血脉，要杀你这个奸生子，天经地义。陆承锦，你有本事就当着父皇与众人的面杀了我，若是不然，本宫会让你为了方才所言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你不配自称本宫，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陆氏皇族的血脉。罗恒脸上面具被撕下，露出里面的真容来，竟与陆承昭的样子十分相像。除了罗恒脸上多出的皱纹和苍老感，两人的面容几乎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看着龙案上堆积的前皇后与罗恒的私信，再看着两人相似的脸，晋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来人，将这个奸贼抓起来！父皇，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我与罗恒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是陆氏皇族的血脉，是你的嫡长子啊！下一刻，殿下，南宋王反了，在大军包围了皇宫，人数悬殊，我们的黑甲兵快抵挡不住了。哈哈，孤的援军终于到了。来人，将逆贼陆承昭打入天牢，其他人随本王去迎敌。宫门外，众将听令，斩下陆承锦首级，杀进乾清宫，屠尽陆氏皇族。厮杀声响彻殿宇，冲出宫墙外，火光映着血光，像条血河。纵使黑甲兵再神勇，与南安王的兵力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很快，黑甲兵就全部倒下了，只剩下陆承锦与长亭一众亲卫。天亮前，本王要坐上这乾清宫的龙椅，斩陆承锦首级者封千户侯。
赏黄金1万两。此时南安王眼前，他的大军竟被另一阵人马团团围住绞杀，竟是聂战带着他的8000禁军进宫来了。晋王殿下，聂某护驾来迟，等聂某擒了这叛贼，剿灭了叛军，再去向皇上请罪。聂将军可有要解释的？是阿云让我这么做的。如此，这里就交给将军了。不知祖母今日唤我过来，有何吩咐？你是不是准备出城离开京城了？其实你也不必非走不可。经过此次宫变后，晋王已是众望所归，听闻那班老臣都已臣服于他，连聂将军那样的刺儿头都归顺了晋王。纵使是皇上，只怕如今……说到这里，大长公主话语顿下，可苏冉却明白她的心思。刚刚经历两王叛乱，百姓对陆氏皇族的皇权抱着存疑之心，甚至是抱怨不满，所以这个时候皇上与晋王之间不能再起争端。而叛党余孽盘根错节，境外又有邻国虎视眈眈，所以当务之急是皇上与殿下父子齐心，联手清除乱党，整顿朝纲，威慑邻国，所以他必定要离开。听到苏冉说出这番话，大长公主才真正的叹服她的智慧和远见。单是她能够顾全大局，不拘泥于儿女情长，就盖过了其他的闺阁女子。而她敢于对晋王放手洒脱离开的气魄，更是让大长公主暗赞不已。你放心，你在晋王心里是无可取代的，等他平定江山后，必定会迎你回来。苏冉倒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从大长公主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祖母唤我过来，有何差遣？谈回正事，大长公主面色凝重。听闻前太子有免死金牌护身，留下一条命来，对此你有何看法？有时对一个人最重的惩罚，并非取其性命。他这辈子完了，可本宫却不能让镇国公府毁在他手里。你之前说的没错，本宫落在陆承照手里的把柄，不止青天间那一件，而以陆承照行事的手段，他必定会像上次那样，拿之前的事威胁本宫，所以陆承照必须死。苏冉勾唇淡淡一笑，没有说话。二丫头，只有陆承照死了，才能真正的保全镇国公府。所以这件事你一定要做。祖母凭什么认为我会替你做这件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做。只要你帮了祖母和苏家这一次，本宫会出面替晋王解决一件麻烦事。苏冉神情微变，她自是知道大长公主要替陆承锦解决的是哪桩麻烦事。晋帝已对晋王与丹陵的婚事做出了安排，可若是这个时候他再拒绝丹陵，不知会与晋帝父子闹翻，大魏也会由盟国变成敌国，大晋越发危险。二丫头，你也不想看到晋王为了你痛失大晋江山，成为大晋千古罪人吧？大长公主到底是厉害的，每一句话都说到苏冉的心坎上。当初丹陵太子妃这步棋是祖母一手安排下来的，如今又要亲手毁了这步棋，只怕姑母与大魏皇帝不会那么容易答应。这个你无需担心，我自有办法劝说阿秀主动与大晋退亲。信我都已经写好了，只要你答应，我立刻将此信送去大魏，免除晋王这桩烦恼。好，我们一言为定。你来干什么？难道太子殿下没有疑惑需要我解答吗？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你这个贱人，你竟然使这样的毒计害我！我要去告诉父皇，是你们改了罗恒的面容，故意诬陷我的。确实，罗恒的真面容是假的，是我让人改的。只是可惜了，唯一知道真相的罗恒被你杀了，如今任你全身是嘴，都没有人再相信你的话了。听到苏冉的话，陆承照刚刚升起的希望再次覆灭。难道罗恒之前就是想告诉他，他的面容被他们改动了？他当时为何不听罗恒把话说完？陆承照此刻心中的悔恨与不甘，
还有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掉。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污蔑皇室血统！也不算污蔑你，前皇后与罗恒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罗恒对你的真情是真的。他那样舍命的为你，若说是他与前皇后毫无关系，只怕没有人会相信的。陆承照眸光变得迷茫起来，不住地伸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那我的父亲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我说过，唯一知道真相的罗恒被你杀了，世上再无人知道你到底是谁。没人知道我是谁，那我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或许前皇后与罗恒真的有过私情，你就是罗恒的儿子；也或许你母亲与罗恒有过私情，但你并不是他的儿子。他帮你，只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愧疚补偿，但其实这些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今日我一路进宫来，看到满地的鲜血，洗都洗不干净。宫门口那些妇孺老人只敢流泪，却不敢上前认尸，因为他们的儿子丈夫是叛党，他们只能等着他们的丈夫儿子的尸首被扔进乱葬岗，才敢半夜偷偷的去将他们带回去。那些死去的御林军和你的手下，全是因为你的贪念葬送了性命。面前的男人神情渐渐陷入癫狂。陆承照，你本应在当年抱病离世时就不再存活于世的，是上天见怜，皇上开恩，让你活了下来。若是当年你能放下权欲之心，安心在登州待下去，你的结局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你枉死。所以到了今日，不管你是罗恒的儿子，还是大晋的嫡长皇子，都不重要。你犯下的错已无可挽回。陆承照木然地听着，似乎听懂了苏冉的话，又似乎一句话都没有听进来，嘴里一直念叨重复的话。我不是罗恒的儿子，他的面容是假的。不是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是被诬陷的，我才是真正的大晋嫡皇子。我不是罗恒的儿子，我才是大晋。当晚，陆承照吐血而亡。